10年之期已到，小姐往后不必再依靠这心头血续命。丞相府近来似乎听到了什么风声，私下到处在寻人，为免不必要的麻烦，有些人咱们得趁早处理掉了。那便杀了吧。属母挖了他的心。花心。你别过来！小月，对不起，我根本不想杀你的，都是乳母，都是他想杀你，我也是被他的坏意使迷了心窍，对不起，对不起，小月，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答应你，我放你离开这里，我放你离开这里，好不好？不重要了，现在是我想杀你。快点，小姐的院里有动静，跟我走。不好了，快去通知老爷，小姐出事了！快，小姐在这里！小月这个贱人还在附近，今晚谁若是拿下她的命，本小姐赏黄金1万两。主人找我呀？喏，来活了。小哥哥们，来快活呀！妖怪啊！你们做什么呢？小月人呢？小姐，喂！一群废物，这朗朗乾坤哪里来的鬼？我看你们，大妹子，你看见我的头了吗？你看见我的头了吗？小姑娘，这丹能保你去气，3日期限，能不能活，且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姑娘平日最怕狗了，怎么今日听着这小狗失了神呢？昌伯的媳妇儿啊，刚刚生了个大胖闺女，全家高兴的不得了。刚才啊，给你送了好些鸡蛋，还有喜糖过来，给你也沾沾喜气。哦，对了，有位京城的大人物来了信，带着自家嫡女前来求医，你是见还是不见呢？爹，你是不是弄错了？这种鬼地方怎么可能有神医？谁知道呢？我可是查了好久，才听说这太清山脚下的小莲村里藏着一个神医。现在来都来了，咱们只能碰碰运气了。咱们私下寻访了那么多的名医，这回若是还怀不上孩子，我就杀了这个所谓的神医，沽名钓誉。行了，赶紧走吧，再晚天都要黑了。什么破神医，到底能不能治病？让二位久等了。陆妙龄盯着这个身影，隐约觉得眼熟，但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你是谁？让你们的神医出来。我便是这里的大夫，请问谁要看病？你，一个黄毛丫头，你能治病？治不治？不治出去。敢这么和本小姐说话，是不知道本小姐的身份吗？竟敢如此怠慢本小姐，信不信本小姐一声令下，你们整个村的人都得死？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本小姐今日算是长见识了。神医啊，之所以被称为神医，那自然是有别人及不上的本事。姑娘若不是诚心来看病的，那就请回吧。你，爹，赶紧把他们都杀了。火气那么大，怕是因为不孕吧？来，消消气，坐下慢慢说。此言一出，陆永辉眼底再无怀疑，就连陆妙龄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的不可思议。我们神医啊，最擅长的就是不孕不育。这位小姐曾患过重病，身子亏空的厉害，虽已痊愈，但体内5脏6腑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耗，加之平时日养尊处优，日子过得太细致了，反倒是不适合受孕。那该怎么办？简单，我这儿有几个速成的办法，不过过程会有些煎熬，你们要不要试一试？是，当然要试试。你们跟我来。不一会儿，走到一个猪圈的门口，恶臭让陆妙龄几度作呕，捏着鼻子不愿再上前一步。神医，你究竟想做什么？
不孕这种事儿，想必你们也已经看过许多的大夫，也知道这毛病光靠吃药调理是没用的，而且见效也慢，是药3分毒，吃多了也伤身。来，把双脚绑住。你们要干什么？这位老爷，咱们这是在给这位小姐治病呢。方才神医说了，这位小姐平日里过得太精细了，现在这个办法就是快速让她接地气起来，这样容易受孕。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我们村里还有隔壁几个村打听一下。喏，今早还有人给我们送了红鸡蛋和糖过来呢。妙玲，你且忍忍啊，等熬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位老爷，一路舟车劳顿，累了吧？不如去吃点东西。这边啊，我替你看着，放心，不会有问题的。爹，快滚开！啊！猪圈里有蜘蛛，它成精了！什么猪精？来人呐！本小姐不治了，快放我出去！爹！大补的童子尿对治病最是有益，这才第4天呢，陆小姐就要放弃了吗？这就是你所谓的治病吗？哪有人是这样治病的？你分明就是在耍本小姐。耍你又如何？你……慕幽月缓缓摘下了面纱，一脸云淡风轻地看着陆妙龄。看来这几年你过得也不怎么样，怎么现在连个孩子都怀不上？昆王和太后知道这个事吗？原来是你啊！谁敢碰我女儿一根头发？丞相大人，你怎么会来这儿啊？陆永慧，你可真是能耐呀！丞相大人说什么？下官听不懂啊。陆永慧，我丞相府嫡女被你藏匿10余年，刚才还险些对她动手，桩桩件件，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今日我穆昭辉就是拼上这条老命，也要让你们陆家血债血偿。丞相大人，说话还是小心点为好。你想让本王妃的家族血债血偿，是不是太不把昆王殿下放在眼里了？昆王算个球啊！你，爹，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走。陆永辉掌心赫然多了一把粉末，往空中一扬后，父女俩消失在了原地。等回京再收拾你们。一转头，目光瞥见站在那里的慕幽月后，仔仔细细地盯着他看了好半天。慕幽月正被看得浑身都不自在时，径自找了个椅子坐下。我可怜的宝贝儿，是爹爹对不住你。别哭了。这么多年，爹爹一直以为你和你娘一样死在了那场大火里，却不知道原来你一直就在爹爹的身边。是爹爹没有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只要一想到那些事情，我……说完，哭声更大了。慕幽月脑瓜子有点疼，有些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穆丞相、幽月，你们先吃点东西，慢慢聊。说完，李婶又走了出去。甜甜，在外面受了这么多苦，爹和哥哥们都盼着你早日回家。你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等回到了京城，爹就给你报仇，把你这些年受的委屈统统拿回来。爹爹把陆妙龄和陆永慧扒了皮，放干血，挂在墙头风干，好不好？慕幽月望着他，似想从他面上看出其他的想法，但是没有。木相的眼内除了真诚，便是对他的心疼，丝毫不像是在作假的模样。面前的穆丞相见他久久不回话，又是一嗓子嚎了出来：“闭嘴，不许哭！”穆丞相下意识地抿住嘴，一个嗓音都不敢往外蹦。甜甜好可怜啊，连磨刀这种粗活都学会了。爹，如今事情已经败露，说什么也不能让穆相和穆幽月顺利回京，否则我们麻烦就大了。可是这次出来，为父带的人手都不够，恐怕……这是昆王殿下私下养的人。一大批黑衣人从天而降，挡住了马车里去了。外面很快传来了黑衣人和幕府侍卫打斗的声音。黑衣人训练有素，个个都是高手。幕府侍卫们很快败下阵来。甜甜，你别怕，坐着等我。穆丞相话说了一半，就被穆幽月连着扯了3根头发下来。没等他反应过来，柔软的发丝在穆幽月的手里一瞬化为尖锐的利器，从车厢里飞了出来。外面响起了惨叫声，只见原本最前面的黑衣人眉心被尖锐的头发丝穿透，当场毙命。
那几根发丝似是被染了生命力，不断的在半空穿梭穿透。短短一息间，马车旁已经倒下无数的死尸。剩余的手下见状大惊，纷纷后退撤离。穆丞相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嘴巴已经惊得能塞2个大鸭蛋。甜甜，你……穆幽月掀开马车的帘子，提着那把上午刚磨的刀，沉冷的目光落在了还留有一口气的黑衣人身上。谁派你来的？黑衣人不说话，穆幽月手指轻弹了一下刀背，够锋利。不过短短眨眼的时间，穆幽月站在那里，正面无表情地擦拭着手上的血迹，脚边躺着刚死透的黑衣人。走吧。穆幽月重新坐上马车，察觉到穆丞相惊讶的嘴巴到现在还没合上。嘘，秘密。对，秘密，这是甜甜和爹爹之间的秘密。搞定这些黑衣人后，穆幽月又往某处看了眼，手上的刀又一次脱手而出。而此时，躲在树丛里的陆永慧父女俩见到迎面有寒光闪现，吓得往一旁躲避。锋利的刀划过陆妙龄的衣袖，强劲的气息将她的身体往后一带。陆妙龄的身体狠狠地撞向了身后的大树，力道之大，让她连吐了几口血。陆永慧和陆妙龄同时吓得浑身是汗，但凡穆幽月的刀稍微再偏一点儿，两人不敢再继续往下想。穆幽月真的太恐怖了，他明明可以在这里轻易杀了他们，可是没有。他到底想做什么？一瞬间，父女俩都感觉到了死亡正逐渐的靠近他们。对了，甜甜，那个传说中的太清山神医是你？穆幽月也不瞒他，点头算是默认，这可把穆相给高兴坏了。等到了丞相府时，穆相刚带着穆幽月进了府邸，就有一道如影般的身影嗖的一下出现在了穆幽月和穆相的面前，大咧咧的朝他挥手。嘿，甜甜，我是二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家甜甜还是和以前一样娇弱。面前父女俩默契的抬眼，娇弱？哼，你怕不是对这个词有什么误解？走，二哥带你进去。穆星则抓着穆幽月的手腕，带他往穆相府的方向走。穆幽月默不作声的跟着他走，有些不自在的抽回手。甜甜一路赶车累了，我先带着她去住的院子休息一下。那我先差人去太医院把小三叫回来。对，赶紧先把小三喊回来。老大最近还在军营忙活，小四也接了一个案子，去了外地，估计还有2天才能回来。甜甜啊，你以前住的院子太小了，爹爹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的，是我们府里最大的一间院子。一会儿你看看缺什么，和爹爹说，爹爹叫人啊去给你准备。还有这些啊，都是给你配的人手，如果不够啊，爹爹再去安排一些过来。够了，我不需要太多人的。那好，红坚、紫竹，先带小姐去沐浴。等穆幽月进了院子，穆相走出来，见到穆星泽后板了板脸。你过来。干嘛呀？穆星泽被这突然的变脸给吓到了，老头子这个变脸怪。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趁陆永慧不在府里时，我私下去打探过，陆府的几个老魔，在我一通美男计之下，说正经的。几个在陆家10几年的老魔都告诉我，甜甜是10年前被陆永慧抱回去的。陆永慧对外说是在外面捡到的一个孤女，当时甜甜还昏迷了好几日，醒来后就被安排在了陆妙龄的身边。其中有人说陆妙龄自幼身患隐疾，但甜甜被安排在他身边后，陆妙龄的气色逐渐好转了起来。我想大概和甜甜那一身古怪的血有关。果然和我猜测的差不多，真是可恶！我们家甜甜，我连一根头发丝都宝贝得很。陆永慧这王八犊子，竟然用我女儿的血来救他的女儿，10年呐，整整10年！甜甜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受苦，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陆永慧此事欺人太甚，爹，需不需要我出手，一把火烧了陆家？不，一把火烧了太便宜他们了。此事我们还得多询问甜甜的意见，这事儿事关甜甜的名誉。闹大了，对甜甜也不利。你先去。穆星泽听完一脸狐疑：“你认真的吗？让他去把陆家后墙的马蜂窝捅了？这真的是不是在整他的儿子？”叫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再说。行吧，听你的。甜甜回来了。穆叔言，穆家3公子年纪轻轻便凭借一手过硬的医术坐上了太医院副院判的位置。穆幽月朝这位三哥看了一眼，在外也惯了，突然出现了一群关心他的人，竟也有些无措起来，轻轻的点头。穆叔元想起年幼时兄妹几个亲密无间的模样，见他此刻脸颊上还有几分生疏，更是心疼。甜甜，这是你从前最爱吃的杏仁干，几年前店铺转让，哥哥便把店铺盘了下来，想着你若有一日回来，还能吃到这熟悉的味道。穆幽月心生引动，发自内心的道了声谢。见兄妹2人重新站在一起的样子，穆相激动的差点老泪纵横。见他们这般，穆星则真怕老头子又嚎出来，连忙转移话题。大哥和
这么好的日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你以为都跟你似的，随叫随到？老大如今身为军务提督，最近正在军营练兵。老四大理寺少卿这2天也忙着处理几桩大案子，军务在身，不能及时回来。不过我已经修书，把甜甜回来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听了。老爷，蕊小姐来了。你叫蕊儿来的？不是。义父、二哥、三哥。穆星泽懒得搭理，穆舒言倒是微微颔首。这位就是月姐姐吧？听说你被拐卖到了乡下，如今可算是回来了。穆相刚吃一口菜，直接被呛在喉咙里，随即又往穆星泽看去，那眼神好似在质问：是你胡咧咧的？穆星泽连白眼都懒得翻了。穆幽月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水，眼底闪过几分嫌弃。月姐姐，你回来了真好，以后我们俩姐妹就可以作伴了。府里平时就蕊儿一个女孩子，蕊儿怪无聊的。蕊儿就是副管家的女儿，副管家前年去世了，我就收了蕊儿做义女。行了，继续吃饭吧。蕊儿啊，没事的话你先回去吧。甜甜今天刚回来，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傅蕊身体一僵，面色浮现几分尴尬。是，义父。够了，吃不完了。小姐，二少爷向来不喜欢咱们的荷花院，可老爷还是把你疼到骨子里，你不必。要你一个奴才多嘴。小姐，老爷去上朝了，吩咐二少爷送来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你看看还缺什么？二哥再去给你准备。傅蕊有的，咱们甜甜也必须要有，而且要比他多100倍、1000倍。要知道，你才是我们丞相府真正的大小姐，可不像某些阿猫阿狗，就挂个名头。多谢二哥。一家人谈什么谢不谢的？傅蕊今天来过没有？红间摇头，算他识相，仗着自己是老头子的义女，在外都以丞相府千金自居，也不知道谁给他这个脸了。啊，对了，早餐用过没有？穆幽月摇头。走吧，老头子早起进宫早朝了，我带你去福满楼吃汤包去。啊，这个家也就我最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带你去京城转悠转悠。据说死的是尚书府主母身边的老嬷嬷，早晨醒来时发现别人一刀抹了脖子，连骨头都露出来了。真的，这事儿邪门得很。据说尚书大人和夫人正在里屋睡觉呢，这老嬷就死在门口。陆家还有那么多护卫，完全没人发现。这到底是谁那么闲，跑去杀一个老魔呀？不会是赤血山的土匪下山了吧？谁那么闲？我呀，大晚上无聊，索性杀个陆家的人，给自己找点乐子。小爷我还没来得及出手呢，没想到有人比我更心急。转念摸了摸下巴，心想该不会是老头子按耐不住，提前找了杀手？昨天不是还说要从长计议，晚上就憋不住发大招了？老头子行啊！来，趁热吃，可别让那些脏东西影响到你胃口了。穆幽月点头，拿起筷子夹起一个汤包放到嘴里，一口刚咬下时，余光瞥见穆星泽身边多出来的东西后，噗的一声，汤汁四溅，喷了对面的穆星泽一脸。满脸汤汁的穆星泽错愕地瞪大眼，没等他说什么呢，穆幽月已经不见了。再一偏眸，见到旁边的雪域灰狼后，懵逼地眨了眨眼睛。雪域灰狼摇了摇尾巴，爪子扔了一个玉佩出来，舌头卷起一个汤包，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见到玉佩，穆星泽想起自己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穆幽月正站在马车边上等穆星泽，思绪飘在3年前那个雨夜，那头狼和刚才的那头是同一个吗？那么那个救了他的男人也在京城？哎，甜甜，刚刚吓到你了？还好。那就行，下次别跑了啊，有二哥在，不会有事儿的。我们去哪儿？我们先去办点事儿，爹这会儿估计还没下朝呢，小三也在太医院，把你一个人放府里，我不放心。甜甜，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去办点事儿啊，很快就回来。在凉亭等候了许久，穆幽月有些的无聊，手撑着脑袋坐在那儿打起了哈欠，直到感觉后背有双眼睛盯着自己，一回头，灰狼对着他又叫唤一声，一下就跳到了栏杆上，做事要往屋顶上跳。小狼，你在干什么呀？姐姐，你下来吧，小狼不会咬你的。哇，姐姐好厉害啊！灰狼不知何时又不见了，穆幽月环抱着双臂，静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姐姐是穆相家那位嫡女吗？穆幽月在他问出这句话的同时，几乎也猜到了小奶包的身份，然后点头应下。哇，那你岂不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太清山神医？穆相早上说，姐姐从小就被发现了学医的天赋，所以他这些年一直把姐姐送在外面学医呢。没想到这会儿就在这里碰到姐姐了。那姐姐看病岂不是很厉害？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说完，想起自己不能随意暴露病情的，又立即改口：你能不能帮我叔叔看一下病啊？好啊，要看什么病？就是那种，哎呀，怎么说呢？怎么，你叔叔难道也不孕不育吗？啊，
正要说什么时，眸光落在了穆幽月的身后，随后有些心虚的低下了头。哼，不愧是神医。穆幽月回身，视线落在眼前的男子身上后，眼底透出些许的诧异。他的身边蹲着刚才那头灰狼，这一幕让穆幽月又与那3年前那个雨夜重叠起来。原来是他3年前随手赠药救了他性命的人，竟然会是叶璇姐。只是没想到他竟也有隐疾。穆幽月心底感叹的同时，想着既然他还欠他一份恩情，倒不如替他把病治好了，这样也就两清了。其实这方面的病是很常见的，景王若是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医治。啊，不是，琪姐。好，那若治不好呢？我有信心，除非……穆幽月剩下的话没说出来，眸光若有似无的往他某处瞟了眼。叶璇姐注意到他的眼神，漆黑的眸底漾开笑意。你胆子倒是挺大。总归是我欠景王殿下一份恩情，景王殿下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定不推辞。殿下，那个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不必。那我就先走了。小祖宗，我先退下了。琪姐，有空我再来找你啊。您是皇上，不必对我如此客气的。不好玩，怎么一下子就被猜到了？景王，欢迎你随时来丞相府治病。叔叔，我错了。之前教你的都忘记了。认错了，那你不生气了吧？叔叔。行了，要不是小姑娘，别撒娇了。唉，朕原来只想帮自己求个医，没想到叔叔竟然也有隐疾。闭嘴吧你！你要给景王治病，他得了什么病？病人隐私，不好乱说。甜甜，今日我们去景王府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在爹面前提起，不然我就死定了。还是你最乖。要知道爹一向很讨厌景王，觉得他是个奸臣，平时都不许我们和他来往的。那你还在他手底下做事？在爹眼里，我就是京城第一纨绔，我就偏偏要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证明给他看看。志向很伟大，是吧？还是甜甜最懂我。甜甜回来了，怎么样？累不累？渴不渴？爹爹已经叫人准备好了茶水点心，要不要吃一点？完全被无视的穆星泽一度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捡来的。正好有些饿了，谢谢爹爹。穆星泽刚要坐下吃点心，就被穆相随手给拎了出去。干嘛呀？上午福伯就说在东街看到你一个人在福满楼里吃汤包，你怎么现在才带甜甜回来？而且你个不要脸的，竟然还一个人吃独食。我吃独食？福伯眼瘸了吗？难道不是吗？他说你身边还坐着那个大奸臣身边的灰狼。我不许撒谎，说实话。爹爹，早晨我和二哥一起去的福满楼，我吃饱了就先在楼下闲逛，那头狼是自己跑出来偷吃的。不错，有点二哥的样子了。我确定我是捡来的。求神医们救救我吧！神医啊，求您大发慈悲吧！我爹已经病了那么多年，我实在是没辙了。神医，神医！老爷，外面突然来了一群要求医的百姓们，这会儿都堵在门口呢。甜甜啊，爹今日自作主张，在皇上面前透出了你太清山神医的身份，还望你能理解。爹爹一片苦心，我自是理解。还是你最懂事。说完，又瞟了眼旁边的穆星泽。穆星泽只恨自己没有隐身的本事，又一次转移话题。那现在门口那么多人求医，甜甜要给他们治病吗？我每3天做一次诊，一次只接待3位病患，让他们自己摇号吧。摇号？就是抽签的意思，安排号码牌让他们自己抽，抽到前3数字的，我便来医治。正好我在城南有一间铺子还空置着，不如就改成医馆，方便你坐诊。哦，对了，你说洛妙龄若敢来，我自然敢给他看诊，就怕他没那个胆子。我之前吩咐你办的事情如何了？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中。等我将陆永会这些年私下贪赃枉法的罪证搜集，我便要他陆家消失在这世上。真是没想到，丞相府的嫡女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太清山神医，简直匪夷所思啊！我一直以为这位名声在外的太清山神医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竟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你们形容的好厉害，他真的有那么神吗？当然了，就拿宫里的太医举例，他们每个人也只是擅长一个类型的病症，这位神医可不同了，他什么都擅长，尤其是不孕这方面。李大婶，这些年辛苦你在甜甜身边了。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老婆子也没其他的本事，正好学过几年药理，帮着抓药，打个下手还是没问题的。看什么？您看看我这面容能不能改一改？穆幽月抬眸飘向他，拧了拧眉。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条带鱼，我这一天天的都快烦死了。神医，你说我长得像条带鱼吗？
穆幽月下意识地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不说不觉的，一说还真是怎么看怎么像条带鱼。你这是拖眼症。拖眼症？那有办法治吗？穆幽月拿起纸笔写了一张药方，递给了李婶。李婶接过便跑下楼去抓药，感觉有点刺痛的。疼就对了，回去包3天，3天后再来复查。楼下的百姓见着带鱼男蒙着眼睛被扶着离开，东看看西看看的。拐角处，陆妙玲坐在一顶轿子内。穆幽月，你必须得死！王妃，去，先回一趟陆府，本王妃有要事要和父亲合计合计。无妨，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那我去叫下一个病人进来。早晨路过福满楼，给你打包的汤包，趁热吃。二哥这几天去哪儿了？去外地办了一些事情。穆幽月呢？叫他跟老子出来！这哪门子破神医啊！直接把老子给弄瞎了！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事啊？我去瞧瞧。怎么回事？我们老爷前几日在你家看病，明明是来改善面容的，你们那位庸医非说我家老爷眼睛有问题，给我家老爷眼睛敷了药，结果我家老爷今早起来眼睛剧痛不止，还在流血。我就说传闻有误，一个小丫头片子哪里像神医啊？丞相大人给他开医馆行医，这不是存心害人吗？就是啊，治好好的还把人家给治瞎了，造孽呢！这病我还是不看了，我今天刚拿到号，你们谁看？我把号给你们。不了，都给我闭嘴！二公子，大家伙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不能存心包庇你妹妹吧？今儿个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去京兆府告你们。这是怎么了？穆幽月，你这个庸医，老子好好的眼睛，你给我治瞎了，赔我眼睛！可有人碰过你的眼睛？没有。真没有？没有。你的眼睛上被人染了乌头的毒，而你身边那位小丫鬟的手指上也有乌头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不可能！可不可能的，找个会医术的随便检验一下就能得出结论。妹妹你等着啊，我这就进宫去请几个太医出来。张院判、穆副院判，你先瞧瞧。不行，这穆副院判是你们穆家人，能公平检查吗？本太医为皇上效力，行医从无愧天地。这位夫人是在质疑皇上的眼光吗？民妇不敢。接下来的时间里，先是张院判给陶胜康检查了一下眼睛，又检查了一下翠心的手，后穆淑妍又同样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不可能，奴婢是冤枉的。昨晚，对了，就是昨晚，翠心说眼睛上的纱布歪了，就过来帮我整理了一下。难道？好一个刁奴，竟然干出这等丧心病狂之事！你说，你为什么给老爷下毒？奴婢冤枉，奴婢真的没有下毒。两位太医，那我这眼睛还有救吗？为时已晚，毒入眼眶，恐及性命。若想保住性命，只怕你这2颗眼珠子也保不住了。贱人，贱人！神医，你不是神医吗？你救救我，救救我！你刚刚不说我是庸医吗？刚才是小的一时口不择言，还望神医大人有大量。小的以后一定给神医当牛做马，在所不惜。行，我记住这句话了。你跟我来。别动。陶胜康疼得浑身发颤，总感觉有什么东西钻进了眼睛里，不停地拽着自己的眼珠子，一度以为自己的眼睛真的要保不住了。可以了。陶胜康睁开眼，刺眼的光线让他下意识地眨了眨眼，发现自己能够看清楚东西后，一脸惊喜与不敢置信。这就可以了。出门右拐照镜子。陶胜康有些懵了，听他的话走了出去。天哪，神医，真是神医啊！他的眼睛不仅可以重新看见东西了，而且眼珠子也没那么突出了，他的面容看起来再也不像带鱼了。我遇到神医了！神了，真的是神了，竟然连个伤疤也看不见。神医，方才是我们有眼无珠，还请神医救救我们的命吧。今日可多亏了陆大小姐安排这一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闹剧，让他在这京城彻底坐实了这神医的身份。今日目睹了一出大戏的叶璇姐，看来小姑娘的确挺厉害的。楼下又传来翠心的惨叫声，陶胜康和焦氏夫妻2人不顾颜面，2人当街几乎就要扒了翠心的皮。翠心有些撑不住，正要交代一切时，暗处飞来一枚飞镖，扎破了翠心喉咙，翠心当场毙命。叶璇紧往飞镖的方向看去，只见到一个黑影一闪而过。云清，贴身护卫云清会意，旋身朝着黑影追了过去。穆兴泽、穆淑妍以及张院判3个男人齐齐地站在穆幽月的面前，似要把他看出个花来。穆幽月环抱着双臂，酷酷地站在那里，最后被他们的目光盯得浑身发毛。怎么，你们谁也要看病吗？别说啊，还真神呢。穆小神医，你是怎么做到连个疤痕都不留的？要不然怎么能叫神医呢？你个小老头一边去啊！别来找我家甜甜套话，我们家甜甜目前没有收徒的打算。
那行，那哪天啊，你们家小神医要收徒了，记得通知我一声啊，我第一个报名。今日这件事儿，摆明了是有人背地里使坏。甜甜，你放心，背后的事儿交给二哥。树大招风，只怕今日之事只是一个开端。甜甜，你要记得多留一个心眼。放心吧，两位哥哥，你们都这么优秀，我这个做妹妹的又怎会被你们比下去呢？好啦，三位小英雄，都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这人情先记下了，改日请你喝酒。好说。说，是谁派你来闹事的？旁边的穆幽月以及穆星泽下意识地揉了揉耳朵，这大嗓门快逆天了。黑衣人嘴里还被塞着布团，使劲地摇头。嘴还挺硬的是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陆狗派来的。爹，少和他废话，既然不承认，索性弄死他得了。整日喊打喊杀的，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土匪呢。甜甜，你觉得呢？你认为咱们该和他先讲讲道理，还是直接弄死吧？你说的很好啊，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还是直接弄死，以绝后患比较好。您老这差别对待，敢不敢再明显一点啊？穆丞相一回头，见穆星泽还站在原地，又吼了一声：“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啊！”穆星泽委屈的哭唧唧。好吧，他确定自己一定是捡来的。我来吧。你等一下。话落，穆幽月和穆星泽便见他朝黑衣人跑去，一把揪住黑衣人的头发，拔了2根下来后，笑呵呵地递给了穆幽月：“给，用他的头发，别浪费自己的，省得一会儿把自己拔秃噜了。”眼看着穆幽月用一根软的发丝就解决掉一条人命后，穆星泽惊讶得合不拢嘴：“爹，甜甜的，甜甜是我们穆家的骄傲，你以后多和你妹妹学习，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吃啥啥不剩，干啥都费劲。”穆星泽心绞痛当场又犯了。可恶，义父真是偏心。城南那间旺铺，我之前问他要来做首饰的买卖，他都拒绝了。现在竟然拿来给穆幽月开医馆了，还给穆幽月挂了个神医的头衔，是想让穆幽月成为百姓心中悬壶济世的仙女吗？老爷大概是怕小姐您经商辛苦，所以才婉拒的吧。除此之外，小姐每个月的吃穿用度一向比几位少爷的都要好，老爷还是很疼爱你的。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义父，是蕊儿啊，你这手怎么了？没事，只是方才在厨房做糕点时不小心烫伤了而已。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记得去找大夫拿点药擦擦。多谢义父。这糕点是给我的吧？那我自己拿吧。你早点回去，擦点药，好好休息。不是，义父，我还有话说。怎么了？傅蕊张了张嘴，很想问穆丞相要城西店铺的地契，可发现这会儿却是不合时宜。义父每日辛劳，还请保重身体。好孩子，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做贼去了。失眠，出来透透气。天快亮了，早些回吧。再见。甜甜，爹，我听说昨晚陆永会的府邸里又死人了。尚书府的一名伙妇被人一刀砍了脖子，用绳子吊在了陆永会的房门口。这件事情我做的。甜甜，爹知道你对陆家有恨，可这事情太冒险了，这接连2、3次了，陆家一定会有所防范。你下次还是别去了，整治陆家的事情交给爹爹就好。爹爹现在就希望你每天开开心心的，不要陷在过去那些仇恨里了。你就学你那没心没肺的二哥一样，每天逛吃逛喝的就好，怎么高兴怎么来，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穆幽月的视线往他身后看去，穆相身后刚搜集到一些情报，跑来的穆星泽冷不丁听到老头子那句没心没肺的二哥，瞬间觉得膝盖被打穿了好几剑。穆星泽默默地看了眼手里攥着几份热乎乎的情报，错付了，终究是错付了。你怎么来了？穆星泽把情报递到他面前，又自顾自端起水壶倒了杯茶水。刚刚听到一个好玩的消息，快说来听听。听说陆永会方才去了一趟京兆府，把府里连出2条人命之事上报了上去。这个臭不要脸的，都自身难保了，不好好夹着尾巴做人，还敢报官？可别让我看见他，否则我一巴掌拍断他的脑门。
你先别急，听我继续说。那京兆府的裴大人一听，便说今早已经有人投案自首，并且画押签字了。我刚过去看了眼那投案自首的人，可不就是昨天那个黑衣人吗？话说那黑衣人，我已经命人扔去乱葬岗了呀，怎么会？穆丞相下意识看了眼穆幽月，穆幽月摇了摇头，表示不知。这就奇了怪了，是谁在暗处帮我们？穆幽月思绪放远，莫名想起昨天半夜偶遇叶玄锦的情景，难道是他？爹，果然是你干的。上回陆家死人的时候我就怀疑是你，没想到真是你啊！穆丞相刚要否认，但看穆兴泽一脸膜拜地看着自己，硬生生地将这口锅给扛下了。你知道就好，别到处说。我懂，真是没想到，你表面一副要干大事的样子，背地里已经气疯了，都偷摸跑去杀人了，你可真能啊！你别说话了，成吗？穆相一个头两大，这该死的孩子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穆幽月见穆丞相白眼要翻不翻的样子，唇角含上几分笑意，真的快要被这对活宝给笑死了。你们先聊，我得回去写一份奏折。写什么奏折呀？一脸严肃的。还不是那个大奸臣叶玄锦，他今日竟然提出要当朝罢免郑将军。当年先帝在世时，郑将军曾为宣朝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奸臣真是气死我了！我只要一想到他，就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了。你们说这个大奸臣是不是该死？曾受大奸臣救命之恩的穆幽月，在大臣手底下做事的穆兴泽，得不到回应的穆想，最后一个人默默地离开。甜甜，你看，千万不能在老头子面前提起景王殿下，谁提谁倒霉。我看出来了。不过呀，这朝堂一向深如寒潭，是非曲直，又岂能那么轻易论断呢？对于这话，穆幽月是赞同的。他曾以为的善，却是世间最极端的恶。单凭当年叶玄锦随手赠药一事，在他眼里，叶玄锦就绝非是个恶人。穆小姐，殿下请您一会儿过去一趟。殿下没找我？没有，只叫了穆小姐一个人。那你们先去吧，我来善后。善什么后？我得拖住老爷子啊，可不能让他发现你去景王府了，不然你懂的。我懂。老远见到叶玄锦坐在凉亭内品茗，他的身边那头形影不离的灰狼正蹲在地上睡觉。穆幽月一时站在原地没动，叶玄锦略略扫了一眼过来，朝他招手。不怕，要是那头狼敢吓我，就给他一拳头，把他揍飞。走进凉亭，穆幽月站得离那头灰狼远了一些。景王找我。叶玄锦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面，穆幽月垂眸，低下头，便见他手边放着一本专治男性不孕不育的医书。这本书倒是眼熟得很。研究的如何了？景王若是下定决心要治病的话，我这边按正常流程来。另外，叶玄锦眸光懒洋洋地看向他，等待下文。另外，您若是需要治这方面的隐疾话，还请府中的夫人一起配合，因为并不确定问题就出在您一个人的身上。说完，叶玄锦面色差点崩了，就连旁边的护卫云清也是极力地咬着嘴唇，生怕自己笑出声来。穆小姐，您误会了，我们殿下身边没有女人。随本王进宫一趟。你不治病了？谁说本王有病？难不成是我会错意了？真正有隐疾的人是……我去，这误会弄大了，真够丢人的。随着叶玄锦的起身，那头灰狼也敏锐地睁开眼，站了起来。见到穆幽月后，张着嘴刚要吼一声，就被叶玄锦一个目光给瞪了回去。穆幽月刚拢紧的拳头默默地松开。说起进宫，但全程穆幽月都跟着叶玄锦走了另一条路线。他第一次知道，原来锦王府内有一条密道是专门通向皇宫的，且直通小皇帝的寝殿。难怪那一日他会在锦王府碰见小皇帝轩宇。哎呀，蒋公公，奏折看得好困啊，能不能给朕拿一块糖？朕想提提神。皇上，景王殿下交代过了，没看完奏折前，您不可以吃糖。说实话，朕还是个宝宝，每天都要这么辛苦，朕真的好可怜啊！朕想要出去放风筝，朕想要出去骑马射箭。蒋公公正不知道该怎么劝呢，余光一瞧，见到叶玄锦来了，默默地松了口气。叔叔想吃糖？小皇帝点头。再看2本，就给你吃。姐姐怎么和叔叔在一起啊？是正好在帮叔叔看病吗？叔叔的病情怎么样了？严重吗？以后还能生宝宝吗？轩宇。哦，对了，这是隐疾，要偷偷的说。穆幽月倒是被他逗得有些乐了，想笑却又不好意思笑出了声。叶玄锦这个叔叔做的还倒是挺到位的，为了这小奶包，把自己名誉都给搭进去了。等轩宇看完2本奏折，已经快过了大半个时辰。叔叔，糖。叶玄锦从衣袖里摸出一颗糖来。轩宇自出生起就患有隐疾，每月都会莫名昏睡3日。此事除了太医院的张院判外，无人知晓。你可有办法？说起这个，轩宇刚刚吃糖的时候眼神有多明亮，现在就有多暗淡。臣女先给皇上诊脉，这是中了昏睡蛊。在穆幽月说出昏睡蛊后，叶玄锦眯了眯眼。姐姐好厉害啊！叔叔之前就说过这是昏睡蛊，只不过下蛊的人已经死了，所以别担心，姐姐来给你治。真的吗？姐姐可以治好我的病？当然，不过时间会有些久，还要吃很苦的药。
皇上一定要乖乖的配合，好吗？我不怕苦，我一定乖乖听姐姐的话。那好，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可以吃糖了，还有其他糕点。轩宇的脸顿时皱成一个小包子。我先回去准备一些药材。需要人手吗？不用。小小年纪轻狂的要命。殿下，一些大臣似乎对您罢免郑将军一事颇有微词，正联合起来，准备写奏折弹劾您。随这些老东西去。见到穆幽月，陆妙龄浑身的血液几乎沸腾起来，下意识地往门口走，盯着穆幽月的背影看了半晌。陆妙龄给身旁的护卫一凡使了个眼色，一凡会意，一路跟在了穆幽月的身后。穆幽月去郊外的风罗山上了。他去那里做什么？你回去对空王殿下说，今夜本王妃住在娘家，明日再回。是，王妃。去，把穆幽月给本王妃找出来。主人，找我呀？又是那些人，你懂的。坤王妃，上哪儿去啊？穆幽月，你。甜甜说出去给人看病去了，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你说他会不会遇到坏人了？应该不会吧？怎么不会？如今这京城里到处都是仇人，咱家甜甜心地善良，长得又漂亮，你说万一有个好歹的，那我也不活了。穆兴泽虽然很想吐槽穆相这副死样，但心里想想也是，万一半路碰见了陆家的人怎么办？两个人越想越紧张，准备出门找人的时候，只见穆幽月步履轻快地走进来。甜甜回来了。穆相一抬头，穆兴泽发现他脸上连个泪痕都没有。你刚假哭呢？那不然呢？我家甜甜最厉害了，能文能武，还会看病，怎么可能会出事？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甜甜，你回来了，一定很辛苦吧？先去吃点东西。好呀。你去给简王看病了？是啊。还真有隐疾啊，平时倒没看出来。对了，据说过几天太后要办一个百花宴，请了各家的贵妇千金等，其中还包括甜甜。甜甜，你想去参加吗？不想去的话，爹爹想法子帮你推了。去啊，当然去。你可想好了？穆相又确认一遍，穆幽月点头。那好，不过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啊。穆幽月看向他，百花宴上可不能随便杀人。怎么，他看起来像个杀人魔头吗？要杀肯定也偷偷的杀呀，谁会在宴会上杀人？你要公纸里是血，写个女人的血，洗杂交的，不准的。你瞅你那个损伞，可这巴巴啥呢？就算是杂交的血，那里头也有罕见的凤凰精血，说不定吸了就可以化为人形呢。你现在给我在这扯犊子！可惜，虚构。日你个仙人板吧呀，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我好像闻到了更纯正的凤凰精血，就在……胖幽灵顺着气息一回头，就见到穆幽月环着双臂站在他们身后，一脸轻狂地看着他们。好好，我咋觉得他能看见我们噻？幽灵改行当吸血鬼了？好家伙，他能看见我们，那还搞产人啊？今晚真是好运气，老妹儿，我和你商量一下，给哥一点你的凤凰精血，完事后哥请你吃地三鲜。那我要不给呢？你要不给，我给你做成猪肉炖粉条。老妹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小姐姐，没放了我们吧？仙女，你要干啥子？你们在这儿多少年了？数不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了？这块地方都是我们的地盘。那就行，来结个气。主人，你有什么吩咐？去给我找些鲜竹藤来，越多越好。遵命。
虽说他的血不纯，可又总比没有好。你们说是吗？楚人说的有道理。慕幽月笑笑，潇洒的下山。细点吧，不吸白不吸。小玲，你怎么样啊？爷，是风罗山闹鬼。我说什么？哪儿来的鬼呀？爷，怎么了？没事，先回去再说。甜甜，这是外公。慕幽月往他的外公前护国大将军黎瑞贤看去，四目相对，彼此双方的视线如同一场无声的较量一般。果真是和素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原本听说这已经死了10年的丫头突然回来了，我心中还存疑。今日一见这面貌，的确不假呀。丫头，你运气不错呀，那样都能活下来了。当然，毕竟我还时刻惦记着外公已经年迈，想急着回来在外公的身边尽孝呢。不过看外公这容光焕发的模样，想必这些年过得很好。看来我的想法是多余的。林瑞贤站了起来，一步步地走进慕幽月，身后的慕晓几乎也下意识地站起来，握紧拳头。旁边的慕星泽先一步挡在了慕幽月的面前，朝林瑞贤淡淡的笑笑。外公难得来府上，不如去别的地方走走。不必了，能确定这丫头的确回来了，我就放心了。小年纪，还是收敛一些锋芒为好，否则小心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世间因果循环，这些话如今该我说给你听才是。这个臭老头子竟然还敢上门，理他做什么？当年若不是他，就不会有那场大火，你的娘亲也不会死，你也不会被陆永辉趁机掳走。若说起这一切，黎瑞贤这个老狗才是那罪魁祸首。不过甜甜啊，这黎老狗虽已卸下护国大将军一位，可到底在这京城手眼通天，背景更甚陆永辉。你之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尽量不要与他正面交锋。不行，我必须得先把那个大奸臣给弄死。这慕幽月和慕星泽莫名的心虚。甜甜，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毒药？爹，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弄死叶玄景啊！我打不过他，我就毒死他，最好让他七窍流血，肠穿肚烂而亡。哦，对了，二哥，我想吃福满楼的汤包。走，二哥请你，管饱。好嘞，谢谢二哥。这兄妹之情真是让我羡慕啊！真好，真好。不出姑娘所料，陆妙龄的旧疾啊，的确是复发了，且她似乎被风罗山上的情景给吓得不轻啊，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的。陆永会怕她回昆王府会惹事儿，就借口啊，让她在陆府小住几日。只怕再过不久啊，陆永会那边又要找上姑娘了。若是陆妙龄找上门来，咱们就给她治病。她想要血，我就给她，越多越好。姑娘啊，真是越来越调皮了。既然回来了，那就玩得大一点嘛，不然就没意思了。按说她完全可以一刀就解决了陆妙龄，可她偏不。那10年被欺凌的时光岂是一刀就可以解决的？陆妙龄，好戏才刚开场，你可得撑久一点。狐狸精，叶姐姐，太后娘娘今日也邀请了我呢。那恭喜你啊！叶姐姐，你今日是第一次入宫赴宴吧？宫里规矩多着呢，你今日啊可得好好跟着我，万一惹出了事情，到时候不丢了我们相府的脸啊！这就是丞相府的那位嫡女吧？我听说她医术很好，从小呀就拜在一个神医的门下。城南那医馆是她开的吧？每天人山人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我感觉她好厉害啊！竟然一学就是10年，换成我肯定做不到。什么神医？穆丞相真是会编故事。我怎么听说他是从小被拐到了深宫里，最近才找回来的？李香姐姐，不会吧？可是他不是开医馆了吗？谁知道是不是他在给人看病，搞得神神秘秘的。这年头呀，连个管家之女都配合我们一同出席宴会了。傅蕊的脸刹那间青一阵白阵的。喂，穆幽月，和我们说说你在乡下的趣事呗。穆幽月靠坐在椅子上，仿若未闻，慢条斯理地端起面前的水杯，看见杯中有几片花瓣，似有些嫌弃，轻轻的一吹，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红烟化为人形，飘到了梨香的身后，张大嘴，露出尖利的牙齿，对着梨香的脖子狠狠一口咬下去。啊！表妹，你怎么了？还是小心一些吧。梨香摸了摸脖子，发现脖子上并没有伤口，真是活见鬼了！可恶！不远处的高台上，叶玄锦站在那里，将宴场内的一幕幕都尽收眼底。这小姑娘竟然还有御灵的本事，着实有点意思。殿下，柔公主朝这里来了，需要本王教你。
老太监一脸胆战心惊，赶紧退下去，把正往这里来的公主宣柔给挡下了。你这狗奴才，敢挡本公主的路！景王殿下还有要事处理，所以请公主暂且回避。那你去告诉景王一声，等本公主参加晚宴会再去找他。是公主。公主啊，太后娘娘一贯不喜欢景王，您还是离他远一些吧。凭什么本公主偏要得到这天下间最尊贵的男子？叶玄景必须是本公主的夫君。嫂子，你怎么了？我没事。怎么可能没事呢？你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让个太医来给你瞧瞧吧。公主，我真的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王妃已经病了2日了，昨日还特意去城南的穆氏医馆求医，但因为没有诊号就被拒绝了呢。什么？岂有此理！什么破医馆，竟然连坤王妃的求医都敢拒绝？就是丞相府嫡女穆幽月开的医馆啊，她看病有她的规矩，不接诊就是不接。哼，一个小小的丞相府嫡女，她还能反了天不成？坤王妃找她看病，那是看得起她。明天本公主亲自去她的医馆瞧瞧，看看她是否敢拒绝本公主。公主，一点小事而已，说不定是误会呢。穆幽月今日也来参加百花宴了，咱们别弄得不好看，毕竟都在京中，以后打交道的机会多着呢。你说她今日也来了？所以咱们还是以和为贵吧。嫂子，你就是太善良了，这种人咱们可不能惯着。你既然不舒服，那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会儿看本公主的。宣柔说着，大步朝着宴场走去，身后陆妙龄一脸得逞的笑容跟在宣柔的身后。这个陆妙龄唯口天下不乱，哀家今日倒是要瞧瞧，谁敢动甜甜的半根毫毛。林嬷嬷，你现在即刻去一趟坤王府，就告诉坤王。母后，儿臣敬你一杯。母后，儿臣的脚扭了，好痛啊！来人，传太医。不用了，等太医过来还要好久呢。咱们这里不就有个现成的大夫吗？穆幽月，你不是会医术吗？还不赶紧过来帮本公主揉巧？这帮公主千金是不是每天养在深闺里，一个个闲得非得找点事儿来做？哀家听闻穆相府千金有一手好医术，被誉为太清山神医，不知请穆家小姐来帮柔儿检查一下。行吧，治病就治病吧，反正是宣柔自己要求的。正当穆幽月起身准备给宣柔好好瞧一瞧时，宴场的入口处忽然来了一大批的皇宫禁卫军。哼，文统领，哀家在这里举办百花宴，你突然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拜见太后，宫内混进可疑刺客，卑职奉命搜查。不等魏太后再开口，文潇手一挥，搜。穆幽月看了眼四周，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宫内混入刺客，太后娘娘、公主等又是千金之躯，以防万一，还请太后娘娘先结束宴会吧。罢了，那就结束了。见太后都走了，众千金们也都站起来，一个个利索的往外走，巴不得现在就飞出宫。公主，你没事吧？嫂子，我没事，这里闹刺客，咱们先走吧。陆妙龄，坤王殿下，你怎么来了？陆妙龄，本王一天天给你脸了是吧？你一个坤王妃半夜晕倒在郊外的山上，是怎么回事？你说你是不是耐不住寂寞，又去偷男人了？不是，殿下您误会了，我只是……陆妙龄一时不知道该找什么理由，下意识地往穆幽月看去，只见穆幽月视线也从他这里扫过，与他对视后，视线收回，转身离开。这俩人还真般配。你哑巴了你啊！殿下，这里人多，咱们回府再说好吗？免得让人看了笑话。哥，不相信嫂子的人品。你懂个屁呀你！姑姑，回来就好，但这京城人烟混杂，这皇宫更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身为相府嫡女，将来免不了要时常进宫，可得万事小心。谢谢姑姑，我记下了。对于穆家人，穆幽月能清楚地感觉到每个人对她的偏爱，以后守护好每一个家人亦是她的使命。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害我找你找了半天。见穆幽月眼露9分疑惑，文潇挑明来意：穆姑娘，景王殿下有请。文潇带穆幽月去找叶玄锦的路上，嘴里一直好奇地蹦出问题来：你和景王殿下是怎么认识的？你们很熟吗？我二哥介绍认识的。穆星子的胆子变得这么大了，他不怕你爹拿鞭子抽他吗？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爹和叶玄锦水火不容是吗？见过皇上。姐姐不客气。景王，叶玄锦与穆幽月只见过那么几次，但却也习惯了他这副腰都不弯1寸的敷衍式请安。坐。穆幽月顺势坐了下来，瞥见手边的茶水，一想到在百花宴上喝的那些甜腻腻的花茶，就反胃得很。于是自然而然地拿了起来，将这杯清茶一饮而尽。喝完一杯茶，穆幽月知道叶玄锦找他来的意思，便也开门见山，从储物袋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药来，一共是15包，1天1包，连喝半个月。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要在现场监督。这么多啊！吃药先称了。
小皇帝不理他了，拿起奏折，用一副很认真的表情看了起来。今日多谢景王解围，这个人情我记下了。顺手之事，不足挂齿。叶玄锦一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样子，想到3年前那晚的情景，似乎也是同现在一样。对叶玄锦来说，赠药就是一件很顺手的事儿，所以即便是他现在出现在他面前，叶玄锦也完全不记得他了。怎么一直盯着本王看？因为你长得好看啊。叶玄锦看向他的脸，果真是敷衍惯了，夸人的时候都不带看他一眼的。多谢。那什么，我先走了，再见。原地，叶玄锦皱眉瞟了眼雪域灰狼，雪域灰狼一脸懵逼。主人，天地良心了，我可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跑掉的，不关我的事儿啊。义父，月姐姐没事的，可能就是半路耽搁了，您别担心啊。这宫里有刺客，多危险啊！甜甜到现在还没回来，不行，我得进宫去看看。义父，我刚刚回来的时候，看见月姐姐和几个千金在聊天呢。月姐姐刚回来，正是交朋友的时候呢。木相被傅蕊挡着，有些不耐烦起来，但还是好脾气地说：“蕊儿，你先回去休息，我出去瞧瞧。”爹，我回来了。穆悠月听得差不多了，脚步轻快地进门。我的宝贝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快把你爹给吓死了。不好意思啊，又让爹爹担心了，下次我一定提前让人回来通知你一声。不用这么麻烦，你只要玩得开心就好。旁边，傅蕊看着这父女情深的画面，喉咙里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不上不下的。义父，月姐姐，那我先回去了。好。木相连头也没回就应下了。傅蕊转过身，脸色瞬间暗沉下来。穆悠月回到出云院门口时，傅蕊站在那里等他。你很得意吧？对啊，我很得意，非常得意，超级得意。你别得意的太早，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凭我多年的学医经验，傅蕊姑娘，我觉得你的脑壳好像有个大洞，等你有空，不如来我的医馆一趟，我给你开个后门。穆悠月，你，哎呀，疼死我了！怎么又是头发丝啊？傅蕊小姐是不是得罪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这么软的头发丝是怎么穿透膝盖的呢？这回伤了2只膝盖，恐怕得躺大半个月了。彩兰再度悄悄地把头发丝扔了，转头去服侍躺在床上下不来地的傅蕊。这蕊儿怎么回事？3天2头的在受伤。说完，一转身见到穆悠月，还说了一句：“甜甜，蕊儿的腿经常出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缺钙吧？穆悠月随口说了一句，然后指了指门外，示意自己要先出门了。哦，是这样啊。等，缺钙是个什么意思？我今天是拿到了号的。哪里不舒服？悠月啊。穆悠月不动声色地看向他，好家伙，能屈能伸都给他跪上了。悠月，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样对你的，但是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害怕你知道身份后会离开，那样我就会死的，都是我鬼迷心窍，听了乳母的话，这3年来，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忏悔，你在我身边陪了我10年，我们情同姐妹，我怎么能那样对你呢？在小莲村的时候，我发现你还活着，我起初确实很心虚，因为是我对不起你，但同时我又很高兴你还活着。悠月，真好，你还活着，还能再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妙龄，我就知道，凭我们10年的姐妹之情，那天晚上一定不是你的本意。是啊，你救了我10年，我一直都是把你当亲姐妹来看的。说真的，我爹将你抱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你是丞相府的嫡女，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这件事情牵扯得太大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呢。其实说起来，我爹又何尝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要不是我爹从火场里把你带出来，你说不定已经死在那场大火里了。悠月，这一切其实都是天注定的。是啊，那些年你们是怎么对我的，一点一滴我都记在心里呢。你们可是救了我的命呢。你起来吧，别跪了。你今天来找我是看什么病？陆妙龄默了几秒，把自己衣领掀开一些，一条红线从脖颈处一直到了胸口那里。这恶疾怎么又复发了呀？悠月，你能不能再帮帮我？妙龄，你这是做什么呀？快起来吧，你我情同姐妹，我又怎么会袖手旁观呢？2个各怀心思的人相互演戏，这就很好笑了。既然对方要演，那他一定会配合。随后让陆妙龄等了一会儿，自己则站了起来，走到一旁的桌边，拿起一杯茶，往里面倒了杯清水，银针刺破了自己的手指，滴了几滴血下去。陆妙龄见到这熟悉的动作，激动的心花怒放。给。等穆悠月端来水杯后，陆妙龄毫无犹豫的一口饮尽。短短片刻，陆妙龄脖颈间的红痕肉眼可见的以光速消失。悠月，谢谢你。不用客气。那我按照惯例7日后再来找你可以吗？穆悠月点头。用这蛇蝎美人香来搭配帝王蛇的毒血，陆妙龄有的好受了。蛇蝎美人
倒是挺配他的。真没想到我也是个演技派呢。慕幽月，你也不过如此，只是他身体里究竟是什么邪，竟有如此起死回生的本事？我可去！这些破烂玩意儿留着给你以后烧到阴曹地府吧。爹，你别激动。甜甜，你该不会真的原谅了陆家的人吧？怎么会？只是我另有打算。那就行。甜甜，爹爹跟你说，其他事情爹爹都可以依你，唯独这事儿，咱们和陆家那可是有血海深仇的，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和他们没完。我懂。这些玩意儿咋整啊？拿去卖了换点钱，再以相府的名义去接济一些穷苦百姓。妙啊！不愧是他的女儿，这脑袋瓜子咋就这么机灵呢？两人又坐了一会儿，穆兴泽一脸风尘仆仆的从外面进来。这几天连跑了3个城池，剿灭了几个暗桩，可把他给累坏了。哼，你这一天天的又跑哪里去玩了？我约了朋友去外面玩了几天。你想气死我呀，老二！你今年可都22了，整天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的。要不然这样吧，明天我塞点钱去城门岭那里，叫人开个后门，给你安排个守城门的活先干着。守城门？爹，你可别坑我！你还嫌弃？你看看你大哥，一年4季在军营里，不辛苦吗？小三身为太医，天天守在太医院，家离得这么近都没时间回来，还有小四，一天天为了那些案子东奔西走的，就你。爹，二哥他……甜甜，你乖，你别替他说话。我心意已决，明天就让他守城门去。还愣着干什么？先去给我罚抄100遍穆家家规。穆小二当场拿起袖子抹泪。等穆相走后，委屈的穆小二从怀里拿出几封密函，偷偷的对穆幽月说：甜甜，辛苦你跑一趟景王府，把这些给景王。二哥你别急，等明天爹气消了，我再去帮你说说话。没事儿，老头子就是这么个倔驴脾气，嘴硬心软。你看好吧，我顶多在城门口站一个上午，他就心疼我了。穆幽月脚步停在原地，站在翠竹林里，老远便看见雪域灰狼正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的腿，随后身子轻轻的跃起，头一甩，将那鲜血淋漓的中年男子甩了出去。中年男子从高处被用力的抛下，跌落在地，半天没有动弹一下。许久，撑着最后一口气，努力的抬起头，朝坐在一张藤椅上合着眼正小气的叶玄锦看了过去。叶玄锦，你这个奸臣，不得好死！怎么，本王冤枉你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先皇是为你。中年男子还想继续说下去，叶玄锦已经随手拈起一片竹叶，封住了他的喉咙。穆幽月等到这边将血迹处理的差不多了后，才走了过去。给。什么时候来的？有一会儿了。那刚才都看见了。这个我不关注，不过你那杀人的手法还挺美观的。我先走了。经过云清身边时，暗处忽然出现一个身影，抬手要朝这里射暗器时，穆幽月已先一步揪下云清一根头发，朝那黑影飞去。发丝穿过黑衣人的眉心，黑衣人倒地不起。云清连捂住头的动作都还没来得及，痴呆一样看着这一幕。这头发丝儿也能杀人？你这也挺美观的，就是废头发。没办法嘛，我悟性低，就只学会这一招。那我先走了，兄弟，刚才谢谢你的头发。小怪物。天没亮的时候，老爷就去把二少爷拽了起来，说是去城门岭那儿了。这回来真的了，穆二少还真的来守城门了呀，这也太辛苦了吧。就是啊，丞相大人怎么忍心让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新泽哥来守城门呢？新泽哥哥流了好多汗哦，看得我好心疼。二少爷，撑了一上午，奴家来给你擦擦汗吧。不用，多谢这位姐姐。那喝点茶水吧。谢谢，不用。真是没劲。新泽哥哥，给你。各位，我今日有要职在身，还请各位不要打扰，否则……小姐，这些茶水和点心，咱们还要拿去给穆二少吗？不必了，还是别打扰他了。云香，我们先走吧。是，二小姐。二哥，甜甜，你可算来了。给。还是甜甜对我最好。一会儿这个涂脸上要把皮肤晒坏了。啊，对了，爹呢？他今天有没有提起过我啊？爹从早上进了宫，还没回来呢。这样，怪不得呢。这里太晒了，你细皮嫩肉的，晒黑了可不好看。那我先走了。穆幽月走了一段路后，进了一处暗巷，把那天在风罗山上的3只幽灵给放了出来。老妹儿，你找我？难道是我热的产生幻觉了？这小哥长得贼俊，可惜没有凤凰精血。这个可惜仙女的姑姑，你不要乱来哦。用你说。若幽灵全程一句话也没说，为了在穆幽月面前正表现，卯足了劲儿，不断的在穆兴泽的面前绕圈圈。
一个下午，木星泽衣服裹得里3层外3层，哪怕太阳再毒辣，愣是一滴汗都流不出来。木星泽抬头看了看天，激动不已，一定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派了哪个小仙女守在他身边，给他送来凉意吧。孺子可教也。老爷，那明天不用让二少爷继续来了吧？那怎么行？我今早是给那城门岭塞了100银票呢，怎么也得让老二站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本吧。夜晚，木星泽拖着疲惫的身躯，好不容易回到相府，听到第2天继续守城门时，差点2眼一昏晕过去。爹，我错了。木相留给木星泽一个绝情的背影。甜甜呢，爹知道你们兄妹感情好，不过老二这小子懒散惯了，借着这次给他收收骨头，爹也是为他好。惨还是二哥最惨，明明有正经的活在做，偏偏不要对外抖了。要是让爹知道二哥在替叶巡寝做事，恐怕能当场把二哥的皮给扒了。那就让二哥再辛苦几天吧，大不了明天再让胖幽灵他们去陪二哥。这小子搁这跟我抢话呢，看我的！胖幽灵深吸一口气，像个旋转陀螺似的，以若幽灵10倍的速度围着木星泽转，释放凉气。要瘦了，我也不能过负。呀，转起来！木星泽被冻得腿都软了，头发丝都快竖起来了，最后受不住，找人跑去相府，压箱底找了一件最厚的大棉袄，裹在了衣服的外面。城门口进出的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这盛夏酷暑的季节，这小哥裹成这样，是得了什么大病吗？木星泽还真在这里守城门，只是怎么穿的那么多啊？他这样真的不会热死吗？木相的这些个儿女怎么一个比一个奇怪？木星泽以前看起来不是挺正常的一个人吗？云清停下马车，嬉皮笑脸地看着他，打量了他一番。二少，你这是修炼寒功呢？没有啊，你不觉得今天挺冷的吗？云清嘴角一抽，按规检查。殿下，果真不出你所料，昨夜城门关闭之后，景正远华的人秘密来到了京城，我也顺势放他们进入了城内。有微凉的风钻进马车内，叶玄锦微微抬眸，瞥一眼木星泽的周身，随后似笑非笑。的确挺凉快。木星泽一怔，他说正事儿呢，景王到底听到没有？你妹妹倒是对你挺好的。木星泽啥意思啊？我妹妹对你难道不好吗？不还亲自上门给你治疗隐疾吗？我咋觉得她也能看见我们呢？幽月，这些是我昨天经过宝玉楼买的，谢谢。穆幽月又与那日一样，给了陆妙龄一杯血。闪开，别挡路！那些是黎家的人，黎家身为教门世家，以你的2位表妹黎香、黎珊为首，每年都要在这京中办比武的擂台赛，今年也不知道怎的，就提前了那么多日子呢。等陆妙龄走了，李婶出来吹灭了熏香。姑娘，黎家欺人太甚了，是否要属下出面解决？别啊，这擂台赛听着就有意思，我还想看看热闹呢。不过说起这个，的确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跑一趟。今年这天气不对劲儿啊，怕不是要6月飞雪了吧？老二这小子，难道是得了失心疯吧？老爷，白天我就听大街小巷有人说咱们二少抽风了，我还骂了他们几句呢。可现在这坏了，老二该不是真成傻子了吧？这可怎么办？我其实就是想锻炼一下他，咋就把他逼成这样了呢？要是被素婉知道了，晚上一定要托梦骂我了。福伯，你赶紧的去一趟城门岭那里，告诉他们明天老二不守城门了。老爷你别急，咱们小姐不就是神医吗？有她在，二少爷不会有事的。对，你说的对。穆幽月进门时，手指稍稍一动，把那3只幽灵给收了回来。穆星泽刹那间就觉得铺天盖地的热意袭来。老二呀，你这2天表现不错，明天就不要去守城门了。真的，爹，我就知道你是全世界心里最善良的父亲。穆星泽伸手给了木相一个大大的拥抱。怎么突然又热成这个鬼样子？爹，我先去沐浴了啊。原地，木相有些懵，啥意思？这小子是装的？福伯，你回来。爹爹，甜甜呢？你二哥这混小子，他竟然还学会演戏了。那个，据我所知，二哥应该不是装的，他……甜甜，你别替他说话，我已经彻底看穿他了。哼，这次先放过他，若是还有下一次的话，我就给他找一个倒泔水的活儿。穆幽月心里又一次替木星泽默哀，惨还是二哥最惨呢？对了，我听说黎家的人把比武擂台搭到你医馆门口了。穆幽月点头，真是岂有此理！真当我穆朝辉是死了吗？甜甜，你放心，今晚我就找人把他们的擂台给拆了。他穆朝辉虽然是个文官，可不代表他真的金盆洗手了，把他逼急了，看他不把压箱底的砍刀给拿出来。别啊，咱们躲得过一时也躲不过一世。关于这件事情，我想我能应付。那你需要头发不？爹爹这里管够。暂时不用。那你需要头发的时候和爹爹说一声，可千万别把自己的女孩子秃了，可不好看。好的。来的还挺早。景王早。你这架势
以后还是别和本王请安了，本王怕折寿。那也行吧。走在密道里，周遭都有些安静的诡异。穆幽月走着走着，忽然回头看了一眼，往身后密道的另一头看了过去。叶玄锦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语气懒懒道：“感觉到了什么？”“没什么。”穆幽月察觉到了那一头有血腥气，但不能明说。这小怪物还真是敏锐，他背后隐藏的那位倒是越发让他感兴趣了。刚服下药的小皇帝连吐了好几口的黑血，这会儿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等着穆幽月过来。听到密道口的声响，小皇帝跳了起来：“姐姐，你来了！先躺好，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叔叔，你和姐姐一起来吗？”“叔叔姐姐，这是什么破辈分？他很老吗？”“体内大量的毒素已清，不过还剩一些残余，接下来就要换一些温和的药方了。”“又要吃药？”“这次的药我可以帮你加一些蜂蜜进去，喝起来啊会甜甜的。”“姐姐真好，我最喜欢姐姐了。”穆幽月被他逗笑了，绝美的容颜上展露明艳的笑容。别说，这小怪物笑起来还挺好看。皇上，景王殿下，太后娘娘来了。一听是太后，小皇帝下意识的皱眉，朝叶玄锦投去求救般的眼神。装困。那我先走了。来不及了。原来景王也在啊。叶玄锦轻轻地嗯了一声，继续坐在那里，完全没有要站起来请安的意思。屏风后的穆幽月撇了撇嘴，狂，还是你叶玄锦最狂。皇上小小年纪，每日都要处理那么多的政务，真是辛苦啊。见过母后。后，看来皇上是真的困，那你就先休息吧。哀家给你带了糕点，等你醒来了再吃。轩宇点点头，闭上眼，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景王今年也有24了吧？怎么？在宣朝，男子一般籍贯前都开始娶妻了。这几天，柔儿也曾在哀家面前提起过景王。哀家觉得你们二人郎才女貌，实属般配，不如找我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当女婿，太后不觉得糟心吗？屏风后的穆幽月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叶玄锦这人对自己的见解倒是很独到。那景王喜欢怎样的女子啊？你是宣朝的功臣，哀家或许可以帮着张罗。叶玄锦这会倒是一脸深思的架势，似乎是真的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摸了摸下巴，最后很认真的回答：俗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本王仔细想了想，怎么也得找个和我名声一样臭的，才和本王最般配。最后魏太后一句也没说，脸色铁青的离开。怎么就气跑了？本王可是很认真的。穆幽月从屏风后走出来，与叶玄锦四目交接，眼看着穆幽月俨染腥味，似乎也在嘲笑自己。你觉得本王说的不对？景王殿下说的对，什么锅配什么盖，可谓是世间真理。那祝你早日找到那位和你名声一样臭的景王妃，再见。叶玄锦看着这胆大包天的小怪物，嗤笑一声：叔叔，我想到你说的那个名声很臭的女人在哪里了。叶玄锦朝他看去：在牢里。闭嘴。我难道说错了吗？牢里那么多犯了罪的女囚犯，名声难道不臭吗？姐，我怎么觉得穆幽月好像会武功呢？就算会武功，肯定也是个三脚猫。不过他这是从哪里来的？黎香看了眼穆幽月刚刚走出的暗巷，暗巷那边离得最近的可就是景王府。骊山显然也想到一起去了，随后摇头：穆家与景王府一向水火不容，他怎么可能和景王殿下有瓜葛？说的也是，不过这穆幽月刚回来不久，这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说他这位神医，我可真是看不惯。放心吧，我刚刚已经找了几个百姓去散布穆幽月这些年在外面练成了绝世武功的谣言。之前穆相给他搞了个神医的头衔，百姓们都深信不疑，这回一定也都信。后天就是擂台赛了，到时候咱们怂恿他上擂台，你信不信他一定不敢上台？那天全城的百姓估计都会来，穆幽月要是不敢上擂台，那可就成为全城笑柄了。而且就算他敢上台，也一定不是你的对手。珊珊，你这招可真聪明。那当然了，想让穆幽月出丑，这还不简单。说真的，我可真盼着后天快点到来。丞相府那位嫡女可不得了啊，我听说她还身怀绝世武功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还能没听说？这位穆小姐可真不简单，前段时间治好了陶盛康的带鱼脸，现在又传出她会武功，也不知道穆丞相这些年把她藏在外边究竟是什么目的。这京中可真是越来越热闹了。随着百姓们的谈话声，穆幽月和穆兴泽先行离开。甜甜，我怎么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呢？甜甜会武功的事儿，府里除了老头子和他，基本也没人知晓。是谁传出来的呢？难道是陆家人？那也不应该呀，陆家的人不该盼着甜甜越低调越好吗？两人走着走着，路过了穆幽月城南的医馆，比武的擂台已经搭建完毕。这是谁干的？当老子死了吗？原来是二表哥呀，怎么那么大的火气？这每年一次的擂台赛，当初可是得到先皇允准的。文，谁是你表哥？少在这里攀亲戚！
也是，鬼姑姑都死了10多年了，咱们两家的确是没什么关系了。话一出，穆幽月和穆星泽同时眸光锋利地落在黎香的身上。这擂台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听闻幽月表姐武功盖世，今日不知能否赐教一番？对呀，穆小姐今天都来了，也露一手给我们瞧瞧吧。参赛，都给我闭嘴！你们二哥淡定，想让我妹妹赐教，你还不够格，除非先打赢我。就你？穆幽月看着黎家姐妹眼中的奚落，仿佛在看2个跳梁小丑一般。外人对二哥的确是不太了解，但他知道能在叶玄锦手下做事，二哥的武功绝对不容小觑。你们2个在这说了半天，说到底是不敢来参加吧？幽月表姐，你那一身绝世武功，该不会是骗人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那个神医的名号，莫非也是夸大其词？可能是吧，若不然的话，别家医馆天天开门接诊病人，怎么就他这个3天才开一次，一次就只接待3个病人呢？你们2个八婆闭嘴！真以为本少爷不揍女人吗？好啊，我应战。那可提前说好了，咱们这擂台赛生死不论，就算你是我们的表姐，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的。生死不论，这个规则不错，就按这个来。你们2个死定了！你怎么来了？路过凑个热闹。您老可不像是爱凑热闹的人。甜甜，确定没问题吗？放心吧，我一定会谨遵这个比赛规则的。好吧，是我多嘴了。穆幽月，我要挑战你，你敢应战吗？穆幽月没动，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似的。你是不敢上来了吗？这边叶玄锦似乎也很期待穆幽月的反应。小怪物的本事他是领教过的，只是今日不知道他又要玩哪一出。起开，都给老子起开！这比武赛听起来真有意思，我能试试吗？梅花朵，赤血山，他们是赤血山的人！天哪，要死了！赤血山的土匪怎么下山了？竟然是赤血山的人！怎么了？我能不能参加？你该不会是不敢吧？胡说！我堂堂将门世家千金，岂会不敢应战？倒是你，既然敢来挑战，我就提前和你说清楚规则。此次比武，生死不论。好。话落，身子灵巧的一跃，便已经站到了骊山的面前。骊山没有拿任何武器，凝聚真气后，抬腿踢向粉衣少女。一条腿还没踢下去，眼前的粉衣少女已经消失。骊山一怔，等他反应过来，粉衣少女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抬起手肘击向骊山的后背。骊山被打得一个趔趄，勉强定住后，不敢再小瞧这粉衣少女，随手抄起旁边的长剑。骊山使了一套出神入化的剑法，以极快的速度环绕在粉衣少女的四周，对着她出击。粉衣少女站在原地，一手背在身后，一手轻轻地抬着，掌心内依稀可见有银针流出，打在骊山的剑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你就只有这种程度吗？你怎么好意思来举办比赛的呀？感觉到尊严被人踩在脚下践踏，骊山咬牙，双目血红，一个转身手一挥，旁边兵器堆里又有5把长剑挥了起来，6剑齐发，染着强烈的劲气。粉衣少女唇角勾起，伸出食指，食指成钩，像只小老虎一般，露出一脸调皮的笑容。当6剑即将落到他门面时，在他的面前忽然定住不动。骊山大惊，下一瞬迅雷不及掩耳间，那6剑忽然调转方向，以几倍的速度朝他袭来。骊山根本反应不过来，手臂、腹部、腿部等处狠狠地被剑给扎破。骊山跪倒在地，吐出好几口血，身上还插着6把长剑，鲜血正迅速地在流出，很快染红了他的全身。台下的人都看呆了，赤血山的人也太恐怖了吧！精彩，真是精彩！台上，粉衣少女朝他看了过来，挑了挑眉。叶玄锦将他们的小动作尽收眼底，跟着轻笑一声：“你笑什么？这年头，小姑娘都挺厉害的。”珊珊，敢伤我李府嫡女，你这个贱民，活腻了吗？啊，刚刚不是说生死不论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说只有参赛者是生死不论的？你给我等着！黎香说不过他，又怕骊山失血过多，赶紧吩咐人先把骊山送回去医治。黎家这回啊，怕是只能打落牙齿活血吞了。比武规则是他们定的，就算对方是赤血山土匪，他们恐怕也不敢找对方麻烦啊！真是太爽了，赤血山的人出现的也太及时了吧！穆星泽，你个臭小子，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穆星泽差点一屁股从椅子上摔下去，往那声音的来源看去，只见穆相正怒气冲冲地朝这里大步流星地走来。更要命的是，穆星泽惊恐地发现叶玄锦还坐在这里没走，要死了，竟然被老头子给逮了个现行。旁边穆幽月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和穆星泽对视一眼，两人莫名都有些的心虚。叶玄锦则和没发现这一出似的，还优雅地换了个舒服点的坐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和他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就算了，你小子好歹坐中间呢，还让你妹妹挨着这个大奸臣坐，你是缺心眼吗？万一这个大臣起了色心，对甜甜起了歹念，那怎么办？
穆家的列祖列宗恐怕要气得从坟里跳出来揍你了。爹，这巧合纯属巧合，我和甜甜今天就是来看比赛的，恰好和景王殿下碰见了而已。对，就是巧合，不是爹爹想的那样。话落，穆幽月又感觉这话好像怪怪的，怎么搞得和捉奸现场似的？叶玄锦第一次发现这小怪物竟然还有乖巧的一面，看起来有点可爱。有了穆幽月的话，穆相心情平复了不少，瞟了眼叶玄锦，见他坐在那儿举手投足间一副目中无人的狂妄模样，气得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丞相大人怎地每事都如此大的火气？见过景王，既然这里的比赛结束了，那微臣就先带他们回去了。景王殿下请自便。随意。叶玄锦话毕，站起来先一步离开。你们看看他拽得跟什么似的，宣朝有此奸臣，实在是不幸之至。这么下去早晚要灭国，你们说是不是？两人小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点头。今天的比赛结果怎么样了？离山那个250本来想挑战甜甜的，结果赤血山的土匪突然下山了，最后被赤血山的人给揍了个半死，送回去救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回来呢。连赤血山的那些魔头都冒出来了，这世道不太平安。那什么，我先去医馆里面整理一下，你们先回去吧。需要我们等你们？不用，忙完我就回去了。下回离那个大奸臣远一点，要不然我让你出城挑大粪去。爹，你行好吧，我真的好冤呢。悠悠，老大，都坐。悠悠，我刚刚的表现好不好嘛？陆言，一段时间不见，你的武功又精进了不少。那可不，你让李婶来通知我们的时候，我可是特意练了2天才下山的。谁知道我连看家本事都没拿出来，就把那个骊山给揍得半死不活。这种身手怎么好意思举办比武擂台赛的呀？不说这个，最关键的是他竟然还要挑战我们老大，真是阎王不来找他，他自个儿急着去阎王殿报道了。悠悠，我能不能和李婶一样留在你身边啊？你不在赤血山，我每天都好无聊。暂时不行，时机还不到。陆言，姑娘现在刚回京，外面那么多双眼睛看着，身边跟着太多人不好，也就我这个老婆子普普通通的，不受人疑心。李婶，您这话可太谦虚了。这李婶看起来是个普通的大婶，可谁知道她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无影怪物，一身轻功出神入化，来无影去无踪不说，还耍得一手神仙刀法。父亲，今日之事，谁也没想到赤血山的人会突然出现。往年这比武擂台赛都办在秋季，你们为何要提前3个月举办呢？爷爷，我们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穆幽月的，赤血山的人的确是始料未及。这些土匪魔头竟敢将我珊珊伤成这样，我一定不放过他们。凭你一个深闺妇人，你怎么对付他们？父亲，难道我们就要吃这个哑巴亏吗？外界现在不知道怎么笑话我们呢。蠢货，全是蠢货！我李家怎么有你们这群废物？往后在没有我的允许前，不得轻易去挑衅穆幽月。黎香一听，心想：难不成爷爷开始偏袒穆幽月这个外孙女了？心里虽然不甘，却也不敢忤逆黎瑞贤。冯亮，属下在。去调查一下穆幽月那3年都做了些什么。是，老将军。另外，再去查一下赤血山的头领九幽如今身处何处，顺便差人把陆永慧给我叫来。是。你怎么来了？前段时间得到的一对玉如意，想了想，还是最配神医，特意拿过来送你了。今天也是来看病的？是啊，听说神医最擅长不孕生子这方面，是不是？然后呢？然后你也知道，我是这京城富甲一方的商贾，我这家大业大的，但至今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这家产都没个人继承。所以你那有没有生儿子的秘方啊？我回去让我夫人试试，看看她能不能给我添个大胖儿子。你夫人今年多大了？42了。这个年纪生孩子有很大的风险，怎么，你家有皇位要继承？不是，您看您这话说的，我想要个儿子，人之常情，我也没错，是不是？况且我夫人一直以来的心愿也都想生个儿子，这种事情吧，当事人自己乐意就好，您说呢？行，有空带你夫人一起过来。不用等有空，她现在就在门外。这个玉如意怎么配得上神医呢？我这要是生了儿子呀，那就让咱儿子认神医当干娘。这倒也不必，只要神医你让我们生出儿子，从此之后，我陶盛康名下所有的商铺产业都给你3分的红利，你说怎么样？穆幽月没说话，拿着纸笔低头不知道在写什么。在陶盛康和焦氏心里越发没底的时候，穆幽月把纸笔递了过来。
来，签份协议，以后每3日我坐诊的时候你们过来喝药，我这药方不对外透露。行。去后面找李婶开药。下一位。优月，你刚刚在和谁说话呢？我怎么听到了生子什么的？是啊，那位陶大商人想生个儿子，所以携夫人过来求子。优月啊，上回我去小莲村，其实你也知道的，我可能天生患有恶疾的缘故，影响了生育。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能拥有一个孩子。别灰心，孩子总归会有的。真的吗？那你可以帮我吗？当然，我是大夫嘛，治病救人天经地义。那你刚刚让他们去喝药，是喝的什么药啊？闻言，穆幽月露出几分为难的神色。怎么了？其实呢，这想怀孕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最好是需要夫妻双方来配合。不行，是这样的，昨日王府内的一个小妾怀孕了，所以我想昆王殿下的身体应该是无碍的。话虽如此，但身体结构是很奇妙的。昆王与他人的身体匹配，不代表与你的身体就能匹配。换句话说，我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你和昆王的身体相互排斥，所以迟迟怀不上孩子。但或许你和其他男子就是匹配的，这生育学也是一门大学问。以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会放着你不管，毕竟我也真心希望你过得幸福。那不如这样吧，我给你配药，你和陶大商人他们一样，在这里喝完，我另外再给你一份药，你偷偷带回去让昆王喝下。这陶大商人夫妇已经生了2个女儿了，如今为了求子，也是相互配合着吃药，夫妻齐心协力才能事半功倍。这孩子虽从女人的肚子里出来，但毕竟男人在这中间也起大作用吗？神医的药一喝下肚，别说，我这心里头笃定了不少啊。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行，那我听你的。我给你开了药，一会儿让李婶去给你熬。你以后每6天来我这里一次。你的身体比较复杂，我要随时观察。幽月，真是谢谢你了。不谢。这个怎么和我喝的不一样？这参鸡汤里面有助孕的药物，昆王分这样带回去，才不会让昆王起疑心呢。多谢啊。回禀尚书大人，这参鸡汤内的确都是助孕的药材，且这些药材都十分珍贵罕见，价值千金。这么一听，父女俩都放宽了心。这段时间你记得好好巴结穆幽月那里，虽然是有些委屈你了，但咱们眼下的确是需要他的帮助。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不仅那一身血稀罕得很，竟然还学得了一手医术。这段时间为父翻阅了不少的古籍，其中有一项提到了凤凰精血。据说凤凰精血乃是上古神兽9天幽黄的血，有起死回生之效。但是这种古籍时间遥远，真真假假不好说呀。这一听就是编故事啊，说的那么玄乎，穆幽月怎么能和上古神兽联系起来？爹，咱们把他想得太厉害了。说白了，他不过就是个怪胎而已。我想也是，不过我已经修书去请紫清观的东岐道长出山前来一探究竟。那剩下的就交给父亲了，我先回去了。主人，那3个丑东西是你新收的？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幽灵，收着好办事。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你的品味什么时候变差了呢。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可把门外的人给吓坏了。谁混进了甜甜的房间里？这大白天的还关着房门说话。两人越听越害怕，甜甜这是怎么了呀？怎么一个人在里面自言自语，还时不时的在笑啊？甜甜不会人格分裂吧？胡说八道！那他……木香心里更加没底儿，拉着木星泽往外走了走，走到角落里。看来我平时对甜甜的关心还不够，竟不知道她还有这样的毛病。这怎么办？俗话说医者不自医，咱们要不让小三回来瞧瞧？不行，甜甜万一受刺激了怎么办？这时穆幽月的房门被打开，穆幽月出来的时候，就见木星泽和木相站在角落里，不知道在说什么。两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爹，二哥，那个甜甜，你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比如头晕啊、间歇性的失忆啊？没有啊。那你没有就好，我们就是关心关心你，毕竟这天气太热了，稍有不慎就容易中暑头晕呢。我真的没事，不过你们要是有不舒服的，一定要来和我说。甜甜，再过半个月就是你母亲的忌日，我们到时候一起去陵园祭拜一下你的母亲。提起母亲，穆幽月眼前划过，在那场滔天大火里，最后时刻是母亲紧紧地抱住了他，将他护在怀里，努力把他往大火外面推。好，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我也想娘亲了。啊，对了，那大哥和小四什么时候回来啊？老大还在军营里忙活，军营离这里路途遥远，怕是赶不回来了。小四嘛，这回恐怕也……爹，二哥，我回来了。小四，是小四回来了。木星泽撇嘴，心里嘀咕：我平时回来咋没看见你这么激动啊？儿子见过父亲，弟弟见过二哥。哎呀，都回家了，还这么见外干什么？
礼数还是要有的，不能逾矩。别装了，又没外人。你说什么呀？穆景玉嘿嘿地笑了一声，赶紧把手里大包小包递给穆相和穆清泽，塞了个满怀。这是什么？这么沉？都是我这次外出收来的宝贝，都是别人送我的。你小子，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许受贿，这万一被人拿到了把柄，要杀头的。什么呀？我这可是凭真本事得来的，爹不要就还给我。凭真本事就行，我这不是看你现在也入朝为官了吗？好心提醒你一句，小四，我给你介绍。穆相正兴奋的要介绍时，穆景玉抬起手，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穆幽月看着。穆幽月被他看得心里发毛。甜甜，四哥真的好想你啊！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人欺负啊？四哥，我很好，没事。四哥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不过不要紧，一切都过去了。往后四哥会好好弥补你，你永远是四哥最爱的妹妹。你看看人家小四。穆兴则一度怀疑人生，捡来的，他肯定是捡来的。正想着，穆景玉忽然走过来，把刚刚给他俩的包袱全部拿了回来，塞到穆幽月的手里。甜甜，这是四哥给你的见面礼。对了，小四，你之前回信不是说要下个月才能回来吗？怎么突然提前回来了呢？昨夜接到大理寺的文书，说是赤血山的土匪们在城外滥杀无辜百姓，派我回来处理此事。赤血山这帮土匪，我就知道他们在京城出现，准没好事。四哥，何以就断定是赤血山的土匪做的？是现场遗留了赤血山的梅花图案，要躲过一劫的百姓目击称那些贼人的衣服上都有梅花图案。我怎么觉得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呢？这据我所知，赤血山的那些土匪虽然被称为土匪，但从前大多都是一些江湖门派的人，且也只杀江湖之人，以前从未有过滥杀百姓的行为。而且赤血山杀人之前还挺讲道义的，都会提前通知对方，在对方的身边留下一朵血色的梅花，告诉对方我要来杀你了。这次突然残杀无辜百姓，我觉得不是赤血山的作风。穆幽月听完倒是对穆兴泽刮目相看，没想到二哥已经把赤血山的行径给打探清楚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替赤血山说话呢？四哥，那你现在又去办案了吗？此事事关重大，大理寺卿最近又称病假，我得先进宫禀报一声皇上，让皇上下旨批我这个少卿一些办案特权才是，否则这案子没法展开。那我和你一起进宫。甜甜，四哥先去忙点正事，回头咱俩再好好絮叨絮叨。四哥快去吧。殿下，何事？今早有不少住在城外的百姓来京兆尹告状，说是赤血山的土匪残杀他们的亲人。你是说赤血山？就是赤血山？不可能吧？那小怪物平日里虽是凶厉些，但也不像是滥杀无辜之人。殿下的意思是此事还有蹊跷？听闻赤血山的人前2日把离家嫡女骊山重伤，您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离家有关？景王殿下，穆丞相和大理寺少卿来了。今日可真是热闹。见过景王。不必多礼。微臣有要事要和皇上禀报，皇上人呢？皇上今日身体欠佳，穆相有事便同本王说吧。这怎么行？叶玄锦，你虽是帝师，又有监国之权，但毕竟不是皇帝，有些事你做不了主。本王说能做主便能。爹，你先靠边，我这里要处理正事呢，耽误不得。裴大人来此，想必也是因为赤血山土匪杀人一事吧？怎么，这事儿也惊动大理寺了吗？是，赤血山土匪此次行径嚣张至极，所以微臣特意前来，想从皇上这里请一些办案的特权。如此，那此事便由你们2部共同协力办案。说完，又随手给了穆景玉一块令牌。多谢景王殿下。确定好后，裴彦之和穆景玉便着急回去处理此案。走到门口，忽听背后传来叶玄锦略带期许的声音：“可一定要还赤血山的清白。”穆相差点摔得一个趔趄，什么玩意儿？赤血山清白，果然是个奸臣呐！这脑袋瓜里全是黑水。殿下，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今日有些无聊了，本王去凑个热闹。你老最近怎么那么爱凑热闹呢？这以前也没看出来呀。殿下，你等等我呀！杀赤血山，又杀了他们，给我爹报仇！他们连个孩子都不放过，毫无人性，他们一定会遭报应的。娘子，我的娘子！穆幽月躲在一棵树上看了一会儿，眯起眼睛，眸底有红光闪过。下一刻，只见那些百姓的身旁还站着几个幽灵。穆幽月从储物袋里摸出了御灵网，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几个幽灵收了起来。转身要离开的时候，背后撞上了一堵肉墙。穆幽月一抬眼，竟直直对上了叶玄锦的视线，这一瞬仿佛又见鬼了。叶玄锦什么时候在他身后的？关键是他怎么也躲在这棵树上？这么着急去哪儿？没撞疼你吧？你说呢？叶玄锦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胸口处，小怪物胆子果然大，还敢摸他。这里刚发生命案，你跑来做什么？
凑热闹呗。旁边的角落里，云清嘴角一抽，合着你俩一天天闲的都跑树上来凑热闹了呗？巧了，本王也是来凑热闹的，那不如一起。我看的差不多了，得先走了，你继续吧。穆幽月说罢，便猫着腰从叶玄锦的身侧绕开，刚挪动一步，后领又被人揪住。干嘛呀？叶玄锦松开他，指了指他右边的一个方向。穆幽月顺着看去，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发现右边一个茂密的树林里有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躲在里面，朝案发地看着。没一会儿，男子看得差不多了，便悄声离开。跟上去瞧瞧。话毕，似是怕穆幽月又跑了似的，握着他的手腕一起离开。进不去了怎么办？没事，我有办法。穆幽月将手放到身后，伸出手心，一股红烟飘了出来，以极快的速度飞进了当铺里。皇上这2天怎么样了？不怎么好。怎么？是哪里不舒服？经常喊浑身疼，本王也没办法解决。等我明天进宫看看他吧。好。我站得有些累了，我先回去了。也好，明日先来景王府一趟，本王有个礼物要送你。行吧，那我先走了。在他走后，一股红色的烟雾也随他离开。云清，抓人。是，殿下。我进去后，那个男的从衣袖里拿出了一个锦盒，对老板说要当东西。老板接过那锦盒，又从柜台的抽屉里拿了1两银子给了那个男子。除此之外，那男的还对老板说：“怎么就给的这么少啊？哎，算了算了，我明天再来找你当一些东西。”老板还数落说：“你这破锦盒又不值钱，等你明天再拿个值钱的来吧。”从外向上来看，没什么纰漏，像是正常的买卖。至于那锦盒里面的东西，我看不到。穆幽月收起红烟，又把玉灵王里刚收的几个幽灵放出来。别跑了，跑不掉的。你是活人吗？那不然呢？你竟然能看见我们？你们突然遭了横祸，凶手还在逍遥法外，你们不想报仇吗？我想娘亲了。别哭了，你和你娘亲还有缘分，你们还会再见面的。真的吗？姐姐你是神仙吗？我不是神仙。最近正值夏季，每晚我们村口都热闹极了，大家晚上都会出来闲谈吹风。突然就来了一群黑衣人，我临死前清楚地见到黑衣人的肩膀上有一个梅花的图案，他们是赤血山的人。对，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像恶鬼一样大开杀戒。我也看到了那个梅花图案。哦，对了，那个黑衣人砍我的时候俯下了身，我看到他的胸口那里还有个黑色的图案。黑色图案？能说出那个图案大概的样式吗？我只瞥到了那么一眼，具体长什么样并未看清。这次杀你们的人并不是赤血山的人，而是另有其人。如今大理寺与金兆尹联手，在追查真凶。你们如今可还有什么心愿？若是没有，我放你们去轮回。我舍不得家人们呀！我送你们去做最后的告别。话毕，双指凝聚真气，只见有蓝色的灵力溢出，冰蓝色的光芒在这风罗山上漫开。眼前的幽灵身体忽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只蓝色的梦蝶。去吧，蓝色梦蝶往山下飞去，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入了亲人们的梦境里。这引灵入梦会损耗你的灵力与真气，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善良了？怎么，在你眼里我一直都是黑心黑肺的？难道不是吗？我先回去了。穆幽月有些吃力地站起身来，缓步下山。甜甜，你去哪儿了？你脸色怎么那么差？是哪里不舒服吗？我没事，休息一晚就好了。真的吗？要不我进宫去找三弟回来给你瞧瞧？真没事，我保证休息一晚就好了。那行，你早点去休息啊。不要告诉爹哦。知道了，放心吧。谢谢二哥，你也辛苦了，早点休息。黑大人，你过来看看。怎么了？你看看，这是早晨探子们拿回来的，是3个月前赤血山在玉林城作恶时提前送到那户人家的梅花。这是大理寺的藏书阁内记载的赤血山梅花图样，而这边是城外遗留的梅花，以及一位目睹全经过的百姓画下来的梅花。你看看有什么不同？这梅花的颜色虽是差的细微，可仔细一看，深浅不一样。还有这花瓣的形状，赤血山的花瓣带点弧形，城郊外遗留的没有。不错，虽然差的不明显，但的确是不一样的。如此说来，是真的有人冒充了赤血山？如果没猜错，应当是如此。我怀疑此事和黎家有关。这黎家做事一向缜密，想要描绘一个赤血山的梅花，应该不会出这样的纰漏才是。此次若真是他们，说明这背后之人十分心急。少卿大人，这是刚刚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穆景玉接过函件，上面写了简单的几句话：冒充赤血山的杀手，胸膛处有黑色的图案。裴彦之凑过来，看到这串字后，当然脱口而出：风影阁的人。这个风影阁不是一向给钱就出手吗？如此说来，这案件越发的通顺了。你怎么来了？陶锤给你们送个人来。人呢？替你们送到审讯堂里面去了。你倒是挺贴心的。那是自然，我们殿下还说了，往死里审。这青天白日的，你们有没有王法的？把我一个平民百姓绑到这里来做什么？
找你来自然是有事要问问你。你若老实回答呢，说不定关个10天半个月的就放出去了。你要是不老实……穆景玉又朝侍卫使了个眼色，但侍卫从旁边的炭盆里拿出一块烫得猩红的烙铁，男子直接吓晕过去。霍言，烫他的嘴。霍言点头，手持烙铁一步步地走进男子。正当烙铁离男子的嘴还有几公分时，男子忽然睁开眼睛。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我真的是冤枉！你们大理寺平时就是这么办案的吗？昨天午后你去城外做什么？啊？什么？我什么时候去过城外了？不承认是吧？嗨，再给你们送个人。你俩认识吧？不认识。怎么昨天还去人家当铺里当东西，今天就不认识了？霍言，烫他们的嘴。下一刻，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在审讯室里响起。霍言面无表情地把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了当铺老板胸膛。继续烫，烫到说实话为止。若是还不肯说，就拿刀捅他们。捅这几个穴位，又疼又死不了。裴彦之听得眉心直跳，不可思议地往穆景玉看了过去。穆家这位小老弟平时都是这么办案的？我招。照你这意思，这件事情还真不是赤雪山做的。小厮现在已经出发去抓真凶了，估计今晚或者明天就要结案了。咱们小厮越发有出息了，这破案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说完又扫了眼穆兴泽，欲言又止。穆兴泽看着自己可能又要躺枪了，余光瞥到穆幽月的身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甜甜来了。甜甜，你起来了呀？饿不饿？吃过东西没有？刚刚随便吃了一些。那你这是要出去？是啊，有个病患情况复杂，所以需要我登门去检查。甜甜果然义正人心呐，那你快去吧，二哥在家等你回来。甜甜，尽量往阴凉的地方走，不要被太阳晒到了。爹，昨天我路过市集的书铺，买了2本兵书，我先回去看书了啊。穆兴泽说罢，赶紧跑了。好，孩子们一个个努力又上进，真是我穆家前世修来的福气。莫非是本王记错了？你昨日和本王约的是晚上。抱歉，我睡过头了。谢谢。身体受损了，还是内伤？您老眼睛挺毒啊，有这么大能耐，你早不去当大夫呢。吃了。穆幽月拿起丹药放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想说什么，最后也没说出口。吞下丹药后，五脏六腑的气息在渐渐的聚拢，又渐渐的流散。叶玄锦耐心十足的等待他吃完，见他气息稍稍回拢一些后，手指落在桌面上那个长锦盒上面，轻轻的敲击着。穆幽月的视线也被吸引了过去。你最近帮了本王一些忙，本王挺过意不去的，想着怎么也该回些力才是。冥思苦想了许久，才想了一个最实用的。下一瞬，当叶玄锦锦盒打开，露出里面的东西后，穆幽月嘴角抽搐。这，请王是让我以后假扮太监进宫，还是说扮道姑更像一些？以往的拂尘大多用兽毛制成，这柄拂尘本王可是专门找人去用人发来制。你说本王送你这礼物是何意？喜欢吗？喜欢，非常喜欢。叶玄锦似乎很满意他的回答，将锦盒里的拂尘拿了出来，递到他的手里。穆幽月手提拂尘，总觉得有些别扭。叶玄锦往他看看，眼内竟有几分的失笑，忽然感觉还真有几分像个小道姑。走吧，进宫。等等回来再拿。随你。姐姐好久都没来看诊了呢。对不起嘛，我先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穆幽月给他诊脉，随后眉心皱起。皇上，你这次没有乖乖吃药？轩宇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随后心虚的低下了头。轩宇，说实话，不许说谎。我不喜欢喝药，所以我每次都偷偷的倒掉了一些。闻言，叶玄锦森冷的目光如锐利的刀锋一般从蒋公公身上划过。是奴才失职，请景王殿下降罪。叔叔，我错了，是我偷偷把药倒掉的，和蒋公公没关系，你不要怪他。护主不利，该罚，自己去找慎刑司领罚。是，奴才这就去领罚。同情他吗？轩宇没说话。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职责，他没有尽职，自然该罚。皇上，身体不舒服，药还是要乖乖喝的。再辛苦这段时间，等身体康复了，以后就不用每天喝药了。姐姐，这真的可以每天都不喝药吗？当然啦，姐姐是神医嘛，一定可以把你治好的。你相信姐姐，好不好？姐姐，抱一下。穆幽月将这小奶包抱到了自己腿上，看他这副凄凄惨惨的模样，拍了拍他的后背，无声的哄着。一旁，叶玄锦嗤笑一声：“臭小子，还挺得寸进尺。”姐姐，朕喜欢你，你以后可以每天来陪朕吃药吗？好啊。见穆幽月同意了，轩宇更开心了。没多久，哄着哄着又睡着了。看来以后我每天都要往你府里跑一趟了。本王倒是无所谓，你能搞定你爹就行。我先回去了。用完膳再走。殿下，穆小姐，大理寺少卿和裴大人已经将案件梳理的差不多了，今夜子时就准备上门去抓人了。是去离家？穆小姐果然聪明绝顶。那我可得去凑个热闹了。
穆幽月说罢站了起来，朝叶玄锦告别。小小年纪还真爱凑热闹。殿下，我赌一条火腿，您今晚只怕也是要去凑这个热闹了，属下已经看穿你了。哎呦，你咋那么烦呢？我一个文官，我要懂那么多，我早当将军去了。我看你吃喝玩乐的本事样样精通，让你看个书啥也不是。你既然对这些排兵布局有兴趣，等你大哥回来你再问他吧。别走啊爹，你该不会不懂这个吧？木相脚步定住，回眸双眸喷火似的盯着穆星泽。我不懂，你居然说我不懂？难道不是吗？你这瞧不起谁呢啊？不就是五大阵法吗？哎，把书拿来给我。木相抽过穆星泽手里的书，开始讲解起来。好不容易讲完了这五大阵法，准备去看看甜甜回来没。穆星泽冷不丁又冒出一个，那兵法中所谓地形一般都……话还没说完，就见木相站了起来，左右看着，似乎在找什么东西。下一刻，木相以光速冲到了一个房间里，很快手里拿了一个鸡毛掸子出来。臭小子，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木星则吓得撒腿就跑，连兵书都顾不上拿了，心里默念：甜甜，你自求多福吧，二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木相手持鸡毛掸子，一路追着木星泽，大有不死不休的架势。甜甜，你可算回来了，要不然二哥今天就要折在这儿了。爹爹，你这是……你二哥考我兵法呢，我在教他走地形，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你房间把那夜会给掸了。是，我这就去。说完，以光速消失。甜甜，你怎么出门了这么久？那个病人情况很复杂吗？是啊，很复杂，可能以后每天都需要外出一下。真是辛苦我家甜甜了，这么晚了，吃饭没有？已经吃过了。爹爹呢？又有点饿了。那我陪你一起吃一些。好啊，好啊。你二哥吧，要么不学无术，这一旦好学起来，把我折腾得够呛。好学也是好事嘛，说明二哥想进步。倒也是这个理。深更半夜的，你们大理寺扰我李府清静，意欲何为啊？贵府夫人曹氏涉嫌买凶滥杀无辜，大理寺依律逮捕审问。老爷，救命！大胆穆景玉，你可知擅闯李府是何罪名？曹夫人与一起杀人案有关，大理寺依律办事，还请黎大人不要妨碍办公，否则一并收押。景玉啊，你这深更半夜来抓人，看来是不把我这李府放在眼里啊！画笔衣袖一挥，将穆景玉手里的文书拿到了自己手里，一个用力将文书碎成了粉末。李老将军此举堪称掩耳盗铃，是大晚上睡糊涂了。曹夫人，本官请你往大理寺走一趟，若再不配合，按照宣朝律法，本官可将你当场诛杀。老爷公爹，救我呀！叨扰李老将军了，这深更半夜的，你们继续歇息吧。景玉，我们好歹是你的亲人，你何必把事情做得如此难看？你们李家一窝子的畜生，算哪门子的破亲人？不知是有意还是其他，押着曹氏回大理寺的路上，竟没有坐马车，反而在大街上行走。深夜，有不少百姓被门外的动静吵醒。那不是李老将军的儿媳妇吗？他这是犯了什么重罪啊？竟然让大理寺这么晚来抓人！一般大理寺来抓人，一定是犯了重大的刑事，看来这情况不妙啊！哎，你别说，这曹夫人好歹是少卿大人的舅母，少卿大人办果然刚正不阿，真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四哥也是个腹黑精呢。腹黑精是什么意思？我去，你是鬼吗？不就是不小心吓到你了，怎么还骂人了？穆幽月撇嘴，他骂人了吗？不过仔细想想，这大半夜在外边偶遇叶璇姐，可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又不是第一次了。反正这货晚上也不爱睡觉，喜欢出来溜达，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癖。不远处趴在屋顶上的云清悄悄地打了个哈欠。我就说吧，殿下你好意思说人家呢？你最近哪次热闹没凑？我回去睡觉了，再见。本王送你回去。不用，我认得路。正要走，就见雪域灰狼忽然摇着尾巴，悠哉悠哉地拐进了这个僻静的角落里。深夜里，灰狼眸中泛着绿光，尤其是诡异。穆幽月和雪域灰狼对上眼神的那一刹那，下意识后退一步。要不你还是送我一下吧。感觉到他是真的害怕这雪域灰狼，叶璇姐也觉得稀奇，这小怪物身手上乘，怎么会怕一头狼？殿下，怎么？我有些情报和你说。困了，明天再说吧。和我说话你就困了？殿下，辛苦你送甜甜回来了。作为你的属下，非常感谢你对我妹妹的照拂。和你没关系。那殿下是对我们甜甜有意思啊？你多心了。这小怪物不过是替他打发了一些无趣的时光而已，还扯不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层面上。真的？放心，本王还想让你爹多活几年。那就好，只要你不喜欢甜甜，什么都好说。曹氏，你涉嫌买凶杀人，又将杀人罪名扣到赤血山头上，你可认？什么？竟然是城外那个杀人案？那不是赤血山土匪杀的人吗？怎么会和曹夫人扯上关系啊？
不知道啊，曹夫人一个深闺妇人，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凶残之举？这是误会吧？也不一定啊，毕竟那天赤血山上的人重伤了李二小姐，保不准黎家怀恨在心。不对，李老将军曾经为了宣朝出生入死，黎家门风严谨正经，不可能滥杀无辜。穆景玉，我好歹是你的舅母，你没有证据胡乱抓走我不说，竟还给我扣一个这样的罪名。穆景玉，你良心过得去吗？我们大理寺办案一向讲究证据，本官提前先知会你一声，你若坦白从宽，那么或许可以从轻发落，但你若抵死不认，那么最后证据确凿，你也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曹氏，你可想好了？我不认，我要见我们家老爷，我要见我公爹。曹氏，你可认得他们两人？不认识。哦，不认识。王太恒，明星当铺的老板，此店表面上是一间经营中的当铺，私底下却干的是收钱杀人的勾当，从中牟利。李二百，京中有名的落魄户，时常去明星当铺典当物件，实则是借机找王太恒下杀人订单。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本夫人又不认识他们。王太恒乃是曹氏家父曹远的远亲，曾是中良县当地的恶霸。20年前听说曹远入京为官，便进京投奔曹远。曹远便给了他一笔钱，打发了王太恒，让他开了当铺。李二百当年随王太恒一同入京，钱你说了那么多，只能说明我家父心善，但恶事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不代表就和本夫人有关系。你要是这么扯的话，本夫人还是你的舅母呢，那这两人不也算是你的远亲吗？在本官把话说完之前，你闭嘴行吗？来人呢，把盛兴钱庄的盛老板带进来。不一会儿，一个浑身富贵的男子走了进来。小的盛兴拜见少卿大人。约莫4天前，王太恒突然来我钱庄，存了一笔银钱，一共2000两。大人，这便是当时那2000两银票。大舅母，这不是你们李府的银票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银票可以伪造，文书可以伪造。穆景玉，我没做过的事情，你不能赖我头上。大人，我照这2000两银票是曹金珠通过李二百给我的。他恨不过赤血山的人，将骊山打成重伤，所以要报复赤血山。李二百将银票拿给我后，我就利用自己的人脉，请了封印阁的杀手。封印阁的杀手按照曹金珠给的要求，伪装成赤血山的人，在城外杀害百姓。这一切都是曹金珠主使。是大人，我们都是听了曹金珠的命令。我没有，我冤枉了！你们，我知道了。穆景玉，你是穆家的人啊，大家都知道。穆家和我们黎家一向不和，所以故意编造了这一出，想让我们黎家难看。你们没本事对付其他人，所以就只能对我一个弱妇人开刀。我的命好苦啊！这世道真是没有王法了。按这说的，真的是曹夫人为了给骊山报仇，才买凶杀人呢。可曹夫人平时做过不少善事呢，不像那么恶毒的人呐。那么多条人命呢，难道真的是黎家推她出来当替罪羊的？让一让啊！李老将军的口谕来了。外面出现2个李府的侍卫。少卿大人，李老将军今日身子不适，特派来小的前来传来上谕。口谕代表黎家的立场，请说。李老将军说，黎家作为一代将门世家，这些年为宣朝出生入死，一心只为造福百姓。黎家众人亦是一心向善，从不忘初心。此次夫人曹氏自作主张，做出令黎家蒙羞一事，黎家自认家门不幸。李老将军恳请少卿大人严格按照宣朝律法，一律处置曹氏曹金珠，还受害百姓一个公道。曹氏满面不可置信，黎家就这样放弃他了？曹氏，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不认，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呀，我不过是为了给我的女儿报仇而已。赤血山那些土匪平时杀了那么多人，你们大理寺怎么就不去抓他们呢？欺软怕硬吗？要拿我一个妇人开刀？妇人？你可不是普通的妇人，你曾受封诰命夫人，却还知法犯法，买凶杀害无辜百姓，害他们家破人亡。你只想着你的女儿，可曾想过那些惨死的百姓呢？曹氏罪无可赦，曹金珠买凶杀人，又嫁祸他人，身为朝廷命妇，蔑视圣威，无可饶恕。现判曹金珠游街示众一圈，于午时押往刑场，处以腰斩之刑，以儆效尤。听完宣判，曹氏当场吓晕过去。穆景玉又把目光落在王太恒和李二百身上，那两人瑟瑟发抖地看着穆景玉。穆景玉手一挥，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斩！悠悠，你这个四哥哥不错嘛。我四哥当然厉害。原本我还想着，如果李老头从中作梗的话，那我就要亲自动手宰了那个曹氏。现在用不着我出手了呢。行了，看完热闹早些回去，毕竟这京城很多百姓都见过你。这次的事情虽然还了赤血山清白，可不代表百姓对赤血山的印象就好。等我看完曹氏被腰斩再走，行不行嘛？什么怪癖？骊神总说你是大魔头，我是小魔头，我就喜欢这些血腥的东西啊。穆幽月默默地翻了个白眼儿。
曹氏游街引起了全城的轰动，不少曾经玩得很好的贵妇姐妹也都站在面前看热闹。哎呀，那不是曹姐姐吗？怎么那么想不开，干了这么大的事情又？谁知道呢？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出来寻死。这下好了，以后连离香和离山的日子都难过了。你看他吓得浑身都在抖，哪有往日半分骄傲的样子啊？穆景玉的心太狠了，竟然叛了母亲腰斩之心。比起穆景玉，最心狠的难道不是爷爷和父亲吗？离山，你有什么资格说爷爷和父亲？这回母亲要不是为了你，她能落得这样的下场吗？母亲她自作聪明，咎由自取，爷爷当机立断，果断的弃了她，才保全了我们其余所有人的颜面。黎香对于离山的话很不认同，甚至还有些厌恶离山起来。这一切起因不就是因为他自视甚高，最后还打不过赤血山的人吗？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这些事发生？离山静默不语，此时此刻感觉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景王好安逸啊！跑来看这么血腥的东西，不怕晚上做噩梦？做噩梦有什么好怕的？你还真不像个女神。千人千面，只能说景王你的见识太少了，有空啊多出去走走。你说的似乎也有点道理，等有空还请穆小姐带本王出去见见世面。好说。穆幽月消散了一些暑气后，准备要走时，不远处飞来一只信鸽，信鸽落在石桌上。叶玄锦看过上面的内容，又往穆幽月看了眼。怎么？叶玄锦将字条放到他面前，字条上写着一句话：紫清关东岐道长已入京。冲我来的？谁知道呢？今天还没进宫见皇上。走吧。甜甜，今天辛不辛苦啊？爹爹让厨房熬了一些百合莲子汤，等等喝一些。哎，甜甜，二哥在福满楼买了汤包，还热乎呢。甜甜，三哥回来时又给你带了一些果干，生津开胃。甜甜，四哥今天又搜刮来一堆玉镯，送给……等会儿，穆景玉，你又受贿了？没有啊，是金兆尹的裴大人送我的。你又不是个娘们儿，他送你这玉镯干什么？不就是因为玉镯他也用不上，所以才送我的吗？爹，这回这案子破得快，皇上那边很快就要发赏赐下来了，金兆尹那边也会得一些，所以裴大人才送我礼物，表表心意。甜甜，快收下。穆幽月感受到了爹爹和哥哥们的热情，总觉得自己每次两手空空也不太好，手伸进衣袖里，在储物袋里摸索了一阵，最后连着摸了4个锦盒出来，一打开是4颗成色绝佳的夜明珠。穆相惊讶地看着这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往穆幽月看去。送我的。穆景玉见过无数奇珍异宝，这样成色的夜明珠还是第一次见，立即估算了一下价格，这一颗怎么也得值个100-200万吧？不对，这夜明珠好像是百能难得一见的紫月青石制成，是个无价之宝啊。这个是我之前收藏的，送给你们。都是一家人，甜甜你这也太见外了。二哥三哥，你们不喜欢这个礼物吗？不喜欢的话，我这里还有其他的。喜欢，甜甜送我们的，哪怕是个地上随便捡的石头，二哥也喜欢。对，喜欢。你们喜欢就好，下次我再送你们一些。侄儿见过义父，见过二哥，哦不，2少爷、3少爷、4少爷和5小姐。穆行则嗤了一声，别开眼去。穆舒言朝他淡淡的点头。穆景玉低头扒拉着刚刚得到的夜明珠，摸了一圈又一圈，压根没往傅蕊看。穆相有些尴尬。蕊儿还没用膳吧？快坐。多谢义父。这段时间蕊儿受伤，没能去给义父请安，还请义父恕罪。不用，这都是一家人，不需要那些多余的礼数。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已经好多了，这2日勉强能下床走动了，也不知道是何原因，时不时就受伤一回。你这伤啊，上回甜甜说是缺什么来着？是缺钙，所以你要多多保重，别落下病根了。我吃饱了，先走了。二哥，好久没和你下棋了，那走吧，下棋去。我吃饱了，爹你慢慢吃。我也吃饱了。眼看着都走了，傅蕊忽然低下头，小声的抽泣了起来。你哭什么呀？穆相被他这动静吓了一跳，这几个小兔崽子咋把他一个人晾这里了？义父，哥哥姐姐们好像都不喜欢我，蕊儿夹在中间，是不是让义父为难了？傻孩子，人活一世，不一定非要让所有人都喜欢，堂堂正正，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蕊儿父母都去世的早，独来独往惯了，所以太过敏感了一些。等你腿伤彻底痊愈了，没事就多出去走走，交点朋友，别把自己闷坏了。要是缺银子，就跟义父说。是，义父，听说绸缎的生意特别好做，蕊儿也想试试。那你的意思是？义父能不能把你在城北那间闲置的铺子借给我？我想开一个绸缎铺子。行吧，你有兴趣就去搞吧。多谢义父。拿到了城北铺子的经营权，傅蕊出了膳厅，面上掩不住的得意。神医啊，我们少喝了一次，会不会影响效果呀？今天给你们加一点别的药材进去。幽月，我来了。穆幽月点点头，没说话。幽月，今天还是给我开药吗？上回的补汤，坤王喝了？坤王殿下都喝完了。
感觉怎么样？我这个药大概要吃多久啊？就到年底吧。也好。穆优越给他开了药，让他去炒梨婶。往后面小间走过去的时候，目光落在了香炉上。这是什么香？驻颜香。驻颜？王妃这段时间似乎越发的光彩照人了。等陆妙龄进了小间，穆优越靠在椅子上，眉眸流转间，唇角漾开一抹愉悦的笑容。优越，我喝完药了，下一次是6日后。我知道了，6日后是太后娘娘的50大寿，朝中会举办一场隆重的宴会，恐怕那天没有时间。那就7日后。那位东岐道长刚刚从我们楼底下路过。是吗？长得怎么样？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好看的？也是。姑娘虽厉害，可那老道本事也不小啊，此番姑娘还得多留几个心眼才行。先静观其变，如若不行，1不做2不休。哎，小祖宗，你可消停点吧。侍卫太后在搞什么？其他家连个庶女都没有资格赴宴，明知道傅蕊是个义女，竟然还邀请她来，还能有什么？看咱家笑话呗。这老太婆不是，这太后想的真周全，也不怕到时候给自己添堵。甜甜，你回来的正好，这马上要进宫赴宴了。四哥前段时间呢，正好搜刮来了几匹极品布料，给你做件新衣裳。你这一天天的都上哪儿搜刮来这些的？没办法嘛，人家偏要送我呀，我不收，他们就对我哭。还有这种好事儿？谢谢四哥，我这里也有一些。不用回礼，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呀？我先出去一趟。我和你一起去。穆景玉见他俩跑了，一个人站在原地眨巴一下眼，最后气得跺脚。果然是回来晚了，天天和我都不亲了。我脸上有东西吗？睡倒是没有，就是好奇，你和景王现在怎么走得那么近呢？他不是让我帮他治疗隐情吗？哦，对啊，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你怎么也来了？查到了一些事情，正好和甜甜一起过来。说吧。穆星则更猛了，看了眼自家妹妹还站在身边，虽说这是自家的妹妹，但是他替叶玄锦做的那些事情，不是一向不轻易透露的吗？还真是不拿甜甜当外人呢。这两个人真的只是大夫和患者的关系？据我幻星楼的属下来报，那位东岐道长在离开紫清观之后，先去了一趟雪阳城，在那里逗留了1日半的时间，才离开前往了京城。哦，雪阳城。幻星楼，江湖第一情报组织，二哥竟然就是幻星楼的楼主，真是神奇。那我先去进宫了，你们慢聊。说完，不等叶玄锦作何反应，自己往密道的方向跑。穆星则又懵了，连密道都知道了。继续。是老道来了京城后，最先去了一趟陆家，想必是陆永会招来的。我觉得此事8成是冲着我们家甜甜来的。你妹妹都不慌，你慌什么？我这做哥哥的不是怕她受欺负吗？她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这小怪物天不怕地不怕的，王母下凡估计都能被他打个半死。这是什么？竹编蚂蚱，今天路过街市看到的。哇，这是送给朕的吗？不喜欢吗？那我下次换一个。姐姐每天那么忙，还要你每天进宫，朕是不是太任性了？叔叔说朕最近很不乖，可是皇上虽然是天子，可毕竟还是个孩子，别的孩子有的你也会有。等你身体好了，姐姐陪你去放风筝，好不好？小皇帝果然高兴的不行。这时外面有人通报太后来了，见着魏太后又来了，穆月月让小皇帝赶紧去躺好，自己则又站在了屏风后面。皇上呢？皇上刚批完奏折不久，有些累了，便先睡下了。是吗？去把他叫醒，哀家有话和他说。这怎么哀家说话不管用了吗？蒋公公夹在中间，两头都难做。旁边魏太后身边的严嬷嬷径自走向龙床，走到轩宇的身边唤道：皇上醒醒，太后娘娘来了。屏风后穆悠月皱眉，母后来了吗？前段时间叶玄锦当朝弹劾了郑将军，可郑将军到底是为宣朝立过大功，不知皇上能否看在哀家即将过寿宴的面子上，下旨放郑将军一马。我叔叔说郑将军背后结党营私，有谋逆之心。荒谬！郑将军为宣朝立下汗马功劳，功绩丝毫不输李瑞贤，他叶玄锦一个大奸臣，又给宣朝立过什么功劳吗？你是皇帝，连这些小事都做不了主，你莫不如就让贤吧。怎么，太后娘娘是想效仿花胜国自己称帝吗？早就听说郑将军与太后娘娘关系匪浅，今日一见还真不假。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哀家作为一国的太后，同样有让皇上明辨是非的权利。好，屏风后的穆幽月，我是不是又吃到了什么惊天大瓜？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而下一瞬，一道惨叫声忽然响起，旁边的严嬷嬷喉间忽地多了一支毛笔，当场当即气绝。轩宇赶紧捂住了眼睛，叔叔生气了，好可怕呀！叶玄锦，你大胆！不好意思，手滑了。叔叔，怕。来人，将这老婆子的尸首拖出去，悬挂于御花园的清凉台示众。你！魏太后急火攻心，身体往后一仰，晕了过去。
蒋公公吓得不知所措。这，拉出去。谢谢叔叔，我就知道叔叔最疼爱我了。自作多情。景王好厉害呀，在下佩服。阴阳怪气。天色暗了下来，轩宇见他俩又要走，默默地下了床，抓着叶玄锦的衣袖不肯放。干什么？叶玄锦低头看他，目光落在了他手里的竹编蚂蚱上面。叔叔，我害怕，我今晚能不能和你一起睡啊？不能。可是我一害怕我就会做噩梦的，我一做噩梦我就会哭，我一哭……闭嘴，借我玩2天。啊？就2天？那今晚我能和你一起睡吗？你睡地上。叔叔最好啦。轩宇像个树袋熊似的努力爬到了叶玄锦的身上，对着他脸颊亲了一口。叶玄锦嫌弃死了，再有下次小心我揍你。嘿嘿。木星则等到他们出现时见到这场景，以为自己花眼了，怎么看起来像一家3口？见过皇上。姐姐的哥哥你好啊。二哥，我们回去吧。一晚上不会真的睡地上吧？不会的啦，叔叔就是看起来凶一些，从没让我睡过地上哦。那就好。咦，小狼去哪了？好久没有看到他啦。小狼，你在哪儿呢？二哥，我们走吧。好的。小没良心的。不知道多买一个吗？真是气死我了！叶玄锦这个奸臣越发的目中无人了。昨天竟然杀了太后娘娘身边的严嬷嬷，那可是太后身边的人，他就那样杀了，你说他是不是太狂妄了？咱们宣朝再这样下去，迟早要改姓叶。先帝在世时，叶玄锦就如此了，没什么稀奇的。太后娘娘马上就要办50大寿了，叶玄锦这个节骨眼杀了严嬷嬷，摆明了是故意要和太后作对。甜甜，你的毒药研究好了没有？若是没有的话，我今晚出去买点砒霜，我1不做2不休。爹爹，我觉得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在目前看来，自小皇帝登基后，在叶玄锦的辅佐下，宣朝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叶玄锦似乎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是啊，我觉得甜甜说的不无道理。那万一他是借皇上的手给自己铺上一条平稳的路后再谋反呢？我觉得他应该不屑借助别人之手给自己铺路，因为他有随时覆灭一个王朝的能力。这是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帮着那个大奸臣说话？有吗？莫幽月一怔，他帮叶玄锦说话了吗？他不是在分析当下局势吗？我知道你们都关心我，怕我和叶玄锦硬碰硬没落到好处，但身为朝廷命官，爹爹身上的担子也很重啊。爹，这事要我说，你先别急，过几日不就是太后寿宴了？到时候看看魏家、陆家和李家他们那几大家的反应再说。就是啊，咱们光在这里操心也没用，先静观其变吧。比起叶玄锦，我倒是更想弄死姓陆的和姓黎的这俩。等太后的寿宴过了，就是你们母亲的忌日了，到时候都把时间空出来，别忘了。木相说完，有些疲惫地站了起来，往后院走去。看着木相的背影，穆幽月微微叹息一声：“你俩刚才去哪儿玩了？出去随便逛逛。啊，对了，小四，昨天下棋你没赢我，不是说要赢回来吗？咱俩下棋去。二哥，我和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输给你，我就把我新搜刮来的宝象送给你。你们大理寺还缺人不？能经常搜刮东西那种职位还有吗？”见到陆永慧书房的烛火还亮着，门口还守着2个护卫，视线定格在其中一个护卫脸上，些许久远的记忆浮现在眼前。别走啊，陪我玩吧！你每天跟在小姐身边，难道不觉得寂寞吗？快走开，别碰我！一个奴才而已，装什么清高啊！来，跟我走！你再碰我，我就自尽。小姐还需要我的血，我要是死了，后果你知道的。小贱人，你给我等着！小姐，你来的正好。这个贱丫头刚才说，如果没有她的话，你早就死了。什么？你这个贱人，看本小姐打不死你！那些年在陆府受的委屈一幕幕呈现在眼前，穆幽月的脸色越来越冷，手腕一扬，掌心的刀以光速挥向那名护卫，顷刻间血花飞溅，那护卫当场头身分离，倒在地上。再一弹手，沾血的刀已经回到自己的手里。穆幽月飞身离开。不好，那个神秘杀手又出现了！书房里，陆永辉赶紧跑出门来，见到书房门口血腥场面后，一阵的干呕。身边，东岐道长缓步走出。这就是师兄说的，府中常有神秘杀手出现，已经是第3次了。对方身手高超，根本查探不到任何的底细。如此利落的杀人手法，对方应当对你们陆府地形格外的熟悉，只怕是你们自己人。东岐，你说一个毫无武功内力的人，会在3年的时间里练出这样出神入化的武功吗？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你还怀疑他拥有凤凰精血。拥有凤凰精血的人，
乃是逆天命格。如若那姓穆的丫头体内真的拥有凤凰精血，那么你们陆家早晚要亡。那可用逆转的办法？自然是在她的凤魄真正苏醒之前，除之而后快。可是妙龄如今还需依附她来治病啊。这世间还有一人，是个绝顶的炼丹高手，他手里的丹药珍奇无比，可救昆王妃。是谁呀？锦王叶玄锦。叶玄锦那人深不可测，由于我陆家素来没有交情，他有机会轻易赠药。这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师兄，你如今无非就是2条路要走，一是去攀附叶玄锦，借机求药；二则是放弃你的女儿，有她在，你的绊脚石将永远存在。陆永慧心中大骇，不可置信地看着东岐道长，要他放弃妙龄吗？这可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师兄啊，当年你与我合作时，豁出去了一切，才从一个不起眼的弟子换得今日的繁华，怎得如今为了官，反而畏手畏脚的？为官20载，还是区区尚书，师弟我可真是替你可惜呀。你容我再考虑考虑。真是漂亮啊！殿下，喝口茶吧。哎，本王怎么觉得穆家那位嫡女有些眼熟呢？你当然见过，当初穆幽月在我身边为奴时，你还与她说过好几次的话。殿下见过无数美人，只能说穆家这位嫡女和往昔那些一样，美得千篇一律。这样的美人，你说她美得千篇一律？陆妙龄，是你瞎了还是本王瞎了？年底前若你还怀不上孩子，本王就休了你。殿下，秋桐和星月出落得越发动人了，像个大姑娘了。谢谢黎伯伯夸赞。哎，四弟，你看那边，那个是穆家刚找回来的嫡女，你还没见过吧？怎么样，是不是比往日那些庸脂俗粉漂亮多了？宣主似笑非笑，没有回应这个话题。一个女人而已，能有多稀罕？景王哥哥怎么还不来呢？他今天该不会不来了吧？今日是母后寿辰，儿臣先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皇帝有心了。晋王殿下到。魏太后的笑脸一瞬间僵在了脸上，目光沉沉地凝着门口进来的人。今日所有来赴宴之人，一个个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对此看得十分的在意。唯有叶玄锦和在自家院子散步似的，简单的穿了一件雪白色的云纹锦衣就进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奔丧来了。穆青泽一颗葡萄卡在喉咙里，差点呛死。穆幽月一时忍不住笑笑，可不是吗？平时大半夜都穿得华丽丽的，来人家寿宴偏穿了一身白，故意的吧？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一身白衣看起来都如此金贵优雅。祝太后50大寿快乐。上回百花宴被刺客打岔，未曾顺利举办。今日挨家仔细瞧瞧穆家的这位嫡女，还真的生得花容月貌啊！多谢太后夸赞。算起来，你今年都有17了吧？在宣朝，女子15便要出阁许亲，17这年纪也算是大姑娘了。女子啊，到了年纪还是得早些定下来好。这算什么？总比有些女的成了婚还不守妇道强。对啊对啊，景王哥哥说的有道理。魏太后气得眼前一阵的眩晕。这大奸臣说的什么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也不知道。果然是个腹黑精啊，嘴巴又毒，一下子就戳人家痛处了。今晚来了不少千金小姐，不如让各家千金给太后娘娘表演才艺，助助兴吧。也好。哪位千金愿意第一个出来表演呢？臣女愿意给太后娘娘表演。不错啊，丞相府的养女也能如此举止大方，你生父若是知道你有今日，也能含笑九泉了。傅蕊一刹那面色惨白，心底一阵阵的尴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既然养女姑娘第一个表演，那就请出列吧。呀，她的凳子上怎么有蓝色的染料啊？姐，你别乱说了。你们看啊，她的鞋子上也沾了蓝色的染料呢。天哪，她的裙子是褪色了吗？不会吧，该不会染缸里刚拿出来就披在身上了吧？傅蕊一脸惊慌失措地看着褪色的衣服，脸上逊色尽失，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穆相嘴角一抽，这一天天的都干什么事儿啊？府里明明给他安排了新衣裳，偏要作妖。这领养的就是领养的，连个好料子都不舍得给，这名贵的绸缎都穿在自己亲女儿身上了。穆相的老脸此时也有些挂不住了，但毕竟是自己的义女，刚想站起来出声解围，身旁的穆幽月手摸到储物袋里，找到了玉灵网，手指轻轻一拨，下一瞬，宣柔神情一变，双眼呆滞了几秒后，贼头狗脑的往周围看着，看见穆幽月后，宣柔忽然站了起来。嘿
真热闹，大伙今天都在呀，那啥多大点事儿。本公主今天正寻思这脚套的没地方搁呢，也想跳个舞，给大家助助兴，乐呵乐呵。老妹儿，你来，姐陪你一起跳。不瞒你说，姐的秧歌扭得老好了。傅蕊一脸懵，在场除了叶玄景和穆幽月外，其他人也一起懵了。魏太后皱着眉头，不知道宣柔又在搞什么鬼，说话怎么就突然变得如此粗俗不堪。来呀 ，music， 给姐整点欢快点的唢呐，交给母后郭大少。宣柔发话后，乐师队伍里有人立即拿了唢呐出来，吹响了一支喜庆的音调。宣柔手持红腰带，在唢呐声中疯狂地扭起了秧歌，一会儿又和烫脚了似的，不停地跺着地，似要把地都跳个洞似的。正月里个百花香，蝴蝶双双。哎呀，老妹儿别害羞，造起来！傅蕊尴尬的不能自理，但公主发话也不敢不从，跟着宣柔扭了起来。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宣柔土穿地心的舞蹈面前，那傅蕊的舞蹈衬得宛若天仙下凡一般。来呀，再给姐整点二人转，姐能跳到7打名。你给我坐回去！哎呀妈，给我吓一激灵！宣柔扶着心口，乖乖回到了席位，坐下后端起一串葡萄，一个接着一个吃了起来。真甜！穆幽月已经快笑到神经麻痹，这胖幽灵不上春晚真的可惜了。场内又是一片死寂时，满眼愉悦的叶玄景鼓起了掌，其余人也都附和鼓起掌来，纷纷叫好。哎呀，低调低调！你也太拼了吧，至于吗？跳得和猴似的。滚犊子，你行你上，不行别叨叨，长得丑话还多。你看看你隔壁那老兄。宣柔，你眼睛被驴给踢瞎了吧？驴要踢我的时候拐了个弯，踢你脸了。穆家养女跳得不错，窦嬷嬷把前几天内务府送来的几匹布赏赐给穆家养女。夫人美滋滋的道谢，虽然是知道赏布匹是在嘲讽她，可是刚刚有了宣柔的陪衬，就足以说明她可以与公主媲美。方才微臣还未给太后娘娘送上贺礼。你要送什么？魏太后已经没有心情继续过寿了，只想早点回去歇息，简直是折寿的一天。为了太后娘娘的寿宴，微臣特意去紫青山了好几次，才把东岐道长给请下了山。东岐道长乃得道高人，被世人誉为半仙。微臣特意请道长下山，施法为太后娘娘延年益寿，愿太后娘娘永葆青春。你说你请来了东岐道长？不错，东岐道长就在门外候着。快请他进来。没多久，一身灰色道袍的东岐道长挺直腰杆走了进来。穆幽月条件反射似的往叶玄景看，叶玄景一脸你看我做什么？你说呢？东岐道长进来后朝太后弯腰行礼。道长不必多礼，早知道你来了，怎么也不会让你在门外等那么久，是哀家考虑不周了。能为太后娘娘祝寿，是贫道的荣幸。东岐道长，那你快开始为太后娘娘做法吧。也好。东岐道长指尖一捻，嘴里开始念口诀，没过多久忽然停了下来，脸色大骇。不好，此地有道行高深的妖孽。妖孽？我看你一个大饼粉条子脸长得像妖孽。首尔不得胡言。嫂爷，我还说错了不成？这一天天整这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干啥呀？说吧，你要多少钱？公主怎能如此羞辱贫道？既然宣柔公主觉得贫道在此妖言惑众，那贫道便先退场吧。哎，道长，等一下。道长，哀家先代替柔儿向你赔个不是，只是你方才说的妖孽是怎么回事啊？方才贫道在为太后娘娘施法延年益寿时，发现西北方向有一妖孽一直在阻挠贫道为太后娘娘施法。穆幽月今晚尤其的精神十足，魏太后的寿宴当真是热闹极了。此妖孽道行高深，乃天煞孤星转世，他屡屡阻挠贫道，只怕是想趁着今晚吸取太后娘娘凤体的寿元。如此可怕呀！那妖孽可有什么特征？道长本领高超，可一定要将这妖孽给除去啊！此妖孽大约是1个月前来到京城，在此之前，在血阳城方位停留多年，养精蓄锐，滋长妖法。此妖属阴，据贫道推断，恐怕是个女。好可怕呀！妖怪是不是会吃人的呀？朕长得这么可爱，身上肉又多，会不会第一个吃了朕啊？本王也被吓到了。摆祭台。等候的过程里，叶玄锦身边的雪域灰狼摇着尾巴，大摇大摆地从宴场外面进来，走到叶玄锦的身边。叶玄锦摸了摸他的脑袋，又往穆幽月看看。穆幽月看到那灰狼，果然条件反射抱着双臂，一副戒备的模样。魏太后见到一个畜生都敢随意进出，攥了攥拳头，看来她必须尽快想一个除掉叶玄锦的办法。甜甜别怕，有爹爹在，爹爹会保护你。没事儿，咱们不慌。一会儿我喊1、2、3，咱们拼尽全力砍死东岐道长。这么突然的吗？可是没带刀，这怎么砍啊？穆星泽开始左右环顾，寻找顺手的武器，视线落在旁边的一个凳子腿上。穆舒言往怀里衣袖里掏了掏，最后找到一排针灸用的银针，
穆景玉目光落在身后一个花瓶摆件上面，贵是贵了点，但砸死人应该没问题。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雪域灰狼带着呼啸之势纵身一跃，以雷霆之势扑向了东岐道长，一口狠狠地咬住了东岐道长的小腿。大胆！来人，快杀了这畜生！雪域灰狼忽然咬破了他的裤腿，从里面翻出一个东西，随后叼着那东西跑回叶璇锦的身边，卷着舌头大口吃了起来。哎呀妈呀，鸡腿儿！可真不是我埋汰你，啥年代了又不搞饥荒，你还偷了鸡腿藏裤腿里？不是，贫道。东岐道长也懵了，哪来的鸡腿？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裤腿里的？贫什么贫啊，就你嘴贫！你别告诉我那妖孽是个黄鼠狼，你想用鸡腿引他出来啊？话落，木星则先哈哈大笑起来。哎，妖孽没找到，偷鸡腿的倒是有个现成的。穆幽月没忍住笑出了声。甜甜，忍住，咱们不能因为大奸臣笑。贫道，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道长，你先下去吧。今晚之事有诸多误会，改日贫道再为太后娘娘施法。说完便往外走。道长，道长，你闭嘴，坐回去！一天天净整这些土炮玩意儿。穆幽月见时机差不多了，这里阳气太重，不适合胖幽灵生存太久，指尖一挥，将胖幽灵收了回来。炫柔的身体猛然一怔，晃脑袋，完全不记得刚才都发生了什么。哀家身体有些不适，今晚就到这里吧。别呀，母后，人家的景王哥哥今天晚上还没有送礼了啦，人家想看看景王哥哥给母后准备了什么礼物，一定很棒棒哦。叶玄锦也被这语调恶心到了，嫌弃的皱了皱眉头。是啊，景王今晚该不会真的两手空空吧？的确是给太后准备了一份大礼，带进来。怎么是郑将军？他不是被革职关进大理寺了吗？叶玄锦究竟想做什么呀？该不会又想杀人了吧？这也太丧心病狂了，毕竟太后娘娘生产呢。微臣禁卫军副统领郑建坛拜见皇上，拜见太后娘娘。免礼。禁卫军统领？叶玄锦，你什么意思啊？前2日查明了真相，之前是本王误会郑将军了，所以立即赦免了郑将军。但奈何之前在大理寺用刑用的厉害，郑将军以后恐怕无法上战场，为了弥补，所以安排了其他官职。这份礼物太后娘娘可还算满意？景王宅心仁厚，这是哀家今晚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那就行，太后娘娘今晚能够睡个好觉了。母后，儿臣有一事想说。你能不说话了吗？什么呀，儿臣今晚都没怎么说过话。儿臣倾心于景王殿下，还请皇上和母后做主。你倾心没用，你快坐下吧，还嫌今晚不够丢人呢。小臣斗胆有一事想说。你说。小臣想请皇上赐婚。你喜欢谁啊？穆家嫡女穆幽月。小臣几日前在街市便对穆小姐一见倾心，想娶她为妻。敢娶她家甜甜？问过他们没有啊？穆星泽又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凳子腿上，穆淑媛银针也攥在手里。穆景玉看着那名贵的花瓶，心中默念阿弥陀佛，对不住了。啊，要娶甜甜，听穆叔叔同意了吗？礼部尚书府的公子着实没规矩。敢问景王殿下，小儿想求一桩婚事，怎么就没规矩了？严嬷嬷头七未过，尸骨未寒，令公子竟还只想着自己的风月之事。来人，拖出去打50大板。眼看着唐周被拖了出去，魏太后一刻也留不住了，散场。玄柔，你给我回来！大哥，你干嘛拉我？景王哥哥都跑了。你能不能消停点？今晚咱们皇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你说你堂堂一国公主，竟然屈尊和一个养女比试舞蹈，脑子缺根筋还是多了根弦呢？你说什么？我和一个养女比舞蹈？哪个养女？你装傻呢？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这个话呢？宣坤见他一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想到刚才东岐道长的神神叨叨的样子，越来越害怕。那个妖孽不会是宣柔吧？大哥，你快说呀！没事，是我记错了，不好意思啊，我先回去了，改日见啊。你脑子才缺根筋呢。甜甜，你和叶玄锦的关系很好。爹爹此话何意？他今晚帮了你很多次。哎爹，景王和太后一向不和，今晚估摸着存心要恶心太后吧？你忘了前几天景王还把太后身边的严嬷嬷给弄死了。对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记了？那就好，那就好。木相长长的松了口气，乐呵呵的往外走。只要不是看上甜甜，什么都好说。我今晚留在太医院，有空常回家。是父亲。甜甜，三哥过段时间回家看你。三哥自己多注意休息。好。二哥，景王找我，你帮我顶一下，我去就来。嗯，二哥，甜甜干嘛去啊？女孩子的私密事儿，你别问。老二，甜甜呢？他刚说要去送点东西给姑姑。这样啊，那我们去宫门口等他。看望姑姑是女孩子的私密事，
难道不是吗？是吧？景王找我？按理说，本王今晚拼了全力帮你，该你主动来找本王才是。哦，是吗？那是我不懂事了。本来就是你不懂事。那我就在此衷心的感谢景王殿下。敷衍。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凉快啊。谢也谢过了，那我就先走了。没良心的小东西，这就走了？那你……本王那么帮你，之前还送你礼物，你却连个竹编蚂蚱都舍不得送，幼稚。那行吧，明天送你一个。也好，记得给本王买个大点的。甜甜，你刚才都和姑姑说什么了？就是和姑姑说了一些提起的话。别看你姑姑表面不热情，其实把我们家人都放在了心上。蕊小姐好厉害啊，竟然能够得到太后娘娘的赏赐。太后娘娘一定很喜欢蕊小姐吧？这个布料一看就是上等的贡品。是啊，今晚我是唯一得到太后娘娘赏赐的人。切，脸可真大呀！二少爷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听不懂就算了吧，赶紧把你那褪色的衣服换掉吧，别明天染得家里到处都是。都早点休息吧。建议你多雇几个身手好的伙计看店。他就是存心嫉妒我吧？嘿，姑娘，要买什么？慕幽月往编好的竹编蚂蚱看去，看了一个又一个。没有大点的吗？这是我昨晚统一编好的，个头都是一个样的。姑娘如果要大的，得另外定制。我白天有点忙，没时间，要不过2日吧。你把编的材料给我，我自己来做吧。可以。幽月，既然我每次来都是喝药，那能不能把药一次性开给我啊？每次药方都不一样。这样啊，这几天红痕没有了，是不是代表我的恶疾又一次痊愈了？你这是娘胎里出来的毛病，究竟会不会再次复发，我也说不准。那去找李婶开药吧。慕幽月也不想和他多废话，他也怕哪天手滑了，忍不住当场弄死陆妙龄。叶玄锦2根手指捏着慕幽月送他的礼物转来转去，钻研了许久，看了不下30遍后，眼神有些疑惑地看向慕幽月。怎么，嫌小？这倒不是，挺大的。那你……是本王记错了吗？难道我昨天和你说的是我要竹编胖老鼠？竹编胖老鼠？叶玄锦，你真的想象力真丰富啊！这个该不会是你编的吧？我看起来很闲吗？随便问问你凶什么？我凶了吗？说完，一只手伸过去，准备把胖老鼠呸，竹蚂蚱给拿回来。手指刚触及到竹蚂蚱，还没抓稳，一只手便抓住了他的手腕。干嘛呢？既然不喜欢，那还给我。本王说不喜欢了吗？叶玄锦又盯着手里的竹蚂蚱看了会儿，胖是胖了点儿，丑也丑了点儿，但勉强还能入眼，至少真的比轩宇那个大。礼物已经送到，那我先走了。用完膳再走。不吃。见他果真潇潇洒洒的走了，叶玄锦饶有趣味的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手里的胖老鼠，越看越可爱。准备食盒。殿下这是要出门吗？有什么好问的？人家不留，咱们殿下还不能上门吗？我看不懂这个世道了。甜甜回来了，明天一早我们要去看望你母亲。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用，你娘亲只要见到你，她就高兴了。前2天她还托梦给我，问我甜甜长高了没有。木匠说着说着眼眶泛红，木星泽和木景玉坐在旁边，心情也有些低落。好了，都先用膳吧，甜甜一定饿了。擅闯女子闺阁，景王这是什么癖好？找你吃饭。慕幽月这才注意到桌上放着一个4层的食盒，吃不下了。没良心。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那我看着你吃。慕幽月则坐在旁边，真的只是看着他吃。叶璇姐毫不在意，举止优雅地吃着饭菜，每道菜只是简单的尝几口就放下了筷子。甜甜，你做什么？你说呢，大奸臣？甜甜，你在不在里面？我在，爹爹你等一会儿啊。慕幽月伸手开窗，又发现这窗见鬼了，怎么突然打不开了？最后急忙把叶璇锦推进了衣柜里，砰的一声关上了衣柜的门。没多久，木匠推门进来了。怎么一股饭菜香啊？有吗？没有吧？爹爹找我有什么要事吗？是这样的，我今天呢，上早朝结束后碰见了郑将军。宴会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他的右手竟然几乎全废了。你说郑将军那么刚正的一个人，如今被奸臣迫害，只能屈身做一个禁卫军副统领，真是可惜啊。或许人家背地里不一定刚正呢。甜甜，你的毒药研究好没有？啊，就是能一口气毒死叶玄景的那个毒药，最好是无色无味的那种。你那边有办法研制吗？爹，其实人家好像没那么坏吧。甜甜呀，你可不要被他那副臭皮囊给欺骗了。那家伙一肚子的坏水儿，这次整郑将军，下回说不定就轮到我了。我得先做好万全的准备。你努努力，赶紧研究一个出来，
咱们明面上斗不过的，就来点阴的。爹，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比较像金晨啊？木相又连声叮嘱了穆幽月好几句，才离开了房间。穆幽月站在原地，没好意思去看衣柜门。半晌，叶玄锦推开衣柜，从里面走了出来。本王先走了。走了？没有别的要说了吗？不打扰你研制毒药了。每天被那么多人惦记，我一个半路出家的异姓王还挺有出息。你与我有救命之恩，只要不伤害我的家人，我不会杀你。救命之恩？穆幽月见他果然不记得了，唇角轻勾。你可以走了。素婉，我来看你了。穆兴泽、穆舒言、穆景玉、穆幽月神情悲戚。素婉，我知道你这些年最记挂甜甜，你看我把甜甜带来了。穆幽月上前一步，屈身在穆夫人的坟前跪了下来，刚要开口，目光落在前方时神色一顿，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穆幽月催动灵术，又仔细地探了探，空坟，竟然是座空坟。甜甜，甜甜。穆幽月回神，蹦出一句：母亲的遗体安葬在这里吗？那是当然，当初是我亲手安葬的。穆幽月眸底涌现几分疑惑，那为何里面是空的？是有人偷走了母亲的遗体，还是……甜甜，你怎么了？是哪里不适吗？我没事，对不起，是我没整理好情绪。一直到天黑太阳落山，几人才离开了陵园，到镇上穆家空置的一间宅院入住。此时过后，穆幽月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了陵园。他召唤出红烟，命红烟进里面看一眼，得到的结果相同。主人，里面没有穆夫人的遗体。穆幽月脸色一沉，盘腿坐下，屏息凝神，双指闪现冰蓝色的光芒，光芒围成一个圈，将穆幽月围在了中间。时间流逝，在蓝色光芒的衬托下，穆幽月的脸色越发的惨白。周围树木光影轻轻的晃动，无数幽灵被引之而来，好奇的看着这一幕。许久，穆幽月睁开眼，没有，母亲并未转世投胎。那她……甜甜，穆兴泽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陵园这里。他从白天就察觉穆幽月情绪不对。你怎么样了？穆幽月盯着他看了好半晌，既然刚才那一幕已经被二哥看见，那也没什么好瞒的了。二哥，母亲的坟是空的，且她并没有转世投胎。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母亲还活着？我不能确定，也有一种可能是有人偷走了母亲的遗体，但母亲的灵魂在外飘荡，并没有转世。穆兴泽陷入震惊，与此同时竟还诧异于甜甜竟然可以通灵。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从长计议，暂时不能对爹爹他们透露。若母亲真的去世了，却又没有转世，那么这10多年她又在哪儿呢？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你还能走吗？要不二哥背你回去吧。没事，休息一下就好。此刻穆幽月的身体正在遭受剧痛的反噬，原以为这样的疼痛会持续很久，可在接近天亮时，穆幽月感觉身体的疼痛正逐渐的消失，且晨光破晓间，天地间无数灵气正朝他四面八方的涌来。穆幽月起来后，穆兴泽特意在门口等他。怎么样？还好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找你三哥给你看一下。我已经没事了，二哥别担心。那就好，走吧。爹在等我们用早膳。他一直这样，每年来这里都要偷偷哭一晚上。臭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昨天下山被风迷了眼，眼睛不舒服而已。甜甜，快坐下吃饭，别理他。今天过后，生活还在继续，大家不要太过伤心。你们娘亲可都在天上看着你们呢，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争点气。好。用完早膳，木香又独自一个人出门，去了趟陵园和夫人告别。有空带我去一趟你们大理寺的卷宗阁。你要做什么？想翻阅一些案件。经过昨晚，他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黎家、陆家这些贼人已经活得够久了。出门了，天没亮就拉着四少爷去大理寺了。四少爷困得人都在飘。这小子最近挺好学的呀，天天往大理寺跑，难不成也想和小四一样在大理寺当值？不错不错。啊，对了，方才听说尚书府昨晚又死人了，陆永辉一大早去京兆尹府报官了。裴大人，我府邸接连离奇死人，弄得整个京城都人心惶惶，烦请裴大人派人彻查一番。陆大人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回禀景王殿下，微臣为官20载，处处与人为善，想不起来得罪了什么人。兴许是江湖上一些亡命之徒所为，也不一定啊。江湖上，比如赤血山、安明殿，皆有可能。江湖门派可没那么闲，要杀就杀你们一窝了，谁还每天跑来杀一个？路飞，你说。陆永辉被他说的半天插不上一句话，怎么那么倒霉啊？来亲自报个案，还能碰到叶玄锦在这里。陆大人府中最近死了多少人？连续15天死了15人。都有哪些人？第1天死了一个丫鬟，第2天……裴大人，穆家小姐来报案了。
裴艳之悄悄地瞟了眼身侧坐着的人，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好，快请他进来。穆幽月一袭简单的素裙进了门，来到主会堂后，直接无视了陆永慧，往主位看去。见叶璇锦也在，轻瞟一眼便收回目光，眼前浮现起昨天深夜的场景。怎么那么晚才来啊？你怎么在这里？想跟女侠一起见见世面。我忙正事，没空理你。别走啊，带我一个。穆幽月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本王给你打下手，如何？一炷香时间后，两个人一起潜进了陆府。穆幽月本来的目标是陆家的总管，最后却被叶璇锦直接拉到了陆永慧的房间里。本王觉得这里比较刺激，刀给我。叶璇锦手提着刀朝床榻走近，没一会儿，刀背上染了血迹。穆幽月挑眉，到底谁跟着谁见世面啊？明晚继续。回过神，穆小姐，你要报什么案？我的手镯丢了。这么严重？手镯贵不贵？严重吗？我家突然死了15个人，不比一个手镯严重吗？挺贵的，8两银子买来的。什么时候不见的？昨天从医馆回来后不见了。或许是哪个病人偷走了。来人，末将在。去查。是。一说完，直接招呼了20多个京兆尹府的官兵，浩浩荡荡的出去搜查。多谢景王殿下。裴大人，景王殿下，我那边。来人，去查。陆永慧正高兴呢，就将旁边站了2个官兵出来，朝他示意。陆大人，我们走吧。不是这。一个8两的手镯丢了，派了20多个官兵。他家死了15个人，就派2个官兵去查，什么意思啊？景王，我府里接连死人，加上之前那些，加起来怎么也有20人了。此事事关重大，难道如此敷衍吗？怎么，难不成你还要本王亲自登门给你查吗？陆永慧哪里敢，最后带着2个官兵悻悻离开。你俩什么情况啊？没什么，也就昨天本王杀人时，他在旁边望风。裴艳之直接被哽住了，不可思议的看了看这俩人，你俩都有病吧？一个杀人，一个望风就罢了，今天还存心合起伙来气陆永慧一回，绝了！我手镯真的丢了。没事，本王送你一个，感谢你昨晚带本王见世面。裴艳之真的没眼看。过来。穆幽月走近，拿回去看看。穆幽月一脸狐疑的接过，随意看了2眼，见到上面的内容后，眉梢轻挑。你们京兆尹府来这么多人做什么？丞相府穆小姐的手镯，昨日在医馆丢失，卑职查到坤王妃昨日曾去看诊过，特意前来请坤王妃配合调查。你说什么？本王的王妃会惦记穆幽月一个手镯吗？不对，王妃昨天回娘家了，怎么会去医馆的？你们在搞什么？去把陆妙龄给我叫出来。房间里，陆妙龄正坐在软榻上，一脸痴痴地看着手腕上的血玉手镯。姑娘，你那个血玉手镯能不能借我这个老婆子戴几天呢？你哪里不舒服吗？唉，最近总有些不适。你那个神奇的血玉手镯，乃是你的精血以及紫晶石制成，不仅可以去除病气，还可以避灾驱邪。对我这个不爱吃药的老婆子来说呀，最合适不过了。行啊，今天有点忙，下午给你。里面有穆幽月的血，还可以去除病气。有了这个，他的恶疾是不是就可以压制住了？几乎是想也没想，陆妙龄趁着穆幽月没回来，就把血玉手镯藏进了自己的衣服里。等穆幽月出来后，陆妙龄赶紧和他说话：幽月，我今天是不是还得继续吃药啊？是啊，我给你开个药方。王妃，王爷找你。陆妙龄，你昨天去哪儿了？你怀着孕呢，不用给她请安。多谢王爷体恤。问你话呢，哑巴了？臣妾昨天去了一趟娘家，探望母亲，有什么问题吗？听见没？王妃昨天没去什么破医馆。听到医馆2字，陆妙龄眼底一慌，难道是不好？可昨日城内许多百姓，包括医馆1楼守门的王大爷，都说见过坤王妃。本王妃的母亲昨日病了，所以我去了一趟医馆，去请穆家小姐开了一些药，有什么问题吗？那就对了，穆小姐今早报官，说她的手镯昨日在医馆丢了，所以昨日去过医馆的人都有偷盗的嫌疑，还请坤王妃配合调查。放肆！我乃是堂堂坤王妃，什么金银珠宝没见过，怎么会去偷盗穆幽月一个手镯？你们这是存心打我们坤王府的脸面。就是，你们京兆尹如今都是这么办事的？这件事情用脚趾头想，也不可能是王妃做的。双方僵持时，外面又跑来几个官兵，正要和张浩说悄悄话时，宣坤开口：大点声说。昨日看诊的3位病人的府邸都搜查过了，没发现手镯。陶胜康的家宅也搜过，只差……你们这是存心和我们坤王府过不去了。陆妙龄想到藏在枕头底下的血玉手镯，心里暗自懊悔，早知道刚刚藏得隐蔽一些。你们是铁了心要和本王作对是吧？行，你们去搜，如果一会儿没搜到，通通给本王爬着出去。王爷，你闭嘴！天就知道给本王闹一些幺蛾子。得了宣坤的同意，京兆尹府的官兵们开始在坤王府里大规模的搜查。眼看着张浩去他房间的方向，陆妙龄下意识地往房间跑。王妃今天好像的确有些奇怪。哪里奇怪啊？听闻那位穆神医一天只接待3位病人，
王妃又是怎么去看药的？除非她和穆小姐关系很好，和他们又是哪来的交集呢？本王去瞧瞧。匡王妃，请让一下。本王妃被你们气得头疼，连躺一下都不行吗？把他拉起来。你们大胆！本王妃玉体尊贵，你们敢碰一下？宣坤大步跨进来，老远就听到陆妙龄的声音，走过去一把将他扯了起来。你给我配合一点，要不然看本王怎么收拾你！王爷。刚一掀开枕头，见到一枚血玉手镯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后，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手镯是我自己的，是我们陆家的传家宝，不是穆幽月的。听到没有？还请坤王妃随我们去一趟京兆尹府。我不去，我凭什么要去？叫你老实点待在府里，3天2头的死出去，赶紧去京兆尹府，拒捕是要被关押判刑的。我都说了不是我偷的，我陆妙龄要什么没有啊？谁会稀罕偷一个手镯？可等他进了主会堂，见到里面的穆幽月后，一颗心沉到了谷底。偏偏宣坤还缺心眼似的，手里举着那血玉手镯，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这就是你们陆家的传家宝啊！陆永慧暗感不好，看来穆幽月这个小贱人存心给妙龄下了套。不错，这手镯乃是我陆家的传家宝，名为血色红玉，8两买的。穆幽月点头，买贵了，最多3两。碰到好脾气的卖家，或许还能砍价。把穆幽月说的一通无语后，叶璇姐又略带鄙夷的朝陆永慧看去。你们陆家穷成这个鸟样了。这回陆永慧无语了，一个染色石头做的手镯，竟也能当传家宝？陆永慧一怔，陆妙龄一脸震惊：什么？染色石头做的？不是紫金石制成的吗？这手镯就是我丢失的那个，多谢你们帮我找回来。你胡说，这玉镯是本王妃的，是我们陆家的传家宝。传家宝代表传承，谁说一定是名贵之物？不错，这传家宝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祖辈那时候过得艰辛，没什么好东西，但这手镯对我们全家都意义非凡。莫小姐是不是看错了？可这真是我的东西啊！你有证据吗？这手镯写你名字了吗？写了呀。叶玄锦朝宣坤看去，招手。宣坤没反应过来，傻愣愣的就走上去，把手镯递给了叶玄锦。写哪了？知道为什么我买贵了吗？叶玄锦表示不知。因为我这是独家定制的。穆幽月将手镯放在烛火上面烤了一会儿，没多久，玉镯内清晰可见刻了3个字：穆幽月。朱会堂内安静了许久。原来穆幽月是你们陆家的老祖宗。你吃屎了吗？跑去偷东西啊！陆妙龄被踢得跌坐在地，浑身颤抖着，百口莫辩。坤王别谢啊，万一真的是巧合呢？陆大人，你们家老祖宗叫什么？不错，我们陆家有位老祖宗，也叫穆幽月。看来今天是一场误会了。既然事情都说清楚了，陆大人快把你家老祖宗的东西带回去。多谢景王殿下。既然是一场误会，那么此事是否可以翻篇了？那是当然，是我误会你们了，我该向你们道歉才是。今天来时，那么多百姓都看到了这件事儿，你也得向全城百姓澄清。没问题，今日打扰景王殿下和裴大人了，不耽误你们办案了。穆小姐客气。妙龄，都是误会。陆妙龄咬着牙，方才他们去我府上查探过了，没有任何线索。我这京兆尹府今晚能否派一些人手前往我陆家镇守呢？没问题。误会已经说清楚了，坤王也该消气了。宣坤嗯了一声，没说话，坐上马车。你呀，今日真是丢尽我们陆家的脸。我怎么知道穆幽月在骗我？他说那手镯里面有他的金钱。哎，穆妙龄，你走不走啊？大家好，我是丞相府嫡女穆幽月，我的手镯丢了，去京兆尹府报案，最后锁定嫌犯是坤王妃陆妙龄。我沾沾自喜地亮出手镯里面刻着的字，想要证明这手镯是我的。尚书大人却说这是他家老祖宗传下来的传家宝。原来尚书府有位老祖宗也叫穆幽月，今日还以为坤王妃偷了我的手镯，闹出一场乌龙，实在抱歉，在此向尚书府以及坤王妃诚恳的道歉。什么嘛，这明摆着陆家偷了东西还耍流氓啊！老祖宗姓穆，他家现在怎么姓陆啊？堂堂坤王妃偷东西不敢承认，还逼迫穆家小姐全程道歉。我刚刚看到穆小姐贴告示的时候，一脸委屈。果然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坤王妃好生气派。不过说真的，陆家有个老祖宗叫穆幽月，我看一次笑一次。陆永慧这个臭不要脸的，不敢承认偷东西，倒是敢承认我家甜甜是他祖宗。甜甜这一招还真过瘾啊！用一个地摊上买的手镯，狠狠打了陆家所有人的脸面。可我真的买贵了呀！我听说今天叶玄锦也在场。是啊，据我今天观察，叶玄锦果然和陆家不和，处处针对陆家。哦，还有坤王。难不成这大奸臣对陆妙龄有意思？哎爹，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这不明摆着的吗？叶玄锦因为陆妙龄爱而不得，从而迁怒陆家，迁怒昆王，迁怒太后，要不然这事情怎么解释？有道理，是吧？身为一个文官，我看事情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只不过这小子看女人的眼光真够差的。贝爹这么一说，倒也说得通了。你看今天叶玄锦还专程去京兆尹府给陆家难堪了。他平时什么时候去过京兆尹府啊？就是，尤其啊，陆家死了10几个人，他就派2个人去查；去昆王府就派了20多个人，摆明了针对陆妙龄和宣坤呢。对的，刚才我就是这么想的。看来啊，你和我想一块去了。穆悠悠想象了一下叶玄锦听到这话的场面，似乎能脑补出叶玄锦翻白眼的模样了，忍不住想笑。二哥最近天天去大理寺，查到了什么吗？我把近几年犯了事的朝臣通通拉出来翻了一遍，对比了一下，的确是有些蹊跷。这些朝臣里面有些是清官，却突然被扣上贪污受贿的帽子。据我所查，这些人被冤枉后，原来的职位被顶替的都和黎家私下关系匪浅。我原本是想去搜集一些陆家的罪证，没想到陆家的没发现，反而查到了黎家的。穆悠月想了想，把叶玄锦今天给他的册子拿出来，递给穆兴泽。这是今天叶玄锦给我的。陆永慧就是紫清观出来的人啊！传闻东岐市誓师，才夺得紫清观道长之位。可这册子里的内容，陆永慧当年也参与在其中。看来我又要离家一段时间了。这些天陆家动静闹得太大，必定加强了防范。你要不先收拾手吧？我本来也没打算继续了。那就好。陆永慧这人阴险狡诈，加上东岐市老道还未离京，咱们得低调点，改天再杀他个措手不及也不迟。我听爹的。真乖。对了，既然叶玄锦那大奸臣可能对陆妙龄有意思，保不准哪一天他俩就擦出了爱的火花了。你最近离陆妙龄也远一些，免得那奸臣发起疯来重伤你。不至于吧？叶玄锦就是个疯子，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回到自己房间，穆悠月沐浴后便沉沉的睡了。刚过子时，便条件反射似的惊醒，忽然想起叶玄锦昨晚是不是说过今晚还要去陆家来着？可今天实在是困呢。穆悠月估摸着叶玄锦也只是随口一说，便继续睡了。天刚亮，穆悠月醒来时，便被房间里多出来的人吓了一跳。叶玄锦坐在那张摇椅上，正悠闲的闭目小憩，也不知道来了多久了。穆悠月凝眉，他昨晚睡得那么死，房间里来人了都不知道。你怎么来了？穆悠月见他又闯入自己的闺阁，神情不悦。本王等你等到了4更天，怕你被人弄死在半路，好心过来看一眼。景王可真是一副菩萨心肠。那当然，你今天才发现。呵呵，昨晚怎么没去？当了人家老祖宗，开始关爱小辈了？可不是，人家毕竟叫我一声老祖宗，我总得厚道一些。那不巧了，本王昨晚等你等得不高兴了，一时冲动跑进去又杀了2个人。你可以走了。送你。穆悠月走过去，打开锦盒看了眼，是一个血玉手镯。答应你的，补你一个。叶玄锦说着，还观察了一下穆悠月的神色，随后皱皱眉，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惊喜啊？要回礼吗？当然，再送本王一个竹编蚂蚱，要比上次的更大一些。那还是还你吧。行吧。说罢，站起来就往门口走。哎，你去哪儿？回府啊。走窗户。不行，本王行得正坐得端，不怕窗。你走窗户，我收手镯。要给本王回礼，明天就要。行。陆卿家，你有何事啊？启禀皇上，微臣府邸接连发生命案，连京兆尹府都束手无策，微臣只能请皇上来做主了。陆卿家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微臣一片赤诚担心，怎会得罪如此丧心病狂的人？微臣担心是有人故意买通了江湖杀手，借着微臣的陆家，实则是要向皇上示威。毕竟京城是天子脚下，少尉森严，此人却手眼通天，屡屡进我陆家杀人，实在是猖狂至极呀！上回那个什么东西道长，他不是会除妖孽吗？陆爱卿可以去请东西道长去你府里做法除妖啊！陆永慧被轩宇梗得说不出话来。怎么质疑皇上的话？微臣不敢，只是这种事情光凭做法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啊。好，那你的意思是东岐就是个神棍了？陆永慧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哼，那陆大人那晚特意请东岐道长出现在太后的寿宴，是何居心？诓骗太后娘娘吗？哎，陆爱卿作为一朝重臣，朕也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吧，朕下一道旨意，你带着朕的旨意去找大理寺替你查案吧。原本吧，陆永慧该是高兴的，可那大理寺少卿现在还在告假，大理寺权由穆景玉那个少卿做主，穆家的人不倒打一耙就不错了，怎么还会替他查案？
陆永慧心里憋屈得很。哎，好困啊，想吃糖。皇上，穆家小姐来看您了，还给您带了糖果来。真的吗？怎么不给本王带糖？姐姐，小心摔跤。正有乖乖的吃药啊，一滴都不剩的。真乖啊。穆悠月把从糖铺买的糖递给轩宇，轩宇伸出小手，还没拿到就被人全部拿走了。叔叔，我的糖。手镯呢？带了吗？没带啊。不带算了。哼。什么手镯啊？为什么叔叔不送给我啊？吃你的糖。谢谢叔叔。前期的毒素清的差不多了，等你再养养身体，就要进行下一步了。正听姐姐的。期间，叶璇锦一直坐在那儿，手撑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偶尔朝这边看过来一眼。当穆悠月朝他看去时，又立即别开眼，一副受了气的模样。那我先走了。穆悠月就这么走了，走之前也没给叶璇锦一个多余的眼神。没良心的小怪物。那什么，能不能让一下，让我先过去？雪域灰狼骄傲地抬了抬下巴，非但不让，还朝他嘶吼一声，惊得穆悠月下意识就后退了两。我警告你哦，你再不让开，别逼我揍你！别以为我真的怕你。雪域灰狼打了个哈欠，完全无视穆悠月的警告。不能忍，绝对不能忍！就这样僵持了许久，直到外面天色都暗了下来，雪域灰狼也没有要让开的意思，反而不知道从哪儿又招来了2条大狗，陪着他一起堵着密道口。穆悠月进退两难，你给我等着！穆悠月重新来到轩宇的寝殿时，轩宇正脱得光溜溜的，露出小屁股，准备去泡个温泉。姐姐，你怎么偷看这洗澡啊？穆悠月背过身去，恰好与叶玄锦四目相撞。你怎么又来了？你说呢？特意回来偷看皇上沐浴，你这是什么癖好？穆悠月气得磨牙。叶玄锦玩心大起，觉得甚是有趣，站起身来走到他身边，俯身凑近他。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好看的？不如看看我。是可忍孰不可忍，穆悠月一拳头朝着叶玄锦挥去。叶玄锦轻飘飘地握住他的粉拳。干嘛这么生气？穆悠月抽回手，瞪了他一眼，直接大步往寝殿门外走。送他安全离宫。是，殿下。主人，你想干什么呀？给我抓一头母狼。你口味挺重的呀，想吃狼肉了？夜晚山风吹着，穆悠月经常能看到穆幽灵在眼前飘过。老妹儿，母山鸡行不行？不行。仙女，母狐狸行不行噻？不行。小姐姐，你茶可以吗？开个玩笑。一直折腾到4更天，红烟飘了10几里地，终于在远处外的一个山头上抓到了一头母狼。怎么样，还是我厉害吧？穆悠月满意的看了眼，将母狼装进了储物袋。哎呦，你挺能的呀！不过这母狼的肉看着就塞牙，你得多炖一点时间，放点白菜粉条，贼拉香。回到京城内，穆悠月直奔景王府，来到了叶玄锦住的院子，趴在屋顶上搜寻了半天。远处，云蝶戳了戳正在打盹的云清，云清睁眼就见云蝶指了指屋顶上的穆悠月。穆小姐这是在做什么？云蝶耸肩表示不知。穆小姐这副偷鸡摸狗的样子，是打算暗杀殿下吗？她和殿下都是怪胎，大晚上偏不爱睡觉，白天看起来精神也不错。这2个人上辈子都是鬼吧？我要看，他跑北院去了。云清往那边看过去，那不是雪域灰狼住的地方吗？你要通知殿下吗？殿下今晚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人去。穆悠月顺利找到雪域灰狼的住处后，正在熟睡的雪域灰狼感觉到他的气息，睁开绿眸看他。下一瞬，穆悠月朝雪域灰狼扔了个东西过去。雪域灰狼一回神，一头母狼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发生何事了？就是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伸手指了指北院方向。叶玄锦皱眉往北院走去，踏进北院院子，那双幽眸微微眯起。眼前，雪域灰狼正和一头杂毛母狼如痴如醉地缠在一起，相互依偎，一副缠绵到天地崩裂的样子。哪来的？雪域灰狼再也不纯洁了。哪来的？4更天的时候，穆小姐来过一次，后来府里就多了一头母狼。记仇的小怪物。殿下，算了，随他高兴。就这样，那不然呢？而后又转身看了眼那雪域灰狼和杂毛母狼，云气摸了摸手臂上的鸡皮疙瘩。这色狼没眼看，真没眼看。傅伯，发生什么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什么事？瑞小姐的绸缎庄出事了，许多千金贵妇买了她的布料，回去之后不是穿1天就勾丝了，就是褪色了。现在一群人堵在绸缎庄的门口闹事，要瑞小姐给个说法。
刚刚我回来时，坤王妃也去了绸缎庄，说她刚买的绸缎不仅褪色，而且布料也不是云锦的，就是普通丝锦做的。坤王妃说打算去京兆府告咱们穆家坑蒙百姓。这事交给我，先不要惊动爹爹那里。傅蕊，你说呀，这原料是你自己找的人，还是穆家提供给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发誓，我真的没有骗你吗？其实呢，我们也不想为难你一个养女，但你以次充好，骗了我们那么多银子，这件事情按照宣朝律法，你恐怕要被判5年的刑牢呢。坤王妃，我冤枉呀，我也是被人给骗了。给我提供缎子原料的那个老板和我义父是好兄弟，应该不会骗我的。哦，你的意思是穆丞相对此是知情的了？对，是傅蕊，幽月，你来的正好。你们穆家的绸缎庄以次充好，衣物不仅褪色，还勾丝。我前2日花50两买的一匹云锦，结果却是只值1两的丝锦。这事情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好歹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穆家就这样诓骗我们？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告到京兆尹府去。就是，本来就是冲着穆家的面子来的，结果衣服褪色，害本小姐昨天被人笑话了一通，这事咱们没完。幽月，其实凭我们的交情，我比较想私了的。谁让你私了了？月姐姐，咱们还是私了吧，这件事闹大了，会影响穆府的声誉的。你一个姓傅的，穆府声誉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回事啊？关键时刻，你们穆家说翻脸就翻脸，人家不是穆丞相亲自认的义女吗？来人，去京兆尹府报官。月姐姐，对不起，刚才我太害怕了，所以才口不择言。清者自清，等京兆尹府的人来了，你若清白，人家不会把你怎么样。听说这里有人卖假料。对，就是丞相府的这个义女傅蕊，她卖给我的衣料都是褪色的，不仅褪色，还以次充好。裴大人，你看，我的衣服都勾丝了。去查。身后几个官兵开始在绸缎庄翻了起来，没多久便翻了好几箱的布料出来。经过一番试验，果然不是褪色就是勾丝的下等货色。傅姑娘，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大人，冤枉啊！我都是正常付银子给那些材料商的，是他们骗了我。单据呢？拿了一大堆的单据出来，递给裴燕之。裴燕之看了眼那些单据，皱了皱眉。一匹云锦，你卖给我50两，结算给人家就2两银子，你还敢说没有掺假？这可是对方和我说这就是云锦啊！你是真没见过好东西啊！也是，毕竟是管家之女出身，2两一匹布对你来说的确是好东西了。穆小姐，这事儿你想私了还是公了？这事儿无端赖上我们穆家，我们穆家也是一肚子冤枉，当然也要个说法。那就是公了的意思了。行，去把这个吕老板也叫到京兆府尹去，其他人跟我走。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瞧不起我也就算了，可我毕竟是义父亲口承认的义女，这件事情闹大，对穆家没有好处。既然想靠着穆家过好日子，就少做点白眼狼的事情。这么些年，穆家欠你了吗？傅蕊被他的神情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2两银子我卖给傅蕊的，就是普通锦缎，是他自己非要说是云锦的，我能怎么办？你胡说！你这单据上明明白白写了云锦，是你骗我！哎，你别瞎说啊！我平时很忙的，所以2两银子这种布料，我就写个锦字，是他自己偷偷在前面添了一个云字。大人，你看这个云字和我后面的字迹都不一样，摆明是有人后加的。果真，云字和其他字的字迹都不一样。傅蕊，你有何话说？不可能，这上面本来就写了云锦，不是我添加的，是你故意留了一手。我留什么呀，傅大小姐？你一共付了2两银子，我给你一匹布，你自己对外说是云锦，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啊？你以为大家看不出来吗？你是没穿过云锦还是怎么的？2两，你上哪儿买真材实料的云锦啊？做生意可不能这么贪心。你看，你这不遭报应了？李老板说的很有道理啊，人家卖给你普通锦缎，你偏说是云锦，怎么还赖上人家吕老板了？就是啊，温王妃是个明白人。你刚才不是还说吕老板和丞相大人交情匪浅？你莫不是照着丞相大人给你撑腰，才故意诓骗我们的？是否要请丞相大人过来一趟？要。不要。云字的确和其他字迹不同，但从那字迹的墨痕来看，出自同一品种的墨以及同一支笔，而且这云字字迹走向显然是用左手写的。吕老板，这个字是你用左手写的吧？穆小姐可真爱开玩笑，你说为了这几两银子的事儿，我犯得着吗？就是啊，穆幽月，你这个借口也太烂了些。裴大人手底下应该有专门验字迹笔墨的人吧？找个人验一下便可。有是有，不过诗苑一早被景王那边的人借走了，还没回来。好了，别挣扎了，事实都摆在眼前，咱们同在一个京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们也不想故意为难人家傅姑娘，毕竟她也不容易。子不教父之过，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既然是穆丞相认的义女，那让穆丞相站出来，
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向我们道歉。这要是做不到的话，那就只能请京兆尹府秉公办案，该收押收押，该判刑判刑。好一个子不教父之过，有道理。看来你们最后还是讲私了的。你这个提议非常不错。下一瞬，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众人一转头，便见一个中年男子身体僵硬，脚步却急促地往主会堂里走进来。明明是一个人走进来的，却走出了被人推拉的架势。哟，咱们施大人回来了。施大人回来的正好，这里有几份单据，需要你来鉴定一下。施远擦了擦脑门的冷汗，定了定神，往前走去。这是西周西家产的海棠墨，顾名思义，占有淡淡的海棠花香。且这海棠墨最绝妙之处，便是这黑墨在阳光下会泛出淡淡的红粉色，而这毛笔用的则是鼠须笔，字体柔中带刚。其中有问题的是这个云字，这是用左手写的，和其余的字出自同一人。所以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是吕老板的撒谎。仅凭墨汁和鼠须笔，不能说明什么吧？昆王妃有所不知，这海棠墨是西周西家独有的，且十分珍贵，每卖出一份都会做登记。你们若不嫌麻烦，可以去西家查一查。我记得吕老板和西家一向交情甚好，是有这么回事吧？如此说来，这单据是出自吕老板之手。吕老板，你是故意给傅蕊下套了？裴大人，这话说的，我至于和一个小姑娘过不去吗？施大人刚才说的，其实牵强极了，根本不能服众。一听对方质疑自己的专业能力，施远不服气了，开始左右找东西。干什么？我看我带钱没有。走，我现在就出发，和你一起去趟西周。今天必须要让他心服口服。话刚落，外面又进来几个官兵。大人，方才我们搜过吕家，这是吕家伙计指出的，吕老板平日用的文房四宝，以及这些是库房里面找出来的。这不就是海棠墨和鼠须笔吗？见到那套茶具，陆妙龄眸光闪烁。这套茶具似乎有些眼熟啊，好像是昆王妃大婚之时太后娘娘送的。不可能，母后送的礼物，本王妃怎么可能轻易赠与他人？这套茶具名贵非凡，当时太后娘娘说是请宫中的巧匠花了半年时间精心打造，世间仅此一套。如此说来，太后娘娘也被人骗了。此事事关重大，本官得进宫面见太后娘娘。启禀裴大人，这茶具是我找人仿造的。哦，宫中匠师手艺非凡，请问吕老板上哪找的奇人，能仿得如此精美？再说了，太后娘娘都说是独一份，你还找人去仿冒，是存心打太后娘娘的脸吗？不行不行，本官必须得上报。裴大人请留步，这茶具是昆王妃送给我的。哦，昆王妃为什么送你这么名贵的物事？你们交情很好吗？是他。吕老板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往陆妙龄看去，哪知陆妙龄根本没看他，回避他的眼神。其实就是3天前，昆王妃一早就来找我，说让我在傅蕊的单据上做手脚，要好好整一整傅蕊。我当时哪里想惹这种肮脏事啊？但我也不敢得罪昆王妃，我便故意刁难，说帮他做事可以，让他把这套红珊瑚茶具送给我，我就帮他。结果他真的给我了，我就想这买卖不亏，于是就答应他在单据上做手脚。吕万春，你可真能编故事。说难听点，本王妃存心要整傅蕊的话，有的是办法，何必和你这种人做交易？那这红珊瑚茶具怎么说？是本王妃也想做绸缎生意，但是本王妃又不精通，就想请吕老板帮忙搭把手。毕竟吕老板是京城绸缎原料的大商户，所以本王妃当时提出给吕老板一些银两，他不要，偏要让我把这茶具先抵押给他，让他欣赏一段时间，我便答应借给他一段时间。所以昆王妃的意思是，这茶具算是借给吕老板的，是吧？不对呀，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是昆王妃让你在单据上做手脚吗？你俩这说辞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究竟该听谁的？昆王妃刚刚说得很明白了呀，显然是这吕老板自己做贼心虚，口供都说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吕万春他自己贪得无厌，在我的单据上做了手脚，不敢承认罢了。吕老板，太后娘娘赏赐的东西你也敢扣在身边，胆子不小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仔细想想，若是陆妙龄要让我照顾绸缎生意，我一个平民8阶都来不及，我哪敢狮子大开口问他要茶具嘛？嘿，抵押，我从哪根葱啊？我敢要太后娘娘赏赐的东西吗？再说了，抵押给我又不完全属于给我，我又不能卖，又不能用来泡茶，我犯得着吗？我是看上那套茶具没错，一时直接开口问他讨要了这套茶具。如果不是陆妙龄做贼心虚的话，他会把这么名贵的东西拿出来送给我吗？听起来有点道理。是吧？我也知道这茶具是好东西，所以我一眼就相中了呀。昆王妃，你还有何话要说？一派胡言我知道了，今天这一出戏，你们其实是故意针对我吧？先故意卖贾云锦给我，又联合起来唱这出戏。穆家果然有本事啊！这时，
京兆尹府的几个官兵又扣了几个人进来，是吕家染坊3个大娘。你们说说，3日前都看到了什么？3天前，我们看到了坤王妃来了吕家找吕老板。然后？当时我们3个正闲着，突然看到一个大美人进来，我们就对她评头论足了一番。是的，当时王巧说坤王妃漂亮归漂亮，但是脸骨有点高，是克夫相。桂相又说坤王妃屁股有点瘪，这种体型不容易生孩子，在乡下这么多年不生孩子早就被休了。你不也一样？你当时还说坤王妃走路的样子姿态造作，妖里妖气的，比他家乡下养的鸡走路还难看。陆妙龄气的脑浆都沸腾了，这3个八婆竟然如此轻视她。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就看见坤王妃去找吕老板了，我们就好奇这位大人物来干什么。对呀，而且进门的时候鬼鬼祟祟的，我们当时都想歪了，可寻思坤王妃也不能够看上吕老板呐。说正经的。后来我们就趴在门边上听里面坤王妃说，让吕老板在傅蕊的单据上做手脚，要让傅蕊抬不起头来。对，当时吕老板说坤王妃这事儿有点难办呐，对方毕竟是丞相府的义女，也算个正儿八经的小姐，我一个小小的商贾哪里敢得罪丞相府啊？那你是想得罪坤王府了？不敢，说起来嘛，这其实就是随手的事情，只是你想要什么？钱财还是金银珠宝？你放心，本王妃既然叫你做事，不会白白占你便宜的。坤王妃果然爽快，上回坤王妃大婚时，太后娘娘送您的那套红珊瑚茶具，可谓精美至极，不知坤王妃可否割爱？李万春，你好大的胃口啊！那可是太后赏赐之物，你也敢觊觎？坤王妃若不肯，那此事就作罢吧。这2个八婆，当冉公真是委屈他们了。都记下来了。记下来了。现如今人证物证都已吻合，坤王妃还有何话要说？本王妃要见太后娘娘，此事本王妃要亲自和太后娘娘解释。所以坤王妃是承认这3名染工的话是事实，对吧？这件案子倒是有些棘手了。坤王妃乃皇亲国戚，若是要给你定罪，还得移交大理寺那边，由那边最终定案审判。坤王妃要不私了吧？本王妃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万一是这3个女人做伪证呢？在宣朝，做伪证是要被砍头的，何况他们的口供和现在的证据都已经吻合。坤王妃那边还有证人可以证明你的清白吗？陆妙龄百口莫辩，微微垂眸，有些不敢想象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宣坤会怎么教训他。刚才坤王妃你也说了，大家都在京城，抬头不见低头见，闹得太难看也不好。今日傅蕊姑娘也着实受了委屈。刚刚你也说了，子不教父之过，若不然的话，你让陆大人站出来，当着全城百姓向穆家道个歉，咱们这件事情就算解决了，如何？见自己刚刚说的话，如今原封不动回到自己身上，陆妙龄气得急火攻心，一阵天旋地转之下，突然晕了过去。在场没有一个人去管他。今日事已查明，云锦这件事情与穆家无关，与傅蕊无关。太好了。不过傅蕊依旧涉嫌以高价卖褪色布匹以及劣质绸缎，按照宣朝商法，需要查封绸缎庄，不得继续经营。来人，去封店。是。今日辛苦裴大人了。穆姑娘客气，清者自清，本官一向秉公办案，只认证据。穆幽月淡笑，便准备离开。经过陆妙龄身边时，穆幽月忽然蹲下身，手指搭上她的手腕。坤王妃有孕了，裴大人仔细着些。傅蕊满心气愤陆妙龄给她下套，这会儿听到陆妙龄怀孕的消息，咬着下唇，看来陆妙龄不会有样了。这个逆女，崔姐想气死我呀！老爷，都是你教的好女儿，前几天刚丢了那么大的脸，害我陆家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姓穆的老祖宗，今日又徒生事端，让我去全城百姓面前道歉，我陆永慧的脸都被他丢尽了。或许东岐说的是对的，妙龄真的会是他的绊脚石。陆大人，请吧。我不去。聂燕只是怎么办案的？故意针对我们陆家吗？哪能啊！若按照宣朝律法，坤王妃这会儿恐怕都已经进大理寺了，那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不讲情面。陆大人，这私了的法子是坤王妃自己提出来的，你可要体谅裴大人的一片苦心呢。本王在附近喝茶，听闻陆大人要给丞相大人道歉，便来凑个热闹。说罢，还径自走向穆相身边的空位坐下。这是给我家甜甜留的，景王殿下还是换个位置吧。无妨，本王不介意他坐在我腿上。你想得美！臭不要脸的，我家宝贝甜甜一根头发你都碰不着。陆大人，开始吧。丞相大人，对不起。太小声了，听不见。
木相诧异的看了眼叶璇姐，又看看陆永慧，心里莫名还挺爽。丞相大人，对不起，没诚意，至少得说200个字吧。不行，得500、800、1000、1500、2000、2500。台上，陆永慧快给他俩跪下了，怕他俩继续加码，赶紧阻止。就2500，2500。最后，在叶璇姐和木相严格注视下，陆永慧站在高台上，磕磕巴巴地说着道歉的语句。直到天黑了，一些看热闹的百姓都赶回去做饭了，陆永慧还站在那儿。还差1070个字，是我们陆家狭隘了，这句刚才说过了。陆永慧憋着一股子怨气，狠狠地瞪了眼木相。木相这会儿正和叶璇姐一样，翘着2郎腿，一副饶有兴致的模样，乍一看还相似的腔调，不知道的以为这是父子俩呢。怎么不见穆小姐？肯定不来了呗。还是甜甜聪明，知道避开这个大奸臣。饿了，甜甜还在府里等我吃饭呢。说完，直接无视叶璇姐，从她面前走过。小怪物还挺孝顺。片刻后，叶璇姐也离开。陆大人，还差500字呢。一直说到高台下的人都走光了，陆永慧终于说完了2500字的道歉，一脸阴鸷的就往台下走，准备去找陆妙玲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大小姐身在何处？大小姐有孕了。什么？真的吗？下午在金兆营府晕倒后发现的，这会儿已经在昆王府了。走，去瞧瞧。老爷，瑞小姐一直跪在您院子门口呢。你说我真的亏待她了吗？今日金兆尹府的桩桩件件，他不是不知道。甜甜百般维护穆家的声誉，傅蕊却急着将穆家推出来维护自己。穆相何尝不心寒？5年前他原本给些银两就可以安置傅蕊的后半生，可他忘不了傅管家临死前浑身是血的哀求他。老爷，我就一个女儿，她才10岁，这辈子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她，求你替我照顾好她。穆相心潮悲动，理解为人父母的那份心，便当场答应了傅管家。你放心，以后我会把傅蕊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将她养大成人。傅管家这才安心的闭上眼。自此后，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傅蕊，吃穿用度皆是按照嫡出小姐的制度来。可没想到，到头来竟然是换来了这一切。夏夜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倾盆大雨落下时，傅蕊依旧跪在那里。即使已经有人告诉他丞相不在院子里，却依旧朝里面大喊：义父，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吧，义父，义父。穆幽月撑着伞站在角落里，冷眼地看着这一幕。傅蕊，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下一次可就真的要两清了。哀家从前倒是高看了这个陆妙龄，以为他心思细腻，秉性纯良，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做事鲁莽、毫无头脑的废物。就他这样，将来怎么配站在坤儿的身边，担当一国之母？穆家那位嫡女2次顺利抽身，还让陆家丢了大脸，着实不简单呢。此女被穆昭辉养在外面10多年，医术又精湛，心机更是深不可测。此女非池中物啊！可哀家觉得她和叶玄锦的关系不一般呢。如若她真和叶玄锦有关系，那么穆昭辉这老东西私下必定早已和叶玄锦沆瀣一气，咱们必须尽快下手了。这个穆幽月，哀家必须要留为己用。太后娘娘的意思是，哀家要让她替代陆妙龄的位置，成为坤儿的王妃。那若她不愿意呢？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若忤逆哀家，哀家有的是办法，让她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世上。半个时辰后，郑建坛从太后的寝殿走出。吕万春当夜心虚畏罪自尽，留下遗书，澄清自己污蔑坤王妃，此具一事与坤王妃无关。是，奴婢明白了。令让陆妙龄好生安胎，即日起禁足于坤王府，没有哀家的命令，不准外出1步，全城百姓也不得继续议论此事。是，太后娘娘。吕万春躲在桌子底下，吓得瑟瑟发抖。们果然要杀我！你此番得罪的是太后娘娘，即便你活过了今晚，还有明天、后天。你说我造的什么孽呀？是陆妙龄那个贱人自己找我的，完了我还得赔一条命。这位大侠，你既然知道太后要杀我，那你一定能帮我，对不对啊？现在摆在你眼前的只有一条路，放弃京中的一切，远离京城，隐姓埋名，安稳度日。若不然，大洛神仙也救不了你。你们为什么要帮我？这个你不需要知道，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半个时辰后，若这杀手没有回去复命，马上还会有第2拨人过来。虽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可我吕家还有那么大的家业，那么多的工人，他们都需要一口饭吃啊！既然我带不走，那就留给你背后的人，让他来接管我吕家。李婶接过文书没说什么，示意车夫赶紧带人离开。
果然如姑娘所料，太后那边派了杀手去杀吕万春。陆妙龄如今怀了孕，还有利用价值，太后为了皇家脸面，不会袖手旁观。吕万春把吕家的家业留下来了。这倒是一笔意外之财。你呀，也就嘴巴厉害，心肠还挺好的。哪有，总有人说我没良心的。太后娘娘昨晚下了口谕，城内百姓不得议论昆王妃陷害穆家一事，你们怎么还在提呢？太后娘娘还说了，还有昆王妃偷盗手镯一事，也不可再提。说完，没什么要补充的了。我重复一遍啊，太后有口谕，不得议论昆王妃陷害穆家一事，还有她偷手镯的事情，也不能再提了啊。走到楼梯口，云清又回头重复一遍。太后说了。知道了，不就是昆王妃陷害穆家一事，我们不提了。顺便也告诉其他百姓，不能再提了，懂了吗？那太后说了，不要再提昆王妃诬陷和偷盗的事了，要不然会砍头的。喂，你们听说了吗？太后下令了，不许议论昆王妃偷盗的事情了。张大妈，我刚刚听了个消息，太后差点气死了，骂昆王妃偷盗，太不要脸了。丁婶儿，太后昨天差点气死了，太医连夜去抢救，还说昆王妃偷盗，还警告昆王妃，再有下次就砍她头了。你找我？本王的东西呢？什么东西？本王的竹鞭蚂蚱。不是这个。怎么不是？本王要上次的那个。那个没有。为什么？本王就喜欢那个款式的。没有就是没有。甜甜，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叶璇姐，你别这么叫我。就叫甜甜。你闭嘴，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哦，之前那个果然是你编的。原来甜甜的手不仅杀人厉害，编东西也一样厉害。大奸臣，求求你做个人吧。叶璇锦被哄高兴了，吩咐云清去街市中心的茶楼打包一些糕点过来，顺带再去福满楼买一些汤包过来。我要是这家茶楼的老板，我肯定第一个打死你。那我把这茶楼买下来送给你。免了。是谁呀？大白天的关窗户也不嫌热。这小破茶楼就这样污糟糟的，要不咱们去街市中心那家？不用了，这家比较实惠，挺好。见过丞相大人，还有陈大人、魏大人、曹大人。云护卫好啊，你这是？我家殿下正和睦。不对，我家殿下在此饮茶。云护卫请。小姐妹，刚刚云护卫一脸神秘，锦王这是约了谁在此啊？可不是嘛，锦王这样尊贵的身份都屈尊在这小茶楼里，难不成要掩人耳目？难道他约了个姑娘在此？我看挺像啊，看他平时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入了他的眼。正经人家的姑娘才瞧不上他呢。不合胃口？也不是，就是觉得浑身不对劲而已。有本王在，没人敢闯进来，安心吃你的。还是丞相大人好福气啊，子女都那么出众。不过说起来，你家那几个孩子都到了成婚的年纪，怎的如今一个都没有动静啊？这种事情我一向不干涉的，只要哪天他们带着喜欢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不反对。丞相大人真是开明了。哪里，你爹还挺好说话。这其中第一个就排除你。也是，毕竟他老人家总想着毒死我。两人又静坐了许久，见隔壁还在热闹的说话，穆悠月打算悄悄先离开。叶玄锦也没留他，穆悠月走到门口，悄声的把门打开。刚一打开，就听到隔壁雅间的门也开了。穆悠月条件反射的把门用力合上，整个人靠在门背后。叶玄锦一脸好笑的看着他。穆相第一个走出门，听到这关门的大动静后，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什么玩意儿？丞相大人难道不好奇锦王到底和哪家姑娘在一起吗？不好奇。可说着说着又想起那浅紫色的裙摆，总觉得有点眼熟。最后鬼使神差的答应和陈大人他们一起躲在一个角落里，等着叶玄锦和那个姑娘出来。等了快1炷香的时间，叶玄锦先出来了。哎，女人呢？既然要掩人耳目，肯定分开走啊。你说的对呀。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穿着浅紫色裙子的女人走出来，出来后还左右看了眼。那不是南街春香楼的老妈子兰娘吗？这叶玄锦。我就说正经人家的姑娘谁会搭理这个大奸臣，难怪藏藏掖掖的，没想到竟然和一个老鸨厮混在一起。甜甜，爹，你回来了。甜甜，我刚刚发现了叶玄锦的惊天大秘密。什么大秘密啊？我今日去茶楼，发现叶玄锦和一个女人在茶楼私会。私会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啊，我原以为叶玄锦再不济也是个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没想到他口味挺重。爹，
你看见谁了呀？春香楼的老鸨啊！哎呦，我是真的死都想不到啊！叶玄景大白天的，为了掩人耳目，待在一个小茶楼里私会一个老鸨。那老鸨虽然看着年轻，可毕竟也快40的人了。所以就这么巧吗？要是叶玄景知道他爹脑洞开得那么大，还不得吐一斤血出来啊？哦，对了，老二又去哪里浪了？二哥去搜集陆家的罪证了。陆妙龄突然怀孕了，无疑有了一张免死金盘，眼下还不是动陆家的时候。是啊，眼下动不得陆妙龄。穆小姐，楚王殿下哪里不是？宣楚没说话，只是把手腕搭在了桌子上。穆幽月手指轻轻地搭在他的脉息上，片刻后，楚王殿下的身体很好，没什么毛病。是吗？去后面抓药。开完药，宣楚就这样走了。阴沉沉的。小姐，这是楚王府的小厮送来的，说是楚王殿下邀你明日去游湖。太热了，不去。翌日一早，楚王府又来了请帖，请穆幽月去范云楼用午膳。楚王这人平时倒是低调，这般约你，只怕你若对他感觉不错，爹爹也不反对。但你若是对他没什么感觉，倒不如借此机会和他说清楚。我知道了，我会和他说清楚的。楚王殿下约我何事？本王对穆小姐一见倾心，你说本王约你是何事？很抱歉，我对楚王毫无感觉，这顿饭还是免了吧。那你对谁有感觉？叶玄景吗？这个和楚王殿下似乎没关系吧？殿下，楚王好像在疯狂追求穆小姐。哦，反应这么冷淡的吗？清泉城边界的北沙漠最近闹旱灾，皇上忧心不已，只好辛苦楚王殿下领队，即刻带兵前去治理旱灾了。宣楚接过圣旨，眼底一片灰暗。去沙漠治理旱灾？哼，这主意当真出自皇上之手？爹爹有话和我说。甜甜，你和叶玄锦是不是关系不一般呢？皇上的身体有些问题，所以景王私下找我，让我替皇上诊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关系。皇上的身体这种事情，以后就不要瞒着爹爹了吗？爹爹又不是不通人情。知道了，爹爹。那我去上朝了，你没事再去睡会儿。怎么样，还满意吗？满意什么？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好生伺候着这母狼，你怎么也不夸我一句？我早就说过了，景王殿下有一副菩萨心肠。所以胖老鼠编好了没有？穆幽月一怔，还真把这事忘得死死的。他怎么还记得这个？甜甜，你果然对本王很不上心啊！枉费我对你那么好。打住！我现在给你编行吗？行，开始吧，辛苦你了。穆幽月真心是日了狗了，拿起一根竹条，有些忘记第一步该怎么走，在心里揣摩了半天，偶尔抬起眼，便见叶玄景目光直勾勾地落在他身上。你别看着我。叶玄景很配合，把椅子换了个方向，随手拿起一本书，装模作样看了起来。好了，给你。很好看。我能进宫了吗？等等。进入密道后，穆幽月正准备往皇宫的方向去，这时身后的另一头传来一道嘶吼的声音：叶玄锦，你放下出去！穆幽月脚步一顿，回头往那黑漆漆的另一头看去。这世间有几个人敢自称朕？突然想到先皇暴毙的传闻，穆幽月眸底多了几分深意。叶玄景目光冷漠地回头扫了一眼，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径自往皇宫的方向去。穆幽月敛了敛心神，跟在叶玄景的身后。在即将到皇宫时，叶玄景忽然脚步一顿，穆幽月没反应过来，直接撞到了他的后背。面前，叶玄景忽然转过身来，目光阴恻恻地落在穆幽月的身上。怎么办？又被你发现一个秘密。你有病是不是？谁稀罕你的秘密啊？少给自己找存在感。故意吓你的，没想到你一点也不怕。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谁说女人就要害怕了？到了皇宫，穆幽月还黑着一张脸，轩宇这会儿正在午睡。穆幽月见此打算先回去时，叶玄景又拉着他去了另一个地方。走到另一条密道时，穆幽月一度怀疑，这整个皇宫的地底下是不是都被这个大奸臣给打通了？来到另一条密道的尽头，叶玄景示意他上前一点。穆幽月走了过去，就听到那一头有声音传来：母后，前段时间是儿臣做事鲁莽，给母后蒙羞了。母后？太后的亲殿？刺激！你今日找哀家做什么？母后，儿臣有些事情，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告诉母后。儿臣怀疑丞相府已经私下与景王联合。你是怎么发现的？之前在您的寿宴上，叶玄景就穆将将此女藏在外面10多年，就已经令人怀疑。如今突然回京城，又搭上了景王。景王如今在宣朝权势滔天，皇上也被他尽情拿捏，这其中意图已经很明显了。那你有何看法？儿臣身为坤王妃，自然是和母后一条心。昨夜想了许久，
既然穆丞相想利用穆幽月搭上叶玄景那条线，那我们不如先剪断这条线。哼，如何剪断呢？说穆幽月没了清白之躯，母后觉得景王还会要她吗？最好是被那些低贱的男人染指，才能给穆家致命一击。你不要轻举妄动，哀家自有打算。你知道你为何屡屡败在穆幽月的手里吗？那是因为你目光短浅，你如今安心养胎便是，其余的事情不要插手。怎么，你很不服气吗？你的孩子不是靠着穆幽月的那一手医术才怀上的吗？陆妙龄莫名打了个冷颤，原来太后什么都知道。趁叶玄景没有下一步动作前，尽快想个法子，让穆幽月和坤儿生米煮成熟饭。只有这样，哀家才能将一切的局势牢牢地捏在掌心。你看看，这好端端的，本王清清白白的名声都被你弄坏了。谁让你爱凑热闹？不管，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蚂蚱这个梗是过不去了是吧？这件事情我自己解决。随你。那我先走了，你自便。真是拿着小怪物没办法。叶玄景，放朕出去！你这个奸臣！嘘，无聊了是吧？走，带你看些有趣的。没多久，太后的寝殿内发出令人羞涩的声音。憋屈吗？神龙，我早就说过，你若是想弄死我，那就放马过来，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能弄死谁。如今你服吗？天天都叫我奸臣，那就奸一下给你们看看。哼！重新将轩龙锁回密道后，叶玄景嫌弃地擦了擦自己的手。我可太喜欢这样的感觉了。看着你讨厌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穆小姐，太后娘娘有请。太后娘娘找我？是啊，快请吧，别让太后娘娘等久了。稍等一下，我去收拾一下就来。怎么，见到本王妃一点礼数都没有？你是想爬到本王妃的头上来吗？妾身不敢。不敢？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比本王妃提前生下孩子，那也是个见不得光的庶子，永远难登大雅之堂。本王妃肚子里这个才是殿下的嫡子，你听明白了吗？是，妾身明白了。谁？王妃，你看看这个。太后让穆幽月进宫。殿下呢？在不在府里？殿下一早就被召进宫了。陆妙龄再也不淡定，脚步急急地便往府外的方向走。去闹吧，闹得越大越好。蠢货！幽月，幽月，坤王妃这是怎么了？吴家王妃今早起来肚子就不舒服，特意去丞相府找穆小姐救治，却听说穆小姐来了宫里，我们便急忙赶来了宫里。原来如此，先来几个人把坤王妃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躺着。幽月，我的肚子好痛啊！你们先出去。嬷嬷，你说这怎么办啊？要不要去请太医来？你等会儿，我去通知坤王殿下。人走了，别装了。穆幽月，我这是在帮你，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哦，是吗？那还要谢谢你了。实话告诉你吧，太后想毁掉你，让你成为坤王的女人。所以你这么帮我，不怕太后找你麻烦？我如今怀有身孕，我怕什么？说的也是。穆幽！哎呀妈呀，嫂子，你这咋弄的？刚刚给我吓得差点心脏都停了。陆妙龄被他这股热情的劲儿给弄得有些不自在。臣女见过太后娘娘，见过坤王殿下。不要这样客气了，都是朋友了。玲玲，你还好吗？我很担心你啊。你肚脐饿不饿？不如我煮碗面给你洗吧。穆小姐，坤王妃的身体如何了？坤王妃刚怀有身子，胎香不稳，需要多加休息。那……哎呀，你给我起开！宣坤被他挤到一旁，差点摔个狗吃屎。这胖婴灵戏挺足啊。嫂子，你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哥呀就是个二愣子，笨手笨脚的虎逼一个，铁定照顾不好你。你文明一些了，这些是我的娘鸡，我跑在手心里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照顾不好嘛？玲玲，趁着母后他们都在，我对天发誓，除了你，我以后肯定不会再碰别的女人一下。陆妙龄感觉自己在做梦，这一切是真实的吗？坤王殿下和坤王妃情比金坚，实在感天动地。那可不，大妹子，祝你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谢公主吉言。媚太后沉着脸，被这兄妹俩一唱一和，突然弄得不会了。刚刚在他寝殿时，他就探过坤儿的口风，问他穆幽月这女子如何。漂亮是漂亮，儿臣知道母后有心了。不过陆妙龄现在刚怀孕，要是知道这事儿，铁定又闹得鸡飞狗跳。还是先算了吧。殿下，宣坤有些嫌弃。老哥，既然嫂子不舒服，赶紧给她抱回府里休养吧。还有你，这个叫穆幽月的，去给我嫂子看看。
说完这话，被受幽灵附身的宣坤站起来，抱住了陆妙龄。因为受热的缘故，第一下没抱起来。听我口号，1、2、3，起！最后，宣坤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陆妙龄抱了起来，对太后说：“先走了，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重啊？”穆小姐，哀家对你十分的合眼缘，原本想邀你来陪哀家叙叙话，现在看来还是改日吧。能被太后娘娘赏识，是臣女的荣幸。母后，你最近面色整挺好啊，一副被滋润过的样子，吃啥好东西补的？吃你这个猪脑子了！说完转身离去。我夸你了，你咋还骂人呢？还骂我是猪？那你就是老母猪。啥玩意儿？你更年期吧？宣柔，你身为一国公主，语言粗俗不堪，成何体统？那不都是被你逼的吗？看你一天天那欠欠的样，还骂我猪脑子，我看你像猪脑子。你来人，把公主给哀家关起来，没有哀家的允许，不准出门。哎，干啥呀？说你2句，你咋还急眼了呢？哎呀，这一天天的，把我给累得够呛。表现不错啊。那当然了，我和你说，你老哥我就是这一代幽灵中的扛把子。你有没有办法让我附身的时间可以久一点？做幽灵那么久，其实我还是想做个人。你当初为什么不转世？我生前被奸人所害，是个罪孽深重之人，就算转世，下辈子也要投畜生道，还不如就这么飘着。说起来，你到底是什么来路？说不上来，不过等有机会，我送你去转世。殿下，我肚子饿了，你刚刚不是说要给我煮面吃吗？你做梦呢？还让本王给你煮面？府里下人死光了吗？穆幽月，你凭什么那么好命？最近宫里有什么安排吗？5日后是1年1度的去清净寺祈福的日子。陆妙龄听后嘴角弯了起来。二哥这几天又跑到哪里去了？外出办一些事。爹天天说二哥游手好闲，可我总觉得二哥不是那种人。爹，三哥，今早宫里下了旨意，明天朝中3品以上的官员要携家眷一起去清净寺祈福，你们到时候都准备一下啊，穿得素一些。我4品是不是可以不去了？你是家眷，和我们一起去。不行啊，明天还有个杀人案要审，真没空去。老二这些天到底跑哪儿去了？正说着，这边4人忽然觉得围墙那边有些动静，视线触及到面前4个身影时，穆行泽整个人都傻了。这么巧的吗？怎么全在后院里？赶紧下来！有正门不走，偏要翻墙，你做贼呢？旁边的穆幽月总觉得这话好像也在说自己。爹，小3小4，你们今天不忙吗？快10天没看到你了，去哪了？搜集一些东西。肚子饿不饿？吃饭没有？没有呢，赶了1夜的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都。我让福伯吩咐厨房做点吃的。没，我先去沐浴，一会儿去福满楼吃汤包。嘴还挺挑的。我先走了。那我也走了，回去睡个午觉。最近在宫中，我发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走，去我房里说。太后娘娘和那位郑将军，也就是现在的正副统领，似乎有不寻常的关系。不寻常？我每天傍晚都要去给太后娘娘祈平安曼，好几次离开时都会迎面撞见郑将军进太后的宫殿。最近几次我留了些心眼，发现郑将军都要待到子时过后才会离开。甜甜，我要先去一趟景王府，你去不去？我不去了。那算了，不过我这次出去收获不少，查到了一些关于陆永会的事儿，还发现了离家几个暗桩，等我回来和你细说啊。你这小怪物，怎么还不来找本王？殿下，穆二少来了。怎么是你一个人来的？那我要半个人来吗？穆小姐今天没空吗？甜甜在家绣花呢。她还会绣花？女孩子嘛，多少都喜欢这些绣花啊，毕竟以后还可以给心仪的男子绣荷包之类的。有道理。据殿下安插在各国的探子汇报，北安、反谷、天瑶3国近来使臣来往密切，相互通商，壮大了国力。他们几次拉拢花圣国，可那位女皇似乎不愿意与他们过多来往。北安国国君曾书信给花圣国女皇，想2国联姻，也被女皇拒绝了，称不会让任何一个公主远嫁他国。黎瑞贤近来与边境联系甚密，其2子黎元林驻守在边关，与北安国和反谷国皆有来往。黎元林曾在寒光派修习过功法吧？穆清泽点头，这件事儿在宣朝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哪里买的竹编玩件啊？怎么手工如此粗糙？贵不贵啊？无价之宝4个字把穆清泽的话全给堵死了。还是明日见了面再说。明日3品以上的官员携家眷要去清净寺祈福，殿下不是不去吗？殿下也去清净寺不就行了？
哦，对。老衲拜见皇上，拜见太后娘娘。方丈免礼，一切是否安排妥当？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请皇上随老衲前来。甜甜，我们差不多该进去了。哦，对了，昨天我去景王府，景王问起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事找你，但也不好说你闲着，我就说你在家绣花、绣荷包什么的。一会儿他问起，你别穿帮啊。怎么了？二哥，下一回你还是说我闲着吧。这位姑娘，景王有请。他来找你干什么？我和你一起去。爷没事儿，我去就来。早点回来啊。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情竟然能落到我们头上，这姑娘比仙子还美啊！美人儿，来，哥哥陪你好好玩一玩。说罢，就伸手朝着穆幽月扑过来。穆幽月活动了一下脖子筋骨，面上杀意流转。在最近的一人即将碰到他时，蓦地伸出手掐住那人的脖子，轻轻一扭，一道骨裂声响起。其余5人见状，吓得下意识后退一步。这就怕了？不是说要好好玩一玩吗？给我上！陆妙龄算好了时间，避开了众人，往着禅院走来。陆妙龄看了眼四周，确定没人后，推开门走了进去。陆妙龄走了几步，就感觉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仔细一看，看清脚下的东西后，惊恐的捂住嘴，后退一步。陆妙龄，我想我有必要教教你究竟该怎么杀人。不要啊！陆妙龄，你求我呀！穆幽月，我求你放过我，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我刚刚出来时，已经告诉了我身边的嬷嬷，说是一炷香之后我不回去，她就会带人来，到时候你也逃不掉。这就是你求人的方式吗？幽月，对不起，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好了吗？幽月，适可而止。李将军，救救我！话出，穆幽月不耐烦地将他一脚踢晕。李老将军，你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教训我？幽月，你大胆！陆永慧，我不来找你，你倒是亲自送上门来了。你如今见了我，不好好当一个缩头乌龟，怎么还敢来我面前放肆？怎么，是嫌你陆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果然是你啊！不然呢？当初那场大火，你们一个是主谋，一个是从犯，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清算一下了？说那么多也没证据，当年那场大火已经被判定是意外了。是哦，没证据，那今天也同样可以判定是意外。话落，伸手一挥，袖中掌风流出，林瑞贤闪身避开。陆永慧一招一式攻击凌厉，招招致命，但几个来回下来，却连穆幽月的衣角都没碰到过。旁边，林瑞贤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幕，直到最后，穆幽月手持拂尘，将一个香灰炉挥落在地，抬腿踢向陆永慧的膝盖，以刚刚同样的姿势，一脚踩在陆永慧的头上，把他的头按进了香灰炉里。穆幽月对他可没那么仁慈，死死地踩着他的头。幽月，不要你母亲的遗体了吗？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林瑞贤双手紧紧地握起。李老将军也想身败名裂吗？林瑞贤权衡一下离开，走出禅院时，迎面碰见了缓步走近的叶玄锦，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今天脾气不小。见到叶玄锦，穆幽月忽然就不太想杀人了，想换个玩法。今天反正是要丢人，是你丢还是陆妙龄丢？换我夫人来行不行啊？听起来很有趣。陆大人，毕竟是你的发妻，不至于吧？换我夫人。难怪世人都说男人靠得住，母猪也能上树。我们男人的风评都被你们这种人给败坏了。穆幽月好笑地看了他一眼，搞得自己名声多好一样。甜甜，干嘛这么看着我？今日这事儿要换成本王，打死也不会把自己的媳妇换出去的。等你娶到媳妇儿再说吧。陆大人，说话算话啊！天哪，西边禅院出事儿了，据说刚刚有人找不到尚书府夫人，结果找了一圈啊，竟然发现尚书府夫人在和几个僧人私会。不会吧？尚书府夫人不就是昆王妃的母亲吗？她都多大了，怎么还这样？哎呀，偷偷告诉你们吧，陆夫人早就和陆尚书各玩各的了，私下还经常找小白脸的。对，这个我也知道。有一回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这么不守妇道的事情，我哪敢啊！亵渎神佛，你们太无耻了！朕要罚你们吃大便！这个贱人，是私下乱来也就罢了，今日这么庄严的时刻，你竟然也按捺不住，真是微臣没有管教好内人，皇上降罪。皇上，今日乃是1年1度的祈福大典，陆永慧管教无方，使得陆氏做出如此不堪之举，侮辱佛门重地，
还请皇上严惩尚书府一干人等。轩宇朝叶玄锦看了一眼，严惩呗。尚书府此番实在不像话，来人，将陆氏遣送到大理寺，即刻诛杀。另外，尚书陆永会管教无方，即刻起。这件事情，陆尚书想来也冤，坤王妃一时不知情，念在他们的份上，皇上还是……魏太后的意思很明显。轩宇又看了看叶玄锦，叶玄锦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先按太后的意思。即刻起，革去尚书一位，贬为从七品内阁中书。内阁中书不过是个负责纂拟记载的芝麻官而已，陆家荣光一朝溃败。听说你也会绣荷包了？凡事要眼见为实，道听途说可不行。也就是说，木星则在诓本王了。叶玄锦，你不许为难我二哥。凶巴巴的，本王是那么不讲理的人？你觉得呢？你别拉我，没看到那大奸臣还挨得那么近，这是在勾引我们甜甜吗？今天陆家这事儿是冲着甜甜来的，皇上不方便出面询问细节，可不得派简王出来问个清楚吗？木相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心中默念不能冲动，不能冲动啊！下一刻又双眸瞪大，老二，你看那个大奸臣对甜甜笑得那么干什么呀？木星则扶额，我真的尽力了。丞相大人，薛大人，丞相大人，今天陆永会这事儿闹得如此难看，还倒霉丢了尚书之位，也不知道谁会是新的尚书啊。皇上心里自有主张，我们做臣子的还是不要妄加议论。今晚有空吗？你要做什么？夜探李府，来不来？穆幽月新奇地朝他看了一眼。老实见。尚书大人，哦不，陆中书，既然你已经不是尚书，那么这尚书府你也不配继续住了，给你半个时辰时间，迅速搬离，赶紧的吧，要是晚了，本官亲自去替你搬。你们想留的继续留下，不想留的都给我滚！书房后面一间暗格闪现，陆永辉傻了，暗格里空空荡荡的，连根毛都没有。尚书一年的俸禄是多少来着？所以本官提前搜遍整个府邸后，多余的已经全部充公了。充公？这才过了多久啊？大理寺接到消息不过也就小半个时辰前，穆景玉是怎么精准发现这里的？又是怎么做到短短时间将里面的宝物和银票都带走的？陆中书，你有意见吗？到了大门口，陆永辉又被吓了一跳。门口的地方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上被血浸透，让人看得毛骨悚然。皇上下令诛杀陆氏，如今已经行刑完毕了，按理说直接扔了乱葬岗了事，但毕竟是陆大人发妻坤王妃的母亲，这剩余的后事还是得交给你。好了，事情已办妥，中书府在城北，这么晚了，陆大人早点去安顿吧。小四回来了，快坐。刚从陆永会那里回来，累死我了。早知道他不要脸，没想到不要脸到了那个地步，连自己的媳妇儿都能推出来，孬种一个。的确，几十年的枕边人，说不要就不要了。去陆家有什么收获吗？收获可大了，真是低估了陆永会了。你们是没看见他书房里面藏了多少金银财宝，搬得我手都酸了。景玉啊，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我当然知道什么钱该要，什么不该要。如今京城外许多地方都闹着灾患，所以我打算把这些东西通通兑现成现银，然后分发到灾患的地方，分给当地的百姓们。这件事情工程量还挺大的，要分发下去，必定不能经过当地官员之手，否则最后百姓们怕是拿不到多少。交给我来办吧。我也可以帮忙。好，都是我们穆家的好孩子。陆永会将来若有机会重新回到尚书之位，必然会借此大做文章来针对小四。好想知道他得知真相后的表情啊！还想做尚书之位，我看他这个从七品中书最后都保不住。还以为你又不来了。不好意思啊，睡过头了。跟着我。说罢身形一闪，已经进了离家的地界。他们大晚上都不困的吗？我看起来不太困啊，岂止是不太困啊，这两人的精神能一口气杀10万人。来点刺激的。听你的。好，都不问问是做什么？正经点。哪里不正经了？此时有脚步声朝这里走来，叶玄锦朝声音来源瞟了一眼，拉住穆幽月的手，带他往前面去。穆幽月看了眼自己被他牵着的手，心中有股异样的感觉，不自在地动了动，想要抽出去，可却被叶玄锦牢牢地握着。穆幽月只好继续跟着他，最后来到的是黎瑞贤的卧房。床榻上，黎瑞贤似乎感觉到了异样，眉心刚皱，叶玄锦随意的一抬头，掌心一股黑色的流光触入黎瑞贤眉心。
穆幽月稍稍凝眉，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叶玄锦。黑色玄灵术，那么他也有通灵的本事了。你来我来。来什么？穆幽月刚说完，就见叶玄锦手里已经多了一把刀。不是吧，这么刺激，今晚就要宰了这老东西了吗？这样会不会太便宜他了？还好吧，反正还会长出来。长出来？下一刻，叶玄锦对他说：你抓这里，然后……接下来的一炷香时间，穆幽月抓着黎瑞贤的发尾，面无表情地看着叶玄锦拿着刀，动作笨拙地割着黎瑞贤头顶发丝的模样。你这刀也太钝了，出门不知道磨刀的吗？穆幽月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随后从储物袋里把他今早刚磨的刀递了过去。再说了，直接用剪刀不好吗？多谢。一刀下去，果然很锋利。这老东西头发养得不错，正好给你做一柄拂尘。所以礼尚往来，甜甜你有什么要送给我的？拂尘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这就走了，离家地库不去？去。那就这么说好了，这头发是本王亲手割的，所以礼尚往来，你也要亲手给本王做个礼物，知道吗？看来他提前把人移走了。甜甜，下次得早点约了。看来母亲的那座空坟的确是和黎瑞贤有关了，只是若母亲已经身故，他留着母亲的遗体做什么？别多想，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我先回去了。甜甜，你有心事啊？二哥，你还记得当年母亲下葬的时候，她佩戴的什么耳坠吗？耳坠？想起来了，是一整套的青玉首饰。那套青玉首饰是祖母在爹娘成亲时送给娘的，说是只传给穆家媳妇的。后来母亲去世，爹就把这套青玉首饰留给娘了，说是穆家媳妇永远只有娘一个，不会再有其他人了。怎么了？忽然问起这个。穆幽月伸出手，一只青玉耳坠赫然放在手心里。这个怎么会？昨晚叶玄锦带我去李家，衣裤里面有个痕洞，里头放着一个冰棺，这是在冰棺里发现的。也就是说，是黎瑞贤偷走了母亲的遗体啊？现在还不好说，也不排除这是黎瑞贤设下的障眼法。一口真是费尽心思，心狠至极。这事儿暂时不能告诉爹，我怕他扛不住。我知道了。二少、穆小姐都在呢。原来是青青啊，这大清早的干嘛呢？你别这么叫我，这不显得亲切吗？穆小姐，这是殿下吩咐属下送来的。穆幽月看着那长锦盒，不用打开就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他俩关系好到这个地步了？这什么东西啊？我能看看吗？就是个小玩意儿而已。对，说是送给穆小姐的，二少还是别看了。对了，殿下说了，很期待穆小姐的回礼。他说一定要手工的，才显得有诚意。吃完汤包，云清先跑了。穆星则一脸八卦地看着穆幽月。他为什么一定要手工呢？你说呢？这回真的是被坑惨了啊！可能显得与众不同。新货出炉，荷包香囊丝帕团是应有尽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姑娘，要买荷包还是香囊？这边都是新到的。有没有辟邪的？姑娘可真爱看玩笑，我这卖的是荷包，又不是福包。你看，我这虽然是个小摊，可这荷包的做工一点也不比那些大商铺的差。你看这做工，这针脚啊，还有啊，这种荷包最适合你们这种小姑娘佩戴了，款式精致好看，同样也适合送给心仪的男子。偷偷告诉你，刚刚那几个买了荷包的姑娘，都是准备送给情郎的。香包也行啊，这个呢是牡丹香的，牡丹多富贵。还有这个丝帕，这边空白处可以绣上诗句和名字呢。就这个了。这姑娘眼光真不错，随手就拿了一个桃花香包，这下铁定能招来不少桃花了。穆小姐你来了。叶玄锦呢？殿下昨夜太累了，还没醒呢。原来这大奸臣也是要睡觉的。那我先回去了。穆小姐请留步，属下去叫殿下。穆小姐都来了，殿下你还睡什么睡啊？对不住了。砰砰砰，云清用力的敲门。说，殿下，穆小姐来了。甜甜，你怎么来了？穆幽月直接把手里的香包扔了过去，叶玄锦伸手接住，低头一看，是一个粉红色的香包。再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香包上面还绣了8个小字儿：相见恨晚，生死相许。叶玄锦不可思议地看了眼穆幽月，低声笑了笑。原来甜甜对本王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你就说你要不要吧？要，怎么不要？本王又不是那么没情义的人。虽说自己对他没那份心思，但这小怪物对他都到了生死相许的地步了，他还能怎么办？总不能给小姑娘泼冷水。那我先走了。你爹知道吗？现在还不适合告诉他。也是，否则你们幕府就要翻天了。你说的对。等穆幽月走后，叶玄锦把那香包拿到面前，仔细看了看，
手指轻轻地摸了摸那8个小字儿。叶玄景感觉到了一些压力，叹气，有点头疼了。当见到自己光秃秃的头顶后，脸色瞬间阴鸷。再看旁边跪着的丫鬟，黎瑞贤脸一沉，抬起一旁挂着的长剑，狠狠地刺了过去。丫鬟倒地气绝。黎瑞贤气得浑身发抖，从衣柜里找了一件披风，从头裹到脚，随后出了房间，迅速往地库去。当见到冰棺内那只耳坠消失不见了以后，嘴角露出一抹森冷的笑意。鱼儿上钩了，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到如此，不愧是拥有凤凰精血的人呢。逆女，你给我跪下！爹，我知道你心中有气，可我现在怀着身孕，你让我跪下，出了事情，后果你负担得起吗？你还敢顶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找我麻烦有用吗？还不如想想怎么翻身。如今穆家那边压着你，你想翻身，只能依靠我这个昆王妃。我今天见你，也是想和你说清楚，你最近没事别来找我，京城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呢，万一再被昆王看见了你，指不定又要怎么嘲笑我。陆家竟除了你这样一个小畜生！李府，陆永慧见黎瑞贤时有些诧异，这酷暑天的，怎么还戴了个帽子？不热吗？是啊，黎将军，我叫你无妨，生了个逆女，如今害得我官位不保不说，连我的面都不肯见了。这样下去，京城有我的容身之地了。谁让你是个好父亲呢？你若想成大事，当初得知妙龄身带恶疾时，你就不该留他。若不是你当初妇人之仁，你们陆家会沦落至此吗？请黎将军给我指一条明路，我从不留无用之人。今日我与你做一笔交易，我的要求很简单，你若能杀了穆幽月，我便能助你做回尚书之位。杀了穆幽月？黎瑞贤没有回答他的话。是，黎将军。陆永慧今日去了李府，从李府出来的时候碰见了傅蕊。哦，这就有点意思了。傅蕊，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对方真的是说送给甜甜的？是啊，我回府的时候正好看到的，就是上次太后寿宴上说想娶甜甜的那个礼部侍郎府的嫡子唐周。这小子上次太后寿宴挨了一顿打，还这么不长记性，是个傻子吗？话也不能这么说嘛，这小唐公子上次挨完板子，却还对甜甜念念不忘，说不定是真心的呢。你们在聊什么？这是礼部侍郎的公子送给你的。俗不可耐，找人帮我退回去。姨父、二少爷、四少爷，蕊儿回来了。姨父，你们在聊什么呢？随便聊聊。那我先走了。蕊儿也快到了出阁年纪吧，到时候咱们好好张罗一下，给她选个好人家，免得以后被人欺负了。不是我说啊，你除非让她嫁入皇室，否则就傅蕊这白眼狼，我看选谁都够呛。去，一天天瞎说什么呢？后院门口，傅蕊将他们的对话都听了进去，垂着眸，一言不发地离开。义父，你们不要逼我。第二天，昨天刚退回去的那些首饰，今天唐周又差人送来了一幅画，画像上是他亲手描摹的在太后寿宴上的穆幽月。这个唐公子怎么那么死心眼啊？我都跟他父亲说了，我家甜甜对他没意思。我去找他。不用了，我刚刚回来时在茶楼碰见了他，还有锦王。这小子竟然和叶玄景还有私交，不能要，铁定不能要。看清楚没？唐周一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甜甜送给本王的。叶玄景似乎怕唐周看不见，招了招手，示意他走到前面来一点。唐周下意识地走近一些，仔细看了看，一眼就看见了那8个小字儿。这穆姑娘竟然已经情深到了这般地步吗？确认唐周看清楚后，叶玄景将香包宝贝似的放进怀里面。不该肖想的东西别想。请锦王殿下恕罪。罢了，看在你眼光不错的份上，本王不与你计较。多谢锦王殿下。穆幽月手持画卷，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我先走了啊。说完，脚步急急地往门外跑。等等，你的这画工，若不然本王亲手替你画一幅。别，我拒绝。皇上最近怎么样了？甜甜，本王的画工很好的。好久没见皇上了，有点想他了。要不本王给你画一幅吧。天色尚早，我现在就进宫一趟。那进宫画吧。此情此景，穆幽月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去求一个驱邪的符了。走到茶楼下，穆幽月先用余光观察了一下叶玄锦，趁他视线看往别处时，脚底抹油似的就想往外跑。叶玄锦一把扯住他的后领。进宫不是这个方向。父母的话还是要听的。卖荷包啦，香包、荷包、丝帕应有尽有，牡丹香、桃花香、桂花香通通都有。送长辈，送小辈，送情郎，送相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买的哪有自己做的好，是吧？穆幽月挤出一抹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蒋公公，这个故事好好笑啊！大白鹅有一天出门碰到了一只小黑猪，小黑猪说：“确实好笑，真是太有趣了，对吧？”还有这个小狗碰见了小鸡，小鸡说：“太好笑了。”蒋公公继续陪着笑，笑得腮帮子都疼了，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皇上，时间差不多了，你应该看奏折了。不想看，不好看。轩宇，哦，这个陈大人想法不错哎。你的奏折拿到了。姐姐抱。多大人了还要抱？叔叔，我是个6岁的小宝宝。皇上在忙什么？姐姐，你又好久没来了。轩宇作为一国之君，就这样溺在慕幽月的怀里。姐姐，朕刚刚看了一个故事，讲给你听好不好？好啊。叶玄锦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幕，片刻后，叶玄锦坐在书桌前开始描摹。诶，叔叔是在画画吗？是在画我和姐姐吗？该来的躲不掉。怀里的轩宇听到叶玄锦在画自己，兴奋极了，乖巧地摆了一个可爱的造型。不知道过了多久，轩宇嘴巴咧的都快没知觉了，才见叶玄锦放下手里的画笔。我看看，我看看。下一刻，当见到那幅画后，本王的画工怎么样？景王殿下的画真可谓是妙手丹青，栩栩如生。蒋公公话一出，轩宇哭得更大声了。别哭了，姐姐给你画一个。姐姐也会画画，不过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说完，走到叶玄锦那里，麻烦让让。你还会画画？见慕幽月先是鬼画符一般的画了什么也看不出的东西来后，蒋公公都替慕幽月捏了把汗。轩宇皱起小脸，姐姐画的是什么呀？很快，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慕幽月的画变好了。画像上，一个漫画版的轩宇出现在纸上。姐姐好棒啊！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好可爱啊！就和朕今天在小人书上看到的小猪一样可爱。叶玄锦见到这小屁孩高兴成这样，又看了看那个所谓的漫画，的确有点好看呢。慕幽月抬眸，冷不丁与叶玄锦来了个对视。叶玄锦冲他挑眉，慕幽月却有点小骄傲：“你求我呀？”那多没诚意。今晚再来点刺激的。蒋公公在旁边听的直接就给想歪了，到底是年轻人呢，血气方刚的，只是这穆家小姐和景王都处成这样了，丞相大人知道吗？会同意两府联姻的事吗？蒋公公想了想，两府联姻大约不太可能，穆相悬梁自尽的可能性还大一点。叔叔和姐姐陪我一起吃饭，好开心哦。你能不能换个称呼？阿雷，叔叔是不喜欢叔叔这个称呼了吗？可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叔叔让我喊你叔叔的呀。叔叔不记得是你让我喊你叔叔了吗？闭嘴，吃你的饭。叔叔，朝中现在上松一位还空着，今早他们上朝又提，叔叔没有合适的人选吗？你来定吧。黎元林。甚好。可是黎元林不是在打仗吗？估摸着还有1个半月就要回朝了，差不多。去做什么？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先进去。啊？快点，别耽误时间。你是认真的？不然呢？想罢，慕幽月弯腰钻进了太后的床底下，叶玄锦也紧随其后。就这样，两人躺在太后的床底下。我睡会儿，等等叫我。你竟然还睡得着？别说叶玄锦困了，连他也困了。只是他们2个人躺在太后的床底下打盹儿，算怎么回事啊？伺候哀家沐浴。是太后娘娘。赐姐。太后娘娘玉体滑嫩，真是让我心动不已啊！就你这张巧嘴会哄人呐！大多数的话听得慕幽月有点害臊。没多久，太后沐浴完毕后，郑建坛替她擦干身上的水迹后，便直接抱着太后往这边的床榻上来，令人脸红耳赤的声音很快充斥在整个寝殿。慕幽月整个人都不好了，往叶玄锦看看，叶玄锦依旧闭着眼，无比闲逸地躺在那儿。慕幽月一度以为是不是来度假的。如今陆永会被贬，尚书之位仍旧空缺着，不知太后娘娘心中是否有合适的人选啊？陆永会此人来路不简单，不好轻易掌控。如今整个朝堂又被叶玄锦把控着，哀家根本说不上话。说起那尚书之位，哀家最希望的还是留给自己人，比如说你。微臣都听太后娘娘的。你与穆昭辉从前关系不错吧？还算不错，当初我被叶玄锦弹劾，穆昭辉也曾站出来帮我说过话。那好，你明日得空去见见他，探探此人如今的心思。是，太后娘娘。床底下，慕幽月一度怀疑这床最后会不会塌了。这个太后是真有本事。明晚让坤儿过来与你一同吃饭吧。
毕竟是你的亲儿子，你们父子二人虽不能相认，可身体里毕竟流淌着同样的血脉。也好，也好。唉，轩龙死得蹊跷又仓促，如若他活得再久一点，我们的坤儿如今已经是皇帝了。来日方长，小皇帝身中蛊毒，亦是活不了多久了。的确，哀家现在唯一的新患便是叶玄锦，如若能够除掉他，那么整个宣朝就尽数握在哀家的手里了。就连李瑞贤也根本就不是哀家的对手。床底下，叶玄锦睁开眼朝慕幽月看去，用唇语问他：刺激吗？刺激。我很好奇，这么多的皇宫秘闻，你是怎么知道的？想知道吗？帮本王画一幅画，不对，要比轩辕多一点，要2幅才行。慕幽月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就是叶玄锦的套路，还怪好看的。叔叔是个奸臣，没有朕的可爱呢。叶玄锦斜睨他一眼，朕去睡觉了。轩宇乖乖地跑到床边，钻进被窝里，露出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叔叔，我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吗？不行。可是一个人睡好害怕的。那朕可以和姐姐一起睡吗？朕睡地上也可以的。宝宝没有爹爹疼，没有娘亲爱，宝宝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宝宝。姐姐，那要不……行，那你带走吧。真的吗？姐姐，我们走吧。走吧。皇上，你睡床上吧，我睡旁边。要不朕睡那边吧？不用了，明日还要早朝，早些睡吧。以前在景王府，皇上都是睡在地上吗？嘿，没有。叔叔虽然说让我睡地下，可每次都和姐姐一样，把床让给了我。叔叔就是口是心非啦。其实叔叔对我很好的。慕幽月听着轩宇的话，又一次对叶玄锦这个人产生了一些好奇。他扣着先帝，扶持轩宇，又把持着朝政，究竟想做什么呢？纯粹图个好玩吗？哟，今天怎么没去福满楼啊？这么早啊？福满楼还没开门呢。你还真惦记着呢。那汤包有那么好吃吗？我看你上辈子就是个汤包。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小四，这几天忙什么案子呢？是关于恒王的。恒王已经被收押将近1年了，现在大理寺陆续查到一些他勾结外党的罪证，等这些罪证差不多了，就可以定案了。原来如此。皇上，早上好啊。皇上，您大清早的怎么在这里啊？就是昨晚皇上一个人睡害怕，我就把他带回来了。见过皇上。哥哥们不必多礼，朕饿了。皇上，再多吃点，你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早上多吃点，长得高高又壮壮。老爷，景王殿下来了。大概是来接皇上的吧？是啊，景王殿下来接皇上了，那赶紧请他进来吧。叔叔，你来啦。景王殿下，木相不必多礼。这么早，景王殿下还没用早膳吧？不如一起吧。也好。木相看着大奸臣和甜甜紧挨在一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丞相大人，朕还没吃饱。那就再吃一块饼饼哦，不然等等就要撑到了。这边叶玄锦吃的不多，只是浅尝几口就放下筷子。这么大个人吃东西和猫似的，该不会不好意思吧？慕幽月伸出手拿了一个鸡蛋放到叶玄锦面前。叶玄锦看着这没剥壳的鸡蛋没动。吃啊。你帮我剥。他出现幻听了吗？这小子竟然让他家甜甜给他剥鸡蛋，我的刀呢？知道叶玄锦这人娇气又事多，慕幽月懒得和他掰扯，伸手把鸡蛋拿过来，轻轻地敲了敲，开始给叶玄锦剥蛋。蛋剥了一半就被木相给抢了过去。我来剥。木相瞪着叶玄锦，那架势，手里似乎剥的不是鸡蛋，而是叶玄锦的皮。给。这么凶的吗？谢谢。吃。不行，有点怕。又吃下一块薄饼，叶玄锦已经有点撑了。刚歪头想和慕幽月说句什么话，面前又推过来一碗鸡丝粥。一抬头，依旧对上的是木相凶神恶煞的眼神。旁边已经吃饱的慕幽月看到这场面，强忍着笑意。爹今天是想撑死大奸臣吧？爹，差不多得了。哪知叶玄锦却拿起勺子，慢条斯理地开始吃着鸡丝粥。这才对，不要浪费粮食嘛。朕心中已经有了决定，此职再由坤王来兼任，等1个半月后再宣布正式的人选。台下正在发呆的宣奎一愣，原本他一个闲散王爷是不需要上朝的，今早突然被传唤进宫，以为要说什么大事呢，结果是这个上书啊，每天忙得要死，他才不想做。坤王，快领旨吧。臣领旨。历来从未有过王爷兼任3品官员一职，也不知道皇上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深意啊？丞相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烦死了。
轩宇这个小屁孩是不是疯了？我像是做尚书的人吗？真是我的好父亲，竟然拿他的恶疾来做要挟。你坐在这干什么？刚睡醒，有点头晕。头晕就继续睡。殿下，我有些心里话想和你说一说。说吧。先前母亲的事情，我也一直不知情。最近几天心里有些难过，可是又在想，自己身为昆王妃，凡事要以大局为重，不能任性。好在殿下你时刻包容着我，对我不离不弃。行了，别哭了。你既然嫁到了昆王府，那么你是你，陆家就是陆家，本王不会混为一谈的。啊，对了，你爹最近挺闲的是吧？啊，可能是吧。中书的事务没有尚书那么繁琐。那就好，赶明儿你让他过来一趟，替本王处理一些尚书的事务。皇上那小屁孩都烦死了，我哪懂尚书的东西啊？是，殿下。姐姐，你们这是？小屁孩吵着要住你们丞相府，本王实在拦不住。毕竟是皇上，做臣子的也不能忤逆皇上的意思，是吧？我信了你的邪。真好害怕晚上一个人睡的，寝殿里面好黑好黑的。别哭了，一会儿我带皇上回去。这是姐姐开的医馆吗？是啊。姐姐好棒啊，真最崇拜姐姐了，比崇拜叔叔还要崇拜姐姐。我们先回去吧。叔叔再见。叶璇姐嗯了一声，为了掩人耳目，慕悠悠用轻功带着轩宇离开。真破神医啊！老子都求医求了1个月了，比我来的晚的都拿到了号，偏偏不给老子看，怎么的？以为是丞相府的嫡女，老子就怕你啊？既然是个开医馆的，那就是个大夫而已。别家大夫都医者仁心，怎么到你这里就那么多规矩？是在作秀吗？哎，李婶，正阳那个京城第一恶霸又来闹事儿了。此人什么来路？此人的父亲是京城那家顺兴镖局的大当家。正阳平日里仗着自家父亲的背景，没少在京城作威作福，许多官员都要给他3分薄面。刚刚我见他浑身酒气，怕是喝多了过来撒疯了。兄弟们，给我把这间医馆砸了，出了事小爷给你们兜着。围观的百姓们当见到站在2楼的叶玄景后，一个个吓得噤声。给我砸，砸个稀巴烂！郑哥，快撤吧，景王在楼上呢。什么景王啊？今天天王老子来了，小爷我都不怕。去，把这狗东西的腿先废了。云清飞身而下，在郑阳冲过来时，抬脚踢在他的下颚，郑阳直接被踢飞10几米远。郑阳双腿膝盖粉碎，趴在地上，像条死狗一般，完全无法动弹。兄弟姐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给你们一个机会。郑阳的兄弟们脸色一喜，下一瞬听到叶玄景的话后，又刹那间垮了下来。用你们手里的斧头，一人砍郑阳一刀，必须要见血见骨。但是谁若是把他砍死了，本王就让谁先死。好半晌，郑阳被砍得血肉模糊，偏偏还有一口气在，整个人生不如死。停手吧，把他吊在顺心镖局的门口。大当家，少爷还有一口气在，可景王殿下下了命令，没人敢放他下来。再这么下去，少爷身上的血怕是要流干了。今天顺心镖局的少爷去穆家小姐的医馆闹事，没想到碰到了景王在那儿，现在呀，怕是就剩一口气了。景王怎么会出现在穆小姐的医馆？是治病还是什么？你傻啊！景王殿下要看病，怎么可能亲自去医馆？八成是去见心上人了。天哪！景王殿下穆家小姐，平日里没看出来呀。景王其实是恰好路过的，看不下去那个郑阳满嘴污言秽语，就帮甜甜教训了郑阳。穆萧听后心里复杂的要命，脑袋似乎有2个小人不停地在辩论。这个大奸臣骨子里就透着残暴，今天是郑阳，下回就是你了。放你个大头屁！人家是在为停电出头，又把矛头全部引到自己的头上了，多么大义又有担当的一个人啊！这个大奸臣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他无耻奸诈狠毒无恶不作，就是个杀人魔头。我呸！人家是在帮甜甜，你个傻缺狗蛋玩意儿，看不出来吗？爹，你干嘛？没事，就是耳朵里嗡嗡的。一个京中恶霸而已，值得你闹出那么大动静吗？怎么不值得？本王虽对你没那么多的心思，但你都对本王生死相许了，本王也不好坐视不理。啊？生死相许？什么鬼？叶玄景，你在做什么白日梦？我什么时候对你生死相许了？你不承认？你是真的没睡醒吧？物证在此。伸手接过，仔细看了眼，才在背面看见8个小字儿，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卧槽，这香包居然还留了这手！怎么？难道这香包不是你绣的？这香包其实就是我在监视的摊位上随手买的。随手就挑了个桃花香包，你手气挺好。好尴尬呀！带本王去那个摊位。不用了吧？叶玄景绷着脸，一副说一不二的样子。慕悠悠理亏，没辙，只好带着叶玄景去了街市。
靖王殿下。叶璇姐没搭理他，自顾自的在摊位上挑选，找到几个香包后拿起来看一眼，连看了好几个都没锈字儿。这个有吗？摊主大娘一看，连忙点头，蹲下身从底下的箱子里拿出来一个盒子出来，盒子里面放着好几十个同样款式的桃花香包，花色针脚如出一辙。叶璇姐身上的气压放低，随手拿起一个看了一下，忽然抬眸：刺呢？啊！叶璇紧把每个桃花香包都拿起来看了一眼，发现每个上面都没有锈字儿。穆幽月凑过去看的时候也惊到了，发出同样的疑问：刺呢？这香包上的字也太露骨了，我们这样送给心仪的男子，会不会显得特别轻浮啊？算了，不买了。摊主大娘想想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这2天卖的香包都是不带字儿的。靖王殿下，我这里卖的香包都是不带字的，带字多俗气呀。咱们讲究的是那种男女之间没挑破那层窗户纸之前，梦幻朦胧的感觉。没有字哦。穆幽月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前几天买的不是有字吗？所以你知道是有字的，对吧？不行，像杀人。姑娘，我这里卖的都是没有字的，你想要字的话，可以自己在底下空白的地方绣上去呀。穆幽月转身就走，叶璇锦心情大好，临走前扔了一锭金子在摊位上。靖王殿下，欢迎您常来呀。你气什么？本王又不介意。你以后不许让我给你做手工活。好，听你的。把香包还给我。那可不行。这是我随便买的，穆幽月还在继续说着，忽然被叶璇锦拉住手腕，带到了一个角落里。这老道怎么又来了？天瑶国巫医。巫医，感情是去给陆妙龄治病的。陆妙龄的恶疾，除了我以外，谁都治不了。这么自信？就是这么自信。一起去喝杯茶。不去。叶璇锦昨日当街行凶，手段残忍，实在是目无王法。如此下去，只怕会引起他人效仿，还请皇上严惩。你愣着干什么呀？这大奸臣丧心病狂，杀人如麻，必须弹劾他，让他下地狱。你这个没有心的人，人家是为了谁呀？是为了你的宝贝甜甜呀，为了给甜甜出气，自己担下了所有的臭名，你还不去帮人家说话？一码归一码，你是丞相，要以身作则，实事求是，不能徇私啊！以身作则有个屁用，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你，人家是为了甜甜啊！陆相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分裂成了2半，这个咋整啊？北大人所言极是，叶璇锦此举已经引起了百姓惶恐，这样下去民心难以安抚，还请皇上出面。启禀皇上，据微臣所知，景王昨日教训的对象乃是京城一番恶霸，名为郑阳。此人在京中为非作歹多年，吃喝嫖赌，强抢民女，无恶不作。百姓们早已对他避如蛇蝎，这随便拿出来一条，都触犯我们宣朝律法。景王作为一朝亲王，虽然做法不妥，但其确实也有权利这么做。丞相大人，可有那人强抢民女、无恶不作的证据？自然是有的。郑阳先前就做过一些恶事，在京兆尹府都有案底。皇上，一码归一码，就算这个郑阳无恶不作，也由不得景王当众动私刑，这不符合规矩。魏御史说什么呢？见到叶璇锦，木相哼了一声，站了回去。私刑？哼，本王正大光明做的事情，怎么到你嘴里就成私刑了？景王，你虽是帝师，但如此目中无人，藐视宣朝律法，是不是过于轻狂了一些？那又如何？魏御史还想继续说什么时，叶璇锦忽然往地上扔了一份册子上去。魏府嫡子魏远私下通商，走私北安国银器，查查吧。魏御史，此事你可知情？这魏御史哪里知道这事儿啊？当即跪了下来。启禀皇上，此事定是景王信口雌黄，微臣相信犬子的清白。彭彦之，去查。是皇上。你几个儿子来着？好像有2个是吧？啊，没事，死了一个，还有一个。你们魏家香火断不了。说罢，闲庭信步的离去。你们一个个存心不想让哀家安生是吗？太后娘娘息怒，微臣也不知道，远儿口中的做生意，竟然是在走私银器，如今被叶璇锦抓到把柄，怕是没命了。叶璇锦，又是叶璇锦，难道这普天之下就没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吗？罢了，哀家去找锦王。求本王做什么？宣朝律法是摆着看的吗？魏太后当夜吃了个闭门羹，心有不甘。大理寺卿告假还没回来吗？如今的大理寺还是穆景玉在掌管。如若远儿的案子是江清平接手，那么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但若是落在穆景玉的手里，那么生死未卜啊。可是走私罪名成立，就算活下来也是要被关押10年以上。远儿是我们魏家的长子，他……那你就跪在这里求叶璇锦，
允儿是生是死，全在叶璇锦的一念之间。说完这话，魏太后心中只有2个字：荒唐。想他们宣朝江山，竟要听从一个姓叶的。魏太后不便多留，陈也离开。魏御史还站在锦王府的门前站了一会儿，派去大理寺打探消息的随从跑了过来。老爷，大少爷已经被收押在了诏狱里，穆少卿那边也连夜在大理寺坐镇审问其他人。大理寺的诏狱向来最会折磨人了，只怕天亮就要出结果了。听完随从的话，魏御史心中大喊：求景王殿下开恩呐！一直跪到天亮，锦王府的大门才终于开了那么一条缝。魏御史几乎是夹缝爬进去的。景王殿下，是微臣有眼无珠，冒犯了景王殿下，请您饶了犬子的性命吧。魏御史昨日张口闭口规矩，张口闭口法纪，怎么今日到了自己这里就全然不顾了？你这样如何给他人做表率？景王殿下，只要你放过允儿，你让微臣做什么都可以。哦，是吗？是，只要景王殿下开口，微臣定当万死不辞。这俗话说，一命抵一命。魏远若想活命，那就得让其他的命来抵，用魏如英的性命来换你嫡子的命，如何？魏如英乃是太后，用太后的命换远儿的命。疯子，你这个疯子！魏大人，你今天才知道吗？云清，送客。魏御史几乎是被扔出锦王府的大门的，身子一阵踉跄，差点摔倒。远儿，你自求多福吧。这大奸臣不愧是大奸臣啊，手里竟然捏了御史府那么大的把柄。不过这魏远真是的，干点什么不好，非要走私银器。说完，又侧眸朝正在吃早膳的穆兴泽看了过去，眼神充满探究。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小子3天2头的跑出去不见人影，你该不会也在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哪能啊？我像是那种人吗？我？你怎么不像？你比魏远看起来还要鸡贼。爷，二哥平日里虽然不着调一些，可做事还是有分寸的。就是天天说的是。天天，二哥做事哪儿不着调了？谁让你说我在家绣花来着？穆兴泽一脸懵逼。绣花怎么了？女孩子绣绣花，这不挺好的吗？你们继续吃，我去上朝了。今天的朝堂铁定热闹。咱们去大理寺瞧瞧。去那里做什么？小子忙了夜辛苦了，咱们去给他送饭。魏远走私银器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锦王一直把这个消息压在手里，没想到这魏老头傻不愣登的撞上去了。他知道的事情多呢。是啊，这回涉及魏家长子，不仅御史府那边急得焦头烂额，只怕魏太后也一整夜都没睡。这回的事情，叶玄锦也顺带敲打了一下其他几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估计要消停多了。两人聊着天，快到大理寺的时候，马车停了下来。怎么回事？穆姑娘，太后娘娘有请。天天，二哥没事，我去就来。太后娘娘，穆家小姐到了。哀家早起就头疼的厉害，想起穆小姐一手好医术，不妨来帮帮哀家吧。穆小姐，请吧。哀家知道你和叶玄锦交情不一般，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应该能猜到哀家今日叫你来的目的。穆幽月，你要和哀家做一笔交易吗？母后，一起看。是公主。他那按摩手法不行，慢慢悠悠多费劲呢，还不得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呢。说完，卯足力气，手掌用力挤压魏太后的脑袋。住手！魏太后被他按的脸都变形了，偏偏宣柔死都不松开。母后，不是我说你，魏远那小子太能嘚啵的整事儿了，干啥不能呀？非得干点违法犯罪的事啊！就这个大兄弟，我寻思你不给他顶教训，回头他那浪到你坟头，你信不？宣柔，不像话，你简直不像话！魏太后又扫了眼大殿里其他的大臣们，就连穆相都在。你们怎么在这儿？是我叫他们来的。今日这事儿啊，咱们都敞亮着说。你像我穆幽月来这里干啥？我心里头啊和明镜似的，所以我把大家伙都喊上了，咱们说个明白。兄弟们，你们摸着良心说，魏远这事儿做的丧良心不？丧良心。兄弟，击个掌。胖幽灵反应过来啊，我现在是公主，我要矜持。不用了。这天杀的魏远干了那么丧良心的事情，母后你咋还能让一个小姑娘去求叶玄锦呢？这小身板哪里顶得住大奸臣的摧残呢？我真不知道你这脑子咋长的，和个刀楞似的。你看看，说你两句你瞅你还不高兴了，一天天和个倔驴似的。宣柔，你给我滚！太后娘娘，魏家嫡子走私银器，人证物证俱在，就不要为难小女了吧。
哀家只是让穆姑娘帮忙治头疼而已，何时让她去求叶玄锦了？你说，哀家刚刚让你去求叶玄锦了吗？没有，太后娘娘没说。哎妈呀，母后，是儿臣错怪你了，儿臣给你赔个不是。来人，把公主送回去，继续禁足，禁足！还用我说你这老母夜叉？你，哀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畜？滚，有多远滚多远！你们都给哀家滚出去！甜甜，你摸着良心告诉爹爹，你和大奸臣的交情走到哪一步了？我和他……丞相大人，见到叶玄锦，穆相瞬间又板起了脸。说起本王和甜甜的关系，那就说来话长了。甜甜，爹，我和景王其实就是他救过我的命。见两个男人同时看着自己，穆幽月确定的点点头。没错，就是这样。他记得之前他也说过自己对他有救命之恩，今日又提了一次，可他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先回去休息吧，爹和景王有一些要事要谈。好的。穆幽月一口应下，迅速消失在两人眼前。景王对小女有救命之恩，我这个当爹的就先向你道谢。叶玄锦嗯了一声，没说话。但是毕竟男女有别，小女以后还是要嫁人的，为了她的声誉，景王殿下以后还是和她保持一些距离吧。说完，穆相便离开了。嫁人？哼，他倒是要看看谁敢娶这个小怪物。让魏远来见本王。是。景王陛下，求求你放过我，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哼，想活命吗？行，那就拿出点诚意来。我知道一个魏家的秘密，确切的说是魏太后的秘密。说来听听。魏太后曾经拜在北域古人门下，私下练过几年的蛊术，但因为蛊术邪门，每月的初七都要昏睡上一整日。如若中途有人打断，那便会遭到反噬，人会身心俱疲，需取7名童子的心头血饮下方可复原。若他中的蛊被破，是否会同样遭受反噬？按道理是的。有点意思。出去吧。魏少爷，请。魏远以后便是景王殿下的人，只要景王殿下开口，魏远万死不辞。经查明，魏公子走私银器一事乃是旁人所为，魏公子无罪释放。远儿，你是不是和叶玄锦交换了什么？这事你少管。我真的没想到陆家的人能心狠到这般地步。你好歹救了陆妙龄10年了，他怎能如此心狠？陆永慧，陆妙龄。穆相咽不下这口气，迅速出了穆幽月的院子，脚步飞快地回到自己院子。穆星则听到外面的动静，跑出来就看到穆相提着刀出去了，吓得赶紧去找穆幽月。甜甜又出事了！大街上，众百姓被提着刀、浑身杀意蒸腾的穆相给吓坏了，一度以为是认错人了。穆相却直奔昆王府。不想死的都给我让开！与此同时，刚帮宣坤处理完尚书事务的陆永慧从里面走出来，正好和穆相撞上。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陆永慧，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穆相刀一挥，朝着陆永慧冲了过去。就这样，两个文官一刀一剑，在昆王府外的大街上大打出手。陆永慧会武功，这事大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是穆相，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穆相不仅会武功，身手居然还那么好。穆昭辉，你疯了吗？敢在本王府邸门口撒野，你们还不给我上！话一出，昆王府无数隐卫从暗处闪现，将穆相团团围住。隐卫皆是身手上乘，摆好招式，正要上前时，两道身影顷刻间闪现。穆幽月和穆星则站定后扫练四周。殿下，穆家实在太猖狂，让他们去死吧！都给我上！出了事儿，本王替你们兜着。穆星则手持机关扇，一把机关扇在手里玩出了各种花样。因为刚一近身按下第1层机关，6把刀同时发射，再按下第2层机关，无数银针从机关扇的缝隙中溢出。下一瞬，隐卫的身上多了无数的伤口。这穆家的人真的太可怕了，就连穆星泽这个京城第1纨绔，竟也有如此绝佳的身手。这边所有的隐卫倒下后，穆幽月和穆星泽站到了穆相的身边，沉着眉眼睨着陆永慧。陆永慧早已被穆相打得力不从心，浑身狼狈，连吐了好几口血。穆昭辉，你当街行凶，是不想要丞相之位了吗？此时此刻，我只是一个替女儿报仇的父亲。陆永慧，你欠我甜甜的，今日我要你10倍奉还。穆相住手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大街上打成这样也难看呢。滚！你这个傻子！啊，你挺狂啊！今日天王老子来了都保不住你们。穆相又一次挥刀，穆幽月见此，在穆相出招前先一步挥出了拂尘，要一并将陆永慧的手筋挑断。陆永慧趴在地上，疼得昏死过去。穆
穆幽月，你杀了我爹！没错，人是我生的，有什么都冲我来。甜甜，放心，今日已经闹成这样了，再闹大一点又有何妨？京兆尹府的官兵听到消息跑来的时候，领头的裴彦之有些头疼地看着这一幕。就在这时，已经昏迷的陆永慧悠悠转醒，抬起头，哑着嗓子说了一句：“不关他们的事儿，是我嘴贱得罪了木相。”说完又昏了过去。坤王妃是吗？是的。不对，这一天天的都什么事儿啊？陆永慧这2天一直在本王的府里，连木相的面都没见过，是木相突然冲过来伤人的，怎么就是陆永慧嘴贱了？殿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别说了。你给我闭嘴！刚才穆昭辉还骂本王是个傻子，这事本王没完。此言一出，已经有些冷静下来的木相脸上浮现些许的尴尬，这一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吗？坤王殿下，这是不愿意私了了？不私了。那敢问陆中书这2天都待在您的府邸里做什么？这回轮到宣坤无言了，他就算再傻，也不能说让陆永慧过来处理尚书的事务啊，那不是欺君之罪吗？算了，那就私了吧。反正挨揍的也不是他。那行，既然坤王殿下愿意私了，那么就在这里盖一下手印。陆妙龄气得肚子都疼，宣坤，你可真是个废物，平白被人牵着鼻子走。赶紧找个大夫给陆中书治治吧，晚了怕是要办丧事了。说罢，京兆尹府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离开。穆幽月，你会有报应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贱人，还敢提报应？我告诉你，老天若真有眼，第一个报应就会落在你陆妙龄的头上。要不是看在你怀孕的份上，我今天早就把你剁成肉酱了。陆妙龄，因果循环，给你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吧，别一天到晚的和个牲口似的，不干点人事，一副人模狗样的样子，实则连猪圈里的猪都不如。你再不干点好事，我看你进了阎王殿，最后还得投个畜生道了，说不定下辈子你就出现在我家的膳桌上。陆妙龄直接被木相给骂懵了，最后还是穆兴泽把木相给拉走了。木相不是个文官吗？穆二少不是个纨绔吗？穆小姐不是个大家闺秀吗？这家人太可怕了，你们看见刚才那架势没？简直是要血洗京城啊！穆小姐竟然还能用浮尘的丝儿杀人，我没看错吧？这是练的什么绝世神功啊？太可怕了！不过最后竟然是私了的，是不是陆家真的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肯定是啊，要不然穆家能把他打成这样吗？哎爹，来喝点茶。木相好多年没动武，确实有点累了，不过累之余更多的是热血沸腾。爹，你可以呀！我以前还以为你天天在我面前吹牛呢，没想到你是真能打呀！吹牛？你老爹我都是凭实力说话，要不然你娘当年一个将门世家的千金，能够跟我一个文人，还不是第一次见面我就把她打趴下了，她才对我芳心暗许的。你都把她打趴下了，我娘还能跟着你？你该不会把她打傻了吧？切，什么说话的？那是因为那次大街上出现小偷，你娘跑在前面，是以为他是那小偷呢，结果……说着说着，木相忽然咦了一声，瞅着穆兴泽：“看我干啥呀？你的功夫也不错，以前我让师傅教你，你最会偷了，何时如此精进了？”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怎么样，惊喜不？确实有点，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我们甜甜啊。对了，甜甜，你上哪儿搞了个浮尘呢？咋那么聪明呢？就别人送我的。谁的脑袋瓜那么灵光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做个浮尘给你？秀我一……我是什么玩意儿？哼，一个穆家竟然如此的卧虎藏龙！穆朝辉、穆兴泽、穆幽月，穆幽月这个姑娘不简单呢。她离京的那10多年，竟然不是单纯的在学医。穆朝辉究竟在酝酿什么惊天的阴谋？莫非也是打着这宣朝江山的主意？李家和穆家素来不和，太后娘娘若不如先静观其变，让其先自相残杀，最后咱们坐收渔翁之利。渔翁之利？你别忘了，还有一个叶玄锦在。哀家如今唯一能做的，便是把穆幽月收入囊中。穆幽月，等哀家顺利过完这个初期，便会有一个新骨诞生。届时，穆幽月便是最好的练手对象。对了，你去查一下宣柔，最近私下都和什么人来往？等了一下午，郑建坛来了消息。宣柔公主在禁足期间，每日都在寝殿里骂人，要不就是睡觉吃东西，没有任何异样，也没接见过外人。你去查一下太医院的穆淑妍，看看她是否见过宣柔，顺便查一下穆太妃。你干的好事。怎么了？人家这不是挺好的吗？哼，你找来的这头母狼怀孕了。这么快的吗？本王倒是好奇，一头灵兽和一头普通的狼能生下来什么玩意儿？同类自然生的是同类，难不成还能生头骡子出来？你说的对，今日初七
魏如英。叶玄锦简单的说了一下魏太后练蛊术需要昏睡一日的事儿，穆幽月听着也来了些兴趣，竟然这么有意思。走，进宫。叶玄锦默不作声，看了眼自己的手腕，抬眸笑笑。进宫来干什么？明知故问。甜甜，本王就喜欢你这么聪明伶俐的样子。你能别这么叫我吗？那本王该怎么称呼你？你可以叫我莫姑娘，我可以叫你叶公子。那你不如继续叫我沙友。你在我身上安监控了？走吧，沙友。小花猫喵喵喵，今天吃得饱饱，心情变得好好。小白狗汪汪汪，今日肚子饿得汪汪直叫。蒋公公，一会儿朕批完奏折，把叔叔上次布置的书法课程给朕安排上。是皇上，皇上如此勤奋，奴才看了自愧不如，一定要向皇上好好学习。哇，叔叔姐姐你们来了，朕奏折看得太入迷了，都没发现你们呢。蒋公公，你先退下。是靖王殿下。皇上，今日我来给你捉蛊虫。啊，那会不会很痛啊？不会，之前让你吃那么多药，就是为了减轻现在的痛苦。一会儿皇上乖乖闭上眼，睡一觉就好了。真的吗？那拉勾勾。穆幽月笑了笑，同样伸出手指。主人，你找我。开始吧。在穆幽月的吩咐下，红烟又一次化为青烟，钻入小皇帝的眉心，在他体内游走。昏睡中的魏太后身体渐渐开始颤抖，心肺之处不断有血气在往上涌。魏太后感觉不对劲儿，极力压制着身体内的那股不适，可越往下压，那股血气又越加的凶猛的上涌。有人正在破解她的蛊，魏太后心头满是不安，额间布满了汗珠。许久，魏太后忽然坐起，嘴里吐出一大口的黑血。她的蛊破了，来人，来人！守在外面的郑建坛跑了进来，视线触及到魏太后的面容时吓了一跳。原本年过50的魏太后因为保养得宜，看起来光鲜又明艳，可此时原本一头乌黑的头发尽数变白，面容也瞬间苍老了10多岁，那双眼睛空洞又灰暗，看起来十分的恐怖。太后娘娘。郑建坛话刚落，魏太后便陷入昏迷。搞定了。红颜手提蛊虫，在穆幽月的面前晃了晃后，张口把蛊虫给吃了下去。宝贝儿，还是你厉害。那当然了，我肯定比那3个丑东西厉害嘛。红颜说完，又发现一旁角落里叶玄锦正一脸深意地往他这里看着。红颜总觉得被这眼神看得浑身不自在，瞬间又化为一股烟消失了。和一个女鬼也能这么腻歪？宝贝儿，女鬼在哪里啊？有这么可怕吗？什么女鬼？那是我朋友。叶玄锦嗤笑一声，走到轩宇的身边，拉开被子，随手往他嘴里塞了颗丹药，面无表情地说：既然蛊毒已解，明日可以开始学武功了。好耶，是叔叔亲自教我吗？没空。那姐姐可以教我吗？实在不行，让穆丞相教我也行。让蒋公教你。好嘞，蒋公公会武功吗？你觉得呢？出了宫，在暗处等了一会儿，很快隐卫们便抓了7个昏迷的童子，朝进宫的方向去。叶玄锦稍稍抬手，只见黑色雾气流出，隐卫们脚步一顿，全部定在原地。等他们再度回神时，手里的童子全部变成了一个瓷瓶，里面装着殷红的血。快点把这童子的心头血拿去给太后娘娘吧。等他们走后，穆幽月一脸探究地看着叶玄锦。怎么？觉得你厉害啊？没想到黑色玄灵术还有迷惑心智的能力，同样是玄灵术，但自己始终是差他一大截了。还有更厉害的，你要试试吗？穆幽月脸色微红，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你能不能正经一点？说完，先一步跑了。原地，叶玄锦一头雾水，有些纳闷。本王怎么就不正经了？怎么回事？为什么童子的心头血不管用啊？太后娘娘，你……对了，前些日子听说紫清观的东岐道长又进京了，而且他还带了一名天妖国的巫医，或许那名巫医会有办法救太后娘娘。快去请东岐道长，还有那名巫医。是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可是遭到蛊术的反噬了。今日事发突然，不得已才请常瑞大师进宫，不知道长和大师可有办法？常言道，蛊惑人心，蛊这东西既能害人，也能害己。如今种下的蛊被破，自会伤及自身，只能说太后娘娘练蛊的道行还不深。想解除反噬倒是不难，我这儿有一套阵法，或许能帮到太后娘娘。一直到了天亮，程瑞惊呼一声：怎么回事？太后娘娘体内的邪气被人封锁住了。这世间竟有如此强悍的力量。东岐和程瑞对视一眼，两人又换了一种功法。最终魏太后的身体是舒服了，可是太后娘娘，你的模样一时半会儿怕是无法复原了。不，哀家不能这样，去把穆幽月给哀家叫来。他不是神医吗？如果治不好哀家，哀家就治他一个7上往下之罪。
太后这事儿可有意思了。一国太后竟修炼如此歪门邪道，还被人平白摆了一道，的确有意思啊。是，看来宣朝内部不稳，你们天瑶国成为这天下霸主指日可待。待我回去后，把此事禀报给国君，国君一定很感兴趣。本王身子不适，劳烦穆姑娘给本王瞧瞧。穆小姐，太后娘娘那边还等着。怎么，宫里御医死绝了吗？怎么说话呢？他三哥还在太医院呢。宫里院判以下的太医都死绝了吗？还不滚！奴婢先告退了。看病吧。穆幽月服了他这股无耻的劲儿了，手指搭在叶璇锦的手腕上，然后拧了拧眉。什么表情？你的脉搏跳得真慢啊！这大奸臣连脉搏都不走寻常路，你究竟是不是人啊？叶璇锦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甜甜，甜甜，爹给你买了。说好的只是救命之恩呢？你俩救命就救命，需要摸头吗？我头发上的脏东西拿下来了吗？刚刚有只小虫子。谢谢你啊。不客气。去后面抓药吧，然后顺便把枕巾敷了。十全人参大补汤，这是在内涵谁呢？枕巾多少？给你抹个零，敷个1000两整就好。这小坏物，感情开的是家黑店。罢了，他高兴就好。靖王保重身体啊。东岐和巫医程瑞这几天倒是宿在陆永会的府邸，以程瑞的本事治好陆永会倒是不难。这个陆永会啊，就像个墙头草一样，背地里虽与黎瑞贤走得近，可以他的记性，真的甘愿为黎瑞贤做事吗？哼，这世道太乱了，还不如咱们在小莲村时清静。是啊。穆小姐，救救我！你这是被谁打了？就从5天前开始吧，我发现殿下每天都会去小厨房熬了一碗汤，然后熬完了又放在那儿不喝。今早也是这样，作为属下，我就好心提醒说，殿下这个不喝就都浪费了。然后殿下就对我笑笑说，你想喝就喝。我见那汤里还有人参虫草这种好玩意儿，心想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把那碗汤一饮而尽。喝完见汤锅里还有，就又盛了一碗，然后我的身体就好热，后来就喷鼻血了。果然殿下的东西，我这个做属下的无福消受，也不知道他上哪儿搞的这害人的东西。面前穆幽月一脸尴尬，他开的这十全大补汤补是补了点，但也没想到能把云清补成这样啊！不好意思啊。难道我这治不了了吗？我还没娶媳妇儿，还没孝顺爹娘，我……好了，我给你煮点败火茶，吃完就没事了。真的吗？群公子，你跟我来吧。好的，好的。见到叶璇锦，穆幽月仿佛看见他脑门上刻了2个字儿：缺德。药是你开的。甜甜，你该不会真的下毒了吧？本王原本要带着云清外出一趟，如今他病了，只怕出不了院门。这事你说怎么办？他喝点败火茶就没事了。是吗？谁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毕竟木相部还让你研究无色无味的毒药，你下毒的嫌疑还是很大的。这样吧，看在你身手也不错的份上，云清生病这段日子，你来当本王的贴身护卫。不是还有云蝶吗？云蝶身手哪有你好？木姑娘，你都没点认错的诚意吗？这时，云清喝完了败火茶，从里面走出来，本想激动地告诉穆幽月自己一杯败火茶下肚，现在神清气爽，连老虎都能一脚踢死。一转眼看见叶璇锦坐在这儿，身体一僵，怎么虚弱成这样？虚弱？云清捕捉到了关键词。我怎么还是好晕啊？行吧，就按你说的。穆姑娘果然深明大义，明日一早城外见。穆姑娘，给您添麻烦了。没事。殿下，属下已经恢复好了，不会耽误明日的行程。你不用去了。正当云清一头雾水时，面前叶璇锦忽然转身递给他1000两银票，云清吓得不敢去接。今日这事儿怪本王，为表歉意，你自己玩几天。我该不会要被逐出景王府了吧？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云清看了眼医馆的方向，忽然明白了，麻溜的接过银票。多谢殿下，您可真是一副菩萨心肠。爹爹，那个我可能有些事情要外出几天。外出？这是要去哪儿？就是我之前在小林村的时候，有个伯伯对我很好，听说他最近病了，我就想去替他诊治一下。这的确是该去。说起来，那些小莲村的村民也都对你照顾有加。爹爹之前去的匆忙，都没好好拜访一下，不如和你一起去吧。啊，不用了吧？小莲村路途遥远，一来一回最少也要10日时间，爹爹怕是走不开吧？没事，我可以称病告假。大爹，你怕是告假不了了？干嘛？木相睨他一眼。皇上那边刚刚传来口谕，要你明日下朝后，每天教他2个时辰武功。什么玩意儿？我一个文官去教皇上武功，没搞错吧？谁让你那天在大街上那大砍刀挥的和切韭菜似的？你以为这事儿瞒得过皇上吗？这大概是你之前为皇上吃饼饼，
皇上觉得你很慈祥和善吗？这都什么事儿啊？这边甜甜虽然身手好，但要出远门，他怎么能放心呢？想了想，又看向穆星泽，你看我干嘛呀？要不你陪甜甜外出一趟吧？你平时虽然不着调，但身手不错，帮甜甜提个包袱，当个贴身护卫也不错。穆星泽一顿，刚想拒绝，木相对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行，交给我。不错不错，这样我就放心了。明天先教皇上一套我独门秘创的刀法。你确定皇上提得动刀吗？那我就教拳法、掌法，我会的可多呢。穆星泽和穆幽月给他鼓起了掌，穆相抬头挺胸，一脸骄傲地走了。甜甜，冤冤相报何时了？穆小姐，接下来几天就拜托你了。我早上又流了好多鼻血，也不知道这样下去还能活多久。云清，你是不是山珍海味吃多了呀？云清摇摇头，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你先回去休息吧。那我就不打扰穆小姐了，穆小姐辛苦了。你怎么在这儿？我爹不放心甜甜出门，让我替她背包袱，做甜甜的护卫。帮本王提包袱。穆星泽和穆幽月两人大眼瞪小眼，感情两人出趟门都是提包袱的命运。我们去哪儿？去一趟北安国，皇上准备和北安国解除一些先帝遗留下的矛盾，所以特派本王去商谈。云清最近身体很虚吗？吃了什么大补的东西，把身体都补坏了？二哥，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参加虫草，没补死算他命大。我能跳车吗？哇，这阵子怎么有点凉飕飕的？穆幽月站定后皱起眉头，这阵子阴气也太重了。进去吧。要住店吗？几间啊？3间。这家客栈怎么那么冷清呢？可不是嘛，活人一个没有，全让幽灵住满了。我累了，先休息了。二哥，安神珠，好好休息。谢了啊。哎呦妈呀，这是啥好地方？咋感觉来到了天堂呢？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多的幽灵啊？这个镇子阴气甚重，怕是有道行颇深的厉鬼镇压在此。那还能胜得过你吗？你不也是幽灵界扛把子吗？一般，世界第3。你竟然能抓到我！告诉我，这里从前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就你张嘴了，搁这叭啥呢？再不回答，小心我主人让你灰飞烟灭！穆幽月把他扔到地上，小姑娘才缓缓开口：“我们这镇子半年前发生过一件，你们知道风都统吗？”知道啊，风长河对吧？这家伙3年前被派遣掌管诸军，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但听说半年前得了怪病，突然就挂了。对，就是风长河。半年前他被派驻边境，但是经过此地时突然得了怪病，没过3天便七窍流血而死。他似乎是被人害死的，死后怨气极重，不愿意去转世投胎，便驻足在此地，不断降服这里的幽灵。我们自从被他召唤来后，就被困在这儿，再也逃不出去了。他也不准我们转世，要我们在此地等待时机。木星则钻在被窝里，努力地裹紧被子。这鬼地方真的太可怕了，想回家，想老爹了。风长河来了！好家伙，一下就给我整得热血沸腾的！你小心点噻，别等被人吊打了噻！滚一边去！你以为我和你似的怂了吧唧的？我告诉你啊，这会儿就算风长河出现在我眼前，你看我皱一下眉头不？话刚落，窗户砰的一声被狂风猛烈地震开。哎呦妈呀，来了！好汉饶命，我再也不敢了。你行行好，别跟我这孙子计较，我谢谢您呢。瞅你那傻了吧唧的样子，可耻死了。哎，老乡啊！胖幽灵尴尬地从床底下钻出来，指着瘦幽灵和弱幽灵：“我给您俩试过了，凭您俩这小身板，一会儿躲进去没问题。哟，雷声大雨点小，我看这风长河8成是知道爷爷我在此，不敢来喽。”扭着，前面几个人脸色都变了。咋地？我扭的不好啊？那我换个古典的。刚转第1圈，完美；刚转第2圈，不对劲；刚转第3圈，哎呦妈呀，真来了！窗户边，此时一个青头白面的中年男子站在那里，此人便是风长河。李瑞贤孙女，你侮辱我！一下给我整不会了。这时下去快滚，否则你红颜姑奶奶要你好看。没错，你胖幽灵爷爷也不是吃素的。你是幽灵祖宗的子。我是你的仙人板板。砰！房门被人推开。哎呀妈呀，又来了！红烟恨不得踢死这怂包，这货以前咋成我们老大的？这么热闹，叶玄锦，害我性命！我总算等到这一刻了。风长河发疯似的缠了过来，
叶玄锦冷笑，抬起掌心，黑雾从掌心溢出，弥漫在整个房间，形成一道阻隔，将风长河困进了黑雾里。非要我去，大佬，滚一边去！玄锦，这个奸臣把控朝政，毒害我性命，是为转世，为的就是今日。叶玄锦，你受死吧！风长河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随即救星镇上所有的幽灵在听到施令后，全部以最快的速度往这边聚集。你被人毒害和叶玄锦有什么关系？好啊，家嫡女果然有意思，召回如此清正的一个人，想到他的女儿竟然和叶玄锦狼狈为奸。狼狈为奸这词的意思差了点，不过还挺顺耳。兄弟，你踩到我脚了！木星则真的要被这间房里的寒气给冻死了。你俩干嘛呢？我们聊点事情。主人你放心，我来保护这小哥。木星则下意识摸了摸脖子，抖了抖。你觉得是叶玄锦害了你？他在和谁说话？我那日临行前几日，便有人秘密送信，说叶玄锦要对我出手，奈何我多加防范，到了这救星镇还是毒发身亡。只能说这个奸臣手段实在厉害。你这个猪脑子是怎么当上都统的？都统？莫非是风长河？你们这对狗男女实在猖狂！今日我要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哼！风长河冲破了黑雾，以极快的速度朝慕幽月袭来。身后一众幽灵皆为风长河底下的怨灵，见到老大出手了，一个个也纷纷朝着袭来。红烟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小哥，对不住了，你胖幽灵爷爷要上场了，吃你爷爷一腿！甜甜，以前是本王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挺有良心。都什么时候了，还扯这些？急什么急啊？不挨一顿揍，他怎么冷静下来？红烟与风长河对战时，时不时化为一股青烟，飘忽不定，最后出现在风长河的身后，一脚击向他的后背，又一跃而起，将风长河踩在脚下。你红颜姑奶奶做厉鬼的时候，你妈还没出生呢。哎呦我去，看见没有，瞧我红姐厉害的。你就没想过给你送信的人是谁？如此粗糙的计谋，竟也能把你诓骗这么久，练兵练傻了。小怪物今天表现得真好啊！你死后，新一任的都统是黎瑞贤手下的部下季守云，此人曾经在你底下做他娘吗？不可能，守云是我的表弟，他不可能背叛我。为了权力，手足都可以自相残杀，何况一个表弟？一定是你们在骗我！风长河大喝一声，一股力量漫开，他挥开红烟某族全身的怨灵之气，飞向叶玄锦。玄锦，是你杀的我！叶玄锦伸出食指，将风长河定在原地。风长河满面的惊恐。叶玄锦，你究竟是什么人？本王是比你们还要恶的鬼。这话倒是不假，这人狠起来比鬼厉害多了。混成厉鬼不容易，既是要报仇，那圆了他的心愿便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巧了，我们仇家同一个。黎瑞贤可是你外公。外公又如何？你表弟不也要杀你吗？是啊。慕幽月又往叶玄锦看了眼，叶玄锦哼了一声，撤回内力。带我回去报仇。这就对了，咱们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好你哦。最后，慕幽月将风长河收进了御灵网内，又往其他幽灵看去。没等他说话，叶玄锦已经一挥手，将其中一些收入囊中，打入恶灵洞。剩下的交给我。慕幽月明白他的做法，慕幽月催动灵力送他们去投胎。红烟看着这一幕，微微拧了拧眉，对这二人行为一股熟悉感扑面而来。好啊好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俩可以啊。他们都走了。真要命。不过你俩修习的是一种功法。他比我的邪恶一点。翻脸不认人。有吗？没有吗？有吗？没有吗？木星则看不下去了，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打算回房间好好的睡一觉。天快亮了，我睡会儿，你回去吧。和你商量件事儿。慕幽月看向他，进你房间睡一会儿。叶玄锦说完，走到慕幽月的床榻上，就这么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你没房间吗？这无尺度一下又超标了。你去隔壁看看。你是不是故意经过救星镇的？在你眼里，本王就这么厉害？慕幽月别开眼，这天儿是聊不下去了。巧合而已，别把本王想得深。马车行走的平稳，慕幽月渐渐睡了过去。许久，他做了个梦，耳边响起一道声音：九幽神皇，你要牢记你的使命，儿女私情是你最大的阻碍。慕幽月被这声音惊扰的睁开眼，车厢内安安静静的，坐在对面的叶玄锦也正合着眼小憩。九幽神皇和他的凤凰精血莫非有什么联系？这时马车忽然一个剧烈的颠簸，停了下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摘，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景王殿下，小姐，我们好像遇到山贼了。叶玄锦闭着眼没理。大哥，快看，那小娘们长得真好看。叶玄锦阴着脸睁开了眼。
见穆幽月一派淡定地坐着，唇角划过一抹弧度。穆护卫，记得保护好本王。睡你的！叶玄锦还真闭上眼继续睡了。穆幽月伸手一朵梅花射向山贼脚边。赤血山！与此同时，一道鬼魅的身影忽地闪现在山贼们的面前。姑娘先走，这里交给属下。死老太婆，看我不把你剁成肉泥！无影圣姑，这厢有礼了。什么无影圣姑？我还雪山姑爹呢！老大，我也是圣姑李庆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无影怪物，来无影去无踪。最主要的，他曾是太清山凤道寨的老大呀！老大，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到你。李婶朝他们看去，有些眼熟，但估摸着都是一些小喽啰，因此没有太大的印象。拦我的路，想好后果了吗？不过是个赤血山而已，我们三屠门也不差。兄弟们，给我上！今天要是把这娘们给杀了，回去个个领头功。话落，身后无一人敢动。老虎就算落难，那也依旧是老虎啊！在领头山贼还没反应过来时，眼前寒芒一闪，脑袋与身体已经分离。其余人更是吓得脸色煞白，跪地不断的求饶：“带我去你们的三屠门！”对赤血山来说，这些都是不成气候的小山贼，但对百姓来说，这是极大的祸患。没多久，除了第一批山贼外，整个三屠门被屠门。老大，今日饶你们一命，看在是曾经的风刀寨面上，往后好好做人，否则我手里的这把刀必不会放过你们。我现在就想知道，刚刚那位年轻姑娘究竟是谁啊？竟然能让李庆来为她卖命！九幽，他一定就是赤血山的老大九幽。九幽，说起这个名号，小山贼们都长长的松了口气，大有劫后余生之感。幸好他们碰见的是李青兰，若是落到九幽的手里，恐怕尸身都要被挫骨扬灰了。姑娘，都解决了。好，辛苦你了。本王果然是跟你出来见世面了。装什么呢？不管，反正这一路你得保护好本王。穆幽月好想踹他一脚啊！殿下，姑娘，怕是要下暴雨了，前面一段都是泥路，下了雨恐怕不好行走。往西边走。穆幽月又吩咐李婶几句，李婶明白，先一步离开。天气不好，我们今晚在这里留宿一晚。甜甜，你是赤血山老大？不是。悠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哎，老大回来了！我去，打脸了！还以为要好久才能见到你呢，没想到你竟然回来了。这个粉衣姑娘她记得，只是万万没想到李婶居然也深藏不露，还以为她就是个普通抓药大婶呢。嗨，悠悠二哥。穆星泽本就活宝一个，同样朝他挥挥手，又和后面一些赤血山手下一一打了招呼。二哥，快进去坐吧，别在这站着了。悠悠，这位是远超第一大监，不对，大权臣叶玄锦。你们好，这次出门匆忙，没有给你们准备见面礼，抱歉。装得挺好，这口气挺谦虚啊。来，喝酒。二哥，来干一个。来。说完，一碗酒一饮而尽。好。叶玄锦坐在一旁，在这热闹的氛围里，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来，吃点东西。多谢。中途，穆幽月离开了一下。叶公子啊，你和我们家悠悠什么关系啊？你们觉得呢？我猜你一定喜欢我们悠悠。别说，还挺般配啊。改明儿我给你们算一卦，算算你们的八字。所以你们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啊？你们猜？猜什么猜？这不明摆着吗？猜什么猜啊？我俩顶多算半个盟友。盟友？听他的。悠悠，别人我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吗？你要是带二哥来这里就算了，若非真正信任交心的人，你怎么可能带他来这儿？小小年纪，胡思乱想什么呢？那你干嘛还帮他夹菜，帮他端水啊？以前在家里，只有我娘才会这么对我爹。甜甜，我住哪？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随你顺。景王，里面请。多谢。客气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眼看着叶玄锦毫不客气地进了自己的房间，穆幽月望着叶露言，一副要吃了他的样子。女孩子嘛，有时候适当脸皮厚一些，不会有坏处的。叶露言，干嘛？你最好没有落到我手里的时候。啊，你干嘛去啊？我睡你房间。那我呢？你睡走廊。不行不行，我还小呢，我还在长身体，不能睡走廊的。你当你是6岁孩子吗？13岁也是孩子吗？你房间有鬼。穆幽月皱眉，进了屋子，穆幽月环视一圈。你就是那个鬼？可能被你吓跑了吧。这里留给你睡，我睡里边。穆幽月说着，按下房间一个机关，里面一堵石墙打开，露出一个小房间。叶玄锦只轻轻地瞟了一眼，差点被那个小房间给闪瞎了眼。
穆幽月从衣柜里找了个垫子铺在小房间的地上，果然是进了土匪窝了。跟你这个大奸臣比起来，怕是差得远吧？彼此。晚安。穆幽月说罢，按下机关把门给关上了，把叶玄锦隔绝在外面。探索人体奥秘，叶玄锦皱了皱眉，随手翻开一页，便是一男一女摆设高难度的姿势。探索人体奥秘，哼，原来这小怪物还有这口啊！平时还真没看出来。叶玄锦随便翻了几页，就把书放回原处。思绪涌动间，不禁想起傍晚时赤雀山那些人问他那些问题，他和小怪物的关系，坦白说，连他也不知道。自从这小怪物回京后，他的日子是日渐有趣起来，但这能扯上喜欢吗？很快，叶玄锦在心底否认，不可能的，他存在这世界是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这辈子不会爱上任何人。叶玄锦竟然也好这口，果然是男人。你们平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对啊，平时没有接到任务的时候，我们大多都在山庄里面吃吃喝喝的。悠悠二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赤血山就和外界传的一样，动不动就下山杀点人啊？没，我之前虽没有与你们近距离接触过，但我也知道你们杀的大多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家的，如果没有悠悠，我们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整日活在逃亡之中。我们不轻易杀人，但一旦出手，就是我们的仇人。叶玄锦呢？锦王啊，刚刚被那个白发老爷爷缠着，好像去前面了。七叔又在搞什么鬼？啊，这书你看了？你忘了吗？上回你回小莲村前，沈大娘说你年纪到了，8成很快就要嫁人了，就说给你准备个礼物，让你带走。后来你提前去小莲村，沈大娘这书也没来得及给你，就先放你床头，等你回来就能看见。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如沈大娘说的，看完醍醐灌顶，血脉膨胀？还是说你昨晚已经试过了？小丑竟是我自己，这一个个的怎么都那么不着调呢？来，抽个签。拿过签筒，随手摇了一支签儿出来。出了签儿，就见齐叔神神秘秘的捂着，嘴里似乎念着什么咒语。老人家以前是算卦的。对呀，我乃宣朝第一神算子齐花花是也。没听过。你想笑就笑出来吧，我不介意的。为什么要笑？我一个大男人，名字叫齐花花，难道不好笑吗？我们那时候家里说男孩子起个贱名好养活，结果就给我取了个花花。你说说，花花他妈娘们唧唧的名字，哪怕给我取个狗蛋也行啊。签字怎么样了？哎呦，这是一支月老签。签上说天赐良缘，但却情缘不足。古人云惜福惜缘方可顺遂圆满，但你这里却情缘不足。那如何化解？这个嘛，齐叔伸出手朝叶玄锦比划一下。叶玄锦从衣袖里摸出5张银票递给齐叔。你等会儿啊，我先开个天眼。在齐叔又是开天眼又是念口诀，过了好一阵后才又开口。情缘不足，需要借助贵人方可圆满，不可见异私签，否则必遭天谴。切莫固执己见，方可换得百年好合。固执己见，说通俗点就是别死鸭子嘴硬啊。叶玄锦听完一时没回话，这老头好像灵又好像不灵。齐花花，你这个糟老头子，说好了帮我看着灶台上的锅呢，我能一锅粥都给熬黑了，一会儿你给我舔干净。要死了，我把这事给忘了。对不住啊，我刚开了个天眼，把时间给忘了。你又在这糊弄谁呢？我看你是拿屁股开的天眼吧。你咋骂人呢你？给我洗锅去。你先和我道歉。你先和我的锅道歉。果然是个老神棍，说的话怕是不能信。你被骗了多少钱啊？没事儿，我也被骗过。他说什么了？什么凤凰和鸣必得良缘，还说我成婚后一口气能生3个，一听就是唬人的。恐怕不是唬人的。你严格按照书上的标准，或许真能一口气3个。这天儿是没法聊了，亏得见他被骗钱了，还好心安慰他。这个狗男人被骗得倾家荡产也是活该。走了。我不就忘记帮他看锅吗？他竟然让我舔锅底。那你舔了吗？我像是会低头的人吗？后来我答应帮他刷1个月的碗。那我宁愿舔锅底。哎呦，锦王来了，快坐快坐。锦王快坐，我给你倒杯水。这一晚上累坏了吧？今天还要赶路吗？要不然再住几天吧。我听到了什么？晚上躺床上睡觉能有多累啊？什么意思啊？昨晚没有空房了，锦王就在柴房凑合了1晚。赤血山这么狠的吗？竟然让叶玄锦至尊大佛睡柴房？不愧是江湖第一土匪窝，做事果然与众不同。
沈姨没什么好送你的，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的珍藏，有空就看看啊。哎呀，你这个老色娘们儿，成天看这些东西，你能学好啊？厨房的碗都洗了吗？给你1个时辰的时间，还剩几个碗，我就抽你几鞭子。齐叔吓得往厨房飞。他们平时就这样？都是些什么书？给我看看。没什么，一些人体养笔书，学用的。毕竟能让人一口气生3个呢。沈大娘，鞭子借我一下。这一路还有点路程，一个人坐马车好无聊，和你们聊聊天。甜甜，你这赤血山打理的挺不错啊。我也很喜欢他们。在经过利州城内之前，穆幽月忽然让马车停了下来，随后走下了马车。都出来吧。嗨，悠悠。哎呀，你们还没走远呢，我们前几天就说好了，今天去利州赶集呢。是啊，好巧。那七叔，你的碗刷完了吗？没呢，我偷偷溜出来的。我这双手是用来算卦的，可不是刷碗的。悠悠，你这一路就你一个女孩子，多不方便啊！身为属下，我有保护你的职责，要不你带上我吧？不错，江湖险恶，属下同样有保护老大的职责。我拉倒吧，你是不想刷碗吗？刷碗哪有保护老大重要？一点觉悟都没有。乖啊，我不是去二的，此行是秘密行事，不能带上你们。秦王殿下，悠悠二哥，你们说作为属下保护老大的安危应该吗？一会儿我给你们免费算一卦。车夫大哥一路赶车累了吧？要不换我来吧？前面刚好有辆空置的马车。哦耶！微臣恭迎景王殿下。带路。那你去忙，我们自己玩。本王此次代表宣朝，就一个人出门，宣朝颜面何测？穆护卫，你跟本王进宫，其余人去东街安置。上次一别，到现在快有2年了吧？说起来，那一次多亏了你的丹药，要不然的话，今天我哪儿还能坐在这儿啊？宣龙已死，如今你也没什么好顾忌的。话是如此，可北安国在他的打压下，这些年过得并不好。我出去透透气。别走远。穆幽月点点头，走了出去。玄锦，这姑娘不只是护卫那么简单吧？叶玄锦往夏侯路这边看了一眼。明白。过了会儿，叶玄锦扔给他一份文书，夏侯路接过，打开看了眼，面上大喜。当真如此？本王还有一个要求。你说。半晌，听完叶玄锦的话，夏侯路沉思几分。只是要借谁之手来当这个恶人呢？犯什么事了？前日给苏妃娘娘倒洗脚水时，水温有些烫，被她逼着喝完了洗脚水，我心里难受，就上吊自尽了。这也太惨了。苏妃娘娘就是个恶魔，她只要见到姿色稍微好一点的宫女，都会想方设法的折磨，送给老太监对食，亦或者故意刁难。总之，很多宫女姐姐都被她羞辱致死了。听着和白雪公主的后妈似的。谁是白雪公主啊？没谁。你是新来的宫女吧？那你要小心一些了。要是被苏妃娘娘看到你长得那么美，她一定会对付你的。谢谢你的夸奖。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小宫女话说一半，便被从御书房出来的叶玄锦随手掀飞。等久了。有点儿。走了。你不是还要参加晚宴吗？不去了。真有你的，走哪儿都挺狂。还不是和你那个土匪头子学的。你用丹药救过很多人。你当本王的丹药是批发的？谁知道呢？叶玄锦低头看向他的侧脸，月色下小怪物面上的表情看起来鲜活无比，那双眼睛，久违的熟悉感又在心间冒起。我们前面那个女的站住！穆幽月脚步微顿，看了眼四周，这周围的女的好像就她一个，只不过她凭什么要停下来？叫你站住，听见没有？快跑啊！苏妃娘娘来了！我还护书宝呢。小宫女被扔进了一个花丛里。阿乌，什么宝？你是哪个宫的宫女？我是你爹。你放肆！苏妃说着就要伸手朝穆幽月扇过来，穆幽月可不惯着她，握住苏妃的手腕，直接将她甩进了月季丛里。来人啊！给我杀了这个女人！一旁，叶玄锦听到这聒噪的声音，抬了抬手，整片月季花丛忽然紧紧地锁住苏妃，将她缠在里面动弹不动。玄锦，恶人给你找到了。夏侯路瞬间懂了，苏家借苏家之手，好，甚好。还不快把苏妃娘娘扶起来！你又酝酿什么坏水呢？叶玄锦这会儿心情不错，伸手捏了捏她的脸。还是你最了解我。穆幽月鸡皮疙瘩差点撒一地。你们都别笑啊，我算的卦都是看长期的，短期你们看可能觉得不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了。所以这就是你以前经常被人砸臭鸡蛋的原因。哎呀呀，那是他们没耐心，就觉得我是个骗子。笑什么呢？
刚刚齐叔给你二哥算了一卦，我们快笑死了。说什么呢？莫二少摇了2支签出来，我就一并看了。一支是官地签，签上说时运未通，唯有守旧待时，时运一到，自然名成利就。通俗点说，就是莫二少目前守着眼前便好，继续做个闲散之人，待将来把握好时机，等待他的就是高压万人之事。这不挺好的吗？这支是挺好。另一支是月老签，莫二少这情路坎坷呀，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良心不悦，强求无益。那正缘呢？齐叔说二哥的正缘会是地里挖来的，我们刚才就在笑这个，难不成二哥娶的是个萝卜？你们别笑啊，我的卦真是这么说的。穆星泽也对这个地里挖来的说法十分头大，最后只能安慰自己，好歹还有一支好签。你们吃饭了没有？我去给你们做饭吧。悠悠二哥，齐叔的话随便听听就好了，别往心里去。我们所有人都被他拉着算过，目前没一个灵验的，这么不靠谱啊？那是，他之前算我会当官呢，我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不被抓进牢里就不错了，当哪门子的官啊？这么一听，穆星泽心情好多了。不好意思啊，好久没做饭，手有点生，想了半天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做了老大之前教我的蛋炒饭。2碗蛋炒饭炒了快1个时辰，齐叔你是特意等母鸡下了蛋才炒的吗？吃了一口，这盐有股蛋炒饭的味道。你们先吃啊，我去睡了。今天算了2支签，哎呀，这把我累得脑浆都打结了。这是你教的？是啊，就是这个味道，我爱吃。那我看着你吃。忽然不太饿，不想吃了。累了，我去休息了。说完，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消失在叶璇锦的眼前。北安国国军靠谱吗？无所谓，玩场游戏而已。你们怎么都不吃啊？这是你妹妹的秘方，你吃吧。真的假的？甜甜还会做饭呢？穆星泽拿起筷子吃了一大口，整个人忽然僵住，告辞。深夜时，所有人都睡下，没有叶璇锦还坐在庭院里。殿下，夏侯路晚宴过后，单独召见了丞相苏永忠以及将军苏永义，又晋升苏妃为苏贵妃。方才苏永义已经连夜飞鸽传书了。黑影说罢，将截下来的信鸽递给了叶璇锦。叶璇锦解下缠在信鸽角上的字条，见到上面的内容后，唇角微弯，又将字条原封不动地装好，放飞信鸽。继续盯着。是，殿下。待黑影走后，叶璇锦依旧坐在月色下，迟迟未动。他耐心耗尽，如今必须加快速度完成自己的任务。待到轩宇可以稳坐帝王之位，便是他离开之时。好像又不想那么快离开了。叶璇锦被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微微惊了一下，想什么呢？悠悠，这个香糯小米糕真好吃啊！穆幽月走了一会儿，余光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你先自己玩会儿，我去就来。昨日在王宫见到你时，还以为认错人了，没想到真的是你。你这个太傅倒是清闲。面前这人乃是北安国史上最年轻的太傅石冕。那位景王进了宫，国君没空搭理我们，我自然落得个清闲。倒是你，怎么做起人家的护卫来了？欠他一个人情罢了。是吗？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吧。你近来怎么样？托你的福，一切都好。前不久见过师父一次，他老人家很是想念你。师父有些担心你，你若得空，不如和他报个平安。他虽表现得对你很是放心，可毕竟你是他的心头肉，他老人家嘴又硬，从不在你面前表现出来。晚点帮我送封信给他。好。昨夜你被苏妃欺负后，国君后来单独召见过苏家2兄弟，又晋升了苏妃，只怕那位靖王在替你做些什么。那人似乎不如传言那般不近人情。以前没发现你那么八卦，以前也没发现你会委屈自己做个护卫。老大呢？怎么不见了？不知道啊，刚刚突然神神秘秘的就跑了。该不会遇到相好的了吧？怎么可能？这里可是北安国啊！有什么不可能啊？咱们老大深藏不露，长得又漂亮，想娶她的人啊，恐怕得排2条街。不止。穆星泽听得头都大了，虽然知道甜甜私下背景不简单，但这会儿突然不见人影，还是有些担心。他人呢？我们还是去找找吧。走了没一会儿，叶露言忽然咦了一声，指了指前面的茶楼。还真有相好的。我就说吧，喜欢我们老大的人能排2条街，你们还不信？那小子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我们老大倒是很般配。瞎说什么呢？我们老大的男人不是在这里吗？齐叔也忽然反应过来，拍了拍自己的嘴。年纪大了，嘴就是碎，差点忘记这里还有尊大佛呢。穆幽月也见到了他们，朝他这里走来。走近时，便听叶玄锦阴阳怪气的出声：“还挺受欢迎。”你以为呢？这好像不太行啊，北安国太远了，爹得恐怕不舍得你远嫁呀。你们一个个想象力真丰富啊。
云清云蝶，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他怎么好意思说他和云蝶是特意晚一天出发的？殿下，收拾一下东西，回城。这么快啊？临走前，穆幽月想说什么，找了纸笔开始写书信。身后好几个人见他写得很投入，表情又特别严肃，一个个好奇地凑了过来，悄悄地探着脑袋偷看，以为穆幽月又要布置什么杀人计划呢。就连叶璇姐余光也朝着他的书信上瞥着。当触及到书信内容时，眉心微微皱起，身旁其余的人也都看呆了。宝，我知道你想我，但我也很想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回来看你，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乖一点。什么叫用最狠的表情写最肉麻的话？帮我送去太傅府。红颜领了命，很快消失。搞定后，穆幽月转过身，便见大奸臣环抱着双臂靠着门框，一脸阴恻恻地看着他。怎么不舍得走？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叶璇锦对上他的视线，此刻心底莫名有些的烦躁，他也不知道这股烦躁从何而来。既是不舍得，那便再留2日。你到底在说什么呀？这破地方，他怎么就不舍得走了？等他再反应过来时，叶璇锦已经消失在了眼前。云清和云蝶刚收拾好包袱，准备拿到马车上时，便听到消息说暂时不走了。这殿下心海底针呢？不过也好，赶了这么久的路，还没好好休息呢。有心事？还好吧。你妹妹年纪小，难保不会被一些好看的皮囊所骗。你这个哥哥就真的放心，何况那小子长得还不怎么样。比起你是差了点，可也不能说长得还不怎么样吧。今早还听夏侯路提起，北安国前阵子出现了一个杀人狂魔，时机没有抓住，这地方有些乱。就算你妹妹武功好，可毕竟是个女孩子，有些事情防不胜防。你怎么对甜甜的事儿如此上心呢？本王也把她当妹妹看待的。你说的是啊，可今日甜甜的情诗写的，一看就是坠入爱河了。既然是他真心喜欢的人，我也不好拆散呢。要不然我去找那小子谈谈，问他愿不愿意入赘我们家，彩礼什么的，我爹估计也要求不高。叶璇锦抚了抚额，觉得十分头疼。你先去吃饭吧。这时送信回来的红烟飘了回来，没等他去找穆幽月，就被一股力量给收紧，扯到了后院。秦王这是做什么？信送去哪了？送到太傅府石大人房间里了呀。那小子不在，据说去辅导八皇子的客宴了。叶璇紧勾唇，放回红烟后，身影消失在了夜幕里。你喜欢白天那个小子？怎么可能啊？那你不喜欢他呀？那你白天那封信是给谁的？我告诉你，你不许说给别人听哦。穆星泽点头，侧耳过去，给我师傅的。师傅？男的女的？一个女的。原来是这样啊。保密哦。放心，打死不说。秦王已走，我们可以按照国君的指示布置任务了。苏大人，我们此举是否太过冒险了？国君真的要和那些人联手吗？那是自然，这些年宣朝欺人太甚，你以为国君咽得下这口气吗？只要我们北安国成为这片大陆上的第一强国，以后何须看宣朝的脸色？而我也不仅仅是个丞相而已。人往高处走，苏大人英明。师父，这是师妹留给你的信。他还舍得给我写信呢，我看看这小兔崽子给我写了些什么。师妹和师父最像，都是嘴硬心软之人，平日里又惯爱对师父撒娇，这信上怕都是一些黏糊糊的话。这个小兔崽子，我看他皮痒了吧，存心气死我呀！怎么了？你自己看。管好你自己，不要沉溺我，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仙女。小师妹吃错药了？我看她是下山久了，翅膀硬了，先收拾。我要下山。师父，我倒是要亲自问问这个兔崽子，到底谁才是仙女？悠悠，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京城啊？你就说我是半路买来的丫鬟，行不行嘛？不行，京城有人见过你了，太危险。怎么样，丑不丑？丑得令人发指。丑得好美。这什么破词儿啊？就是丑得天崩地裂的意思。你就带上路言吧，平日里两个女孩子也有照应。谢谢悠悠二哥。行吧，你跟我一起。好嘞，进京后我就是你街边买来的小丫鬟，你们叫我小叶就行。要不也带上我吧？你们可以叫我老齐。齐花花，你可算回来了！水池里留了那么多的碗，你是准备吃掉吗？我现在就去刷。老大，那你们先启程吧，我去看看他俩，别一会儿真打起来了。赤血山和我想象中真不一样啊！晚点会有一群人进皇城，你留在此地盯着。啊？我盯着的作用是云蝶一起。云清瞬间心里就平衡了。你能不能别看了？你不觉得这香包越看越好看吗？只有你觉得。回京后还要来点刺激的吗？不要刺激。你确定？话刚落，马车忽然一个剧烈的颠簸，穆幽月坐的这一边直接往对面倾斜。
穆幽月一时没防备，整个人往对面的叶璇锦摔了过去，直接扑到了叶璇锦的怀里。两人脸颊的距离贴得特别紧。穆幽月轻轻转头，只稍稍动了一下，耳坠轻轻地擦过叶璇锦的唇角。突如其来的皮肤接触让两人都顿了一下，空气中一阵诡异的安静。原来甜甜想要这样的刺激，让本王牺牲一下自己倒也不是不可。穆幽月直接伸手捂住了叶璇锦的嘴，一个警告的眼神瞪了过去后才松开叶璇锦。甜甜脸皮薄，本王不说了。我能骂脏话吗？可以。重新坐了回去。穆幽月掀开马车的窗帘，往外看着风景，可右耳却一阵阵的发烫。在他看不见的角落里，叶璇锦同样指尖轻轻触碰着嘴唇，看着面前的穆幽月，笑而不自知。我昨天刚教会皇上一套飞虎拳，怎么样？你爹我厉害吧？那是皇上领悟力好。不去你的！你是没有看见我那天在大街上宰陆永会的样子，你二哥都快崇拜死我喽。我其实应该先一个扫堂腿，再一个飞龙掌，再一套飞虎掌，保证把陆永会打得屁滚尿流。老爷，二少爷和小姐回来了。真的呀？穆相一阵风似的消失在穆景玉的眼前。这姑娘是？在利州时，奴家卖身葬父，多亏了穆小姐慷慨相助，奴家以后生是穆小姐的人，死是穆小姐的鬼。大人好，奴婢名叫小叶，以后是穆小姐的贴身婢女。哦，你好啊。甜甜，你先带小叶去安顿一下吧。穆幽月点头，先带叶露言离开。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小莲村怎么样？好玩不？不对呀，你们去小莲村为什么还会经过利州？是这样的，甜甜说小莲村那位于伯伯最喜欢吃利州产的青花酥，所以我们特意绕了路过去的。那得兜不少远路啊。是啊，这不甜甜一片孝心没办法吗？不愧是咱们甜甜，有情有义，我这个当爹的深感欣慰。穆景玉差点笑出声，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的。二哥，你和甜甜之间小秘密挺多呀，有吗？刚刚那个丑丫头也不是普通的丫头吧？女孩子的事儿你别多问啊。哦，对了，你那里可有关于前任都统封长河的记录了？有啊，不过这人是突发恶疾身亡，记载的倒是不多。带我去看看。现在？不然呢？两位姐姐好，我叫小叶，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吩咐我。不用，小叶，你只需要照顾小姐就好。这是给你们的见面礼。叶露言送了他们一人一颗金豆子，红间紫竹直接傻了。红间紫竹，小姐秋日的衣裳定做好了，你们快去取吧。我们马上去。那什么，我去就好了。说着，叶露言便跑了出去。哪来的丑八怪，走路没长眼睛吗？你也长眼睛了，你还撞我？放肆！一个奴婢敢这么和二小姐说话？我虽第一天来府里，可也没听过丞相大人害过二女儿呀。这位大姐，你是得了失心疯，成日在这里意淫吗？你实在大胆！你给我跪下！彩兰，这贱丫头以下犯上，给我掌嘴！来人呐！救命啊！要杀人了！傅姑娘，小叶是小姐的贴身婢女。怎么，穆幽月的婢女就不是婢女了吗？彩兰，你还愣着干什么？两个一起打！话刚落，面前一阵厉风袭来，傅蕊忽然感觉两个脸颊被厉风狠狠地抽打一下，像是挨了两耳光似的。啊，小姐你的脸！贱婢，你敢打本小姐？这位小姐，我两只手都包着衣服，我又没长第三只手，怎么打你啊？丑八怪，你给我去死！傅蕊！傅蕊身体一怔，转过身，当看见一脸不悦的穆小以及穆幽月站在那里后，一颗心跌到了谷底。前日被这般羞辱，我不想活了。小叶呀，你别难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不怪你。义父，是这个丫头先撞了我，还对我百般言语羞辱。是吗？刚刚小叶抱着一堆衣服往前走，是傅姑娘撞上他的。不是的，义父。还不快向小叶道歉！我道歉。对不起。大声点，听不见。小叶，对不起。没事的，您是主子，不用和我一个下人道歉的。况且你刚才也没说错，我的确是个丑八怪。回你的荷香院，抄写静心诀500遍。义父，蕊儿，不要再让我失望了。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对他还有多少的耐心。穆相走后，周围也都散去。你别得意的太早。夫人，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要做什么？杀了你啊！吓你的啦，怎么那么不惊吓？好了，小姐别气了，刚刚给你领了好多漂亮的新衣服，快回去试试吧。好自为之。穆幽夜，穆昭辉，这是你们逼我的，我让你们穆家每一个人都不得好死。皇上，中书陆永会在外求见。
这会儿是早朝时辰，有事儿等皇上退朝再议。陆中书他要弹劾丞相大人。叶玄锦抬抬手，示意文霄放人进来。微臣陆永会拜见皇上。陆中书，你扰乱朝堂秩序，该当何罪？微臣自知不该贸然打断皇上，但是微臣刚刚发现了一件天大的事儿，因此微臣必须要站出来揭穿真相。好，说来听听。微臣掌握了关于丞相穆昭辉这些年私下受贿、勾结地方官员、贪赃枉法的证据。来，陆中书，说话可要负责任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微臣没有十足的证据，自然不敢贸然来这儿。不仅穆昭辉这些年来贪赃枉法，就连他的儿子大理寺少卿穆景玉也是受贿不断。这件事儿是丞相府的人亲自揭发的，还请皇上即刻带人前往丞相府搜查穆昭辉的罪证。叔叔，你看这事儿，让昆王带人去查。让我去？哎，不是，这种搜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呢。不还有大理寺的人吗？再不济京兆府尹的人呢？实在不行刑部也行啊。昆王，请吧。叔叔，我能不能一起去啊？好好待在宫里。丞相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说？这一笔笔可都是平时中饱私囊的记录啊，这最小的数目也都有1万两白银，难怪丞相大人活得风生水起的。还有这银票上面还刻着天瑶国的印章，看来丞相大人不仅受贿，私下还和天瑶国有着来往。也不知道丞相大人究竟是何居心呢？莫不是想通敌叛国？本王奉了皇上的命令，前来等待结果。你们继续。景王殿下，方才我们已经搜到了穆昭辉贪污的账本以及天瑶国的银票。好，是吗？请景王殿下过目。叶玄锦接过，随意翻了2眼，又往陆永会看了看。您看看，这1月2日就收了临南知州2万两的银票，这笔银子可是朝中每年拨给临南那些贫困百姓的银子啊！还有这4月7日又收了当地官员1万5千两银子，这是朝中治理当地水患的钱。还有这6月，继续说呀，怎么停了？陆永会从他手里抢过账本，拿到自己的眼前，用力翻了几页后，一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不是他先前准备的账本啊，而是他自己的私人账本。怎么回事？陆永会第一时间看向了傅蕊，傅蕊回避他的目光。怎么回事啊？哑巴了？你继续念呢。陆永会，这不是你的字迹吗？什么情况啊？不是说我父亲贪污吗？怎么这账本是陆中书的呀？鬼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想陷害我，结果拿错了账本了呢？那这天瑶国的银票是怎么回事？北天前窗，存去。陆中书啊，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也能乱放？陆永会，你先前身为尚书，私下贪赃枉法，又通敌叛国，还有什么话说？上次这位大理寺少卿之前将我尚书府一干财物都没收走，只怕都收入自己囊中了吧？没错，之前尚书府那些银两我的确扣下了，但是那些银子我已经尽数按照账本上的归还到了各地，先给当地百姓应急，且包括这些名单上下贿的知州、巡抚等人，本少卿已经整理好了名单，已于昨日上午交到了皇上的手里。诸位若有疑问，大可以去请示皇上。确有此事。是这个贱人，是他昨夜给我飞鸽传书，说穆昭辉贪污的。我早上在朝堂说的话，穆家内部的人就是他。我没有，陆大人，我虽是穆家的义女，可当年也算是穆家人，怎么会背叛穆家？你何苦冤枉我一个小女子？陆永辉，你是真的被打脑残了吧你？这事和本王没关系啊，本王什么也不知道。景王，这事儿你来定夺吧。按宣朝律法来。先关押，等所有证据搜集后再判。今日之事，丞相大人受委屈了。哼，你看我今天皱了一下眉头了吗？景王今天辛苦了，小姐刚刚说要请你吃顿饭。也不是不行，那就麻烦穆姑娘了。小姐快出门吧。等会儿，天，哎爹，事情还没完全结束呢。义父，这件事情是蕊儿自作主张了。上次蕊儿外出，半路陆永会找到了我，他说我不过就是个管家之女。如今月姐姐回来了，义父更加对我不上心了，让我早点谋划其他的路。可是这几年义父对蕊儿的好，蕊儿一直铭记在心，早已将自己当成穆家的一份子，又怎么会轻易被陆永会骗去？但陆永会最近实在嚣张，蕊儿便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昨夜用信鸽通知了陆永会。义父，对不起，是蕊儿太冒失了。差不多得了，演给谁看呢？二少爷一贯不喜欢我。你这样的人有让人值得喜欢的地方吗？义父，你的小算盘打得挺好。今天这事儿，如若陆永会带人来查，的确什么也没查到，你便可以向我们表一次忠心。但若陆永会留有后手，最后倒霉的也是我们穆家，而你照样可以抽身。傅蕊，你左右不吃亏啊？傅蕊被穆兴泽怼得哑口无言。的确，他是存那么一点私心，但正如昨晚的梦境，爹也提醒了他，如今他羽翼未丰，身后又没有其他的后台，只能靠着穆家。
穆家倒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二少爷何必把人想得那么坏呢？穆相对傅蕊最后的一点信任都彻底的消磨干净。他想，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之前的承诺，尽快给他找一户好人家，让他安稳的过着下半辈子。行了，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谁都不许再提。穆相心里拿定主意后，示意傅蕊先回去。对了，通政司副使家的二少爷林科，人品怎么样？人还行，斯斯文文的，虽是庶子，但比他那个大哥懂礼数不少。据说还要参加明年的文状元考核呢，如若考上了，前途不可限量。爹，你问起林科做什么？上回林副使和我提过一嘴，说林科在太后娘娘的寿宴上看上了蕊儿，但当时蕊儿又没有及笄，我就没放在心上。现在蕊儿明年也就及笄了，如果林科这人靠谱的话，我想这未尝不是一门好姻缘。爹，无冤无仇的，你别祸害人家林科了吧？你怎么说话的？你看着办。后院门口，傅蕊听到穆相有意让她嫁给一个四品官员的庶子后，整张脸都阴了下来。穆幽月，你有的东西我也必须要有。傅蕊离开了后院，穆景玉往穆兴泽看去，两人对视，眸中一片了然。好了，我得再进宫一趟。陆永会给我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我必须得去皇上面前揍他一本。小四，你也赶紧的，该去审案审案。说完，穆相出了府。二哥，你干嘛说话这么毒啊？不毒不行，他傅蕊要真改过，他刚听了爹的话，心里铁定感激不已。他要是假装改过，这会儿一定又把我们给恨上了。你说说，当初救人的是傅管家，咱们父亲当时不仅给了一大笔的银两给傅家，又答应给傅家二老养老送终，最后又收了傅蕊当了义女。你看他知足了吗？去年傅管家忌日，不过因为飘了点毛毛雨，这傅蕊不也找借口没去祭拜吗？白眼当一个。玩还是你会玩啊？刚刚竟然没告诉他，林科已经被景王认可，明年1月就要跟着范太傅做事。这文状元考不考的，其实作用也不大了，这前途啊，可比林副使光明多了。告诉他还得了，这人性呢。今日这事儿，你提前安排的？准确来说，我们是团伙作案。先前我夜探陆府时，早已翻到了陆永会私藏的账本，将里面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昨夜找到我四哥，模仿了陆永会的字迹，那张存据是我二哥去北天黔州弄来的。至于我爹，他站在旁边给我们当啦啦队。啦啦队？就是站在旁边给我们鼓掌。还真是一家人齐心协力。穆幽月笑了笑，傅蕊那点心思哪能骗得过穆家这些老狐狸？景王吩咐过，一切按宣朝律法来办。江大人，坤王妃求见。让他进来。江大人，本王妃想见一见父亲。没有皇上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窥视陆中书。本王妃是想来见父亲最后一眼。只有1炷香的时间。多谢。妙龄，坤王妃，只有1炷香时间。妙龄，爹，你不是一直叫我别轻举妄动吗？你看看你这做的什么蠢事！我这不都是为了你？陆家倒了，你这个坤王妃还有好日子过吗？爹，那现在该怎么办？你还有办法出去吗？宣坤那边怎么说呀？他回府之后就对我一阵臭骂，你还指望他吗？爹，你手里还有筹码是不是？不妨告诉我，我或许可以帮你。爹，你难道连我都不信任吗？在这世间，我是你唯一的亲人了。你看看你其他的那些庶子庶女，他们有想过来探望你吗？正如你所说，陆家倒了，我什么也没有了，我比谁都希望你渡过难关。我听说魏太后卧病在床，久久不愈。如若我将手里那张王牌透给她，或许能换回一线生机。爹，还是你聪明，这样的话，太后一定会放了你的。是啊，你现在赶快进宫去见太后。爹，我知道这朝玉湿冷无比，刚刚来之前特意去了一趟医馆。说罢，指尖多了一颗黑色的药丸，递到陆永会的嘴边。陆永会面色一惊，而下一刻，陆妙龄已经掐住他的下颚，用尽全部的力气将药丸喂进了陆永会的嘴里。生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你教我的。母亲已经为我牺牲，如今你也帮我一次，又有何妨？陆永会喉口发不出一丝的声音，望着陆妙龄，面上血色尽失。趁着陆永会还有一口气前，迅速的离开了牢房。爹，你别怪我，是你自己没用，让陆家一步步变成今日的局面。我为了自保，何错之有？进宫。见过坤王妃。正副统领，本王妃有急事要见母后。太后娘娘这段日子身体抱恙，连卑职也只是定时来寻访一下。坤王妃，我要见母后，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母后说。容奴婢进去禀报一声。东岐道长今日进宫了吗？刚进宫不久。二位请。儿臣见过母后。你怎么来了？听说母后病了，儿臣一直记挂在心，便来探望一下母后。你爹这回惹了大麻烦，你难道不是来为他求情的？
儿臣的确是想给父亲求个情，希望能够放他一条生路。想要生路，得看他自己本事才行。陆妙龄沉默了一会儿，罢了，看来哀家得亲自去见一见他才行。政府统领，你来扶哀家。启禀太后娘娘，刚才大理寺那边来报，陆永会服毒自尽了。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你一定是在骗我的，是不是？大理寺卿方才已经紧急入宫面见皇上了，此事千真万确。我爹怎么可能自尽？他一定是被人谋害的，一定是大理寺的人，他们草菅人命。荒唐，简直荒唐至极！去给哀家查一下，叶玄景和穆家那些人今天都去了哪儿？陆妙龄，你爹被押走前曾授意东岐道长进宫，说他有办法治哀家的病，你可知道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父亲他平时许多事情都不会告诉我。母后，一定是穆丞相他们做的。前不久穆昭会便在大街上对父亲大打出手，说不定是父亲知道了他的把柄，他联合大理寺少卿穆景玉对父亲下的毒手。让江清平来见哀家。陆中书被发现时，的确已经气绝了。大理寺的仵作在一番查验后，断定是死于最常见的针毒，借着针毒被制成了药丸，十分的方便携带。在这期间，是否有人见过陆永会啊？旁边的陆妙龄瞳孔一缩，心里开始想着措辞。无人见过陆中书。江清平为何要帮他？可恶，可恨！难道普天之下就无人能治哀家的病了吗？东岐道长呢？程瑞呢？程瑞入宫前得到天瑶国急报，现在已经动身回天瑶国了。往后昆王妃只能靠自己了。东岐道长说完，便留给陆妙龄一个背影。江大人，刚刚为何帮本王妃？人已死，既无法挽回，便也无需深究了。往后我去微臣还有仰仗昆王妃的地方，还请昆王妃届时多担待。江大人，你是个聪明人，更何况你也没有证据。小四，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我去大理寺的时候，江大人已经处理好了陆永会的后事。陆妙龄那边怀着孕，说不沾此事，给了江大人一笔银子，让他帮忙安葬陆永会。哦，也就是说，除了江大人，没人见过陆永会的尸首了，是这个意思。甜甜，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这都天黑了，你不会和叶玄锦一顿饭吃了一下午吧？我和小叶饭后四处逛了逛，这些都是我和小姐一下午的成果。下回请他吃饭，就在家里请就好了，又不是没有厨子，你单独和他出去吃，多危险呢！我知道了，爹爹。那就好。对了，陆永会死了，你知道吗？刚刚回来的路上听说了。这老畜生就这么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木匠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就要往外走。你干嘛去啊？我去问问江大人把他埋哪儿了，我给他挖出来，捅几刀再说。丞相大人，还没吃晚饭吧？刚刚小姐给你买的桂花糕还热乎呢。甜甜给我买的呀，那尝尝。四哥，怎么了？大理寺最北面一间封闭的牢房，关的是谁？恒王。穆小姐，太后娘娘有请。这都好晚了。太后娘娘重病，方才已经请了穆太医前去诊治，这会儿想请太青山神医穆姑娘一起搭把手。是吗？那就进宫瞧瞧吧。爹，四哥，我先进宫了。怎么办？不会出事吧？以甜甜的本事，应该不会有事的。不是，我是担心太后啊。旁边的木匠一口桂花糕差点噎死。别慌，甜甜就算忍不住，还有三哥在呢。三哥虽不如甜甜这位太青山神医名声响亮，可毕竟也是拜在高人门下的。不慌，不慌。不行，他得去看个热闹。穆幽月，哀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夜你若治不了哀家，哀家让你和穆舒言都有来无回。太后娘娘此举，臣女甚是恐慌。想要活命，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否则哀家对付你就和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太后娘娘，您放过佳妹吧，微臣愿意替她受惩罚。三哥，你们不必在这扮演兄妹情深，今晚治不了哀家，你们谁都逃不了。你既然有办法，大可说出来，便可活命。你也不想你三哥因你而死吧？太后娘娘应当是受了什么反噬，才会突然变得如此。办法是有一个，但臣女说出来，太后娘娘未必信。何况这个办法，在旁人看来，定是歪门邪道，而且也十分的残忍。说来听听。此乃我多门钻研出来的办法。太后娘娘遭到邪功反噬，体内赤血已然变得不纯，需得世间最纯之血，方可攻破。何以？寒梦山的雪莲最是纯净滋补，太后娘娘需要找一个每日服用寒梦山雪莲的孕妇，每日取其身体一口血饮下，连续9981日便可痊愈。甜甜，这也太残忍了，不可如此。三哥，所以我说这是个歪门邪道。此言当真？当真。不过这每日饮用寒梦山雪莲的孕妇极为难找，通常只有显贵人家才有这样的条件。
穆太医，太医院每个月都会进一批韩梦山的雪莲，你可知道有时每日进补韩梦山雪莲？这说，的确有那么一人，只是那是坤王妃啊。坤王妃每7日便会让王府的侍女来太医院拿走7天的雪莲。坤王妃玉体尊贵，又怀着坤王殿下的孩子，怎能每日取血给太后娘娘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最快3日见效。窦嬷嬷去请坤王妃。见到坐在床榻上的魏太后，陆妙玲竟吓得尖叫了起来，后退了一步。请母后恕罪。你是否每日服用韩梦山的雪莲？陆妙玲不知是何意，下意识的点头。很好。下一刻，陆妙玲忽然被人按倒在地，窦嬷嬷亲自上前找了一把匕首，用力割破了陆妙玲的手指。母后，你这是要做什么？我怀了身孕，你不能这样。面前，魏太后没有回应他，而是接过琉璃盏，将里面的血一饮而尽。静坐了一会儿，魏太后神奇地发现堵在胸腔口的疼痛竟然舒缓了许多。你回去吧，明日再来。母后，我还怀着身孕呢。哼，哀家当然知道了，但你得记住了，在哀家痊愈之前，好好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否则哀家第一个弄死你。三哥好久没有回家了，什么时候回去啊？再过2日便是假期。那我们等着三哥回来。好，三哥给你带果干回来。谢谢三哥。不早了，早些回去吧，别让爹爹担心了。三哥再见。小叶，你这个疤哪儿弄来的？还挺真的。我自己做的呀。手还挺小的，比那谁强多了。谁啊？不说了，他来了。你怎么在这里？看风景。那我不打扰你了。和你一起走。你不看风景了？有什么好看的？那你刚刚还看了那么久。刚刚好看，现在不好看。行吧。你先跟我来。他们平时都这么聊天的吗？是啊，通常咱们殿下话多一些。哦，真是为难景王殿下了。帮我个忙。什么？陪我去个地方。啊？我去，他没看错吧？当见到满大街都是狗时，面色也略微诧异。捅了谁家狗窝了？穆幽月整个人都不好了，条件反射地摸了摸手臂，已经全部泛起鸡皮疙瘩。这都多晚了，为什么大街上会有这么多狗啊？恰好自己坐的又是叶玄锦的马车，景王府也快到了，穆幽月也不好意思开口让叶玄锦送，准备用轻功回去。飞身刚上屋顶，入眼之处见屋顶上都趴着几条狗时，又缩回了马里。怎么不舍得离开本王？麻烦景王殿下送我回府，谢谢。有什么好处吗？我给本王绣个荷包。明日来景王府，本王亲自看着你绣。那只恶犬似乎听到了声音，一只爪子已经攀上了马车，跳了上来，作势就要冲进来。穆幽月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竟然直接坐到了叶玄锦的腿上。难道甜甜想用别的方式？这不太好吧？这不变成本王给你好处了吗？叶玄锦，你能闭嘴吗？恶犬张着嘴朝穆幽月扑过来。哎，绣荷包，绣荷包！一言为定。先把狗赶走。叶玄锦轻轻地挥挥手，近在咫尺的恶犬被他一下子掀出了马车。别怕，走了。最后叶玄锦送他回了丞相府。原地，叶陆言和云清看着满大街的狗，轮到他们头疼了。兄弟们，偷狗贼就在前面，抄家伙！偷我们狗场里的狗，我打死你们2个不要脸的偷狗贼！小叶，昨晚多亏了你啊！话说你是怎么知道城内居然有狗场的？我虽然不在京城，但这里的历史我熟啊。原来是这样。那什么，云清找你。穆姑娘，请。你们2个可以啊，回来再揍你。遵命。走吧。云清，我们小姐还没用早膳呢，别饿着她。放心吧，小叶。就按这个绣，上面的字也让。这不合适吧？你知道不合适，还送我？这天儿又被聊死了。没事，慢慢来。本王相信甜甜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和你商量件事情，成吗？你说。我画个桃花上去，行吗？不行。叶玄锦，你最好没有求我的时候。一上午脖子都快断了，只绣了半朵花出来，连他自己也没注意到自己绣花的姿势也早已变了。期间叶玄锦一直没怎么说话，穆星泽不是说他在家练过，但见他这副样子，叶玄锦心里越发好奇，他最后能绣出个什么鬼玩意儿。叶玄锦，你能不能换个东西？也不是不可。除了绣花什么都好说。给本王当半年贴身护卫。穆幽月脸上收起笑意，继续低头绣花。殿下，穆二少来了。我二哥一定是来接我回家了，那我先回去了啊。叶玄锦却轻声一笑，手一挥，竹林涌动，竟将他圈了起来。景王，何事？叶玄锦走了出来，和穆星泽交谈。穆幽月见叶玄锦似乎走远了，赶紧放了几只幽灵出来，想要进行求助。
哎呦我去，给你厉害的，还会绣花呢。哇，主人好厉害噻！你们谁会绣花？弱幽灵立即后退一步，瘦幽灵也跟着后退。眼看着胖幽灵要跑，穆幽月一把将他收进掌心。小胖，帮我绣一会儿。不是，我寻思你叫我吓吓人还好，绣花这玩意儿，你看我这手指粗的跟个大萝卜似的，也不是绣花的料啊。要不你让红姐来吧，她指定行。没事儿，你按照这个轮廓来绣就行。加油，我看好你哦。主人，你这样下去可不行。怎么了？你还没嫁过来呢，就成了夫管严，以后咋办呢？我要是你，我就撂挑子不干了。他能把我咋地吧？这一天天的让你干这干那的，他咋不上天呢？实在要是不行的话，你就听你爹的，毒死他算了。其实人小两口这样也挺好的，瞧把我给嫉妒的。我这个丑陋的心。穆幽月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默默地用玉灵网把泡英灵他们收了起来，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拿过绣盘接着绣。甜甜又想毒死我吗？完了，一下午的心血又毁了。这时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指，穆幽月心里一怔，抬眸便见叶玄锦低头看了眼他的手上的伤口，而后拿出一张干净的帕子，神情专注的一下又一下的擦拭着他手指上的血。甜甜的血很珍贵，要好好保护才是。没有流血了。好了，今日就到这里。就到？明日继续。大奸臣果然是大奸臣，刚刚心底还有些小感动，刹那间被一句话给毁了。作折实在是太多了，正要离家出走。姐姐，今天朕还能住你那里吗？住我这里。啊，叔叔，可是我想和姐姐一起住。男女授受不亲。可是之前也住过啊。男女授受不亲。穆幽月趁他俩拌嘴时先溜了。叔叔，这是什么呀？甜甜给我的，你没有。他是不是喜欢叔叔，不喜欢我了呀？或许是吧。那叔叔也喜欢姐姐吗？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你在景王府待了一整日，关你屁事。难怪你回京不久便在京中扎稳脚跟，就连陆妙龄都被你变着法的玩，原来是有景王这座靠山。哎，打住！我叫穆幽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靠任何人。倒是你挡了我的路，难道只是想说这些话？下一瞬，骊山却以最快的速度朝穆幽月攻击过去。穆幽月食指微动，在骊山手掌即将碰到他的面门时，侧身瞬移绕到骊山的身侧，一脚踢在骊山的腰侧。骊山身体往旁边一倒，又迅速起身扑向了穆幽月。面前厉风袭来，骊山被用力一甩，甩到旁边的墙沿上，嘴里吐出一口血来。短短几招，他丝毫占不得一丝的上风，可见穆幽月的身手隐藏的有多深，甚至比那日打伤他的粉衣女子还要厉害数倍。还要继续吗？穆幽月，我们结盟吧。穆幽月挑眉，像是听到了个天大的笑话一般。离家之人虚伪成性，无情无义，我不愿与志同流合污。穆幽月，我们合作，我们一起灭了离家。要合作，拿出诚意来啊，否则我凭什么信你？你放心，我既已表明立场，那便不会退缩。穆幽月没理他，转身往丞相府的方向走。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你去哪里了呀？半天找不到你。找我做什么？我今天偷听爷爷和基督童讲话，他们说要把我嫁给北安国国君，可我听说那个国君都快和父亲差不多年纪了。你不是一向很听爷爷的话吗？现在怎么不同意了？你怎么回事啊？吃错药了吗？我这不是没办法了，来找你商量吗？我不想嫁去北安国。你不反抗，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说完，径自离去。事情落不到你头上，你就只有幸灾乐祸的份。可恶，不行，我不能嫁去北安国。大小姐，有事吗？老爷向来说一不二，大小姐既然不想远嫁北安国，那妾身这里倒是有个主意。说来听听。在老爷彻底做好决定前，尽快找个心仪的男子，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来，没有人会逼你嫁去北安国了。大小姐这表情是不是真的有心仪的男子了？你不妨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我虽然不是你亲娘，可到底是在这府里看着你长大的，又怎么舍得你远嫁？我喜欢。是景王殿下是不是？金姨娘，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呀你，姨娘平时都看在眼里呢。怎么香香啊，长得那么漂亮，只要你想想办法，景王殿下一定不会拒绝你的。到时候你成了景王殿下的人，老爷还敢让你嫁去北安国吗？只怕北安国国君都不敢和景王抢女人吧。姨娘，那你可有办法帮我？骊山从暗处走出，心中知道这个金氏不简单。至于离香，
算了，他太了解了。悠悠，累了吧？我给你揉揉手臂。叶陆言，你是不是收了叶玄景什么好处？啊？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吵架了吗？我和叶玄景不是你想那种关系。啊？不会吧？真没关系啊？那他这些天岂不是把悠悠往火坑里推？总之，以后不要乱撮合我和叶玄景。好的，那我还是听你的吧。对了，我刚刚回来时碰见骊山了。这个女的，当初擂台赛的时候拽得和什么似的。我当时如果打输给她了，她今天才不会向你低头呢。有阴谋，绝对有阴谋。悠悠，你可别被她给骗了，这种女人假惺惺的。我当然不会轻信她的话。这就对了。来，我继续给你捏捏手臂。今天战果怎么样？叶陆言看他这样，嘀咕一声：原来景萌这么不会疼人啊！这都把悠悠折磨成什么样了？难怪悠悠不喜欢他呢。看来他俩真的没戏。哎呀，悠悠，我忽然有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叶陆言，你确定这样真的可以吗？可以啊，看起来好可怜，一看就是受了重伤的样子。受了重伤还怎么绣花呢？你说是吧？小叶，你这是怎么了？小姐她昨晚练铁砂掌，不小心把双手都烫伤了，我好心疼她。铁砂掌？你看看，手都伤成那样了。天哪，竟然伤得那么重！看大夫没有？三少爷一会儿就回家了呢。那就好，那就好，让穆小姐好好休息，我先回去复命了啊。怎么样，我这个办法好不好？哎呀，痒死了！这时，外面又有脚步声传来，叶陆言以为是云清回来了，让穆幽月先休息，自己跑去看看。你好啊，悠悠二哥。陆言，甜甜呢？在房间里面休息呢。小三回府了，小四今天也空闲着，我们兄妹几个好久没聚了。小四提议去游湖。啊，游湖啊，那一定很好玩。你也一起去了？那我去通知悠悠。悠悠，去游湖吧。好。殿下，属下刚刚去过丞相府，穆小姐受伤了。伤哪里了？听小叶说，是昨晚练的铁砂掌，把双手都烫坏了。铁砂掌？是啊，属下去的时候，穆小姐双手都被包了起来，伤得特别严重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悠悠，快点！哇，这个船好大，我真的好久没有游湖过了。来了，跟上。小叶，既然是一起出来玩的，你就别拘束了。多谢二少爷，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快了，也就半个月时间。爹爹之前就已经把找到你的事儿休书给了大哥，想必大哥会比原定的时间还要早回来。哇，好羡慕小姐啊，有那么多哥哥保护着。你不还有我吗？对啊，我最喜欢小姐了。悠悠，吃核桃吗？说完，准备去找剥核桃的工具。哎呀，忘记带了。我来帮你吧。一掌拍了下去，核桃当场被砸了个稀碎。顺便帮我妹砸一些。我还带了花生呢。今天这个湖上船还挺少的，就只有2艘船。天气热，出来的人比较少吧。不过今天还挺凉快的呀。那双手还真是灵活呀。云清站在一旁，一声也不敢吭。撞上去。2艘大船相撞，砰的一声，发出剧烈的摇晃。过程中，云清使出吃奶的力气，趁乱把叶玄景的这艘船又砸了一个大洞出来。看着湖水慢慢流进船舱，擦了擦脑门的汗，他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去看看。哎呀，穆二少，怎么是你们呢？云清，你怎么在这儿啊？殿下今日在此游湖，刚刚那个不长眼的船夫操作不慎，撞上了你们。我正出来看看情况呢，没想到是穆二少。你没事吧？没打扰你们吧？没事，一场误会。那你继续吧，不打扰穆二少了。哎，糟糕，殿下的船怎么漏了个大洞啊？哎，云清，快请锦王到我们船上来。好嘞。真是巧了，隔壁竟然是锦王殿下的船，他今日也在这里游湖呢。不过他的船撞了个洞，我怕出事儿，请他来我们船上了。锦王来了，赶紧的！叶陆言忽的就把带来的包袱撕成2半，二话不说就往穆幽月的手上缠去。你们正说着，一道风光霁月的身影已经走了进来。锦王，本王没有打扰你们吧？怎么会呢？锦王先坐吧。穆幽月的手刚刚被潦草的包裹了一下，此刻面对叶玄锦，心虚的把手藏到了背后。天天，你把手包起来干嘛？我有点冷。我们先午膳嘛。穆小姐的手还冷吗？有点儿。话落，一双筷子伸到他嘴边，上面夹着一块排骨。本王喂你。穆星泽、穆舒言和穆景玉又一次傻了。多谢景王，我自己来。好，手好了。2少爷、3少爷、4少爷，你们也快吃吧。石敏，那兔崽子真的在那艘船上吗？师父，小师妹现在和几位兄长在聚，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吧。谁说我要打扰他了？我就是来看看他那几位兄长对他怎么样。自从回了家，都不来看我了。石敏，你瞧瞧，那几位小哥长得多标致啊！他们穆家的人从小就喝仙露的吧？怎么长得一个比一个好看？难怪兔崽子敢在为师面前自称仙女呢。
哎，年轻真好啊！师傅也很年轻。就你会哄我高兴，老了就是老了。走吧，先回岸边，让这兔崽子啊再逍遥几日。等过几日，为师亲自去拧这个兔崽子的耳朵。我不想绣花，不想做手工活。不想就不想，我还能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不成？慕幽月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么好说话，很喜欢他。谁？慕幽月没等他叶玄锦的回话，叶玄锦只留给他一个背影。你去哪里？杀人啊！叶玄锦走了一段距离，发觉身后没动静，回眸看了一眼，空空如也。小没良心的，竟然一点也不关心。这京城永远都这般热闹。这臭小子吃锅忘盆，想到小怪物情真意切地写下那封肉麻的信，却是一副真心喂了狗罢了，还是让小怪物亲自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个什么狗东西。那师傅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随时吩咐徒儿。你先出去吧。是师傅。甜甜，什么情况啊？就普通朋友啊。不见得吧。好了，此事相信甜甜自己有分寸，我们也不要过多干涉了。甜甜，先去休息会吧。爹，今天怎么进宫了那么久啊？下朝后顺便教了皇上几招，瞬间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爹既然那么厉害，当年怎么就当了个文官呢？说起这个呀，就得说到你们爷爷。当年咱们宣朝最不缺的就是武将，你爷爷让我避避锋芒，弃武从文，我才靠着自己一步步走到丞相的位置。现在想想，的确如此。宣朝那么多的武将，到头来没几个能善终的。哦，对了，听说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去游湖了，怎么样？玩得高兴吗？高兴，很高兴。那不错，下回带我一起去，我教你们一招惊涛骇浪。怎么来杀我的？磨刀吧。刚磨过。不错，目光很长远。你在看什么？本王在看你的眼睛。我白瞎了一双大眼睛。带上刀，跟我走。景王殿下。那个景王，我在后面等你。说罢，先一步跳出高墙，刚站定，便碰见了朝这里而来的石冕。师兄，这么巧啊，我正好要来找你。师兄，你怎么突然来京城了？师妹，你给师傅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认真的？是啊，我可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啊，我发誓苍天为证，日月为鉴，我是认真的。叶玄锦来的时候，完整的听到了慕幽月最后的一句话。这狗东西刚应付完另一个女人，现在还敢来找小怪物。清风拂过，石冕正想说话时，一股强大的杀气朝他袭来，一片竹叶快如闪电的扫向他的眉心，速度太快，慕幽月和石冕都惊了一下。危险关头，慕幽月推了石冕一把，躲过了竹叶的攻击。那片竹叶落到了石冕身后的高墙上，狠狠地嵌了进去，墙体瞬间裂开了几道缝隙。叶玄锦，你干什么？你就真的那么喜欢他？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苍天为证，日月为鉴，哼，倒是比那8个字有分量多了。景王，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慕幽月，过了。你今天到底受什么刺激了？你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写信？这里真热闹呢。听到这熟悉的女声，叶玄锦在对方的话语里听出了几分挑衅，正准备把对面那对狗男女一锅端了，只听慕幽月倒吸一口凉气。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出来了？你小子的功夫都是为师教的，偷溜出来，真当为师察觉不到吗？还有你，小兔崽子！师傅，哟，石冕，你听听，仙女管我叫师傅呢，是不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呀？仙女？怎么不承认了呀？你那信上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你是我得不到的仙女吗？女子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一旁的叶玄锦忽然有股不祥的预感。师傅，这个不是我写的呀。这不是你让石冕交给我的吗？现在不承认了？真不是我写的，这字迹不是我。慕幽月说着说着，忽然觉得这字迹有些眼熟，默默地往身侧的叶玄锦看了一眼。叶玄锦别过眼，避开他的目光。叶玄锦，你这个大奸臣，无耻！要是让老娘知道这是谁的恶作剧，老娘第一个撕了他！你这个兔崽子，下山这么久，一点也不想为师的吗？想啊，当然想师傅，只是手边事情太多，暂时抽不开身。行吧，暂时原谅你了。不过要是有事你就放手去做，天塌了，为师给你撑着。哎，新上人，师傅你别乱说。师傅，这位是景王，这是我师傅秦，算了，你就叫他王母娘娘吧。别听他们的，怪爱取笑我，叫我老秦就行了。王母娘娘，今日之事有众多误会，为表歉意，本王明日在府中设宴，请你还有
还有石冕一起。那就提前感谢景王殿下招待了。石冕，我们走。景王殿下，偷换我的信，这是闹哪儿一出啊？本王好心替你把关男人，有错吗？幼稚无聊。本王有话跟你说。四目相对，叶璇紧抿着薄唇，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在这时，噼里啪啦的声音在附近响起，先前那堵被竹叶嵌入的围墙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整堵墙都散架了，溅起灰尘，碎石落了一地。来人，有刺客！穆家的侍卫已经跑出来，当看清墙外的人后，先是一愣，而后重新跑了回去，嘴里大喊：快去禀报相爷，锦王砸了我们府的后墙！你先回去吧，快走吧，有什么话过几天再说。这当真是那大奸臣干的？回禀相爷，小的刚刚听到动静跑过来的时候，的确是见到景王在这里。可恶，这个混小子，如今都敢这般挑衅我了，我的刀呢？爹，你先冷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他干的。哪来的误会？证据都在这里。小四，你们大理寺管不管这个事情？这事吧，属于生活琐事，一般由京兆尹府管。那不行，别以为我不知道，裴彦之那小子是大奸臣的人。罢了，我亲自去一趟景王府，我倒是要问问这墙哪里得罪他了。我得去看看，别一会儿爹被景王府的侍卫抬出来了。悠悠，怎么回事啊？你们在后院打架吗？差不多吧，不过这墙的确是叶璇锦干的，该赔还得赔。不过说真的，叶璇锦的内力真是不容小觑，一片竹叶竟有如此大的威力，比他的头发丝儿还厉害。穆悠悠握了握拳头，决定去哄哄王母娘娘，再学一些招数过来。丞相大人，您来了。叶璇锦呢？殿下刚回府呢，这会儿在后院。带路。殿下呀，你干什么不行，非得把人家木像的墙给砸了？爹，一会儿有话好好说啊，万一真有误会呢？走进去的时候，叶璇锦的身影正好往这里走来。叶璇锦！嗓门大的把叶璇锦身旁跟着的雪域灰狼都吓得弹了一下，下意识的吼了回去。木像亦是被吼的一个激灵。穆丞相，今晚真是抱歉，本王奉皇命捉拿天瑶国的奸细，奈何贼人狡猾，交手时一不小心失手误伤了相府的后墙。本王方才已经命人明日一早便去修相府的墙。是吗？天瑶国奸细，那抓到了吗？抓到了。相爷，属下之前好像是看到景王当时身边还站着个人影，似乎还是个女奸细。你不早说！原来是这样啊！景王既然有公务在身，那我们自然也能理解。误会一场，大家说开了就好了。我爹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是吧，爹？是啊，身为宣朝臣子，自然是把宣朝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今日多有叨扰了。穆相客气了，是本王有错在先。哪里？这疼！看来不是在做梦了。这大奸臣今晚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突然转性了？二哥早叫你冷静了，你非是不听。再说了，你呛我干嘛？不能呛你自己吗？我偏后，反应慢。哼！香香啊，姨娘今日可是下了血本了，听说景王在府中设宴款待贵客。可是景王设宴没有邀请，我根本进不去啊。姨娘当然是给你做好准备了。早上景王府的侍女出府采购，姨娘找人把她拦下了。一会儿你换上她的衣服，混进景王府。还有这个香包，你记得带在身上，里面可是好东西。有了它，全天下任何一个男人都拒绝不了你。姨娘，谢谢您。好孩子，快去吧，姨娘也不舍得你远嫁呢。喂，你还愣在这里干嘛？贵客快到了，快跟我来厨房。是，我这就。我说了，景王叫我老秦就好。王母娘娘这个称呼呀，是那小兔崽子专门用来调侃我的。她是仙女，你是王母，挺好。那小兔崽子今日不来吗？真是的，阿成又睡过头了。这丫头呀，一到晚上就精神，白天就犯困，偏爱和人反着来。师父，师兄，景王。殿下知道昨晚穆小姐没有休息好，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云清，他怎么知道你昨晚没休息好？你们后来干嘛了？师父，你别瞎想。我也没说什么呀，是你自己想歪了吧？如今朝中局势动荡，魏太后一手遮天，连本王也无力对抗。听闻穆相已经私下与昆王结盟，本王今日请穆小姐来，想请穆小姐帮着本王牵线。景王殿下既然开口了，臣女也必定做这个人情。识时务者为俊杰，往后我们都是昆王殿下的人了。他竟然不知景王竟然斗不过魏太后，还如此低三下四的求穆幽月搭线。仔细想想，到底是异姓王爷，在宣朝没有根基，平日里装出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只怕也是做给外人看的。今日本王特意单独设宴，还请穆小姐对此事保密。臣女明白。听闻昆王妃近日都在太后娘娘那里安胎，这一胎如此慎重，想必定是个男胎了。兴许吧。
哎，那股香味总算是散得差不多了。穆小姐，戏演得不错。彼此。这什么意思啊？殿下先前毁坏了相爷府中的后墙，虽已经派人来修，可闹出这样的动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于是特意给相爷还有几位公子以及穆小姐都分别准备了一些礼物，还请各位笑纳。这么多东西，未免太夸张了一些。景王是不是弄错了数目？就是，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来下聘了。你把东西带回去吧，我们不要。相爷，你行行好嘛，这是殿下的一番心意。如果属下今天没办到的话，属下就会被逐出晋王府了。属下再也不想回去过喂猪的生活了。云清哭得惊天动地，我见犹怜，过程里还朝穆行泽使眼色，让他帮忙说话。爹，既然锦王一番好意，那我们就不如先收下吧。是啊，那就这样吧。说罢，抹了把眼泪，站了起来，开始分东西。这2个最大的是给相爷的，这2个是给大公子准备的，等他回朝可以拿给他。这2个是穆2少的，这2个是穆3少的，这2个是穆4少的，最后这一个是给穆小姐的。云清分完东西后，留下一脸懵逼的穆家人，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穆家。他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家甜甜吗？我有点困，先回去了。殿下，东西都送到了，亲自交到他手里了。云清点点头。这时，云蝶也从京兆尹府回来了。殿下，事情都办妥了。不错。悠悠，我可以进来吗？我刚出去转了一圈，据说今晚是城内的花灯节，大街小巷都在布置呢，还有很多卖花灯的。花灯节？今年的花灯节不是早就过了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看到京兆尹府的人贴了告示出来的，还让百姓们今晚出行都小心一点，注意自身安全呢。不过花灯节一定很热闹，还有好多吃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也不是不行，那就一起去吧。那我一会儿去换件漂亮的衣服，还有今晚这个疤也不贴了，太丑了。悠悠，你也换一件衣服，晚上我们一起去放花灯。穆幽月刚梳妆完毕，窗边竟然飞来了一只信鸽。虚实花间小院，这家伙又搞什么鬼啊？这么多人，没意思，算了，回府吧。刚一转身，一个踉跄的身影扑了他马怀，鼻尖传来一股浓郁的脂粉味。谁啊？眼睛瞎了吗？哟，黎香啊。是昆王殿下，刚刚沉溺脚崴了，不小心撞到您了。宣坤身形一晃，总觉得人忽然有点晕，又晃了晃脑袋。昆王殿下今晚是一个人吗？腰间的香包散发着异香，充斥在两人的周围。怎么，今晚想陪着本王？可以啊。最后，宣坤拉着黎香趁乱进了人群里，最后进了一家客栈。那女的不是黎家那个吗？她怎么勾引宣坤啊？走，我们跟上去看看。昆王殿下，昆王殿下。黎香难以置信，这么关键的时刻，宣坤竟然睡着了。难道事的分量太重了？真是没用，就睡着了？哎，什么嘛，这时候也能睡着？这个昆王是不是不行啊？哎，快看，黎家来人了！趁着他们上楼时，穆幽月指尖银针一出，扎向了宣坤露在外面的手臂。疼！你们！宣坤的尖叫声比黎香还要大了3倍。昆王殿下，你哭个屁呀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本王怎么会和你在这儿啊？昆王殿下不记得了吗？是你强行拉着我来这里的，我百般推脱，但毕竟是个弱女子，根本推脱不掉。什么玩意儿？我拉着你，你们先穿好衣服。爹，现在这事情怎么弄啊？你不是还打算把香香嫁到北安国吗？事已至此，只能从长计议。这怎么从长计议啊？香香的清白没了，宣坤如今已经有了正妃，难不成我们黎家的嫡女要去给人做个侧妃吗？不可能！昆王殿下，臣女的清白都给了你，你不会不认账吧？你能不能别哭了？就你一个人委屈是吧？事已至此，昆王打算给我黎家一个交代。黎老将军想要些什么？自古以来，女子最重名誉，我们香香还未婚配，如今没了名节，自然是要昆王殿下负责的。但黎府之女向来不给人作配，微臣要的很简单，只要昆王殿下以正妃名义娶了香香，此事便到此为止了。什么正妃啊？本王已经有了正妃了，你们不知道吗？如今朝中局势混乱，陆永会已死，陆家也帮不上昆王什么忙了。但你与我黎家联姻，我黎家往后将会是昆王殿下的后盾。昆王殿下，你且仔细斟酌斟酌吧。若明日午时前我没有听到你的回应，那么这件事儿我们黎家不会善罢甘休的。倪瑞贤，好大的胆子！你敢威胁本王？本王今天就放话在这儿，黎香要么做侧妃，要么就自己接受这个后果。威胁本
你当本王吓大的？哼，香香原本已经被安排嫁给北安国国君，如今清白被毁，本王既然不愿意负责，那么只得请你去向北安国那边解释了。这宣坤惊了，千想万想，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还扯到了北安国。这事情的确是闹大了呀！待本王明日先去请示母后。那么就等坤王殿下的好消息了。真是开心的一天。我不开心。慕幽月吓了一跳，回眸便见叶玄锦不知何时站在他的身后，这会儿正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你们慢聊，我下去买花灯了。怎么，宣坤比我好看吗？他精心布置了花间小院，等着他到来，他却跑这里来看宣坤了。叶玄锦恨不得现在就去宰了宣坤这个碍眼的东西。你找我干嘛呀？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那现在还要去花间小院吗？不去了，没兴致。叶玄锦做事就要走，慕幽月见人怎么又变脸了，坐在原地撑着下巴，看着他的背影没动。叶玄锦到底还是没走，又折了回来，俯身在他身边坐下。你送我的地图和钥匙是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我全部的家当而已。然后呢？然后叶玄锦拉长尾音，侧眸看向他的双眼，视线慢慢落到他嫣红的唇上。他慢慢靠近，慕幽月下意识的身子往后仰。家当都给你了，还剩一个我。甜甜要不要也一起收了？空中这时炸开无数道烟花，绽放在这个绚丽的夜晚。慕幽月莫名被这话惊得心跳加速了一下，目光定格在叶玄锦的脸上。半晌，他伸出手摸了摸叶玄锦的额头，在确定他没有发烧后，慕幽月别开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需要我罩着你？的确遇到一些麻烦。那么甜甜罩着我一辈子吗？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啊？对于慕幽月的一系列反应，叶玄锦皱皱眉。他难道表现的还不明显吗？还是小怪物故意装傻？突然还挺羡慕那2头狼的。走了。叶玄锦坐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混入人群，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在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后，对他的感觉突然变得凶猛又热烈，整颗心都被牢牢地蛊惑。慕幽月走远了一些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叶玄锦还坐在那里，两人视线也在这一刻对上。悠悠，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我先回去了。主人，大晚上干啥？就是有几个头大的问题，想要你们帮忙分析一下。脑力活呀，我最会了。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和一个男的平时差不多也就是合作关系吧。今天那个男的突然送他一把钥匙，说是他的全部家当。你们说这男的什么意思？这不明白吗？这男的喜欢你那个朋友。不会吧？他平时对我朋友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欢的样子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一定有诈斗。也有可能这个男的犯了大事情，要被判死刑了噻。胡扯！我敢打包票，这个男的一定暗恋你朋友好久了，现在指不定是受了啥刺激，突然脑子开窍了，才突然送你朋友一把钥匙，想牢牢锁住他的心了啦！真的太浪漫了吼！他刚表白，直接给出全部身家。想想那场面，我要是你朋友，我铁定当场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慕幽月摸了摸心口，忽然感觉被内涵到了。那男的和你朋友说喜欢他了吗？没有。那这件事现在还不好说。是你朋友，要不再观察一下吧。这种事情还得挑明了才能说得清啊。叔叔，最近怎么样？是否有头疼的事情？的确是有那么一点头疼。说来听听。可能是我年纪太小吧，总觉得那些大臣和我特别有距离感。这的确是你的问题。那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啊？作为君主，不够体贴臣子。体贴？当皇帝还要体贴臣子吗？好多臣子，包括家眷，至今没有婚配，皇上不打算做主吗？原来如此啊，那先给谁配呢？轩宇，你想要审什么？好嘞，叔叔想成亲了吗？难道不可以吗？那个我先看奏折，今天奏折很多呢。殿下，太后那边怎么办呢？他一直很希望姐姐可以和叔叔在一起呢，可是现在叔叔着急要娶妻了，姐姐怎么办呢？皇上，姐姐你来啦，我好想你啊，我们等等去放风筝好不好？皇上现在很忙吗？奏折算什么呀，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头大的事儿。什么事情啊？是关于叔叔的。他怎么了？姐姐还记得之前叔叔说要娶宣朝名声最差的女人吗？然后呢？然后叔叔现在可能真的喜欢上一个女囚犯了，他还想和那个女囚犯成婚呢。
女囚犯，他和你说的？没有和我说明，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虽然我一直希望叔叔可以和姐姐在一起，但是姐姐名声那么好，肯定不是叔叔喜欢的类型。姐姐，你别难过，叔叔刚才还说要让朕多体贴体贴臣子呢。等我看完奏折，我去看看还有谁家的少爷没成婚，到时候给姐姐安排一个最好的。这个倒也不必。女囚犯，叶玄景口味这么重的吗？母后，你带个面纱干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来有何事啊？母后，你这话说的，母后，儿臣想娶梨香为妻。你说什么？就昨夜花灯会，儿臣可能喝得多了点，就和梨香有了夫妻之实。人家毕竟是个黄花闺女，又是黎家嫡女，儿臣也不能不认账啊。混账！哀家不是早就告诫过你，不要离黎家的人太近，你竟然还和梨香做出那种事情，哀家不同意。母后，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黎家那边现在也盯着儿臣，而且他们不愿意让梨香做侧妃，还要正妃的位置。唉，陆妙龄如今怀有身孕，那你准备怎么安置她？她呀，儿臣想了想，毕竟快4年的夫妻了，虽然娘家倒了，但现在怀了孕，休了也不好，就让她做侧妃吧。也好，那殿下，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为你尝尽苦头，你现在怎么能如此狠心？胡咧咧什么呢？本王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什么时候让你吃苦头了？陆妙龄，你别不识好歹啊！母后，黎家的人向来狡猾，梨香留在殿下身边一定是个隐患，这肯定是慕幽月的阴谋，他想引狼入室，他想要害孔王殿下。陆妙龄，你差不多得了，本王和梨香有了肌肤之亲，势必要给他一个交代。人家堂堂李府嫡女，做个侧妃也不像样啊！你还是识趣点吧。叔叔，你们今日执意如此，那我便死在这儿。我死了，母后也不好过吧？怎么，你是在威胁哀家吗？陆妙龄，你好大的胆子！真以为没了你，没人给本王生孩子了吗？你们大可试试。哀家这辈子最痛恨被人威胁，你既然想死，那么哀家便不拦着，你动手吧。母后，是我错了，儿臣对孔王殿下一片痴心，实在是气不过才做出此举。殿下，你不能对我如此狠心呢。够了，哀家同意你和梨香的婚事了，至于大婚细节，你自己与黎家协商。哀家一会儿便去找皇帝，让他下旨，往后梨香便是你的正妃。至于陆妙龄，德行有亏，亦是不配做你的侧妃，贬为侍妾吧。侍妾？不，我不要做侍妾。这里已经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你还是安分点吧。殿下，殿下！废物，还敢威胁哀家！你给我记住了，你若是想活，就好好的服从哀家，否则哀家有的是办法让你活得生不如死。是，母后。你既已是个侍妾，便也没有资格喊哀家母后了，往后得尊称哀家一声太后娘娘。是，太后娘娘。慕幽月，你的目的达到了，把我害成这样，就是你想看到的吧？可惜，只要我陆妙龄还活着，便不会让你有安生的日子过。公主，坤王妃在外面求见。嫂子来了呀，快让她进来。嫂子，好久没见你了。哎，你的脸怎么了？我没事，公主最近还好吗？好什么呀，天天被禁足在此，闷死了。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啊，算了，公主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如今慕幽月在外混得风生水起，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慕幽月，她干什么了？公主，我虽是你嫂子，可我们年龄相仿，我一直都是把你当亲妹妹来看的。我今日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来找你的。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哎呀，你快说呀！世人皆知公主对景王殿下一片痴心，可那个慕幽月实在大胆，明知如此，竟然还私下勾搭景王。近来他们二人走得很近，再这么下去，景王恐怕就要被慕幽月那个狐妹子给勾搭走了。这个慕幽月着实不把公主放在眼里，现在外头的人背地里都在笑话公主呢。好啊，这个贱人果然长本事了，连本公主的男人都敢抢。真以为本公主禁足在此就没办法教训她了吗？公主，你要去哪儿？你还是别去了吧。如今景王殿下对她很是呵护，你斗不过他的。我一个公主还怕她一个丞相之女不成？慕幽月，你就是凭这副狐媚样勾引男人吗？本公主听说你之前被人拐到了乡下，生活了10几年，想必定是一身的乡野粗鄙习气。就你一个乡野村妇，还敢和本公主抢景王哥哥，你配吗？怎么还对女人动手啊？我一个无恶不作的奸臣，踹人还分男女。不过
他现在可不能死，否则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穆幽月，你，秦王哥哥，闭嘴！你也配这么叫本王？秦王哥哥，我对你一片真心，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将我踹进荷花池呢？没办法，本王除了自家宝贝不舍得踹，其余的还真是不放在眼里。穆幽月还未来得及开口，便见宣柔一脸羞愤，捂着脸哭着跑离了御花园。你的宝贝在哪里？天狼女球。甜甜，不许这么咒自己。饶是穆幽月对待感情再迟钝，此刻也不会听不懂叶玄锦的话。这不是一时兴起，更没有带着其他目的。甜甜，你是我此生唯一认定的女人，或许你觉得太过突然，但我会尊重你，给你时间适应我们新的关系。不过不管等多久，最后你一定都会是我的。叶玄锦，你让我想想。好，听闻一个男子喜欢一个女子，都会先展开追求，这个过程甜甜也必须要有。姐姐，小奶包的声音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息。叔叔，我和姐姐要放风筝了，你也要一起吗？男女授受不亲。轩宇气呼呼地摸了摸自己被拍开的手，叔叔可恶，欺负完姐姐又欺负自己。一会儿边跑边放线哦，不要太着急。好的，姐姐。哦，叔叔好厉害啊！快点把风筝放得再高一点。不准尿裤子。什么嘛，我早就不尿裤子了。什么情况啊？你看他们三个像不像一家三口啊？我觉得像没有用，得让丞相大人来看看才行。从宫里出来后，叶玄锦打算送穆幽月回府，却被穆幽月拒绝了。不行，甜甜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被发现吗？不对，如今只是我单相思而已。你还是多行善积德吧。说完，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叶玄锦的眼前。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如此美妙。穆幽月，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本公主的面前，你是故意来炫耀的吗？魏太后手段凌厉，却不想生的女儿竟是个顶级蠢货。你说什么？你这个村姑，你现在知道怕了？你大胆！来人啊！给本公主杀了这个！话音未落，宣柔已经被穆幽月一掌劈晕。没多久，胖幽灵被穆幽月单独放了出来。主人，你找我？你不是想再好好的当一回人吗？我给你这个机会，在魏太后彻底倒台前，以后你便是公主宣柔。哎呦妈呀！真的假的？你没有骗我吧？当然没骗你啊！说罢，指尖一点，胖幽灵已经附身在了宣柔的身上。宣柔苏醒，睁开了眼，已经变成了贼头贼脑的胖幽灵。这小胳膊小腿虽然脆弱一点，但我已经很满意了。加油，好好干！本公主要吃葡萄，给本公主剥好了端进来。本想来割了宣柔那个狗东西的舌头，现在看来暂时不用了。甜甜依旧是那个不吃亏的甜甜。天瑶国和范谷国最近来往密切，北安国前段时间有意讨好，皇上不如利用北安国先去打压天瑶国和范谷国。臣认为不妥，北安国乃我们宣朝的附属国，先前两国停止通商时，已被我们宣朝打压的一蹶不振，如今刚恢复通商，便去利用北安国，对方国君也不是傻子，太过心急，最后说不定反而会被摆上一道。话虽如此，但北安国实力雄厚，若不趁此机会，万一将来他们与其他两国联手，宣朝麻烦就大了。臣认为魏御史说的有理，李老将军说的对。本王认为丞相说的有理，你们继续。如今其余几国虎视眈眈，背地里小动作不断，宣朝若再不行动，恐怕会毁了100年基业。那按李老将军的意思，是想彻底斩草除根了。那行啊，给李老将军封个镇国大元帅，让他即可带兵剿灭所有的附属国。李老将军，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魏御史，你觉得呢？继续。轩辕已经开始神游了，现在回过神，让蒋公公颁布黎香与宣坤婚事的旨意。黎香和坤王，这两个人怎么勾搭到一起了？听闻相府后墙已经修理好了，丞相大人还满意吗？木香又是皮笑肉不笑的点点头。那就好，这事儿实在是抱歉。哪里？云清、云蝶，属下在。去把木匠的马车拦一拦。老许，怎么回事？老爷，前面大街上有人撒钱呢。什么玩意儿？撒钱？都记下来，一个铜板也不能遗漏，回头还得让殿下给咱们报呢。你怎么来了？想你了。我爹快回来了，你还是先走吧。放心，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甜甜呢？今天想我了吗？小姐，糕点都准备好了。知道了，我要去见师傅。我陪你一起。师兄，给你们带了一些糕点，师傅不在家吗？师傅一早就出去了，还没回来。
师兄的字越写越好了。你呢？近日可曾练字？叶璇锦默不作声地瞟了眼石勉写的字，心中轻斥，不就那样。石勉，为师今天收获颇深呢。哟，你们也来了，是来我这里蹭饭的吗？师父遇到什么好事了？我和你们说啊，今天真是邪门了，也不知道哪个傻子啊在大街上撒钱，百姓们都跟着哄抢。虽说为师不差钱，可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好事。你们看，我捡了一大堆呢。对了，为师刚刚好像看到你爹了，被人群挤得走不动路，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穆幽月听着听着，下意识地看了眼叶璇锦，叶璇锦回避了他的眼神。你们先坐，今日为师亲自下厨。爹，甜甜回来了呀？现在外面大街上怎么样了？人都散了吗？穆幽月点点头。那就好，今天可把我给累坏了，走了2条街去京兆尹府报官，又一路走回家。撒钱的人抓到了吗？不知道啊，估摸着是个傻子吧，抓了也是训斥几句就放了。我今天也捡了一些呢，刚好抵了一顿汤包钱。你个臭小子，这种钱你也敢捡？白捡的钱干嘛不要啊？我还希望这事儿多来几次呢。甜甜，下回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二哥带你一起。好呀。穆幽月刚应下，下一秒眼前便是穆相追着穆清泽打的场景。大奸臣真是害人不浅啊！啊，对了，有个事情忘记说了，后天是宣柔公主的生辰，今年是她的及笄之年，加上她又是先帝和魏太后的女儿，按照惯例，宫中上下要隆重操办的，到时候我们得去赴宴。爹，你一个人去不行吗？二哥，这样于理不合，我们还是一起去见证一下宣柔公主的及笄礼吧。你看看，还是甜甜懂事。母后，你真是好棒棒哦！好了，及笄礼当日需要你表演一段雀羽丹青舞，这段舞你自幼哀家便让你勤加练习了，为的就是让你在及笄里大放光彩，你可不要让哀家失望了。雀羽蛋青舞啥玩意儿？跳舞就跳舞呗，还非得加个蛋青，合着鸡蛋黄都得浪费了呗？这败家娘们儿，你有问题吗？哪能啊，不就是跳舞吗？我这辈子就没怕过谁。那就好，哀家就期待你的表现了。得嘞。想我了吗？穆幽月见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瞪了叶璇锦，回过眼去，没有回答他的话。甜甜，你怎么脸那么红啊？有点热吧？今天是有点热，你多喝点，消消暑。好的，爹爹。随着大殿内奏乐声响起，及笄礼正式开始。一辆满是鲜花的礼车推了进来，所有人可以看到礼车上面有一朵巨型的花，只见那朵巨型的花正在慢慢的绽放，寓意含苞待放后将迎来繁华似锦的人生。此时当那朵花苞彻底绽放后，只见宣柔身子灵活的从花苞里跳了出来，令众人震惊的是，宣柔浑身插满了鸟毛，尤其是腰间还带着2个红色的腰鼓。胖幽灵一个转身，已经开始在大殿狂放的起舞。怎么回事？公主的呢衫雨衣呢？为何是这样的衣服？窦嬷嬷惊恐的摇头。哇，宣柔姐姐好像书上写的麻雀精啊！我是一只勤劳的麻雀，我要飞上天，天空啊天空啊，哎呀呀，你怎么突然下了雨？半死不活的歌声配合着跳到高潮时，一个腰鼓的盖子被他打开，伸手一挥，满满一罐鸡蛋清被他转着一圈撒了出来。坐在殿上的魏太后冷不丁被他泼了一头的蛋清，蛋清从他的头上不断的滴落下来，整个人呆得反应不过来。坐在前面的这些人，宣坤和黎香以及黎瑞贤等人都被泼了一脸黏腻的蛋清，就连穆幽月和叶璇锦这边的席位都被蛋清洒到了一点手背。好家伙，刺激！哎，下雨了，下雨了！哎，怎么还下冰雹了？说着，另一个腰鼓被他打开，当他准备来个天女散花时，脚下被自己撒的蛋清踩到，扑哧一声滑了出去。另一个腰鼓里满满一桶蛋黄，全都泼向了魏太后。宣柔尝试了几次，都被滑得爬不起来，最后索性开启了一段魔鬼式的地板舞。旁边所有人已经做不出任何表情，呆呆地看着大殿中央，一个浑身插满鸟毛的人混在一滩鸡蛋清和鸡蛋黄里，陶醉忘我的尽情起舞。穆幽月完全被小胖的舞姿折服，如同迷妹一般，一脸崇拜地鼓起了掌。于是沸沸扬扬的掌声、欢呼声在大殿内响起。宣柔听到掌声，才心满意足地摆了个最后的造型，结束了这段舞。一段舞下来，把他累得呼哧带喘，差点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一段舞结束后，李官都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神，先吩咐宫女们清理一下场内。魏太后这时已经换了一身衣服走进来，你存心想气死哀家是不是？嘿，我说你个没品味的老娘们儿！话说一半才反应过来今晚是什么场合，我是公主，端庄美丽又大方的公主，你给我老实点。哎，公主，您要不也先去换件衣服？不必，
下一刻，所有人又被他里面穿的大红袍子给惊住了。宣柔姐姐，你怎么穿得像个红辣椒一样啊？我寻思我这不是本命年吗？整一身红的过个寿，喜庆点儿。今日是你15岁的吉吉日，怎么就成你本命年了？哎呀妈呀，我给起皮叉了！你先坐回去，先去给公主重新打扮一下再来。今日是宣柔公主的及笄典礼，是否有人愿意出来表演才艺，为公主祝贺呢？听闻表姐跳舞也跳得很好，不如让表姐来一段吧。黎大小姐如今挤走陆妙龄的位置，想必定有过人之处，不如你先来一段，让我等开开眼。来人，把黎大小姐抬上来，坐着跳。锦王，黎瑞贤，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锦王，今晚是柔儿的及笄礼，你适可而止吧。那又如何？奏乐。最后，黎香打算给自己挣回一点脸面，坐在椅子上，双手开始摆动起来，做着几个柔美的动作。叶玄锦侧过身，见木香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黎香，忍不住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穆幽月的手。许是心境发生了变化，穆幽月自己都没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回握住了叶玄锦的手，两人的手牢牢地牵在一起。这一幕木香没看见，可坐在木香身旁的穆星泽可全部都看在了眼里。完了，甜甜真的沦陷了。陆妙龄听说今晚是宣柔的及笄礼，可她却被魏太后反锁在房间里。她满心期盼着宣坤来找她，带她出席宴会。在房间等了不知道多久，陆妙龄站在房门口，似乎看到一个鬼影一闪而过。下一秒传来开锁的声音，陆妙龄打开门冲了出去，一眼便见到房门口站着一个宫女。今晚坤王殿下带了黎香小姐前去赴宴，黎香小姐坐在了坤王妃的席位上。坤王妃，这是她的位置。陆妙龄彻底疯魔，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宴场。完成任务的红烟离开了宫女的身体，半路遇见了重新梳妆过的宣柔。红姐，这不是宣柔公主吗？你不接着表演一个大鹏展翅？我现在可是公主，公主哪能天天表演啊？这不掉价吗？行了，快回去吧，有人抢你场子呢。我去，我得赶紧去看看。黎香，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有妇之夫，你竟然还有脸出来！各位看看，黎香这个贱人，趁着我怀孕，爬上了坤王的床。陆妙龄，你住口！还有太后，她现在每天都要……陆妙龄，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怎么，你怕了吗？那你就让黎香滚，让我继续做坤王妃，否则谁都别想好过。木香这一晚只顾着看戏了，完全没注意到隔壁的桌子已经与他的桌子并在了一起，身旁的两人衣袖贴着衣袖，已经差不多靠在一起了。来人，把陆妙龄给我拖下去！我不走，我不走！今天我就要让大家看看你们的真面目！哎，这几个娘们真是反了天了！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就不知道胖爷爷的厉害！我能死你们！就你俩搁这嘚瑟臭显摆是吧？宣坤跑上去想要劝一劝。哎呀，你起开！宣柔一手肘过去，宣坤直接被捶成了熊猫眼。宣柔，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快松开他们！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胖幽灵又是手一挥，直接挥到了魏太后头顶的凤冠上。砰！魏太后的凤冠被掀起，一头灰白的发丝垂落下来，原本被珠帘挡着的面容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哎呀，鬼呀！太后娘娘，这是怎么了？母后，你……我的老母亲呀，是孩儿不孝啊！孩儿没有时刻陪伴你呀，害你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啊！我的个老母亲，辛苦了一辈子，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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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哀家还没死呢！哎呀妈呀，我给忘了，我咋还开始哭丧了呢？甜甜，你抖什么？唉，被宣柔公主的一片孝心感动了。这样啊，确实挺感人的。哀家近日身体欠佳，让各位看笑话了。哪里，太后娘娘每日辛苦操劳，还得多多保重身体，继续造福宣朝。来人，将陆妙龄先带出去。今日她扰乱公主的及笄礼，此罪来日再算。黎香，你也坐回去。既然已是坤王妃，往后行为举止要更收敛一些，莫给我们宣家丢脸。礼官，及笄礼继续。受簪仪式开始，礼官示意宣柔跪下进行受簪。宣柔一脸的不乐意，但还是弯腰跪了下来。魏太后沉着眉眼，看着这个丢人现眼的女儿，手上的力道微微加重，插进了宣柔的发髻里。当感受到簪尖顶着自己头皮，还在继续往下压时，宣柔立即抬起眼，心中暗道：臭老娘们儿，当你胖爷爷是吓大的。胖幽灵使出了看家绝活，眸中涌现一道光晕，直直的扫向魏太后。魏太后莫名的头一晕，手松开了簪子，整个人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又是一个趔趄，摔了个人仰马翻。魏太后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任何计较的力气了，眼一翻，晕了过去。哎呀，真晦气！行了，及笄礼到此为止。
老娘们戏真多，不知道还以为是你的吉吉里呢。皇上，您看。轩宇不知该怎么办，看向叶玄锦。散了吧。这怎么回事？他竟然都没发现，这大奸臣和甜甜坐得这么近。哦，这个呀，刚才是为了方便看热闹。甜甜，我们回家。景王殿下，那我们先走了。景王殿下，微臣先告退了。景王，我们谈谈。好。你和甜甜在一起了？目前他还没有松口，只是本王单方面的喜欢。你真的喜欢甜甜？为什么偏偏是甜甜呢？喜欢就是喜欢，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是认真的？当然。甜甜那些年在外过得不好，刚回府的时候，虽然她喊我二哥，但我也能感觉到她和我们所有人还隔着一层距离。但经过这段时间，我发现甜甜其实是个外冷心热的姑娘。她不善言辞，不会花言巧语，但她会直接用她的行动来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站在哥哥的角度，你如果对甜甜是认真的，那就请你一直认真下去。此生定不负她。有你这句话，那就足够了。我爹一直以来对你有偏见，他那关恐怕不太好过。二哥放心，本王会努力打动岳父大人的。一声二哥以及岳父，穆星泽差点左脚绊右脚，摔死在原地。有了穆星泽的祝福，叶玄锦心情又好了不少。出来吧。那啥，我也不是故意偷听你们的话，我就是想找我主人商量点事情的。很晚了，有什么直接和本王说。自从宣柔被附身后，看起来顺眼多了。哎呀，我今晚得罪了太后，这老巫婆铁定不会放过我，我又不能直接一拳头锤死她，那你说我接下来咋整啊？随你怎么做，给她留口气就行。那行，我心里有数了。叶玄锦嗯了一声，便要离开。我主人是个好姑娘，你千万不能辜负她，不然胖爷爷我饶不了你。昨晚景王还挺仗义的，离相刁难甜甜的时候，还帮甜甜解围了。这小子最近是挺不对劲的，也不知道离家哪里得罪了他。朝堂上朝堂下被他待着就是一通嘲讽。看来人家也是很明事理的。甜甜你说对吧？二哥说的对。你们俩啊还是太年轻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大奸臣最近这么反常，肯定在酝酿什么大阴谋呢。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景玉你觉得呢？人家景王说不定是想讨好你，但又不好明着来，所以从你的死对头身上下手呢。他讨好我，拉倒吧。你忘了前几年先帝还在时，要破格封他为异姓王，我作为丞相自然不同意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呢，我就上奏。结果这臭小子上任后就给我治了个以下犯上的罪，让我写了5000字的忏悔书。还有上次我在先帝御书房里谈事情呢，他在旁边故意逗他的那头灰狼，我说一句那头狼就嗷一嗓子，我说一句就一嗓子，最后差点没把我给送走。还有上次我亲耳听到他的人在禀报说我弹劾他，这小子当时说什么，说穆昭辉那个老东西就爱折腾，他就是故意让我听到的。你们说我怎么就是老东西了？还有上次他……木匠把旧账一笔一笔翻出来算，难怪爹爹对他的成见那么深，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不说了，越说越气。我长这么大，我爹都没有让我写过5000字的忏悔书。叶玄锦这个奸臣，我这辈子和他势不两立。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委屈，所以说呀，你们千万不要被……木匠转过身，发现膳厅内一个人都没有了，几个死孩子全跑了。真是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姑娘这是在等谁呢？没有，我随便看看。3日后，林元临将随着宣朝的兵马进京。那我大哥呢？大公子回京中途突然换了路线，孤身一人往花胜国的方向去了。花胜国？这事儿暂时先别告诉爹。大哥一向有主见，他去花胜国只怕是有重要的事情去办。我先让我幻星楼的人去查探一下具体行踪。穆幽月点了点头，应下了穆星泽的话。我先出去一趟。快下雨了，早点回来。啊？要下雨了吗？这还要赏月吗？暂时还下不了，快点出门吧。二哥，没淋到吧？府里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送来的那头母狼刚刚生了。叶玄锦唇角勾起，牵起他的手往北院走去。穆幽月躲了一下，叶玄锦却牵得更紧了。母狼刚生产完，有些暴躁，小心一点。闻言，穆幽月反握住叶玄锦的手，叶玄锦眉目间笑意更深。不了吧？放心，这小东西还不会咬人。叶玄锦塞进他的怀里。怕狗怕狼是甜甜心理上的弱点，他不允许甜甜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也不会让任何人有可乘之机。咦，好像还挺可爱的。喜欢就先抱着玩吧。今晚好像没有月亮。于我而言，天上明月远不及身边穆家幽月。之前我说不急于一时，可我现在反悔了。穆家幽月，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其实答案已经提前告诉你了。你总算承认，是你先按摩我的。叶璇姐，你甜甜，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了？捡到宝了。居然还有这种好事，捡到什么好东西了？爹，你再不走，上朝就要迟到了。哦，对哦，今天本来就起晚了。驻守边境的大军马上就要回朝了，黎元林此次战功显赫，恐怕要继承黎瑞贤的衣钵了。这样一来，黎家估摸着又要崛起了。启禀皇上，镇安大将军此次功勋显赫，先帝在世时便夸赞其是宣朝的定海神针，臣认为该晋升镇安大将军为元帅了。至于穆提督，年纪尚轻，还需多加磨练。封将军的话，恐怕过早了一些。我去你的定海神针吧，什么玩意儿？以镇安大将军对宣朝的贡献，的确是该封个元帅。何况他之前不是寒光派的弟子吗？武艺超群，这样的人最适合当个元帅了。至于那个穆承安呢，年纪都和我差不多，当将军恐怕镇不住底下的人啊。启禀皇上，臣虽是个文官，但也知道上了战场都是凭功绩说话，若只看年纪，恐怕过于草率。穆丞相想帮大儿子说话，我们都理解，但军营内结构复杂，那些在军营里驻守了10几年的老将们，都是熬了多年才出头的。如今破格封穆承安为将军，恐怕难以平定悠悠之口。穆提督年纪轻又如何？人家凭本事说话，战功就是比那些老将强。那些老将自己应当反思才行啊。就是年轻多好呀，反应快，头脑灵活，这样的人才要珍惜。此事朕心中已有决断，待镇安将军和穆提督回来后再说吧。退朝。韩离拜见师父。起来吧。谢师父。难为你刚回京就来拜见师父，你倒是有心了。徒儿回京前回过师门一次，听闻师父下山来京城寻小师妹，便快马加鞭赶了回来。苏苏的身份你也知晓，你们黎家与穆家有着血海深仇，不是为师偏心。韩离，有些事情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从黎瑞贤亲手杀了家姐的那一刻起，韩离便不再是黎家人。好，韩离已经和为师保证过了，这么多年你也该知道，他比你更痛恨黎家。当初他来寒光派时，为师便问过他，你一个将门世家的少爷，何必来我这里吃苦？他只说了一句，世姐之仇，不共戴天。哟，王母娘娘也在呢。殿下说皇上今天想放风筝，请穆小姐进宫一趟。是皇上想放风筝，还是他想啊？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哟，刚刚还一脸不高兴呢，一听见景王的名字，高兴成这样。师父，你别笑话我了。得了，师父也不打扰你，就先走了。看来我们都揣测不了皇上的心意，某些人还想着封将军呢，真是平白做白日梦呢。我听说某些老色胚又抬了一位才20岁出头的姨娘进门，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成天就像个宫驴似的，就知道夜夜叫春，我都替他臊得慌。穆朝辉，你……景王殿下，这可是本王亲自下厨做的糕点，微臣无意间冲撞景王殿下，还请景王殿下饶命。御史大人，你慌什么？本王有那么可怕吗？真是的，他好好的风评就是被这些老东西给迫害的。听闻御史大人体力不错，今日马场那边恰好缺个人手，不如去帮忙搭把手。哎呀，叔叔亲手做的糕点，我好想吃啊！真的是他做的吗？当然不是，御膳房随意拿了一盘而已。甜甜想吃我亲手做的糕点吗？叔叔，我想。奏折看完了吗？今天练字了吗？跟着蒋公公练功了吗？轩辕扁了扁嘴，心虚的不敢开口。都没做呀，那很遗憾，今天不能放风筝了。练字。啊，练字？练字。轩辕晃着小腿，从他的角度只能看到叔叔，看不见姐姐，但听姐姐也要练字，心里瞬间平衡多了呢。时不时的趁着轩宇不注意，叶璇姐又会偷偷的亲穆悠悠的脸颊，或者飞快的在她唇上轻啄一下。你就不能换几个字吗？穆悠悠看着一张白纸，写满了相见恨晚、生死相许这几个字后，感觉被骚到了。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是甜甜暗恋我的证据。早知道是来练字的，打死不来。叔叔，天饶国使臣说，天饶国国君慕容北萧有意与我朝联姻，想求娶宣柔公主为王后，下个月会亲自来宣朝求亲。
这事儿得问问宣柔的意思。皇上，太后娘娘求见。甜甜，我们换个地方。可以，不过我不练字了。不练了，回去逗小狼玩。皇帝，梨园林那边你作何打算呢？太后作为后宫之主，前朝之事还是不要干涉了。皇帝，你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和哀家说话的吗？哀家方才听到一个极为荒谬的事情，魏御史作为宣朝的重臣，对宣朝忠心耿耿，现在竟然被罚在马场挑马粪，岂有此理！叶玄锦不过是个异姓王爷而已，皇上难道要一直纵容下去吗？母后也说了，魏御史是被罚的呀，那肯定是他做错事才会被罚的呀。母后，儿臣很忙的，你没事就先回去吧。刚刚天瑶国来了消息，说是他们的国君慕容北萧想娶宣柔公主。竟有此事！李彦霖回来了，手握几十万兵权，李瑞贤无疑是如虎添翼。叶玄锦那边一向让人找不到任何的破绽和弱点。至于北瑶国，那位国君慕容北萧今年不过26，便在天瑶国众多皇子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一众兄弟的血登上王位，手段凌厉。如今宣朝那么多公主，慕容北萧却指定求娶宣柔公主，显然是在向太后娘娘示好，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不错，不过此事得哀家亲自见了慕容北萧才能定夺。我勒个去，当公主可真累啊，又得表演才艺，还得嫁过去。虽说胖爷爷我现在是个女儿身，可不行，我得让主人救救我。这老娘们咋那么歹毒呢？竟然还让我远嫁！她那么喜欢远嫁，自己咋还天天啃窝边草呢？你干嘛一直看着我？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陷入爱河的女人了。从前只在沈大娘那些书上看过，说爱情会使人变得勇敢，会让人判若两人。现在你看到狼都敢摸了，我算是信了。这都什么歪理啊！明明是……我给这只小东西取了个名字，叫叶悠悠。这小狼是母的。然后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叫穆璇璇，听着也挺女气的。明明是什么啊？明明是这只小狼崽太可爱了，比他爹妈看起来温顺多了。确实蛮可爱的，我能抱抱吗？穆悠悠把小狼崽递过去，叶露言伸手刚要接过去，原本懒洋洋闭着眼睛的小狼崽忽然睁眼，朝叶露言嗷呜一声。明明是只刚出生的小狼崽，嚎叫声却有股响彻天际之感。不愧是琳琅的崽啊，我还是不抱了，免得一会儿把我给活吞了。甜甜，甜甜，穆璇璇，不要乱叫。刚才是什么在叫啊？声音那么大啊！刚刚啊，是小爷在学狼叫呢。对啊，我是在学。丞相大人，你听一下，我学的像不像？啊呜啊呜！不错，中气十足，说明小叶你的身体很健康。主人救救我！璇璇，这是自己人。啥玩意儿？璇璇？穆璇璇乖巧地转过身，回避了宣柔。主人咋办呀？魏太后那个老母夜叉打算把我嫁出去啊！要嫁也是宣柔嫁，你慌什么？可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公主的生活，我想当公主，天天有人伺候我，快活似神仙。而且其他公主我也看了，哎，说真的，真没这个宣柔长得漂亮。的确，你比宣柔还像公主，让你离开她的身体，我也有点舍不得。你先别慌，事情还没最终定下，一切皆有变数。主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不然让我嫁给一个男人，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叫我咋整啊？临走前他又看了眼那头狼，小心翼翼地问：你和景王闹别扭了吗？没有啊。那这名儿是谁给想的？叶玄锦想的，叫穆璇璇。哎呦，我的天哪！现在的年轻人我看不懂了啊！我先走了啊。好啊，对了，你身上怎么有股臭味？哎呀，也没啥，就我刚刚来之前借着魏御史的身体泼了太后2桶马粪而已。这么刺激的吗？吾皇万岁万岁！翌日朝堂上，魏御史人呢？启禀景王殿下，昨日魏御史发了失心疯，泼了太后娘娘2桶马粪，昨晚挨了50大板后被抬着回御史府，今日早朝告假了。太后娘娘凤体尊贵，这个魏启润实在大胆。太后娘娘顾及兄妹之情，本王可看不下去，必须得给太后娘娘做主，吩咐下去，再打魏启润100大板。镇安大将军黎元林，臣在。镇安大将军黎元林此次凯旋回京，为宣朝立下显赫的功劳，朕十分欣慰。今日特晋升镇安大将军黎元林为镇安大员。皇上，臣恐怕要辜负圣意了。穆璇璇这个小畜生，现在是不是又被甜甜抱在怀里？昨晚睡在那里的，该不会和甜甜一起睡的吧？还挺羡他的。最后的一次战役中，臣受了重伤，如今左手已废，这辈子再也无法提刀了。你快把袖子放下去，太可怕了！臣注定要辜负皇上的期许了。
黎将军为宣朝立下功劳，朕早已记在心里。宣朝从不会埋没任何一个英雄。宣宇背着背着突然忘词儿了，接下来是什么来着？当他看见宣坤后，突然想起来了。既然无法上战场，那就请黎将军留在京城造福百姓吧。尚书一职空缺这么久，即刻起，朕破格将3品尚书一职提为从1品，由黎元林接任尚书一职。宣坤一听顿时乐了，总算把尚书这个包袱给甩了。至于现任军务提督穆承安，年纪轻轻，勇猛果敢，率军斩官夺爱，即刻起封为神武将军，入主将军府。皇上，多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元林，你丞相大人这些年为宣朝鞠躬尽瘁，又培养了5个好儿女，真可谓是父爱如山，令人发自内心的敬佩。木相朝叶玄锦恭敬地弯了弯腰，心中欣慰。这么多年了，叶玄锦总算会说人话了，真是母鸡看了都要打鸣，王母看了都要流泪。黎尚书，你随朕来一趟御书房。还有，神威将军如今还未回京，至于入主将军府一事，那就由丞相先来代劳吧。退朝吧。姐夫，打住！我们穆家与黎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黎尚书这声姐夫我可不敢当，还是唤我一声丞相吧。黎尚书既然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么得尽快把兵符呈交上来呀。兵符今日未带在身上，改日再给皇上吧。好，那你先回去吧。等黎元林走后，轩宇又看了眼木相，接着念道：尽量拖延轩宇看着草稿纸上多出来的一行字儿，差点说秃噜嘴。尽量拖延木相回府，这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这个字迹叔叔写的？木什么？咦，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丞相家的饼饼很好吃。皇上要是喜欢，可以随时过来吃，管够。真的呀？那朕一会儿跟丞相回府可以吗？朕今晚住丞相府可以吗？当然可以。石威将军还有多久才能回京啊？这个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吧。按照惯例，神威将军往后就要入主将军府了。既然他没回来，那就劳烦丞相帮着去打点一下将军府吧。你别欺负轩轩，你又把我爹支开了。轩轩叫得很顺口吗？那你怎么从来不这样叫我？其实你也可以叫我的。叶玄锦，你幼不幼稚？不是幼稚，是一见到你就情难自禁。穆幽月心跳渐渐紊乱，眉眼低垂，伸出手勾了勾他的手指。叶玄锦握住他的手，十指紧扣，放在自己心口处。哼哼，原来不是我的心在狂跳，甜甜，你的心怎么跳得那么快？你能闭嘴吗？他缓缓地靠近穆幽月的脸颊，距离唇瓣还有1厘米的时候，姐姐，我来了。穆幽月只觉得眼前瞬间一黑，等他再一回神的时候，叶玄锦已经不见了，连带着他怀里的小狼崽都一并消失了。穆幽月神情还有一些恍惚，甚至都不知道叶玄锦是从什么方向离开的，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地下恋未免太惨了一些。我刚刚怎么好像看到了一个黑影？有吗？或许是我眼花了吧。皇上今天想来找你，你好好陪他玩一会，我先去吩咐厨房做些饼饼，一会儿再吃点。好耶，谢谢丞相。姐姐抱。穆幽月自我反问，他的怀抱有这么香吗？怎么一个两个都……今天天气不错，一会儿要放风筝吗？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没有风筝，皇上要和我一起做个风筝吗？愿意。叔叔，你为什么会在姐姐的房间里啊？路过，过来歇会儿。哇，那真是太巧了呢，在这儿也能碰到叔叔，就是书上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吗？穆幽月原本还以为他走了，没想到是溜进了自己的房间里，还编了这么个瞎话。皇上，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拿东西。我去帮他。好的，叔叔快去吧，那些东西肯定好重的，姐姐一个人肯定拿不动。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日子？谁让你之前那么黑心的？我黑心？你之前又是让我爹写忏悔书，又是让雪域灰狼吓他，又是骂他老东西，他可全记在心里面了。我爹还说，我爷爷都没让他写过5000字的忏悔书，他委屈着呢。好了，我明天会去坐诊，你先回去吧。我爹一会儿要给皇上送饼饼来。叶玄锦听话的没有多逗留，俯身在他唇角亲了一口后离开了。回到锦王府，叶玄锦闭眼躺在一张摇椅上，周身渐渐凝起黑色的雾气，用黑色玄灵术召唤出被封印在心底许久的一道灵石。你总算舍得放我出来了，不过任务好像还没结束哦。在宣朝，许多人都说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般。的确，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他只记得让他有意识的那一刻起，这道灵石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对着他说：恶劫惩罚开始，
只要完成任务，一切就可以回归原位，你会回到属于你的地方，继续拥有曾经的一切。什么任务？既然是恶劫，那就是要当个大恶人啊！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叫轩辕的奶娃娃，乃是宣朝百年一遇的旷世奇才，千古名帝，你必须要替他扫除一切困难，将他辅佐成能堪当大任的君王。辅佐一位明君，这又算哪门子恶人？不是应该让我杀光这里所有人才算恶人吗？因为经历恶劫的同时，你也要给自己赎罪啊！你只要听我的，完成了这些，这一切自会结束的。从此，宣朝所有人的记忆被刻意模糊了一些，只记得宣朝从此多了一位无恶不作的大奸臣。叶玄锦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却又有些无可奈何。有时候也时常在想，他之前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还要经历这样的恶劫，一边做恶人，一边却要赎罪，简直矛盾。后来嫌这个时不时冒出来的灵石实在是聒噪，便直接将它封印起来。如果我违背了这个恶戒，会如何？这是你命中的劫数，若你违背，那你的身体慢慢会受到锥心之痛的惩罚，生不如死。你千万别……灵石还想继续说下去，却被叶玄锦直接封印了起来。周身黑雾散去，叶玄锦睁开眼，摸了摸心口的位置，唇角慢慢溢出一抹浅笑来。还好，区区锥心之痛而已，死不了就行。如今心里有了想要陪伴一世的人，他怎么舍得提前离开？恶劫，他是叶玄姐，这辈子无人能左右他的命运。跪下！林元林看了他一眼，屈膝跪了下来。今日谁准你自作主张的？你可知因为你的一时鲁莽，为给我的计划带来多少阻挠？哪怕你右手已废，你也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道出。林元林垂着眸，轻轻地笑了笑。黎家，这就是黎家呀。父亲慌什么？这不过是我的计谋而已。这宣朝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若顺利坐上元帅之位，那才是平白给自己添灾。如今所有人都知道我右手已废，往后不能再上战场，背后那些人势必也会因此松懈下来，这不正好给我们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吗？父亲，你说对吗？你可有把握？当然。元林，你是为父的骄傲。对了，兵符你可交出去了？还未。那就好，这江山很快就要易主了。儿子永远追随父亲。近来魏太后一蹶不振，早已不是我的对手，但这老夫野心勃勃，穆承安这次接任了你的位置，魏太后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叶玄锦那个奸臣，如今被儿女私刑牵绊住，也有了致命的弱点。看来老天都在帮我们黎家呀。我听闻香香即将嫁入昆王府，父亲既然与魏太后不睦，是否要解除这桩婚事，以免将来香香陷入困境？不必，在没有和魏太后彻底撕破脸之前，黎香还有用处。林元林瞬间心又凉了半截，转念心头苦笑一声，也是，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随时舍弃，孙女又算什么？他们所有人不都是黎瑞贤的踏脚石吗？甜甜，你怎么来了？路过，听说你回京了，舅舅过来看看你。时辰不早了，舅舅先去上朝了，等有空再来看你。叶玄锦来的时候就见他坐在桌前，低头不知道看着什么东西在发呆，走近一看才知道他正拿着兵符。黎元林来过了。穆幽月点点头，手里还拿着兵符，望着叶玄锦，似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块烫手山芋。给你就拿着，多少人想要都拿不到。叶玄锦勾起唇，在他身旁坐下，仔细地端倪了一下他的眉眼。干嘛这么看着我？一晚上没看见你，想你了。你今天怎么没来接轩女啊？懒得接。哎呀，神医啊，好久不见。抬眸一看，确实是好久不见的带鱼男陶胜康。干嘛呢？神医啊，我今天是特意来和你报喜的，我夫人怀上了，大夫说还是个双胎呢。是吗？那恭喜你啊。要么说就是神医厉害呢，我夫人特意让我带点东西来感谢你，你可千万不要嫌弃。还有这个是之前答应过的铺子的分红，就是有个事情想麻烦神医一下。你说。穆幽月拿到分红心情极好，这是他之前和陶胜康约定过的，他自然拿得心安理得。有这么高兴吗？他把自己全身的家当都给他了，也没见他乐成这样啊。就我夫人吧，她可能刚怀身子，这2日啊，我感觉她有些不对劲，也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反正呢就是性情大变，所以我想劳烦神医，一会儿能不能辛苦你亲自上门一趟，替我夫人检查一下？可以，不过要等我看完病人后才可以。行，我家就在这附近，一会儿到点了，我亲自来接你。那我就先不打扰神医了。难闻死了。委屈你了。你刚刚看出什么没有？叶玄锦点点头。
两人对视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要和我一起去吗？当然。给。穆幽月变戏法似的从储物袋里面摸出一个斗笠。甜甜，不至于吧？那不是现在没办法吗？陶盛康一看就是个大嘴巴，万一被他看见你和我同行，罢了，自己造的孽自己受着吧。看来等有空得去研究一下易容术了。快看！云蝶顺着看过去，眼露错愕，云清却是幸灾乐祸般的笑出了声。瞧把我们殿下给憋屈的，换做以前，谁让他带那玩意儿出门，他不得当场把对方剥皮抽筋呢？云蝶赞同的点点头。哎，不过说真的，我还是挺同情殿下的。这好不容易喜欢一个姑娘吧，偏偏谁都不待见她。云蝶又是赞同的点头。黎元林回来了，虽然他无法再上战场，可是他手握兵符，身后还有众多的拥护者，这些年都不在哀家的眼皮底下，说不定和其他国的人也有勾结。还有那穆承安，被封神威将军，早晚也会有属于他的人脉。叶玄锦和穆幽月又是不清不楚的关系，难保穆承安不会投靠叶玄锦。哀家曾一心想拥护坤儿上位，可他自身实力不够，哀家护得了他一时，可护不了他一世啊。的确，坤儿武艺平庸，在大事上又没有主见，这样下去对我们越发的不利啊！看来哀家必须得在坤儿的身上下些功夫了。这是哀家新练的蛊，可让人短时间内内力大增。听说江湖上流传着一种邪术，可让人短时间武艺精进，是否有这么回事？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些？万一伤到了坤儿的身体？郑健谈觉得魏太后这个女人实在是可怕。不会，只会影响几年寿命而已。大局当前，这都算不了什么。对于这个江湖上流传的邪术，我曾经特意去了解过。这个传闻是从赤血山传出来的。据说赤血山的头领九幽便是依靠一身邪功，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赤血山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如今江湖谈及赤血山，都是闻之色变，而九幽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如若能让这个九幽来教坤儿邪术，再加上哀家这个新练的蛊，假以时日，坤儿一定能脱胎换骨。你可有办法找到九幽？九幽行踪隐秘，除了知道是个女子以外，无人见过她的真容。不过太后娘娘若是想找到她，我可以请幻星楼的人出山打探九幽的行踪。幻星楼？不错，江湖第一情报组织。好，此事你尽快着手去办。有人出高价让你查我的行踪？就这点银子打发乞丐呢？这密函是宫里流出来的，看来有人想要找你。这任务你怎么说呀？接啊，有钱干嘛不赚？不过3万两的确是少了一些，起码这个数才行。5万两？500万两。果然，他见的世面还是少了。一来，宫里能找到幻星楼的人本事定然不小，我若没猜错，肯定是魏太后干的。既然是太后，那这么多年肯定攒了不少。二来，我的赤血山和2个你的幻星楼手下养了不少人了，再过几个月可要过年了，该给他们分红了。这么一大笔银子，魏太后不出，谁出？有道理，有道理。那若魏太后真给了银子，你的行踪？你查你的，可千万不能毁了幻星楼的名声。至于他想让我做什么，不还得经过我点头吗？妙啊！哦，对了，你昨天和锦王说了些什么吗？没说什么呀，他怎么了？今早天没亮的时候，云清来找了我一趟，问我知不知道谁的易容术最厉害。不会是因为爹的缘故，锦王都想舍弃自己的脸了吧？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吗？那果然是委屈他了。什么500万两？据幻星楼的人回信，说是幻星楼楼主与九幽私交甚密。他们说，如若这500万两到位，便能立即联系到九幽。一定要这么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今除了幻星楼楼主以外，我们也没有其他渠道再找到这个神秘的九幽了。罢了，就依他们吧。萱萱，甜甜叫我做什么？刚才叫的那么亲昵，再叫一声甜甜。大奸臣！我去换件衣服，要提前熟悉一下我的卧房吗？我陪小狼崽玩一会儿。陪他干什么？先进来，给你个东西。什么鬼？为什么他编的2只大胖老鼠，呸，是蚂蚱会挂在床头？叶玄锦这是什么神奇的癖好？这玩意儿辟邪效果挺好，自从挂在这里，再也没做过噩梦了。还说我先爱慕你，明明是你一早就对我有所企图。这话不假。穆幽月原以为叶玄锦还要插科打诨一下，见他爽快的承认，他有点不知所措了，心跳频率不自觉的加快。送你个礼物。伴随着他话落，穆幽月感觉到发髻上被带了什么东西进去。去照照镜子，看看喜不喜欢。叶玄锦俯身凑到他的颈边，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当他低头，视线落在铜镜上，见到自己发髻上多出来的那只发簪时，表情一僵。好一只胖老鼠，竟然招着他手边的竹蚂蚱做了一只一模一样的纯金发簪出来。喜欢吗？这可是我绞尽脑汁想了好久才想到的。谢谢，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我感觉其实凑成一对可能效果更好。等一会儿我让人再去做一只，凑成一对。
别，怎么了？一支就够了，独一无二，更有特色。那我听说你要学易容术吗？怎么，甜甜要教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会啊？甜甜真厉害，是我捡到宝了。哎，甜甜，快来！穆幽月赶紧跑过去，只见穆星泽看了眼四周，最后从怀里摸出厚厚一叠的银票出来。哇，他真的给了！对啊，来，一人一半。二哥，这个是魏太后给你的酬劳，我就不拿了。嗯，那你……魏太后突然找我，肯定是有事求我，我自然也不会白白帮她做事。绝了，真的绝了啊！穆景玉今日提前忙完案子，这会儿走到后院，就见二哥和甜甜两个人凑在一起，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穆景玉悄悄走过去，当视线瞥到穆星泽手里那厚厚一叠的银票后，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财迷小厮迅速跑过去，目光一眨不眨落在那堆银票上。二哥，你去洗劫国库了？嘘，说什么呢？谁家国库就这么点存货呀？那你是哪儿弄来的？穆景玉，你就这点出息啊？穆星泽说着，很大方的拿了一些给穆景玉。宫里的钱，你们两个好歹告诉我一声，在密谋什么？万一人家发现丢了钱，告到大理寺，我是查还是不查呀？你放心，这钱来路肯定干净。你那有没有渠道把这些银票给换一换？你们干嘛呢？爹，是来找我们吃饭了吗？正好饿了，走，一起吃饭去吧。确实，肚子好饿呀。什么？九幽要1000万两才肯露脸，真是个土匪！如若不拿这1000万两出来，那我们给幻星楼的500万两就真的打水漂了。哀家可以给出这1000万两，但得提前说好，哀家请九幽出山是想请教他教坤儿武功，这1000万两将教武功的学费也一并包含。话落，他见郑健谈迟迟未开口，面色有些为难。你怎么不说话？赤血山传来消息的时候，还特别叮嘱了一句，请九幽出山是一份价钱，如若是想请九幽办事，那还得再加1000万两。也就是说，如若包含学武功的价钱，得2000万两。疯子，一群疯子，真当哀家非他不可了吗？可恶，哀家要杀了他！骊山那个丫头是骊家小辈里身手最出众的，当日赤血山只出现了一个粉衣少女，就将骊山重伤。九幽的实力定然在那粉衣少女之上，一旦她成为坤儿的师傅，待他日坤儿登上高位，太后娘娘还怕这些银子回不来吗？九幽当真如此厉害？郑健谈点了点头，哀家同意给这2000万两，但得再加一个要求，让柔儿跟着九幽一起学那邪功。可以，没问题。收2000万两银票，敲点武功而已，这波不亏，血赚。哇，看样子我们可以过个好年了。我也很期待。晾了我3天，不来找我。我这样你都能发现我？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咒我？哪里舍得呀？叶玄锦俯身捧着他的脸颊，吻住他的唇瓣，缠绵缱绻间，吻边传来细语：疼你都来不及。从今天起，我就是宣坤的师傅了。你确定你能教会那个草包？什么草包？那是我的爱徒。我先走了，不和你说了，一会儿穿帮了。他是你爱徒，那我是什么？你是他师母。甜甜，我看你是皮痒了，想挨揍了。不和你闹了，我先走了，晚点来找你。好。叶玄锦看在他主动的份上，欣然的目送他离开。你就是赤血山的头领九幽？九幽点头。为什么不能摘面具啊？你想隐瞒什么？没礼貌。说罢，主动将面具摘下。摘下面具的一瞬间，一张妖艳明媚的容颜展露在魏太后的眼前。眼前的女子完全是张陌生的脸，四目相对，魏太后不知是自己多疑了还是怎么的，总觉得这双眼睛特别熟悉。九幽，你如今进了宫，就得按哀家的规矩来。哀家这次高价请你出山，想必你也知晓了原因。哀家给你3个月的时间，必须要将宣坤以及宣柔教成1等1的高手，否则哀家倾尽全力也要踏平你的赤血山。何为1等1的高手？这样的吗？话落，伸手轻轻一抬，沾着凌厉的劲气，朝着魏太后大殿内最高的那块匾额挥去。砰啪，匾额一分为2，从高处掉落。这期间，九幽一直站在原地，连脚步都不能移动一下。这个邪功是真的邪呀！与此同时，魏太后心底一阵的狂喜。拜见师傅，求师傅以后好好教我，我一定认真学，不枉费母后的一片苦心。但请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绝学哦。如果我偷懒不好好学，请你给我2大耳刮子，不要客气，爱你哟。烦死了！本王身边那么多暗卫保护着，学个屁武功啊！宣坤，快来拜见你的师傅。宣坤一脸不耐烦，当余光瞥见一身红衣的九幽后，心跳砰砰砰的加速。哇，好美啊！杵着干嘛呢？赶紧跪下拜师！宣坤摔了个大马趴，虽然对学武功这件事儿不太情愿，但看在师傅长得很美的份上，学就学吧。先练体能吧，看一下身体素质。把这2个石块举到头顶，扎马步。别走啊！宣坤石块是举起来了，别说扎马步了，脚跟都站不稳，这会儿不受控制的到处乱走。
哎呀，再给我加2块，不对，加4块。柔儿竟有如此天赋，我不行，我真不行。宣柔，你是牛吗？力气那么大？你个废物，你可闭嘴吧！娘们儿唧唧的，你胖呸！你柔姐现在一膀子能挥死你，你信不？师傅，再给我加10块。疯了！就这样，宣柔头顶16块石板，扎着马步，愣是腿都不带抖一下。穆幽月退了一步，让宣坤头顶1块石板，扎着马步。两人站在一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坤儿，你先过来一下，哀家有东西要给你。宣坤如获大赦，赶紧往魏太后那里跑，边跑还边回头看一眼宣柔。疯了，这还是那个娇滴滴的宣柔吗？老妹儿，看见没有？看见了，胖爷爷保到位了。那是想到你，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坤儿，累了吧？喝杯茶。这茶怎么黑乎乎的，闻着还臭臭的？哀家放了一点补肾的药才进去。坤儿啊，哀家特意请了江湖高手教你学武功，也是为你好啊。暗卫们虽然能护着你，可你总有落单的时候，你要明白哀家对你的苦心呐。这些话宣坤听得老茧都要出来了，心一横，将一杯茶水一饮而尽。好了，继续跟着师傅去练功吧。你不是说有东西要给我吗？哥，咱们继续。宣坤被他用力的一拍，刚喝下的一杯茶水尽数吐了出来。宣柔，你有病啊你啊！哥，我是为你好。一个两个都说为我好，我一点也没看出来。继续练体能吧。还练呢？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学武啊？还敢质疑师傅？你懂个屁呀你！基础不打好，你也就是个空架子。再好的武功教给你，在你身上施展出来啊，那也就是个花拳绣腿。说的你练过武功似的。嘿，你不服气是吧？行，你尽管睁大你的狗眼，看看3个月后你柔姐如何碾压你。我是一只勤劳的麻雀，今天练呀么练武功，我头顶苍茫大地，脚下踏风云。今晚回去后，我想吃猪蹄儿，一个不够得吃俩。旁边同样在倒立的宣坤脑袋都快充血了。宣柔，你能不能别唱了？真把自个儿当个鸟了？就唱！我是一只老麻雀，我是一只大鹏鸟，我是一只宣坤做的鸟。有病！行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儿继续。在说完这句话后，身影一闪，身姿轻盈地离开了原地。宣柔，你别说啊，这个美人师傅武功确实不错。瞅你那色眯眯的样，和你娘一个德行，老不正经。坤儿、柔儿，感觉怎么样？小菜一碟，毫无难度。也就这么回事吧，没什么难度。魏太后见大约是她的鼓奏效了，很是满意。你不会等了我1天吧？也不知道选张丑点的脸。那不行，拥有这么好的一个技能，我巴不得越变越漂亮呢。臭美。甜甜今年17了。考虑过嫁人的事情吗？你呢？如果是让我嫁给甜甜，那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只想和你在一起，一刻也不想分离。不管是嫁是娶，只要对方是你，便足够了。叶玄锦将自己的真心完全展露在自己面前，说不感动是不可能的。穆幽月眸光对上叶玄锦的满含深情的眼神，感觉对他的喜欢又多了一点，不可能还不止一点，很多很多。九幽已经5日了，怎么还在练所谓的体能？你教还是我教？太后娘娘，我们还是相信九幽的实力吧。今天开始正式练功，先教你们什么好呢？师傅，我想学你那种一抬手就能杀1串人的那种招式，你懂吗？我想学暗器。我就说你目光短浅吧。你有病啊！干嘛要打我？我怎么就目光短浅了？学暗器还得随身带着暗器，一抬手就能杀人的，方便又快捷。哎呀，我真是服了你这猪脑子了，咋那么欠灯呢？宣坤被他骂得没脾气了。仔细想想，宣柔好像说的也对。那就按宣柔公主说的吧。不过练这个需要深厚的内功，你俩先坐下练气。面前两人齐齐坐下，按照穆幽月的要求开始凝神聚气。不知多久，宣坤的鼾声响了起来。看我干嘛？老妹儿，其实我看中你的脸很久了。哎呀，咱商量一下，能不能把这易容术偷偷交给我？将来我行走江湖也方便一点。你直接附身不就行了？哎呀，那可不一样，附身也不能每回都遇到好看的脸呀。哎，你们这种原本就长得好看的人可不懂，镰刀用时方恨丑。当年我还是胖爷爷的时候，曾经看上过一个姑娘，好家伙，我刚上去搭讪呢，那姑娘就尖叫一声，说哪来的丑鬼！哎呀，说就说吧，还虎逼似的，一下就给我踹出2里地。你说闹心不？以前是不会是天蓬元帅吧？天蓬元帅那是干嘛的？他一个元帅为什么还要挺蓬？这易容术吧，不是我不肯教你，这是沈家的家传秘术，你得经过沈大娘同意才行。哎，行，那下回你带我去见见他。义父，刚刚小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一直都记得自己的身世，但是碍于小莲村路途遥远又贫穷，她没办法联系到你。而5月的时候，她正好有事和严大婶一起外出了一趟，
才被某些人钻了空子，霸占了相府大小姐的身份。就是你，小苗，我曾经把你当做我的亲姐妹，掏心掏肺的和你说过我的往事，没想到你竟然抢了我的身份，霸占了我的家人。你这个女人太坏了，竟然抢了小月的身份，自己上这来过好日子，我们小月真的命苦呢。你叫小苗是吧？你好大的胆子，敢冒充月姐姐，现在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你还不承认吗？义父，小月姐姐才是你真正的女儿，这个冒牌的慕幽月这几个月来一直在骗你啊。那时候呀，是我在村头捡到了小月，她瘦瘦小小的，她一直告诉我自己是金城丞相府的嫡女，可我一个乡下老婆子哪里会信啊？但我又见她可怜，就一直收留着她。都怪我，如果我早点信了小月的话，也不至于让人抢走了她的身份呢。夫人，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在小莲村时，你这个出了名的长舌妇，便时常在背后非议我。我见你年纪大，不与你计较，反倒是让你越发嚣张了。还有你，苗大叔为人一向忠厚，待人厚道，我很尊重他这样一位长辈，也不愿看他晚年丧女。苗芳芳，你现在是自己承认，还是等我亲自来拆穿你？怎么，你不承认就算了，还敢威胁小月？我平时在背后议论你，我说错了吗？你一个姑娘家，经常10天半个月都不在村里，有一次更是出去了大半年都没回来，鬼知道你干嘛去了。谁家正经姑娘像你这样，我看呐，不知道跟哪些野男人出去鬼混了。戏唱到这里也该停了吧？傅蕊，这是你找来的人？不是的，义父，我是出城上香回来的途中看见他们的，他们说来京城寻亲，我就随口一问，结果才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义父，只要知道你一直以来都牵挂着月姐姐，可现在府里的月姐姐是假的，你可千万不能被骗了呀！小月才是你的女儿。想不到傅姑娘竟然如此大意，那么敢问你是什么时辰出的府，去哪个寺庙上的香，又是什么时辰遇见的这2个人呢？最关键的是，你不是应该坐在马车里吗？又是怎么发现这2个人是来寻亲的？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大吗？我是早上出的府。什么时辰啊？既然是出城，那么城门守卫那里定然有记录，你可得想好了。卯时。行，那么上香是什么时辰呢？这个我记不太清了，进了寺院的时候上香的人很多，我没有看时间。没关系，本少卿会派人去寺院查的。四少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在怀疑我吗？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啊！你鬼叫什么？你们2个什么时辰碰见的傅蕊啊？漏洞百出，你是戴了人皮面具吧？我没有，这是我的真容。我来看看。小三儿怎么样？穆舒言回眸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不是人皮面具。义父，小月真的是你的女儿，一定是这个女人用医术掩盖了自己真正的容颜。对，她会医术的，肯定是她照着小月的脸换的。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我经常外出不归吗？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平时外出都在干些什么。说罢，掌心凝气附在了苗芳芳的脸上，感觉有一道强大的气体正在撕扯着她的脸皮一般。木匠和几位哥哥都睁大眼看着这一幕。哇，这又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啊！下一瞬，一张幻影制成的面具生生从苗芳芳的脸上被撕扯了下来，在半空中化为雾气消散。而眼前，苗芳芳原来的容颜已经不见，露出了她原本的脸。你这个女人，你太歹毒了！你竟然把小月的脸给……严大婶伸手就要朝着慕幽月打过来，却被一根头发锁住了命门，倒地气绝。苗芳芳浑身压制不住颤抖起来，直到慕幽月走到自己面前，她再也熬不住跪了下来，一脸的哀求：“小月姐姐，哟，这是承认了？小月姐姐，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做的。是夫人，是他3个月前找到了我，他给了我一笔银子，让我冒充你。是我恨透了贫苦的日子，是我羡慕你被接回京城过好日子，所以没有抵得过这样的诱惑。小月姐姐，看在从前的情面上，你饶过我吧。”不行，你这样的人，有第1次就会有第2次，永远不会悔改。老傅啊，我终究没办法继续护着你的女儿了。我们穆家对她已是仁至义尽。来人呐，把这个姓苗的给我拉出去，乱棍打死。先关起来，我留着她还有用。义父，对不起啊，都怪我被他们给骗了，我也是实在太担心义父，才会轻信了他们的话。叶姐姐，对不起，是我鲁莽了。现在话说开了也好，以后没人会怀疑你了。傅蕊，除了你以外，我们从没有怀疑过甜甜。自从甜甜回来后，你处处针对她，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总想着你没了父母，缺少关爱，害怕甜甜回来后没人会继续关爱你。我还为此反思过自己，是不是我这个父亲做得不好？可现在我发现，终究是我太心软了，一次次的纵容你，才会让你越发变本加厉。
你走吧，我们穆家再也容不下你了。从即刻起，你再也不是我的义女，你回到你原本的生活里去吧。不要啊，义父！你答应过我爹的，会照顾我一辈子。我爹为了你命都没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傅蕊，你要点脸吧！不管你当初入府时签了卖身协议，说难听点，他为了我爹而死也是应该的。你爹当初死后，我们穆家可是给了一大笔银两，赡养你们傅家留下的人，更是收留你一个管家之女当了府里的小姐，锦衣玉食的供着你。我就搞不懂了，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欠你了吗？你们怎么不欠我？你们通通都欠了我！什么府里的小姐，你们不过是为了给穆家留一个好名声而已。还有啊，既然都是穆家的小姐，为什么穆幽月可以和景王在一起，而我只能嫁给一个从四品官员的儿子？凭什么？凭什么？穆相听到这句甜甜和景王在一起时，眼睛忽然一瞪，但一转念，估摸着傅蕊是气疯了，说了胡话，就没往心里去。此刻听到傅蕊全盘道出心声，穆相甚至庆幸，还好真没祸害老林家。来人，将傅蕊轰出去！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是我穆昭辉的义女，是生是死都和我穆家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是穆兴泽和穆锦玉亲自驾着傅蕊把她轰出了穆相府。甜甜，没事，我先出去一趟。城楼上，一道身影站在那儿，举起手里的弓箭，三箭齐发。傅蕊蓦地觉得双腿以及腹部剧痛，跌倒在地。他努力地回头，见到城楼上的那道影子后，咬牙切齿般的大喊：“穆幽月！”傅蕊，这个才叫虐待，知道吗？你别得意，你现在不过是有叶玄景做靠山而已，没了他，你什么也不是。我忘了，你还得罪了黎家的，怎么办？你的敌人比我还多呢。唉，不知悔改。站在城楼上，衣裙随风翻飞，缓缓地举起了手里的弓箭，拉弓。在他射出一箭时，对面进城的方向同时射来一箭，最后同时刺进了傅蕊的心口处。大哥，一道马蹄声朝城门口逼近，穆幽月的目光一瞬不瞬落在了来人的身上。来人身着一件银色的铠甲，五官俊朗，剑眉飞扬。待他走到城门口时，穆承安已经下了马，幽沉深邃的目光落在穆幽月的身上。剑法不错呀，大哥。甜甜，大哥先进宫复命，你先回家等我。见到穆幽月乖乖点头后，双腿一夹马腹，朝着皇宫的方向奔去。真是没想到，甜甜竟然还有如此乖巧的一面。说真的，我感觉我大哥气场比你还强。得亏他是你哥哥，要不然……帮我处理一下傅蕊的尸体。已经让云清去处理了。那就行，我大哥回京了，我得先回府了。作为未来岳父眼中的大奸臣，不能见光的叶玄景又一次自闭了。明天见。转过身的时候，见到身后飘着的影子，同样挥挥手。穆幽月竟然能看到他，难道他不是人？他疯狂地朝着叶玄景扑去，哪怕生前得不到他，死后也要缠着他，让穆幽月也体验一下嫉妒的滋味。哪知等他刚靠近叶玄景时，森航的目光已经朝他射过来。叶玄景身如寒潭的视线落在傅蕊身上。你也能看见我？本王的宝贝也是你随便欺负的。须臾，傅蕊蓦地感觉眼前有黑色的雾气袭来，灵魂被黑雾紧紧地锁住，魂体传来一阵阵撕扯爆裂般的剧痛。最后，傅蕊的灵体彻底炸开，灰飞烟灭，再也不得重生。叶玄景唇紧抿着，歪了歪头，思索着该如何快速打动未来岳父的心。难，真的难。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怨不得谁。你刚说承安回来了。穆幽月点点头。你们兄妹俩在城门口碰面了，怎么样？承安认出你了吗？爹，你问的都是废话。甜甜那时候刚出生不久，大哥就天天抱着她玩了，哪能认不出啊？也是。父亲，我回来了。穆相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见过穆承安了，激动之余想要先拥抱一下大儿子。大哥。两人像个毛头小子一般，几乎快要挂到穆承安的身上，就连一向内敛的穆舒言也走到穆承安的身边。大哥，你来起开。就是你俩先一边待着去，就不能学学小三，沉稳一点。承安啊，你看看，我们甜甜终于回家了。是，我们甜甜终于回家了，以后有大哥在，大哥护着你。对了，你去花圣国干什么了？办点私事。什么私事啊？非要这个节骨眼办？你都不知道朝堂上有多少人想给你使绊子。傅蕊是怎么回事啊？他呀，今天出去了。穆兴泽将今日发生的经过全部说了一遍。早就说过，此女心术不正，是个隐患。就是，谁让某些人非要为了报个救命之恩引狼入室了？你死一边去！别以为你大哥回来了，就有人给你撑腰了。承安啊，你如今是身为将军了，
皇上特意单独赐了府邸给你。我先住这儿。也行，你这一路累了吧？先去休息一会儿。你们说承安去花胜国能办什么私事？花胜国以女为尊，难不成大哥去找心上人了？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似的？再说了，承安在军营里待了那么久，军营里哪来的女人？凭我办案的敏锐程度，大哥如果是办正经事，肯定会明说。我猜啊，他是去见心上人了。我也觉得。我要2个馒头。我要4个。压馒头是什么意思？都是一家人，压钱都伤和气啊，卤点馒头意思意思就行了。一个个看你们抠的。小月姐姐，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你的易容术出自沈家之手，你是如何联系到沈家的人？我不知道，是夫人找的人。我没有离开小莲村之前，是她一直派人在和我接应。后来有一天晚上，有人找上门来说是受了夫人的嘱托，拿钱办事。小月姐姐，我真的就知道这么多了，你能放了我吗？我想我爹了，我想回家。我们谈个条件吧，你来做诱饵，若你顺利的活下来，我就送你回去。那我死了呢？死就死了吧。听说这一晚江湖上都在流传沈家的易容术被破。二哥，你的消息还挺灵通。那是，我好歹也是幻星楼楼主。二哥，我还有事，我先去忙了。你今日没事的话，帮我多盯着点哦。哎，穆行则见1个2个的都跑了，怀疑人生。他是不是真的太闲了？怎么1个2个都忙得脚不着地啊？最近就连景王那边分给他的任务也少了，什么情况啊？不行，我必须得让自己忙起来。要不然的话，老头子指不定又要让他去守城门了。想啥呢？宣坤刚刚来时见到了被侍卫押走的陆妙龄，看着陆妙龄隆起的腹部，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在想陆妙龄，这玩意有什么好想的？再说了，你不是要去离乡了吗？好家伙，你瞅瞅你们这些男人哦，一个个见异思迁，还是人家景王最好。叶璇，您怎么了？你再喜欢人家，人家照样不要你。嘿，你以为我稀罕他呀？行了，开始练功吧。我今天来宫里的时候，看见有几个老嬷嬷聚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干嘛的？你是说分养宫的那些吧？是啊，一个个看起来还挺凶的。他们没有分配主子吗？哎呦，这帮老嬷呀，是宫中专门负责给各种新进宫，包括王府各种新进门的女子验身的，一个个能耐着呢。能有多能耐啊？哎，我就这么说吧，有个叫常嬷嬷的，眼睛特别毒。曾经好多女子进宫选秀，她从对方的走路姿势就能看出来对方没了贞洁。皇室好像都挺注重这些的。那当然了，不过说真的，我听说好多人第一次后都会流血的。流血？宣坤眼前画面一闪，忽然闪过那日客栈的床榻，好像没看见血啊。完了。什么完了？妹妹啊，有件事你可得帮帮我。好好说话，别扒拉我。你要说什么赶紧的，我还得练功呢。公主，你耐心一点吗？就是，还是师傅通情达理。你说。宣坤小声地将心中的想法说出。不是吧，这种事情怎么查呀？那位姑娘不是和你那个了吗？肯定没贞洁了呀。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有点怀疑，我那天没和他那个。哥，你不会这么惨吧？哎呀，这事我可看不下去。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人。二话不说，脚尖一点，轻功一飞就出去找人了。宣柔都会飞了吗？他该不会偷偷塞钱给师傅开后门了吧？母后，儿臣刚刚跟着师傅练轻功呢，出去恰好碰见了常嬷嬷，我把她带来了。奴婢拜见太后娘娘。熟儿，你想做什么？她不是要嫁给我哥了吗？应该还没验过身体吧？正好让常嬷嬷验一验。宣柔公主说什么呢？我与坤王殿下早就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吗？熟儿，不得胡闹。母后，你听我说，我哥刚刚突然开窍了，他怀疑自己那天压根没有碰黎香，被黎香那个小娘们给耍了。你说说，黎香那伙人多鸡贼呀，一个个比猴还精呢，咱们可不能被他们给骗了。让你验就验，验一下不就完事了吗？婆婆妈妈的。闭嘴，常嬷嬷，验吧。太后娘娘，我和坤王殿下已经有过肌肤之亲了，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啊。常嬷嬷，师傅，我觉得丹田处热热的。坦白说，穆幽月对宣坤一点没什么敌意，至少他回京这么久，没看到宣坤身上有任何的野心，反而是处处被魏太后施压。看他这副惨兮兮的模样，穆幽月还真有些想好好教他几招。时间差不多了，去大殿看看情况吧。太后娘娘，黎小姐她怎么了？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哦啊，这个女人果然在骗我。那天一定是他们黎家合起伙来演的一出戏，否则黎瑞贤怎么就刚巧赶到了呢？哼，好一个黎家！黎家狗胆包天，退婚，必须退婚！对，
退婚。此事哀家自有主张，今日之事吓到你了，哀家不过是按照公规来办而已。你先回去吧，婚期照旧。怎么还管起别人的婚事来了？我嫉妒我表妹啊。嫉妒人家要成亲了，其实你也可以。你先搞定我爹再说吧。看把甜甜着急的，为了甜甜的幸福，我一定尽快搞定岳父，娶甜甜进门。我和你大哥要去祭拜一下你们娘亲，顶多3、5天就回来了。就只有你们2个吗？我们不用一起去吗？不用，你们最近都忙，你要看诊，小4要忙案子，小3太医院每日都忙得家都顾不上。至于老2，算了，去了也是给我添堵。趁天还没黑，我和你大哥就先出门了，家里就交给你了啊。星泽，好好照顾妹妹。哎，放心吧，有我在呢。说罢，2人骑着马扬长离去。啊，对了，甜甜，据我幻星楼的人来报，已经有了一批势力在朝京城那边赶过来了。真的？来的正是时候。此时门口忽然来了一批禁卫军，为首则是蒋公公。穆幽月冲撞皇上，以下犯上，押入天牢。蒋公公，走吧。看着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离去，穆星泽整个人在风中凌乱。这会儿老爹和大哥刚走，要是被他们知道甜甜被关进天牢了，回来还不得把他给活剐了。景王人呢？二少出什么事儿了？景王人呢？殿下的身体不适，说是要闭关1日。怎么关键时刻闭关了呢？皇上把甜甜关进天牢里了。算了，我先进宫找姑姑。在穆星泽走后，云清往叶玄锦的院子方向走，刚一靠近就被阵法挡了回来。殿下，你自求多福吧。景王，我感觉你最近好像刻意在拖延进度，这样下去不行啊！违逆天意，你要倒霉的。叶玄锦没搭理他，想要继续把灵石封印起来，偏偏这个灵石这次像是进化了一般，怎么也赶不走。你这次是来渡恶劫的，你说你最近坏事一件都不干，这怎么能行啊？你是奸臣，不是忠臣。闭嘴！我必须要说服你。还有，你怎么还儿女情长起来了呢？你应该把阻碍你脚步的人都杀了。狗东西，你再说一句试试。好吧，我不说这个了，但你得加快进度，要不然你的锥心之痛会提前发作的。穆姑娘，皇上命你在此好好思过，顺便让你写5000字的忏悔书。忏悔书？大约是皇上平时犯了错，景王殿下总是爱让他写忏悔书，皇上觉得这样认错的效果比较好吧。叶玄锦，你可以的，最终连我也逃不掉这个5000字的忏悔书。皇上，大街上都在传穆小姐被关押的事儿，名声已经彻底臭了。皇上，刚刚百姓们说……轩宇听到百姓的话，虽然心疼姐姐，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按照他想要的标准来了。叔叔说了，想要娶宣朝名声最臭的女人，而且还是牢里的。现在姐姐完全符合了。如果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会不会就不疼爱我了呢？宝宝好可怜呢，宝宝好喜欢叔叔，也好喜欢姐姐。臣女不该放着巴适的日子不过，硬是得罪皇上噻。你能不能说人话？没事，说的挺好的，继续写。甜甜，姑姑，我听宫人们说你被关进天牢了，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姑姑，我没事。皇上这是想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问题不大，姑姑你别担心。宫里现在盯着你的人太多了，你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此地不宜久留，姑姑先回去吧。好，见你现在无恙，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去见皇上，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啊？鬼啊！叶玄锦在他屁股上抽了一巴掌。叔叔，轩宇，你最好给本王一个交代，否则本王今晚就送你去见真正的鬼。我不想叔叔娶其他的女人，我想叔叔和姐姐在一起。所以叔叔曾说过要娶宣朝名声最臭的女人，正好是天牢里的，所以我把姐姐……这就是所谓的旷世奇才？是老天有病还是他有病啊？竟然要辅佐这么一个傻小孩。穿衣服。干嘛呀？把我的宝贝接回来。刚一出门就发现叶玄锦已经提前先走了。蒋公公，朕是不是做错事了呀？这件事儿吧，可能是做的过火了一些，不过还是有办法弥补的。你快说。皇上既然想撮合他们，那就赶紧给他们赐婚呢，这圣旨一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吧？啊，有道理。走，先出去。忏悔书还没写完呢。叶玄锦眉心一跳，有股不好的预感。
往桌前看了眼，桌上已经写了满满的2张纸。秦王真不愧是帝师啊，连个忏悔书都非要写满5000字不可。怎么办？现在还差3000多字呢。叶玄锦此刻深深的明白，造的孽都是要还的。剩下的我帮你写。别写了，我们走吧，这地方阴气好重呢。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你还不舒服？甜甜，我有点害怕。害怕有一天忽然就消失在这个世界，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怕什么？没事，怕鬼而已。那我们先出去吧。好。姐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我现在名声真的臭了，怎么办啊？我有办法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今天好晚了，姐姐早点回去吧，明天等好消息啊。你真的靠谱吗？靠谱，肯定靠谱。甜甜，你先等我一下，一会儿送你回去。我自己回去吧。等穆幽月走后，叶玄锦逆着他桌上的圣旨，相信什么？就是既然叔叔和姐姐情投意合，我就想给你们早点赐婚呢，这样姐姐就不会被别人给拐跑了。说话之间，叶玄锦扔了一份圣旨到轩宇桌上，见上面赫然就是一份赐婚的圣旨，圣旨的主角便是叶玄锦和穆幽月。叔叔，那我明天早上就让蒋公公去传圣旨。不必，时机未到，这圣旨留在你这里，必要时我才通知你。云安郡主，接旨吧。哎，说真的有点可惜，本来还以为今早要来宣赐婚的圣旨呢。二哥，哇，这么多的金子，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今天不忙吗？忙啊，哪天不忙啊？听说宫里来旨意了，回来看看，正好还有一份卷案忘记在家了，顺便带走。哇，好多的金子啊，这一箱子得多沉啊。穆幽月走近看了眼叶露言，注意到他脸颊后，朝他使了个眼色。啊，怎么了？你的疤贴错脸了。真乃大型社死现场，不愧是大理寺少卿啊！救命！竟然被人发现了！悠悠，你那个四哥眼睛也太毒了吧？你说他会不会把我抓起来毒打一顿啊？不会的，我四哥不是那种人。不是都说大理寺的人刚正不阿吗？我可是土匪，而且我还杀过人。大理寺只抓皇亲国戚，不管江湖的事情。你现在不是郡主了吗？那我算不算是皇亲国戚啊？不和你说了，我出门了，要教武功呢。云安郡主来了。这是你出的主意？是小屁孩自己想的。叶玄锦，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一个奸臣，不找别人麻烦就不错了，谁能给我找麻烦？昨晚闭关修炼玄灵术，才会消耗一些元气。要出游2天吗？出游？难得有这般机会。可以，什么时候走？现在。这么仓促的吗？出游？他们去哪儿了？确定2天就回来了吗？说的就是2天。你和云蝶不去吗？不去啊，我俩刚才在隔壁开了一桌，二少一会儿过来喝一杯。甜甜，至于吗？低调出行，低调做人。该你了。你帮我弄。前面有很好玩的地方吗？月老庙算不算好玩？公子也是来求姻缘的吗？也有姻缘。说罢，连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牵着穆幽月的手往月老庙里面走去。小姐，咱们先回去吧。我不回，我要过去看看。小姐，我们这次是路过灵州办事的，你可千万不能惹事啊。多嘴。早就让你低调点了，刚出门就沾花惹草的。放心，我整颗心都在甜甜身上，别人抢不走。明天我换张丑点的脸出来。好，听你的。施主请留步。僧人对他们微微一笑，递给他们2根红绳。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是月老对你们的祝福。换你了。叶玄锦拿过，动作轻柔地系着红绳，只是结束后，伸手轻轻地覆盖在了穆幽月的手腕上，一道冰冰凉凉的灵力注入他的手腕。好了，叶玄锦，你作弊！既然是我亲手系上去的，那也必须只有我才能摘下来。小姐，老爷派人过来催你回客栈了。我知道了。爹，你自己去京城吧，我想在灵州多留几日。胡闹！你亲手施的易容术如今被轻易破解，作为沈家未来的家主，你必须亲手去解决这件事，否则家主之位我会考虑让羽翼来做。我不会让他有这个机会的。那就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了。这2年羽翼进步很大，倒是你。在想什么？你白天的那个烂桃花是幻术世家沈家的人，那要在这里解决？沈家的事，沈大娘要自己解决。前几日便已经通知过他，估摸着他也快到了。
忽然有点后悔了。有点后悔没给傅蕊立个坟了。亏他还听得那么认真。不早了。的确。你可以回你房间休息了。早点休息。临了还被叶璇锦按在怀里亲了一通，最后还是踹他出门的。叶璇锦刚走出房门，穆幽月便无情地关上了门。公子，这么巧啊！话刚出，刚刚还闭紧的房门突然被打开，唰的一下把叶璇锦抓回了房间里，房门又用力地关上。长得好看的确有点麻烦，怎么办？要不要换个客栈？万一他晚上敲我房门怎么办？你睡地上吧。好。也不知道老二有没有把甜甜照顾好。轻则做事有分寸，就不必太过担心了。也是，那小子虽然看似不着调，但对甜甜还是很上心的。哎呀，那么大的雨，我这把老骨头啊，得先泡个热水澡。齐花花，就你事情多，早就说了，我和卓涛来就行了，你非要跟过来干嘛？谁跟你啊？我是来京城探望老大和陆岩的。沈文英，你别自作多情啊！小二，开3间房。不好意思啊，客官，就剩1间房了。给我！今晚住店的太多了，要不你们仨凑合一晚吧？哎，不行，我还得泡澡。这老娘们和我一间，我不方便。一天不抽你皮痒是吧？好了，别打了，咱们这回是来办正事的，就先凑合一晚吧。你个色老娘们儿，一会儿可别偷看我洗澡啊！我今天不拿鞭子抽死你，我沈文英3个字倒过来写。这几个人该不会是土匪进城了吧？睁眼时便感觉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腰间，身体也被包裹在一个温热的怀抱里。叶璇锦，你为什么会在我床上？地上太凉了。老板，这红豆糕怎么卖呀？听到这声音，穆幽月几乎是背脊瞬间僵住，惊恐的偏眸望了望眼身边站着的人，不是自己老爹还能有谁？穆幽月快吓傻了，谁能告诉他爹为什么也在这里？为什么？姑娘，这红豆糕怎么卖的？穆幽月庆幸自己此刻是易容的，又穿得简单朴素，但见老爹笑哈哈地看着自己，生怕自己一开口就被拆穿了。最后，穆幽月伸出手朝他比了个3。来，姑娘，你的好了。穆幽月拿过糕点，又朝木相点头示意，随后撒腿就跑。多好一姑娘啊，可惜是个哑巴，看起来也和甜甜年纪差不多，也不知道这个哑疾是天生的还是什么。如果甜甜能给他治治就好了。饿死我了，感觉能吃10头牛。切，你就吹吧你。你要是能吃10头牛，我把我自己炖了给你吃。哎呦喂，哪个不长眼的？老大。穆幽月扯扯嘴角，谁能告诉他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都凑一起了？跟我来。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昨天半夜到的。我在赤雀山收到你的消息，便一路往京城赶。昨夜路过此地大雨，便在这里歇了一晚。巧了，沈文宗也在这间客栈下榻了。真的？我曾看过你画的沈文宗画像，就是他，不会错的。这么久了，他总算舍得露面了。这一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老沈，你先别冲动啊，冲动容易坏事儿。悠悠也在这儿，咱们听他的。是啊，沈文宗此次来势汹汹，咱们不能轻敌。我明白。你们先待在这里，别乱走，我出去一趟。你做贼去了？比做贼还可怕好吗？把刚才出门的经过告诉给了叶璇锦。竟然这么巧的吗？果然一天不搞定未来岳父，他和甜甜的关系永远见不得光。虽然我易容了，但我的栖息地应该很熟悉，也不知道他认出没有。应该不会，如果认出了你，这会儿房门已经被砸烂了。有点道理，我爹容易糊弄，那我大哥就不一定了。现在该怎么办才好？速战速决。我出去一下。穆幽月出门了一趟，很快又跑了回来。我爹在楼下吃饭，我大哥好像在房间里待着没出来。沈文宗也在楼下。沈文宗此次进京目标是穆家，对于这等心胸狭隘之人，又怎会容忍世间能有人破他的易容术？楼下大堂，沈文宗坐在一个角落里，视线却牢牢锁着坐在不远处的穆小。衣袖下一柄淬了毒的弯刀随时伺机而出。哎呀，这位施主，我看你天庭饱满，看起来要有好事发生了呀。别打扰我。施主啊，一看你的面相便是个福泽深厚之人。你看你正气凛然，这等面容者通常都是望子嗣的。我若没猜错，你的儿女定然都是出类拔萃、才貌双全之人。这全都是因为有你的福泽庇佑啊！你接着说。要不我给你算一卦吧。哎呦，不得了啊！说什么了？这是一支姻缘满门签，这签上说皆大欢喜。通俗点说呢，你们家接下来不断会有喜事出现，这个喜呢是代表着姻缘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很快就有命定的姻缘出现了。他家5个孩子，一个个都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了，遇到喜欢的，说成亲就成亲了，还用这个老神棍说？木香气得甩了甩手，衣袖不小心碰到签头，又掉了一支签出来。下一刻，老神棍又吃惊地看了他2眼。看我干嘛？别告诉我，连我也有姻缘。失而复得，白头相守。骗子，你就是个江湖骗子。失而复得？哼，苏婉走了那么久，他怎么失而复得？没说错呀，真是的，好好说话不行吗？还掀桌子，吓死他了！要不是看在是老大亲爹的份上，信不信我当场叫人打断你的腿？沈文宗目睹这一切，嗤笑一声：“姻缘满门，皆大欢喜。”错，是背土满门，黄泉相见才对。白白浪费了1上午的时间，可不能继续等下去了。索性一把火烧了这客栈吧。又喝酒了？没什么事做，随便喝2口。这间客栈不对劲，我们得先走。好，我先收拾东西，我在楼下等你。待穆承安刚下楼去后院牵马时，客栈2楼忽然砰一声，火光四溅。不好！穆承安想要冲过去，眼前出现10来个黑衣人，将他团团围住。穆相原本在收拾东西，忽然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紧接着便见火光冲了进来。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从窗户进来，抓着他的手将他带离了客栈。叶玄锦，你怎么在这里？本王今早便已发现丞相大人在此，但本王此次奉命留在灵州捉拿天瑶国奸细，因此并未打扰丞相大人。方才遇到险情，第一时间便想着丞相大人还在此地。丞相大人没受伤吧？天瑶国究竟派了多少奸细出来？没等到叶玄锦回答他的话，穆承安已经赶到此地。见穆相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以及面前站着叶玄锦后，穆承安朝叶玄锦稍稍弯腰：“多谢景王殿下。”沈卫将军不必客气，此地不宜久留。叶玄锦说罢，身形一闪，消失在了2人面前。爹，你怎么样？我没事，今日多亏了叶玄锦，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也要死在这场大火里了。他是来捉拿天瑶国奸细的。承安，这场大火来得蹊跷，我作为一国丞相，不能放任不管。瞧瞧，咱们赤血山多气派呀！沈文宗出招阴险，不知道沈大娘能不能解决啊？一直以来，沈大娘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可以亲手杀了沈文宗。眼看寡不敌众，沈文宗看了眼后面的山崖，在沈大娘朝他袭来时，忽地用幻术变换了自己的容颜。沈大娘见到这张脸时，脚步一顿，面前沈文宗忽然易容成了自己死去丈夫的模样，正笑意吟吟地看着他。文音，文音。沈文宗唤着他的名字的同时，弯刀朝着沈大娘心口处刺了过来。小心！沈大娘回神，侧身躲避，可手臂处的衣物还是被划破了。沈文宗，我杀了你！沈文宗又后退一步，再次变化了容颜，换成了沈大娘儿子的脸。来砍我呀！沈大娘当即面露痛苦。去死吧！电光火石间，穆幽月飞身上前，另一手手腕翻转，一股强劲的掌风朝着沈文宗的命门袭去，染着寒冰的掌劲当场震碎了沈文宗的心肺。寒光派。看到旁边全军覆没的沈家弟子，深深的恐惧袭上沈文宗的心头。听说你这次是来穆家寻仇的，这么大的阵仗，怎么就这点能耐啊？你到底是谁？老沈啊，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大呀。这小娘们怎么弄？先杀了还是怎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女儿会打洞，由不得。有道理，那就交给你了。不要啊！我什么坏事也没干。那姑父和牧羊哥就做了坏事吗？话落的同时，揭开了脸上的面纱。沈雨衣，怎么还没解决？小怪物不是说只观战不动手吗？怎么还是出手了？也不知道累着他没有。公子，救救我！赶紧的。哦，知道了。手中4枚飞镖齐齐出动，沈洛谦连吐好几口血，瞪大眼，慢慢的感受着生命的流逝。这样的死状与当初沈大娘的儿子牧羊如出一辙。我要时刻谨记，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齐叔在心中默念了100遍。趁着还有一口气，沈文宗卯足全身的力气，朝着山崖下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跑得真快啊！叶玄锦纵身一跃，也跟着跳下山崖。清理一下场地，我们去山崖下接应老大。待到清理的差不多了后，门徒们全部消失。我们走。卓涛、齐叔、沈大娘以及沈雨义正准备去山崖下时，面前乌泱泱跑过来一群官兵。就是他们入殿了。是雪山，那他们果然是土匪啊！我这的火肯定是他们放的。怎么办呢？这是老大的父亲和大哥。老沈，你气势最足，你说怎么办啊？气势再足也得分人呐。
你敢打老大的亲爹和大哥吗？再说了，打不打得过还不一定呢。赤血山狂徒为非作歹，全部押去京城大理寺。一听是押入大理寺，卓涛奇叔沈大娘默默地松了口气。沈雨意不解地看着他们。没事，这是老大四哥的地盘，咱们留口气儿，等老大来接就行了。哦，知道了。陆岩好像也去了京城呢。哦，知道了。不错嘛，挺厉害的。不厉害怎么配得上赤血山老大？眼看着沈文宗凭着最后的意志力拼了命地往崖边游，穆幽月掌心凝聚红雾。沈文宗极力往岸边游的时候，感觉无形中身体被人扯住，脑袋被人往水里面按着，来回几次。沈文宗感觉自己即将溺亡的时候，身体被人从湖里提了起来。过程里他根本没看到任何的人影，直到被扔到岸边，眼前站着一男一女，如睥睨蝼蚁一般看着他。现在杀还是缓缓？带回去给沈大娘杀。最后两人废了沈文宗的武功，又折断他的腿骨，将他带走，重新回到山崖上。咦，齐叔他们都走了吗？这时一个赤血山小门徒悄悄地冒了个头出来。老大，刚才你爹和大哥来过了，把齐叔他们都抓走了，说是要去大理寺审问了。我去，差点把老爹给忘了。他们现在一定回京了，我们必须得比他们先赶回去。挑2个人出来和我一起回去，顺便压着他。四少爷，今天的都整理完了，我可以回去了吧？还真是小瞧你了，那边还有几份案卷，明日继续吧。不会吧，还要来啊？禀报少卿，丞相大人来了。哦，少卿大人，丞相大人有何吩咐？本官路过灵州时，遇到赤血山狂徒，怀疑他们涉嫌当街纵火伤人，便将人扣押了下来，准备移交给大理寺审问。赤血山狂徒？不错，人都在外面审讯堂了。穆景玉感觉事情不对，起身往审讯堂走去。小叶，你怎么在这里？哎呀，我闲着无事，来帮四少爷打下手。你没事做，那甜甜呢？老爷还不知道吧？小姐立了功，被皇上封为云安郡主了。啊，郡主？青天大老爷，你要给草民做主啊！这些天上的赤血山土匪恶意纵火，把我的客栈烧了个精光。这火可不是我们放的，你别血口喷人。我的天哪，怎么办？原来陆岩第一个被抓了。今日记录案情的人告假了，小叶，你来做记录。哦，好的。我就说陆岩这孩子出息了。你可闭嘴吧，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完了。纵火时辰是什么时候啊？快到未时的时候。这几个土匪是昨天夜里来住店的，今天未时就纵火了。纵火后，2楼的其他客人都逃了出来，还有一些客人都受了伤，但只有他们跑了。你确定就他们跑了吗？还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不是还有一对妇女吗？不对啊，下午我和丞相大人他们赶到的时候，你们几个土匪还刚刚杀过人，地上全是血。我猜你们一定把尸体扔到山崖下去了。我们闻讯赶到山崖边的时候，只见到他们4个人正在清理地面的血迹。那也就是没有亲眼目睹他们杀人了。此事光凭你一人之词，不能轻易断论，本官得派人去细查。这4个人先押入大牢，择日再审。那什么，我带他们去。陆岩呐，你快去找老大救救我们呐！客栈的火又不是我们放的，是沈文宗。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回去找悠悠。对了，你混的可以啊，老鼠变成猫，都跑来大理寺当差了。说来话长，我也是被逼的，先委屈你们一会儿，我先去找老大，也不知道他回来没有。景王殿下，穆少卿不必多礼，本王前来是有一事相告。本王奉命捉拿天瑶国奸细，将其捕获，经过审问后，得知此人恶意在灵州客栈纵火，便将人带来了。沈文宗已经在半路被毒哑了，这会儿恍惚中听到自己被冠了个天瑶国奸细的名头，想辩解都说不出话来。对，这个人在我们客栈住了好几天了，没想到是天瑶国奸细啊。那赤血山那几个人是干嘛的？我刚刚问过他们了，他们说是来京城游玩的，半路见到景王抓奸细，就顺手帮忙了。这个奸细带了很多高手来，赤血山那几个人是帮忙对付的，只是当时景王去抓这个主谋了，所以他们才背了锅。而且他们刚才在审讯堂没坦白这件事情，就是怕打草惊蛇。大理寺赵玉沈大娘发了疯似的，拿起一块烫着猩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沈文宗的心口。沈文宗，你作孽深重，这是你应该受下的。忘记告诉你了，当初是我放走的姑姑。最后，在沈文宗绝望又不甘的眼神里，沈文英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杀夫世子之仇终于报了，可是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爹，你回来了。是啊，这2天在家还好吧？听说你被皇上关进天牢里了，怎么样？没出什么事吧？没有，其实就是一场误会而已。既然是郡主了，
往后可得更加谨言慎行啊！毕竟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你们这2天在家干嘛呢？我们能干嘛？等你回来呗。你就不能找点正经事做？甜甜现在都立功封了个郡主，就差你了。我那是不想。二哥，你知道赤血山吗？瞧不起谁呢？今日大理寺来了一帮赤血山狂徒，他们和我想象中的倒是很不一样。赤血山的土匪就是被那些江湖传闻给害了，传闻呐都不可信。二哥说的有道理。来，恭喜老沈小沈大仇得报。哦，谢谢大家。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报仇啊？你七叔的仇还没报呢，小陆言，你先排队吧。没错，七叔报完仇，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陆言，你再往后排排。对了，陆言，你老实交代，你怎么跑大理寺当差去了？哎呀，冤死我了！就大理寺那个给穆景玉打下手的高价了。穆景玉这个财迷，不想把案卷进大理寺其他人之手，又不想花钱请人，看我闲着，就叫我去打下手，还不给我钱。不想花钱请人，这倒是挺符合我四哥的。对了，老大，在灵州的时候，我给你爹算了一卦呢。你想不想知道你爹的卦象啊？什么卦呀？从卦象上看呢，你很快就有后娘了，你爹很快就要和老情人复合了。我爹的老情人？怎么，他爹还有前女友吗？没听他提起过呀。胡咧咧什么呢？没有啊，卦象就是这么说的。穆幽月莫名就想到了那座空坟，以及玄灵术并未查探到他娘亲已转世。莫非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好好逛过京城呢，再多玩几天吧。行，那我陪你们转转。你要说咱们那么多属下，怎么偏偏青兰那么好命呢？能天天跟着老大？什么时候你的轻功赶得上李婶了，你也可以天天跟着老大。去，你们一个个都瞧不起我。哎呀妈呀，可想死我了！宣坤人呢？我这几天不在，他不会去太后那里告状了吧？哎呀，他才不傻呢，好不容易偷2日空闲，被窝里偷着乐都来不及呢，哪能去告状啊？他不是又要当新郎官了吗？这几天忙着娶媳妇的事情呢。哎，你说这小子看起来傻不愣登的，偏偏艳福还不浅，光新郎官都当2回了，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天妖国国君不是马上要进京求娶你了吗？你也快了，别羡慕人家。哎呦我去，可拉倒吧，他也配娶胖爷爷？师傅，不是要当新郎官了吗？怎么一脸不高兴的？别提了，母后也不知道发什么疯，明知道黎香是骗我的，竟然还不让我退婚，气死了。哎，师傅，你那儿有没有速成的武功？赶紧教我2招啊！哟，你这是想逃婚，顺带着仗剑走天涯了？死一边去！听说黎香会武功，所以我得比他更厉害啊，要不然那以后还不得翻天了？有志气，今天就教你一招速成的。宣坤在穆幽月的魔鬼式训练下，还真一口气学了2招。宣柔，你借我练练啊！话落，朝着离自己2米远的宣柔伸出手，掌心一道气息流出，宣柔的身子不自觉地上前，随后被宣坤一把掐住了脖颈。紧接着，宣坤一条腿抬起，膝盖朝着宣柔的腹部猛烈地撞击过去。你来真的呀！宣坤感觉自己腰都快被他打穿了。这2天宣柔一定是偷偷跟着师傅练了，疼死了。继续练，这招对付一个离香不成问题。我先走了，你来了。叶玄锦靠在墙角，活脱脱像个被遗忘的小媳妇儿一般。你可真忙啊！拿钱办事吗？就宣坤那个猪脑子，你确定你教得会？说什么呢？人家今天好歹学了2招了。陪我一起用晚膳。好，我本来想再探一次李府的，后来仔细想想，没什么意义。甜甜，你母亲大约是真的不在了。叶玄锦，你的父母呢？不知道，没见过。甜甜，我只有你。穆幽月一脸心疼地凝着他。早知道甜甜会这么心疼我，我就早点说了。叶玄锦，2人十指紧扣，手腕上的红绳紧密地靠在一起。可此时，叶玄锦的心口却隐隐作痛起来。第一次传来这样的痛意，叶玄锦第一时间便联想到了鬼玩意儿说的锥心之痛。已经开始了吗？一旁穆幽月的心口处也莫名传来阵阵的刺痛。他拧了拧眉，但很快这样的刺痛感便消失。他抬眸看向叶玄锦，叶玄锦的视线也恰好望了过来，四目相对，叶玄锦低下头，一吻落在了他的唇上。爹，怎么回事啊？这时一道马蹄声传来，众人循声看去，只见郑健谈骑着马在黎家门前停下，朗声道：传太后娘娘懿旨，李府嫡女黎香身为深闺女子，举止不加检点，设计诓骗坤王，罪孽深重，但看在黎家一门忠烈，念及旧情，故从轻处罚，解除2家婚约，从此宣坤黎香男婚女嫁，2不相干。站在门口的黎瑞贤原本脸色还有些许的喜色，此刻整张脸都阴沉了下来。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宣坤果然傻人有傻福。魏太后欺人太甚，坤王玷污了我家香香，是我亲眼所见，怎么就变成我们家香香举止不检点了？我们香香才是受害者，我现在就去把宣坤绑来，按着他的头，也要和我们香香拜堂成亲。站住！父亲，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大哥，不要冲动，不是你的女儿，你当然不冲动。够了！退婚？不可能，不可能的！是真的，坤王府的迎亲队伍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来的只有太后的懿旨。太后这是存心逼死我呀！大婚之日被退婚，以后我还如何在这京城生活？马上去把嫁衣换掉，马上！爷爷，你快去找太后啊！那天宣坤根本没碰我，我还是清白的，他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呢？黎瑞贤怒火中烧，一脚踹在他的肩头。不过就是退婚罢了，我们黎家从来不会委曲求全。今日你要么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咽下这口气，要么现在就去死，我绝不拦你。好一个魏如英，事已至此，别怪我黎瑞贤无情。那我就去死好了，反正也没颜面活在这世上了。香香，你冷静点。你现在死了有什么用？反而更加坐视传闻。不过是退婚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了，一定是宣坤变心了。我前2日见过宣坤，他无意提过一嘴，说他正跟着赤血山的头领九幽练功，他一定是爱上九幽了。你说谁？九幽？没错。林瑞贤无暇再理会黎香，转身出了门。你好好安慰他。是，妾身知道了。靠什么不好，非得靠男人？大小姐这次还是找错了人啊。姨娘，那日你不是去找景王殿下了吗？怎么最后就变成了坤王？如若今日是景王殿下迎娶你，魏太后哪里敢如此嚣张？你呀，还是押错宝了。魏太后这回倒是做了件好事。舒颜和锦玉呢？他俩来不来？叫了，他俩应该也快到了。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木匠感觉今天能吃3碗饭。景王，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得让你破费了。都是自己人，无需客气。作为东道主，悠悠太忙了，本王既然闲着，自然要好好招待你们的。怎么了？没什么，看到景王了。哎爹，你说景王在灵州的时候救了你，你岂不是还欠他个人情？若不如就趁今日，咱们请他吃顿饭，就当抵消了人情吧。这不太好吧？一顿饭就还了救命之恩，是不是太廉价了一些？心意到了就行呗。木星则说罢，不等木相再开口，已经走到门口，打开了门。景王殿下。穆幽月一手托着下巴，心想玩还是二哥会玩。木相原以为只有叶璇姐一个人，没想到一下子走进来5个人。仔细一看，赤血山那几个门徒也在，这太尴尬了吧？丞相大人，拜见丞相大人。不必多礼，那日误会了你们，还没和你们正式道歉，实在对不住了。丞相大人客气了，有误会咱们说清楚就好，不会往心里去的。来，快坐，大家都快坐。啊，对了，你们几个怎么聚在一起啊？那日他们帮了本王的忙，本王今日也是特意要宴请他们道谢的。这倒是应该的。这么热闹啊！穆景玉看着这一桌人，朝中重臣和江湖土匪，有朝一日竟能同桌吃饭，真是妙啊！各位好。老大这一家子，一个个真会长，这3个长得就和小白脸似的。会不会说话？咋还骂人呢？我这是夸他呢。沈巍将军今日不来吗？他忙死了，去西郊营地练兵去了。沈巍将军刚回京，的确事务繁忙，挺不容易的。少卿大人，我们要在京城游玩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惹事的。外界都把我们赤血山传的人不人鬼不鬼，其实我们哪里会动不动就杀人？那不成杀人狂魔了吗？老说，大家下午要不要去茶话会啊？我就不去了，你们年轻人好好去陶冶一下，我去楼下结账，你们慢慢玩。二少，茶话会这种地方，我这种大老粗欣赏不来。你要不就蹴鞠去吧。这个还行。别看我年纪大了，年轻的时候可是蹴鞠第一高手啊！悬死你了！又是宣朝第一神算子，又是蹴鞠第一高手，你能不能谦虚点儿？我说的是实话。小四，我先回宫吧，太医院那边还有事。三哥，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就一起去吧。就是啊，三哥，今天张院判不是也在当值吗？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那好吧。就是你看到的那样。爹知道吗？你觉得呢？看来是不知道了。你说什么？退婚了？该死！黎香这个贱人，
自己没坐上昆王妃之位也就罢了，还害得我丢了昆王妃之位。在这待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奴婢丽秀。丽秀是个好名字，我记下来了。我有些头疼，先睡会儿。你去把今日我的补汤给我端来。是。不一会儿，丽秀端着补汤进门，刚进门还未来得及关门，藏在门背后的陆妙龄卯足了全力，一手掐住了丽秀的脖子，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巴。陆妙龄发了狠似的将丽秀按在地上，捡起一块碎片狠狠割了丽秀的脖子。没多久，丽秀没了气息。你还真是命大，怎么折腾都不死。再等等吧，本娘逃离了这儿，就能带你过好日子了。里面那位又发脾气了，摔碎了碗，还将我的衣服都扯坏了。这会儿喝了补汤睡下了。一路上，许多巡逻的侍卫见他穿着太后宫殿的宫女服，嘴里还念叨着，也不知道御膳房炖好燕窝没有。闻言便也没有拦他。宫里的每日一到天黑便有泔水车要出城，陆妙龄必须赶在这之前混入里面才能出宫。有点意思啊。咋地？怀了孕吃不饱，来御膳房偷烧鸡来了？宣柔正准备将人带回来，手腕被人一扯，一回头，文潇正盯着他。叶医生，公主早点回去歇着吧。你给我起开，别挡了本公主的路。有时想要对付一个人，给他一点希望，再来无尽的失望，不是更有意思吗？老弟你可以啊，难怪年纪轻轻混到了这个位置了。文潇一路跟着出宫，和他一起的还有宣柔。哎呀，你别管我，这大晚上的，咱俩指不定谁飘得更快呢。飘？飞，就是飞的意思。文潇见到叶玄锦他们后，从暗处现身。殿下。哎，老大！陆妙龄躲进泔水车里，离宫了。是现在装，还是？他会回来的。那就走吧，我们去吃宵夜。真的？能不能带我一个？没问题。虽说从前看见这个宣柔公主就讨厌，但现在是甜甜的人了，也算是同伴了。昏王嗜血私自出头，本将军定然不会坐视不理。沈巍将军，你放了我吧，我保证不会把慕幽月的秘密说出去的。这时不远处的城门开启，为首之人便是郑建泰。这一刻，陆妙龄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对穆家的憎恨又多了几分。沈巍将军。穆承安淡淡的扫他一眼，懒得与之多费唇舌，一拉缰绳，骑马离开。陆氏，醒了。我不回去，我今天就是死，我也不回去。站住！妙龄，这段时间真是委屈你了，哀家也知道你心里难受。待过完这9981日，哀家便让你回到坤儿身边去，继续做他的王妃。所以呀，为了我们能够有个双赢的局面，你不要再想着逃跑了。就算逃，你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我听说天瑶国国君即将进京，届时宫中必然要大办宴席。太后娘娘若真的承认我这个坤王妃，那就允准我以坤王妃的身份出席宴席，否则的话，我会让自己死在这儿。我死了，不过是一条贱命罢了。不过你的容颜可就再也恢复不了了。好，哀家答应你。听闻景王好事将近，你家那位今晚不来吗？叶玄锦一怔，穆相已经知道他和甜甜的事情了，可是甜甜不是来了吗？估摸着是还没进门，有些害羞吧。叶玄锦懂了，传闻他好事将近，但穆相并不知道对象是他女儿啊。已经在宴场了，但碍于没有对外公布，不便透露。真的呀？大哥最近军中事务很多吗？需要操练一批精兵，组成一支1000人的精兵队伍，以备不时之需。好奇怪啊，爹以前不是最讨厌景王了吗？怎么还聊上了呢？今时不同往日，人都是会变的。天饶国君远道而来，请入座。多谢玄黄款待。你给我坐下去，本公主才艺表演的时候到了，你敢抢本公主的风头？我有话说。嘿，我敬你是我嫂子，你真当我给你脸了？本公主表演才艺的时候到了，你现在是故意砸场子的吧？不许再打断我的才艺了，别逼我扇你。时间匆忙，本公主没有好好排练才艺，不如就给天瑶国的诸位贵客献上一段我及笄礼当晚曾惊艳天下的舞蹈吧，名叫雀羽淡青舞。不许跳！在场所有人都被这大嗓门给惊了一下，宣柔也一脸诧异地看着他。公主虽然一片好心，但是公主前2日刚刚得过风寒，大病初愈，身子还未调养好，所以今日不适合跳舞。谁大病了？你才坐回去。一会儿叫我跳，一会儿不让我跳，不跳就不跳。以后你求我，我都不跳。柔儿一向性情，惯会使些小脾气，让天饶国君见笑了。不会，宣柔公主很可爱。陆妙龄冷不丁地从中间冲了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坤王妃，你若身子不适，可以早些回去休息。启禀母后，
妙龄偶然得知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今晚很想借着这个热闹的场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什么神奇的事情？说来听听。对啊，快说呀，朕也想听听。启禀皇上，启禀太后娘娘，我的肚子好痛。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太医院院判张太医以及2名擅长调理胎相的太医赶紧上前，先把他抬下去。不行啊，陆妙龄现在动不了。你不是神医吗？快过来帮忙看看呢。啊，好的。他也配让甜甜医治？丞相大人莫慌，且安心看场好戏吧。张院判，你来看看。怎么回事啊？你们都是庸医吗？启禀昆王殿下，昆王妃她没有怀孕啊。你胡说！我的肚子那么大，我怎么可能没怀孕？对啊，这么大的肚子，怎么可能没怀孕呢？昆王妃的确无孕，且腹中并非死胎，应该是服用了某种假孕的药物所致。哎，不对啊，当时不是大医院的人都给昆王妃诊治过吗？服用了假孕药物而已，没什么稀奇的，有银子就能买到。我没有，我明明能感受到我肚子里孩儿的存在。慕幽月，是不是你？是不是你给我服了假孕的药？是不是你？昆王妃，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陆妙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欺骗本王！王今天就要杀了你！住手！母后不能放过这个陆妙龄，实在是可恨。此事太过蹊跷，昆王不要冲动，以免中了奸人的计谋。我不认同这个事情啊！这事儿我相信大家伙都看明白了。陆妙龄入王府3年多无子，肯定是为了争宠才故意假怀孕的，然后啊，借着某一天来个借刀杀人。哎，这样一来，她不仅成了受害者，还能除去眼中钉，一石二鸟啊！毒啊，真是歹毒啊！要不说最毒妇人心呢。住口！这里没你的事情。殿下，是慕幽月给我下的假孕的药。你还记得有段时间我一直给你带补汤回来吗？那个补汤就是慕幽月医馆里面熬的，说是我们互相配合就能生子。当时昆王妃一心求子，说昆王殿下八成身体也有问题。可我听说昆王殿下府里的侍妾已经有孕，这不摆明了没问题吗？所以啊，给昆王殿下准备的就是补身体的汤啊。昆王殿下，你难道不觉得你喝完那些补汤后身体更好了吗？确实，喝完后感觉自己更像男人了，雄姿英发。昆王妃自己服用了假孕的药物，何苦栽赃微臣的女儿？就是，连本王都看不下去了。没错，这个真的很过分呐。说的是啊，做人怎么能这样呢？哎呀，这年头当大夫都有风险，给人治病不说，平白还要被栽赃陷害。穆姑娘在京中虽然一次只医治3个病人，但我听说那些病人经过她手，顽疾几乎都已经痊愈了。哀家信得过妙龄的为人，何况她现在6个多月的身孕了，要是想争宠，也不可能等到这个时候。在场所有生过孩子的女人都知道，这个月份一旦小产是要闹出人命的。哼，你搁这胡咧咧什么玩意儿呢？她都吃了假孕的药了，肚子里哪来的孩子？这不月份越大，小产起来才更惹人怜惜吗？陆妙龄在此刻忽然觉得腹部一阵的绞痛，在这剧烈的绞痛中，她感觉有液体缓缓地从裙摆下流了出来。没多久，众人便见地上开始冒出一股股如同清水一般的液体。随着这股液体的流出，陆妙龄的肚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坦。不，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慕幽月，我要杀了你！慕幽月，你恨我可以，为什么要用孩子欺骗我？急什么？这只是个开始而已。话落，不等陆妙龄做出反应，他一把将人推开。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心脏处忽然有股爆裂的痛意，陆妙龄吐出一大口殷红的血来。陆妙龄张了张嘴，又连吐了几口血出来。启禀皇上，外面，文统领究竟发生何事了？启禀皇上，陆永慧正在外面求见。没多久，一身灰色素衫的陆永慧走进了大殿里。短短几个月，陆永慧像是老了20岁一般，走路都一瘸一拐。甜甜干得漂亮，还有更漂亮的呢。罪臣陆永慧拜见皇上。陆永慧，你竟敢炸死欺瞒朕，你好大的胆子！启禀皇上，此事说来话长。当日罪臣被关押在大理寺等候发落，可后来罪臣之女陆妙龄来了大理寺，担心罪臣会波及到她的荣华，便逼着罪臣吃了一颗剧毒的药丸，让罪臣差点当场殒命。事后他慌乱离开，是景王殿下派了人过来，及时救了微臣。原本吧，看在昆王妃怀孕的份上，本王不想多管闲事的。现在既然没怀孕，那么这件事情就好好清算一下吧。说真的，
像昆王妃这么恶毒的女子，本王还真是第一次见。你为什么要害我？是你教我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也说过，陆家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强大的后盾。你既然没死，为什么不继续在角落里活着？为什么还要来揭发我？我都是听了你的教诲，我做错了什么？这个毒妇，死到临头毫无悔改之意！陆妙龄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然而在他往穆家席位这边冲过来时，他的眼睛、鼻孔、嘴巴、耳朵忽然渗出血来。大殿中央，陆妙龄浑身是血，全身上下已经没一块好的皮肤了。蛇蝎美人，天饶国君，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一种混合了各种剧毒的熏香，搭配帝王蛇的血，会让人体内产生类似于血蛇一般的东西。现在昆王妃便是中了此毒，而她体内靠她精血生存的血蛇已经成长苏醒，正在撕咬她的五脏六腑，直至人浑身血肉模糊，耗尽气息而亡。陆妙龄轰的倒下，死状恐怖。来人呐，赶紧清理一下！启禀皇上，罪臣陆永会先前贪赃不法不说，又受贿给一些商贾安排官职，罪无可恕，请皇上发落。此案不必再提流程审问了，罪臣陆永会直接诛杀。皇上，请饶罪臣一命吧，罪臣愿用余生时间来赎罪。不可以，你坏事做尽，叫你无方，不能活。皇上饶命啊！丞相大人，我知道你恨透了我，但我当年也是为了……吵死了，拖下去！穆幽月面无表情地坐在席位上，觉得手腕有些酸痛，下意识地把衣服撩起来一些，揉了揉手腕。身旁，穆相刚想和他说些什么，凑眸望了过去，这一眼，当触及到穆幽月手腕上的一根红绳时，心尖猛地一沉，大脑也跟着一瞬间的空白，整个人僵坐在原地。叶璇姐、甜甜，他们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爹，怎么了？皇上刚刚宣布今日宴会到此结束了，改日再安排宴会。哦，好的。穆相站了起来，自顾自地往外走。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和丢了魂一样？没走两步，穆相忽然转过身来，快步走到叶璇锦的面前，瞪着他。叶璇锦，你跟我出来。叶璇锦也被穆相这气势给唬到了，下意识地跟了过去。在他们走出宴场后，穆幽月起身跟了出去，忽然有股暴风雨将至的感觉。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和爹啊？我还以为你多有能耐呢，还不是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你还有脸说？是把你这个逆女抚养长大，我又怎么会得罪穆家的人？穆幽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那你来试试。他竟然能看到自己的魂魄。当他一脸狠厉地朝穆幽月飘来时，红颜一脚将他踹飞。陆妙龄和陆永会难得齐心，几次想冲到穆幽月面前，都被红颜他们弄飞。穆幽月，那个蛇蝎美人的熏香是你给我下的吧？对啊，我下的。你真是恶毒，这不都跟你学的吗？难怪当初你明明死透了，却还能活下来，原来你根本不是人，你是鬼是不是啊？你要这么想也行，不过现在我真是一眼也不想再看见你了，该送你去投胎了。原本吧，穆幽月想直接让他魂飞魄散的，可又觉得这样没意思，那就按爹爹曾经说的，让陆妙龄下辈子出现在他们家的膳桌上吧。红颜，我明白了，投畜生的。这个也一起带上。下一刻，父女俩被红颜一手一个掐着脖子，化为一股青烟离开。我喜欢甜甜，还请丞相大人成全。我不同意。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甜甜。靖王殿下，咱们宣朝漂亮年轻的姑娘多的是，您行行好，高抬贵手，放过我家甜甜行吗？丞相大人，你以为这世间还有比甜甜更好的女子吗？穆相下意识地摇头。我只要她。爹，我和景王在一起并不是一时兴起，我喜欢他。从前爹爹对他有诸多的误会，可是抛开那一切，宣朝现在越加盛大繁荣，叶玄景真能如爹爹所想，只是一个奸臣吗？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穆相说完，绕过他们径自离开。原地，穆幽月和叶玄锦对视一眼，彼此眼中都有些的无奈。不被家人祝福的滋味挺不好受的，但他们不会因此就放开对方。我爹一时比较难以接受，慢慢来吧。叶玄锦微微叹息一声，俯身将穆幽月拥进怀里，一时无言。渡恶劫，种下的恶果，最后还是自己来尝试一遍。等我爹想通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叶玄锦是我一个人的。看来你早就想独占我了，真是霸道。那不然呢？哼。
我本来就是你一个人的。这还差不多。这是干嘛了？爹知道我和叶璇锦的事情了？不会吧？完了，这下事儿闹大了。你说咱爹今晚该不会想不开吧？今晚我在他院子里守着。行，后半夜我来换你。木香静坐在床榻边缘，视线放空，脑袋里的2个小人又开始打架了。叶璇锦恶贯满盈，仇家那么多，说不定那天就被寻仇的给弄死了。甜甜要是和他在一起，以后还不得年纪轻轻的当寡妇啊？嘿，说啥玩意儿呢？大奸臣虽然平时看起来是讨厌了一些，但还没那么弱。说真的，他眼光挺好的。寡不敌众，你懂不？朝中上下，包括其他的国家，多少人想要他的命啊！再说了，这个大奸臣来历不明，十分可疑，万一他才是别国的奸细呢？甜甜又不是那种傻姑娘，她见的世面那么多，她选的男人一定不会差的，要相信她。苏婉啊，你若在天有灵，今晚给我托个梦，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他也不想棒打鸳鸯，可叶璇锦那个人，木相越想越委屈，这2个人怎么就搅和到一起了呢？翌日，一脸忧郁的木相孤零零地坐在院子里，连早朝都告假没去。一晚上了，他还是没想通，素婉也根本没来他的梦里。老爷，锦王殿下来了。谁允许他来了？让他赶紧走。福伯被这阵势给吓了一大跳。福伯，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别往心里去。老爷说笑了，不碍事的。锦王那边，我爹对你成见太深了，一时接受不了，你也别心急啊。没事，来日方长。眼看着木相往这里走进来了，木星则自觉地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以免一会儿打起来波及到自己。这一边是自己的亲爹，一边是自己未来的妹夫，谁都得罪不起呀。丞相大人，不敢当，不敢当。以前景王殿下不总喊我老东西吗？你还是继续这么称呼我吧。叶玄锦有些头大。您若不喜欢我称呼您为丞相大人，那么我也不介意提前唤你一声岳父。不，叶玄锦，你死了这条心吧。只要我穆昭辉在世1天，我都不会同意你和甜甜的事情。你树敌那么多，有没有想过，甜甜要是跟着你，会遭受多少的非议，甚至各种的刺伤？甜甜的树敌好像也不少。闭嘴！我问你，我和你大哥去祭拜你母亲的那2天，甜甜在哪儿？差点忘记了，陈庭轩还约了我喝茶，我先走了。站住！爹，其实呢，我觉得你担心的有点多啊。你看看啊，你看看景王这脸，俊美非凡，如同天神下凡一般，引得多少京中女子为之倾倒啊！还有这身段，颀长挺拔，宽肩窄腰，再看看他的地位，看看他的家产，你说说，5天之下还能找出第2个如此完美的男子吗？他和甜甜走在一起，那就天生一对，般配至极啊！木相瞬间血压都飙高了，老二这小子投胎到他们家是来报仇的吧？叶玄锦被木星泽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虽然木星泽说的都是实话。叶玄锦，你若让我成全你和甜甜也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在明日天黑之前，你若能够拿到一株传说中的地狱灵芝，我便同意你和甜甜在一起。此话当真？当真。岳父，我这就去办。木相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他什么意思？感谢你的成全呗。臭小子，早知道你妹妹被大奸臣拐跑了，你也不告诉我，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木星则吓得撒腿就跑，跑到门外时撞上了穆承安。大哥，救命啊！发生什么事了？承安啊，我心里苦啊。怎么回事啊？木相把叶玄锦和穆幽月的事情告诉给了穆承安听。甜甜不是任性的孩子，她做事自有分寸。可是，爹，咱们要相信甜甜。这世间黑白混淆，你眼中的恶人，就真的是恶人吗？爹，大哥说的有道理。你这样不认可锦王，甜甜夹在中间也不好受。他一定是希望爹爹能祝福他和锦王的。你以前不是说我们兄妹几个只要找到真心喜欢的人，你一定不会反对吗？怎么到了甜甜这儿，这话就行不通了呢？你们别说话，让我一个人静静。木相摆手，转身往后院走去。大哥，还是你说话管用啊。灵州那一次，甜甜和锦王单独出去过了2夜。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老二心里苦，闲人真不好做呀。要不他明天还是继续去守城门吧。地狱灵芝。甜甜，你先别急啊。我看锦王走的时候一脸得意，只怕这玩意儿压根就难不倒他。爹对锦王一直以来成见都很深，这回的事儿他一时接受不了也正常。咱们爹你也了解，最是心疼我们几个了。他让锦王去找地狱灵芝来，我猜一来是想试探一下锦王的诚意，二来嘛也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咱们就先静候佳音就行了。
傅伯，我爹他现在怎么样？一个人在院里折花瓣呢。折花瓣？可不是，摘一片嘴里念叨一句行不行，行不行。每次最后一片念到行的时候，就重新采一朵，接着摘。院里那盆刚开的墨菊啊，都快被他薅秃了，现在开始霍霍别的品种了。穆悠月尴尬地扯了扯嘴角，随后赶紧往木像院里走。连你们也被大奸臣收买了？爹，甜甜回来了呀，今天看诊都还顺利吧？还热乎呢，尝尝吧。正好肚子饿了，好吃。吃了2口，见穆悠月看着他，木像顿了顿。甜甜，你不会怪我吧？怎么会呢？我知道爹都是为我着想。在你回京之前，我在朝堂的确和叶玄景不对付。这人吧，狂得要命，谁都不放在眼里。朝中哪个大臣没有受过他的气？因此，一直以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极差的，差到恨不得拿毒药毒死他。现在，我真的不敢确定，他对你的真心能持续多久。甜甜，我怕你吃亏。穆悠月闻言，唇角笑意渐浓，忍不住轻笑了几声出来。你笑什么？怀疑以后是叶玄景吃亏呢？他怎么可能吃亏啊？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先好好考验他一番。若是他通过了我的考验，我就同意你们。在我同意你们之前，你可不许胳膊肘往外拐，你必须和我一条心才是。是，我听你的。这还差不多。啊，对了，今天的酥点特别好吃，哪家买的？谢记的。不错，我再吃几块。多吃点，都是你的。你会医术啊？你说地府灵芝这玩意儿，世间真的存在吗？万一这个大奸臣找不到怎么办？龙之心呐，龙之心，仅有一株，价高者得了。鬼草藤起价50万两，有钱的来，没钱的滚。别看，别问，别摸。白骨飞霜，剧毒之物，要毒死仇家的快来，绝对的好货，一瓶可毒一窝人呐。不盖灵芝可有？没有，那边有卖灵芝的，这位公子可以去那里问问。赤之子灵芝、铁山灵芝，只要是灵芝，我这里全部都有啊。全部都有？那不错，只要是灵芝，我这里都有。各管您要哪个，如果全部打包，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不是我吹啊，我家可是灵芝世家。不盖灵芝。不好意思，我这儿没有。你算哪门子灵芝世家？你口气挺狂啊！我盖灵芝，你知道这有多珍惜吗？再说了，我只是说我这里没有，不代表我没有门路。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博盖灵芝，但那儿地势险峻，你若有本事，你就去摘；若没本事，你那条命就要交代在那儿了。带路。见老头面有迟疑，又扫了眼他的摊位。这些我都买了。嘿嘿，好嘞，我这就带你去。就在那边的悬崖峭壁上，看见那棵树没有？它的基部有一株刚长出不久的博盖灵芝，那个位置太尴尬了。而且你看，旁边还有许多的蛇在那里，花花绿绿的，一看就是一些毒蛇。反正我可不敢去。这位公子，还是算了吧，太危险了。下回我若得到博盖灵芝，我再通知你，行不？不行。叶玄景话落，已经飞身而起，直奔半山腰那棵枯树。哎呀，怎么劝不听呢？算了，我可不管你了。老头做事就要走，可走了2步又折回来。算了，一会儿好歹还能给你收尸呢。别说，这位公子武功真不赖。就在这时，一道纤瘦的身影从老头眼前闪过，直冲半山腰。有一个不怕死的。叶玄景，你没事吧？四目相对的这一刻，叶玄景一怔，月色下看着只露出一双明亮的双眼以及满脸是血的穆幽月后，眼前忽然浮现一个久远的画面，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坐在山间奄奄一息。他一时感到有趣，便随手赠丹，生死全看他自己造化。是你，甜甜，是你。才分别不久啊，见到我不至于这么激动吧？这里的伤口后来是怎么好的？你认出我了？甜甜，对不起。不用向我道歉，说真的，多亏了你的丹药，让我可以聚气催动玄灵术自愈伤口，否则我可能真要死在那里吧。灵芝呢？你之前说我对你有救命之恩，是早就认出我了。对啊，回京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叶玄景伸手戳了戳他的额头，似是在气恼，竟然没有早点告诉他。灵芝呢？走，去见岳父。
去丞相府的路上，叶玄锦心尖传来一阵猛烈的绞痛，他极力的忍着心口的不适，生怕穆幽月看出不妥。你怎么了？身体不适？没事，刚刚采灵芝，耗费了一些精力。这么晚了，甜甜到底跑哪儿去了？他该不会和叶玄锦一起私奔了吧？哎呀，你说叶玄锦这小子，你灵芝拿不到就拿不到，咱们有事好好商量，怎么还把甜甜给拐跑了呢？爹，你未免想得多了一些吧？老爷，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岳父大人，请笑纳。这就拿到了？木匠忽然感觉是不是挖了坑给自己跳了？地狱灵芝啊，这么简单就能到手了？博盖灵芝？好啊，原来不是地狱灵芝，差点被这小子给糊弄了。博盖灵芝又名地狱灵芝，不错，的确是爹想要的。什么玩意儿？地狱灵芝就是博盖灵芝啊？呸！你个破古籍！爹，你愣着干嘛？快说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哦。急什么？咱爹这么大个官儿，说话还能不算数吗？你们，素涵，我想你，我需要你。别以为我收下灵芝就真的接受你了，往后还得看你表现的。叶玄锦，你将来若是敢负了甜甜，我穆昭辉第一个就不放过你。岳父大人，请放心，你这声岳父大人就先免了，太早了，迟早要叫的。岳父大人提前习惯就好。吃饭没有？我们还没吃呢，爹爹给我们准备了晚膳吗？啊，对，是的。走，二哥带你们吃饭去。福伯，叫厨房把这玩意儿给我炖了，我今晚当宵夜吃。你咋就叫博盖灵芝呢？我之前听陈大人说叶玄锦好事将近，怎么地还和甜甜准备成婚了？你们连这事儿都瞒着我？不知道啊。靠，二哥这回学聪明了，竟然提前跑了。兔崽子们，一天不收拾就皮痒。三人一溜烟消失在大堂里。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将来找对象必须得擦亮眼睛，长得不漂亮可以，家境不好也没事，但做人一定要正直善良，不准再找那种危险人物。哪种是指危险人物？能举个例子吗？这都不能理解，比如天瑶国奸细、江湖上的杀人狂徒，以及祸乱朝纲的那种，通通不能要。这种啊，你放心吧，我们哥几个眼光还不至于差成这样。小四，你说是吧？二哥说的对。你们慢吃，我上朝去了。昨天告假一天，真是罪过。甜甜，你和锦王想要真正的修成正果，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啊。现在说这个太早了一些吧？你觉得早，人家可不觉得，指不定过2日，赐婚圣旨就下来了。应该不会吧？我得出去一趟，我先走了。主人，你遇到什么事了？我和你说，这个公主我再也不当了，太可怕了。就昨晚，我听说魏太后召见了慕容北萧，我寻思必有大事发生，就飘过去看看。结果你猜怎么着来着？这2人直接越过我，商议起宣柔和慕容北萧的婚事来了。慕容北萧说，在宴会初见我，说我的性子可爱活泼，对我很满意，所以想在离京的时候直接把我捎上，一起回天瑶国。他给我吓的，还是把身体还给宣柔，让他去天瑶国享福吧。你占了人家身体那么久，如今把这烂摊子丢给人家，不地道吧？哎，你可冤枉我了，我不是寻思想趁机看看宣柔自己的意愿吗？万一她很乐意嫁过去呢？但如果她不愿意去天瑶国，我也有办法帮她退了这门亲事，毕竟附身了这么久，我对她的身体也有感情。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个渣男呢？我还渣男呢，这可冤枉我了。宣科呢？他府上那个小妾阮氏生了个儿子，他乐得找不到北呢，哪还有心思学武功？那行吧，看来今天我是清闲了，走吧，跟我回去。岳父，宫门重地，低调点，别这么叫我，继续叫我丞相。那我听您的，一会儿要一起用午膳吗？不必了，我约了陈大人、曹大人他们。对了，景王，丞相大人不必如此客气，可以直接唤我小叶。木匠差点想破口大骂，小叶。丞相大人刚刚想说什么？你和甜甜现在对外还是得低调点，免得被有心人知道做了文章，明白吗？好，我记下了。这还差不多。晚上有时间的话，来幕府一起吃饭吧。多谢丞相大人。不客气。儿臣见过母后。
柔儿免礼，快坐。方才在门口碰见慕容北萧了？碰见了。天饶国国君慕容北萧有意迎娶你做他的王后，你可愿意远嫁天饶国呀？什么远嫁？母后你糊涂了吗？天瑶国离这里有多少距离？你舍得让我远嫁他乡吗？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你可以让别的公主嫁过去。柔儿，不要任性，哀家是你的母亲，不会害你的。如今天饶国在慕容北萧的带领下逐渐壮大，你若成了他的王后，将来必定是人上人，就连轩宇见了你都要客气地唤你一声天饶王妃。如此好的机会，难不成你想让给其他的公主？你愿意看着那些曾经地位不如你的公主们爬到你的头上吗？母后，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必须得先答应我一件事。说来听听。你替我除掉慕幽月。不用你说，哀家也会除掉他。那儿臣就等母后的好消息了。你师父九幽这2天是否还在教你啊？刚想问谁是九幽时，身体莫名一晃，随后眼珠子转了转。那肯定啊，我师父多有责任心啊，我都学了7、8招了。胖幽灵感慨自己来的真是时候。轩轩长大了好多啊，抱起来有些沉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能不沉吗？真羡慕轩轩。两人静坐了一会儿，穆璇璇就睡着了。叶玄锦视线落在他的侧颜，忍不住凑过去一些，唇角即将触碰到他脸颊时，叶玄锦不悦地朝他看了过来。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有急事儿和甜甜说。什么事啊？太后找九幽。那我去瞧瞧。景王，我爹回来了，请你一起去下棋呢。这是狼是狗？叶玄锦，我家甜甜最怕狗了，你安的什么心？这个是狼。什么狼？怕狗是甜甜的弱点，未免有心人故意利用，这个弱点必须克服才行。有道理，有道理。这小狼崽儿刚出生不久吧？他叫什么？穆璇璇。甜甜选的名字。挺好的。哎呀，小锦啊，你这个棋艺不行啊，都输了多少回了？岳父的棋艺果然名不虚传。哪里，你是故意让我的吧？没有，拼了全力的。高啊，实在是高啊。太后找我。哀家听说赤血山上下高手无数。怎么？哀家想求你办一件事儿。说来听听。哀家想请你杀个人。太后娘娘找错人了吧？我们赤血山是土匪窝，可不是杀手组织。要杀人，您恐怕得去找安民殿才行，人家那才是专业拿钱杀人的。九幽，杀个人而已，对你而言轻而易举。只要你帮哀家把事情办成，哀家可以给你很多的金银财宝。谁啊这是？让太后娘娘如此大动肝火。丞相府嫡女慕幽月。我杀我自己？有趣，着实有趣。让我去杀一位官家千金，太后娘娘未免大材小用了吧？还是说你看不起我？不，哀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反而是你不了解她。慕幽月此女身手深不可测呀。那就请太后开个让我满意的价吧，3000万两起步，我看看你最高能出多少价，我再考虑帮不帮你这个忙。哀家身边没有太多的现银了，但这么多年收藏了无数珍宝玉器以及首饰，这些都可以拿来给你，你可以估个价。当慕幽月把这一大堆的东西全部塞进储物袋时，魏太后看得傻眼，就这样全部消失了。九幽，你收了哀家的东西，是否代表你答应哀家的要求了？当然，不就是一条人命吗？小意思。哀家等你好消息，最好是在月底之前就搞定，这样柔儿也能安心的嫁去天饶国了。慕幽月头也不回的走了。太后娘娘，此举是否太过草率了一些啊？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难不成你有办法杀了慕幽月？郑建坛摇头，那不就得了？九幽在哀家这里连得了2次好处，如若有朝一日他也能为哀家卖命，那么坤儿便可稳坐皇位了。出来吧。身后慕容北萧的身影闪现，见到此人，慕幽月眯了眯眼，一时没开口。赤血山头领，百闻不如一见，与本国君做一场双赢的交易，如何呀？我实在想不到，我一土匪头子与堂堂天瑶国君之间还能产生什么交易。本国君已经在别馆设宴，九幽姑娘不如赏个脸。不必了，有话直说，我还有事儿。九幽姑娘既然有事，那么也不急于一时，我们来日方长。国君，此女油盐不进，是否要属下去教训她？就凭你，青青不得轻举妄动。是，国君。你们可以小瞧我，但不可以小瞧我的卦。行，你的卦最准了，行吧？哎，悠悠来了。悠悠，
你怎么会有时间过来呀？顺路过来说个事儿，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穆幽月长话短说，把太后让九幽杀穆幽月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一遍。你们说这单我怎么处理最好？对不起啊，我有点想笑。这是什么鬼要求？那得咋整啊？我真想不到办法。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李婶儿以前不是封刀寨的吗？咱们可以借着封刀寨的名义对太后发起死亡威胁，到时候太后的自顾不暇了，哪还有心情管其他的啊？封刀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太后就算想查也查不到任何的线索。我看行，这个靠谱，让这老太婆也尝一尝被威胁的滋味。对，就这个，光想想都刺激。我也觉得这个挺不错的，要不然我们真杀了他吧。面前几人齐刷刷地看向他。哦，开个玩笑。那这事儿交给我。行，那就交给你，其余人给陆延达辅助。没问题。小姐，你觉得这3幅山水画哪幅更好？这几幅画看似风景都一样，但转换了许多风格手法。最左边这幅吧，最自然细腻。木香一脸震惊地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有什么问题吗？这是甜甜娘亲画的，其余2幅是我临摹的。我现在该说些什么才好？我可以进来吗？快进来。你们在欣赏画吗？走近，往那3幅画看了一眼。这幅最好，这2幅就不咋地了。怎么就不咋地了？哪里不咋地了？穆幽月后背一凉。我肚子饿了，你呢？有点。那我们去吃饭吧。好。穆幽月拉着叶玄锦的手，快步离开。好歹我也从小就学画呢。去宫中可有遇到什么麻烦事？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太后给了我好多金银珠宝，让我杀自己。啊？别怕。我不怕。不是喊饿吗？怎么还在这儿？等爹一起啊。走吧。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上回七叔还说我将来的另一半是地里挖出来的，难不成还是个萝卜精转世不成？随便听听就得了，真要整个萝卜精出来，你敢娶吗？有什么不敢的？多刺激啊！你就嘴硬吧。七叔就是那天那位白胡子大爷，他会算卦。你别听你二哥的，那老头就是个骗子。好像也不是骗子。小锦呢？你也被他给骗过。他说什么了？情缘不足，须得借助贵人，方可圆满。不可见异思迁，否则必遭天谴。切莫固执己见，方可换得百年好合。固执己见，说通俗点，就是别死鸭子嘴硬。老大，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对象啊？没有。不是吧？我不会真的娶个萝卜精吧？什么时候让我再见一见那位奇叔？我也想算一卦。他最近几天估计很忙吧？封刀寨受人所托，拿钱办事。本寨将于10日内取下魏如英的人头。他们竟然要杀哀家！封刀寨又是什么东西啊？难道是九幽做的？封刀寨曾是有名的土匪窝，后来据说一夜之间灭门。现在江湖上还有很多传言，说是赤雀山为了争当江湖第一土匪窝，把封刀寨灭了门。这2派之间应当是对立的。或许封刀寨的余党一直存在，此次找上太后娘娘，恐怕也是借机想向赤雀山立威复仇，顺便重出江湖。你看他们杀人的方式都和赤雀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会提前先知会你，在过程中享受着你追我赶的杀人乐趣。太后娘娘此次一不小心变成了封刀寨利用的对象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臣早就提醒过太后娘娘，不要过多招惹江湖门派，江湖纷乱混杂，高手纷纭，一点也不比宫内平静。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难不成哀家真的要成为他的刀下鬼吗？为今之计，得先调派更多的人马过来保护太后娘娘，其余的得从长计议。他们今夜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潜进了哀家的寝殿，调派人马有什么用？哀家必须得在他们出手之前先将他们除掉。可我们并不了解封刀寨的行踪轨迹，贸然去查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惹怒对方啊。九幽让他来保护哀家，他既然能屠了封刀寨满门，必然了解对方。九幽到底是江湖人士，我觉得此举并不妥当，何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他。没用的东西，给哀家滚出去！哀家自己想办法。太后娘娘先冷静一晚吧，臣明日再来见您。到了后半夜时，一只指甲盖大小的灵蝶飞进了纱幔中，钻入了魏太后的耳朵内。魏太后顿时陷入昏迷中。密道内，叶玄锦微微垂眸，指尖随意一点，黑色悬铃树透散出惑人又诡异的气息，淡淡微光渐渐化为柔和的烟雾，缓缓飘向魏太后的寝殿。叶玄锦原本并不打算消耗自己的精气来做魏如英这些，但是魏如英对甜甜起了这般的杀心，他可就忍不了了。此时魏太后进入灵蝶打造的梦境。魏如英，
还我命来！魏如意，你杀了我的孩子，我要杀了你！魏太后仔细看了眼这些缠着她的人，全部都是曾经的一些熟脸。你们别跟着我，快走！哀家不是有意杀你们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太后娘娘，太后娘娘！魏太后惊醒，满目惊慌。为师在京城也待够了，也该回寒光派了。哎，也不知道那群兔崽子最近有没有好好练功。如今韩林也常驻京城，你们师兄妹关系虽然没有破冰，但为师知道你心中的芥蒂已除，往后记得互相帮衬一些。你师兄在这京城也是在单打独斗啊。是，我听师傅的。我们苏苏真是拿得起放得下，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啊。对了，怎么了？今早你看诊的时候，小景过来拜访过我，我问他你的近况，他无意说漏嘴，提起魏太后要杀你。可恶，这个太后当我秦无庸是死了吗？连我的人都敢动。临走之前，我可得送他一份大礼，有他好受的。师傅，这事儿我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您就别操心了。那不行，此事关乎我寒光派的名誉，别以为当个太后就可以一手遮天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唉，为师忙完也就回寒光派了。秦无庸说完，潇洒的留给穆幽月一个背影。叶玄锦，他才不信叶玄锦是那种会说漏嘴的人呢，感情是找师傅来撑腰了。放朕出去！玄锦，这个奸臣，宣朝的罪人，放朕出去！粗犷嘶哑的喊叫声听得穆幽月头皮发麻，他差点忘记这个密道里似乎还锁着先皇。对外，宣皇仙龙早已暴毙，可谁想得到他一直被囚在这里？叶玄锦为何要囚禁先皇？他试探性的朝那儿一头一步步的走近，走到那扇密闭的铁门时，一只手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穆幽月一怔，还未开口时，身后的人站到他的身侧，手指轻轻地敲击了一下铁门，清脆的声音在密道内回荡着。叶玄锦朝他微微挑眉，眼中含着点点的笑意。穆幽月瞪他一眼，得亏他胆子大，要不然能被他吓得魂儿都飞了。玄锦，你在外面是不是？你勉强说了两句话，轩龙便感觉一口气提不上来了，说话也变得困难起来。叶玄锦，你索性杀了我吧！臣怎么敢杀皇上呢？话落，牵起穆幽月的手离开密道。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担心你。甜甜担心我什么？我担心他影响了你的心情。甜甜，你知道吗？有些人生来便是要做恶人的。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可以和我说说你的事吗？叶玄锦口口微涩，欲言又止。此时那个被封印的灵石又一次突破跳了出来。毒恶劫这种事不可以对外透露，否则天机泄露，你会立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早晚灭了你这个狗东西！轩龙曾派人暗杀我5次。那他真是活该。是吧？甜甜也觉得我做得很对。那当然了，一点错也没有。那就好，还以为甜甜会因此不喜欢我了。永远都喜欢你。魏太后被冻得尖叫出声，下意识的想站起来，却发现浑身动弹不得。眼前原本整片温泉池，此刻全部已经凝结成冰。天哪，怎么回事？快来人呐！这些都是风刀寨做的吗？秦无庸坐在屋顶上，环抱着双臂，敢欺负他的徒弟，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当老娘的寒光派是摆着看的？太后好端端的，怎么就病得如此严重了？据说连张院判都束手无策。丞相大人，你知道此事吗？好几天都没有见过幕府院判了，我也不知。你们说，该不会是景王干的吧？胡说，不可能！我觉得景王不是那种人。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啊，叶玄锦这人吧，做点坏事恨不得天下皆知，怎么可能如此低调？我猜肯定和他没关系。可除了景王，我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老曹啊，你这猪脑子能不能拐一下弯呀？就不许人太后自己受了风寒病倒了吗？非得把这屎盆子往人家景王头上扣？我这也是刚刚偷偷听魏御史他们说的。魏御史慌什么？本王又没说什么，快起来吧。为什么不敢？你再不起来，本王就挖了你的膝盖，让你跪个够。魏御史吓得麻溜地站了起来。魏御史，去上朝吧，请。丞相大人，你可真是个好人呐！要不是丞相骂他，他这张嘴指不定都不注意还要说些什么呢。看看人家景王，既往不咎，这才是成大事者能拥有的胸怀和格局。穆姑娘，太后娘娘身子不适，请您前去看诊。郑副统领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穆姑娘，太后娘娘请你即刻入宫。郑副统领难道打算
一辈子都过这样的日子吗？穆姑娘究竟想说什么？政府统领既然不想改变现状，那也没什么好说的。走吧，进宫。且慢，政府统领除了勋坤以外，还有一子一女安置在扬州吧？这一刻，郑健谈满目震惊。我听闻前几日魏太后以密派暗卫前往了扬州，你说她想干什么呢？穆幽月人呢？为何只有你一个人？方才来时碰见了解王和皇上，皇上缠着穆幽月放风筝，所以什么？究竟是哀家的病重要，还是放风筝重要？臣不敢忤逆皇上。废物！过来扶哀家，哀家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穆幽月。唉，自从不当公主了，这一天天给我无聊的哦。下一次能不能让欧也当一下公主呢？你不要去，话都整不利索，你还当公主呢？公主要表演才艺，你能吗？宣柔这几天在做什么？叔叔，要不朕去陪姐姐说说话吧？她看起来有些无聊，都开始自言自语了。她不无聊。真的吗？可是……你还想不想放风筝了？想。天天搁那琴棋书画呗。对了，那个慕容北萧还命人送过几次东西给他，但是都被宣柔当场给扔出去了。他还振振有词说他有喜欢的人是招蜂引蝶。声音虽小，但还是清晰传入了叶玄锦的耳畔。自己放。而后朝慕幽月这儿走来，幽灵们很有眼力劲儿的四处散开。哇，风筝飞得好高好高啊！就是突然有点冷呢。不过没关系，好开心！原来没有叔叔，他也可以把风筝放起来。哦耶！叶玄锦身影朝慕幽月弯弯俯下，轻轻吻住了她的唇瓣。你干嘛呀？我什么时候招蜂引蝶了？不就只招了你一个吗？你自己心里清楚。话说回来，有了别人的托付，这样不显得你更加招人喜欢吗？好像有点道理。大胆，竟然敢拦太后娘娘的路！太后娘娘恕罪，皇上下了命令，不许任何人打扰。是吗？皇帝如今连哀家都不放在眼里了，那哀家便在这里等他。太后娘娘脸色不太好。哀家听闻慕幽月在陪皇帝放风筝，哀家有事找他。怎么，你没告诉太后娘娘，皇上下了旨意，不许任何人打扰？区区一个臣女，还得让哀家三催四请？你们眼里还有哀家这个太后吗？区区一个太后，何时连皇上的旨意都敢违抗了？抗旨是什么后果？太后不会不知道吧？哀家的一旨也是旨意，你护得住慕幽月一时，护得住她一世吗？先管好你自己再说吧。魏太后一时在这瞬间感受到了一股杀气。太后娘娘，作为臣子，见太后娘娘如此，也于心不忍。臣不妨给你指条明路，偏瑶国国君此次带了巫医一同进京，太后娘娘对此人应当不陌生吧？太后娘娘，不好了，又出现了这个东西。走，随哀家去见慕容北萧。对了，去把公主一起叫上。不愧是景王呀，一出手那股奸臣气质，拿捏得死死的。你这是夸我？不然呢？没听出来。主人，我去就来。主人，我也想去凑个热闹。两个幽灵一走，原本飞在半空的风筝吧唧一下掉了下来。轩宇傻眼了，3秒后哭声响彻了御花园。叶玄锦真的是没眼看这个未来的千古名帝，被他哭声吵得有些头疼。去吃点心吧。哭声立即消失，轩宇乐得屁颠屁颠的往回跑。我们出宫。不陪皇上一起玩了吗？不陪。你觉得轩宇这个小屁孩像个旷世奇才吗？啊？在想什么？没什么，脑补了一出不知所云的大戏而已。太后娘娘要见本国君，带人传一声便是了，怎的亲自登门了？今日柔儿吵着要哀家陪她四处走走，哀家没什么去处，只好来叨扰国君了。慕容国君，本公主没有打扰你吧？二位不妨有话直说。这段时间，哀家被一些不知名的势力迫害，身染疾病，所以特意想请巫医程瑞帮忙。原来如此，不过本国君倒是有些好奇，是何人如此的胆大包天，竟敢威胁宣朝的太后娘娘？没想到幼帝登基，竟连太后娘娘的安危都无法保证了。朝中奸臣当道，早已不如从前了。叶玄锦，5号！突如其来的吼声把慕容北萧和魏太后都吓了一跳，随即只见宣柔突然扑到慕容北萧的腿边，泪眼吧嗒吧嗒的流下。慕容国君，你行行好，救救我母后吧！她现在整晚睡不着觉，这么下去会变痴呆的呀！痴呆你懂吧？就是和傻子没两样。我这可怜的老母亲呀，女儿无能啊！
魏太后瞬间气得脸憋红了。你先起来。你要是不给我母亲治病，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魏太后心生感动。好，本国君答应你。早点放下身段求求人家不就完了？非得搁这整一出高深莫测的干啥呢？你一天不装像你骨头痒是吧？感动粉碎。躲在暗处的穆幽月强忍着笑意，差点没笑出声。小胖怕是天生就是来克魏太后的吧？为何让他来炒成瑞？跟你学的，先给他点希望。别吃了，我饿呢。是本国君疏忽了，公主若不介意，我现在便让人备膳可好？那感情好。回禀太后娘娘，您的情况有些棘手。走，咱俩吃饭去。走吧。姑娘，你多大了？19。及笄了吧？考虑嫁人吗？公主管好自己便是。太后娘娘是得罪了什么人吗？您的身体不仅中了2种剧毒，还中了1种蛊。什么？还有1种寒毒以及梦蛊。巫医，那你可有办法救哀家？蛇蝎美人之毒、寒毒、梦蛊皆是世间奇毒，随便一样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也不知道对方为何下手如此之狠，竟要这般的折磨太后娘娘。风刀寨是风刀寨。风刀寨。程瑞，你可有办法救哀家？3种毒只得一步一步来，如今最困扰太后娘娘的只怕是梦蛊吧。不错，自从被这梦蛊缠身，哀家夜不能寐，实在是折磨。话说回来，太后娘娘不是最善用蛊吗？此蛊门道极深，哀家尝试过许多办法，都无从下手。那就请太后娘娘给程瑞2日时间吧。也好。国君，此事有什么好救的？方才魏太后提起风刀寨，属下觉得此事颇为蹊跷。想昭言至今还在咱们天瑶国内，风刀寨怎会重出江湖呢？不过是有人借了风刀寨的名来作恶罢了。你那个梦蛊哪里弄来的？独门秘制。还好我之前没有给你下无色无味的毒药，要不然我肯定也要倒霉的。怎么，你还真的想过有你这么恩将仇报的吗？那我不是没那么做吗？我是不是喝多了眼花了？咱们爹，你看那……那不是景王吗？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有点眼熟啊。穆幽月。这宝贝女儿和自己死对头搞在一起了，穆相知道吗？你不和我一起进去吗？这么舍不得我，那不如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你也不怕我爹一把火烧了你的景王府？这倒是，我现在全部家当都在你那里，万一被岳父烧了，以后就要露宿街头了。你俩站门口喝凉风呢，还不进来？到家门口也不进来，冷不冷啊？都没吃饭吧？先1人1碗热汤，暖暖身子。他们去哪儿了？老大今晚住他的将军府，老二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浪了。小三在太医院忙活，小四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还没回来。这一天天的，也就你2哥最闲。你们愣着干嘛呀？快喝汤。甜甜，你先回屋，我有话和小姐说。天瑶国此次来，并非求亲那么简单吧？慕容北萧这些年在宣朝各地布下暗桩，对宣朝脉络早已了如指掌。竟有此事，这么说来，天瑶国奸细是真实存在的。的确存在。好一个天瑶国！岳父放心，目前来说，慕容北萧还构不成威胁。小景啊，过完年，甜甜就18了。岳父这话的意思是他想的那般吗？我的意思是，年初2就是甜甜的生辰了。往年因为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都没能陪着甜甜一起过生辰，今年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女孩子，甜甜连吉吉礼都错过了。我知道了。那没事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怎么办啊？说还是不说？我不敢说呀，这万一丞相大人不知道，我们这么一说，可是要出大事了呀。到时候咱俩还直接得罪了景王，那我们死得更惨了。可不是吗？但是咱们和丞相大人那么多年的交情，瞒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丞相大人，请留步。穆相听到身后的声音，脚步停了下，往后看了过来。丞相大人早啊。你俩刚刚在后面嘀嘀咕咕什么呢？我俩在聊你家幽月呢。怎么地？我要是没记错，幽月生辰快到了吧？这过完年都18了，咱们幽月又出落的亭亭玉立，想必有不少年轻男子爱慕吧？这家伙不会想让甜甜做他们家媳妇儿吧？爱慕有什么用？得甜甜自己喜欢才行，否则我是不会同意的。丞相大人说的对，
不过常言嘛，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幽月到底是个小姑娘，性情单纯，万一有一天她被坏男人骗了怎么办？你俩到底想说什么？你俩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大军即将启程驻守边境，原镇军将军黎元林因伤无法再上战场，虽已有神威将军穆承安，神威将军毕竟年轻，经验不足，因此臣想推荐一人。离京想推荐何人呢？现任军务都统纪守云。纪守云乃是封长河表弟，自幼随封长河出入军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臣赞同李老将军所言。臣也赞同。轩辕有些拿不定主意，看向叶玄景：“你先自由发挥。自古英雄出少年，身为将军立下的功劳有目共睹，只用年轻二字来否定他，朕不赞同。一个朝代想要存活得更加长久，必须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穆承安便是一个最好的开端。不错，有点旷世奇才的调调了。”皇上圣明。皇上，你说的有理，可纪守云这个人才埋没了，实在可惜。谁说他是个人才了？就因为他是封长河的表弟？还是说黎元林卸任后，李老将军开始着急了？晋王此言实在令人寒心呢。老臣一家对宣朝忠心耿耿，这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晋王又何必把人想得那么龌龊呢？臭不要脸的！哦，忠心耿耿。皇上，晋王，李老将军只是稍加提议而已，并非有意扰乱朝堂。皇上，轩宇一脸乖巧地看着他。今日这朝堂局势也太复杂了吧？臣若是没记错，李老将军也早已卸任，不再上战场。既是如此，他这上朝的资格是哪来的？先帝在世时便下过旨意，准许老臣上朝资格。晋王如今未必管得太宽了一些吧？原来是先帝下的旨意，那便废了。臣附议。随后，轩宇当场废除了先帝的旨意，取消了黎瑞贤的上朝资格。黎瑞贤满面不甘，却不敢当众反驳。黎元林只是清淡地看了他一眼，并未再说其他的话。方才提起前任都统封长河，臣一直觉得此人死得蹊跷。臣恳请皇上下旨重新彻查封长河的死因。黎瑞贤瞳孔一缩，张了张口，最后还是没有开口。李老将军，怎么有事？赵辉，好一出美人计，卖女求荣，你也不过如此嘛！木相震怒，有些人脸真大呀。李瑞贤，不是什么人都和你一样没有心。莫幽月，你这是什么态度？想要态度，你配吗？黎香倒是想使美人计来着，可他没本事啊。我就是使美人计了，那又如何？你行你上，你猜对了，叶玄锦就是我的男人，我依靠我的男人有错吗？木相几度想说，甜甜，咱们要矜持啊。但看着黎瑞贤吃瘪的脸，心底爽得要死了。最后，黎瑞贤气愤的拂袖离去。黎元林朝他赞许一笑后，转身跟着黎瑞贤离开。你和黎元林很熟啊？不熟。哦，那估计是我看错了。甜甜，你怎么在这儿？我昨天约了叶玄锦一起吃午饭来着。行吧，人家要和他男人出去吃饭了，他这个老东西也该识趣点，不要打扰人家小两口。那我不打扰你了，早点回来。难怪这个穆幽月连哀家都不放在眼里，原来是有叶玄锦给他撑腰。叶玄锦今日在朝堂上处处针对黎瑞贤，哼，以黎瑞贤的性子，他不会坐以待毙的。既然如此，太后娘娘可得抓紧时间调养好身体才行啊。承瑞那边可有动静啊？郑建台摇头，传令下去，哀家明日要办一场私宴，请各位3品以上的官家夫人以及千金参加。哦不，5品以上，不管嫡女还是庶出，都必须来。是，太后娘娘。今晚探一探李府。好，听你的。关于重新彻查封长河死因，你可有把握？没有证据，制造一些便是。不愧是你，不愧是你的男人，对吧？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对你，我总是格外关注一些。甜甜，能被你光明正大的承认，我真的很高兴。因为你是叶玄锦啊，你值得。好了好了，知道你喜欢我，喜欢的要死了。滚，煞风景！我二哥到底去哪儿了？煞风景，大约是去抓奸细了。啊，天瑶国的？不一定。这世道奸细可真多。木星子，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爹，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这几天干嘛去了？我就是出去玩了几天。玩？穿成这样去玩？大意了。
我这不是出门匆忙没带好衣服吗？所以路边随便买了件袍子来穿。木匠呵呵两声，指着自己的脸，脸上很干净啊，怎么了？我是说我看起来很好骗吗？老二呀，你该不会是去当奸细了吧？啊，爹，你在侮辱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一直秘密在皇上手下做事。这次我突然消失，也是因为接到了皇上密函，要去调查天瑶国此行的目的。你跟着皇上在做事？啊，对。皇上为什么会选你？因为我轻功好，武功也不错，人又机灵，办事效率又高，文韬武略、琴棋书画样样。打住，是因为叶玄锦吧？皇上一个刚登基不久的奶娃娃，不会想到这一层。你其实是听命于叶玄锦的吧？现在该怎么办？承认还是否认？承认了，会不会被当场打死啊？只要不做出危害宣朝的事情，爹支持你。真的？我们穆家的儿女个个都是穆家的骄傲。从前是爹一直轻视了你，爹和你道歉。爹，这都多晚了，甜甜怎么还不回来？所以老爹今晚不是带他的，是在等甜甜。没一会儿，府门外有动静。你快去看看，他是一个人回来的，还是和叶玄锦一起？快点儿，别愣着，要不然我揍你啊！说好的我也是穆家的骄傲呢。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是刚回。穆星泽，你还知道回来？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我早就猜到你今晚会偷偷摸摸回来，所以特意在这逮你呢。甜甜，你怎么也在门口啊？我还以为你早就回来了。夜好黑，心好累。很晚了，甜甜你早点休息，岳父和二哥也早点休息。好的，锦王你快回去吧。好，再见。我今晚去了一趟李府。什么？你去那里做什么？多危险啊！黎瑞贤府邸机关重重，可不能随意去探。放心吧，我没有什么事。倒是有一点让我意外，大理寺丞长安竟然是黎瑞贤安插在大理寺的人。爹，二哥，你们对此人了解吗？此人出身寒门，当年是在刑部侍郎手底下打杂，后来有一日被刑部侍郎亲自举荐，进了大理寺，之后表现不错，便被先帝下旨升任了大理寺卿。这人我平时也见过几次，沉默寡言的，虽说做事很有条理，但有时太过激进，缺少理智。爹之前把小四弄进了大理寺当了少卿，虽说小四案子完成的漂亮，让人找不出一丝问题来，但对于长安这样从底层往上爬的人，心底自然是不服气的。从底层往上爬，你想的太简单了。这世上有多少这样的人，为何偏偏是他被举荐进大理寺？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一点。爹知道什么内幕吗？刑部侍郎韦玉明当年差点就娶了你们娘亲，但你们娘亲倾心于我，后来嫁给了我。这些年，韦玉明虽然面上没表现出来，可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仇呢。他虽然做不成黎瑞贤的女婿，但黎瑞贤在京中根基深厚，韦玉明一直巴结着他呢。行了，都早点去睡吧。对了，傍晚的时候宫里传来消息，说太后明日午时设了私宴，要各家女眷前去参加，甜甜也在名单内。好，我会准时去的。哇，悠悠要去杀人吗？不一定，先备着。听说你今天要进宫赴宴，那你总得带个丫鬟一起吧？你想去？那当然了，京城其他地方我都玩腻了，就差这宫里。好，你跟我一起去。太棒了！去通知宣坤，就说太后今日设宴给他选妃，而且要给他一次性选20个。好家伙，好家伙！干嘛了？不得了了呀！这大殿后面坐的全是天瑶国的人，而且都是男人。这帮家伙一个个都色眯眯的往这里瞧，对着各家千金选妃似的，一顿评头论足。给我去附近再抓几个幽灵来，然后……听完穆幽月的主意，胖幽灵激动的拍大腿：妙啊！这简直是要开启一场百鬼盛宴呢，太刺激了！上回百花宴不欢而散，哀家遗憾了许久，便借今日筹办一场私宴，邀请各位前来。能被太后娘娘邀请，是臣女的荣幸呢。只是臣女有些好奇，这剩下这么多的空位是给谁安排的？都怪老奴疏忽了，忘了今天太后娘娘还安排宴请了天饶国的各位使臣们，各位千金应该不会介意与使臣们共宴吧？今天晚上是不砍死这个太后，我晚上一定觉都睡不好。你先淡定一些，一会儿有好戏看呢。周将军是菜色不合胃口吗？非也非也，是周围的各家小姐们姿色出众，远胜这一桌美酒佳肴啊！
看得周某人心潮澎湃。哦，是吗？哀家听闻周将军早年丧妻，这些年一直未娶，是为遇到心仪之人吗？蓦地，门外刮起了一阵的阴风，除了穆幽月以外，没人看到10余个幽灵飘了进来，依次附在了天饶国所有的使臣身上。先前没遇上，现在遇上了。哦，敢问是哪家千金呢？若是方便，哀家愿意帮周将军做个人情。可不就是太后娘娘您吗？这被岁月浸染的皱纹，这鲜红的大嘴唇子，这黑白分明的秀发，在场还有比你更有特色的女子吗？魏太后当场傻在原地。周将军，你这可不得行啊！我也看上了太后娘娘啊！我了个乖乖嘞！你弄啥嘞？啥便宜都让你得嘞？就是噻，哈皮个，我一个锤子敲死你的！咋的？不服气是吧？来啊，看也不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尔等放肆！太后娘娘岂是你们随意调侃的？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没劲死了。周将军真爱说笑，哀家都被你吓到了。不过话说回来啊，太后娘娘的姬色果然无盈可以媲美，天下一绝啊！对头，对头。天瑶国使臣们远道而来，不知哪位千金愿意一展才艺，扬我宣朝的风貌。不如就让臣女来献丑吧。都给本王起开！宣坤推开门外的守卫们，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因为走得急，满头大汗。母后，你是疯了吗？这些年你一直逼着我做不喜欢的事儿，先逼我娶陆妙龄，又逼我学武功，现在更是变本加厉，20个！你现在居然还要我从这些千金里面一次性选20个女人？你当我是皇帝选秀吗？你是这么怕我折寿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是谁告诉你的？你别否认了，你今日办这场私宴的目的，我已经都知道了。虽说臣女等人人微言轻，可臣女好歹也被封了个郡主，这婚姻大事岂容太后娘娘如此胡来？不错，太后娘娘今日势必要给我们各家一个交代。姑姑今天实在是有点过分，姑姑越来越让我觉得陌生了。搞什么玩意儿呢？不是让我们挑选心仪的女子吗？怎么还顺带给你自己儿子选呢？这姑娘一共就那么多，你儿子一次性选了20个，我们选什么？选太监回去吗？皇上驾到，景王殿下到。穆幽月适时撤走了所有的幽灵。听说有人在给本王的女人选男人，是谁？站出来让本王仔细瞧一瞧。太后娘娘，周某看上了这位小美人，想娶这位小美人回家。叶玄锦侧眸朝周朗这个狗东西看了过来，青狼的眸子微微眯起。叶玄锦，此人是天饶国的将军。你先担心你自己吧。我刚才好害怕。没眼看，老大不愧是老大，随时都在放大招。别怕，有我在。太后私邀天饶国使臣，违背朝纲，今日若不给朕一个满意的解释，朕定要严惩，以正朝纲。皇上，你可要为臣做主啊！母后要给我一次性选20个千金回府，这不乱套了吗？这是哪里传出来的谣言？哀家分明只想给坤儿选个王妃而已。至于天饶国的使臣们，哀家也只是想尽地主之谊而已，并没有其他想法。是有心人存心勾陷哀家，请皇上明察。穆幽月再次放出幽灵，幽灵们又一次附身使臣们，使臣们悉数跪了下来，一个个发挥出了毕生的演技。不对啊，太后你明明说过，今天我们看上哪家千金，你就让我们娶回家的呀。我就是，要不然我们闲着来和你吃饭吗？我们不忙吗？真是没想到，堂堂的宣朝太后竟然出尔反尔！你是瞧不起我们天瑶国吗？皇上明察，太后娘娘今日设下私宴，邀请各家嫡女庶女，的确是为了供天瑶国使臣以及坤王殿下选妻，实在荒谬。哀家好心好意的设宴款待你们，从这宴会开始，便有人在引导众人诬陷哀家，究竟是谁如此歹毒？太后今日所为，人证皆在。朕来时已派人去长庆馆调查过，使臣们的确是收到了太后你的邀请，才会前来赴宴的。而刚才众千金和众使臣也都表明，今日这些荒诞的事情也的确是真，太后就莫要否认了。皇上，不好了！何事？百官听闻太后娘娘今日邀请众千金设私宴给天瑶国使臣选妻，这会儿全都进了宫了，跪在殿外要太后娘娘给一个说法。今日这事儿怕是躲不过去了。太后娘娘，若不然的话，你先。缓步走到轩宇面前，弯腰跪了下来。今日之事是哀家没有考虑周全，让大家都误会了。作为宣朝太后，哀家自请禁足于寝殿，吃斋礼佛，抄写佛经，没有皇上允许，永不踏出寝殿半步。今天这事儿，坤王也是受害者，不如就让坤王决定吧。
皇上，既然母后已经认识到了错误，那便按她说的做吧。也好，那就这般吧。叔叔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太后以后每天还要写5000字的忏悔书，这样才会有更深刻的反省。以后每日天黑之前，朕会派人来取。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果然是你的风格。我没说过这话。百官还在门外跪着，请太后娘娘亲自出面解释吧。另外，天瑶国死了个将军，事关重大，此事因太后而起，也请太后逐一向天瑶国君解释。你杀的人为何要哀家解释？太后若是不邀请他，他会看上本王的女人吗？他不看上本王的女人，本王会杀他。这一切不都是因你而起吗？启禀皇上，天瑶国君适才已经在御书房等着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害得哀家今天丢尽了脸。哀家早说此举荒唐，是你口口声声保证天瑶国的人会感激哀家，一些大臣府邸的庶女也能享受公主的待遇，远嫁和亲，为何会是这般的结果？今日这事儿的确有些不同寻常，怕是有人提前知晓了我们的计划，故意破坏。是谁？太后娘娘累了一天，还是先早些休息吧。休息？哀家怎么休息？哀家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太后娘娘又出现了，风刀寨。眼下局势越发的不利于太后娘娘，臣倒是还有一个办法，不过还是要先委屈太后娘娘先低头。什么办法？今日众多大臣中，唯有黎瑞贤没有出现，太后娘娘不妨考虑与黎瑞贤联手，毕竟你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与其孤军奋战，不如寻找一个盟友，事半功倍。你在和哀家开玩笑吗？上回离乡的事情，哀家已经和黎家撕破了脸，黎瑞贤凭什么还会帮哀家？很简单，因为封长河的死和黎瑞贤有关，此时的黎瑞贤恐怕不比太后娘娘轻松多少，眼下与他议和结盟是最佳时机。你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太后娘娘别忘了，我也曾是将军，我虽没有与黎瑞贤同盟，可有些事情不代表就可以瞒过所有人了。此事就交由你去办。郑建坛点头应下，在出了太后寝殿时，郑建坛的脸色冷了下来。魏如英，若非你将我逼到悬崖，我今日必不会如此对你。竟然没派上用场呢！早知道那个周将军留给他看多好，白磨刀了。魏太后怎么突然傻成这样了呀？可能睡眠不足引起的脑袋短路吧。毕竟日日夜夜睡不着，伤神又伤身，想法自然不如平时灵活。再加上最近一系列头疼的事情，估摸着也慌不择路了。的确，年纪大了就容易睡不着觉，但今日这事儿，范纯也太明显了。马车又行驶了一段路时，突然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了沈大娘焦急的声音：“穆姑娘，姑娘，姑娘，我要求医。”爹，你先回府吧，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忙。岳父，我陪甜甜一起。穆相稍稍愣了一下，还没彻底反应过来呢，马车便重新走了起来。早点回来啊！沈大娘，怎么回事？悠悠，出大事了！齐花花被神秘人抓走了。齐叔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就午时以后，说是和卓涛一起出去闲逛，完了就说想去听戏。卓涛一个大老粗，哪里乐意听这个，就留齐花花一个人在戏馆呢。然后一直到天黑都没回来，我们找了一圈都没见到人，也去戏馆打听过了。戏馆的小二还骂骂咧咧地说齐花花钱都没付就跑了。我心想啊，一定是出事了。今天你先别急，我派人去找。我也去附近找找。坏了，这不是黎瑞贤那个老贼吗？他抓我干嘛呀？难不成发现老大就是九幽了？你是赤血山的人，你没礼貌，抓了我不说，张口还就说我是土匪，有我看起来这么仙气飘飘的土匪吗？我没心思和你废话。嘿嘿嘿，老兄弟，咱有话好好说，别打打杀杀的。我看你眉头紧锁，印堂发黑，想必近来是遇到了焦头烂额之事吧？不要慌啊！本身算子今日与你相见，也算一场缘分，我可以给你算一卦，不灵不要钱，咋样啊？我的卦很灵，我看面相也很厉害。我从刚刚一看见你啊，我就知道你最近遇到大麻烦了。佛曰因果循环，种孽因必有孽果，这是所有人都逃不掉的结局啊！你继续说。你把手心摊开，我看看手相。齐叔看了眼这手相，连连摇头。怎么，你这个命啊，说好又不好，富贵分定，切莫强求，若或妄取，必有后忧，谋虑纷纷，日久无成，强行做之，必损命数。你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呢，还有关于你家宅方面的呢。人心离散，各分东西，及时合谋，珍惜眼下。我说完了，你要杀就杀了我吧。若妄取，必有后忧。我若偏要妄取呢？
哎呀，我说的话你真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啊。不过我既然有办法算出你的命格，我自然有办法帮你改命啊。但是吧，我这人比较娇贵，必须吃饱喝足睡舒坦了才能帮人改命。你今日把我捆在这儿，已经让我很不高兴了。老先生如何称呼？我姓花。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要那么大野心干嘛呀？我要是你呀，找一处院子赏花赏水，不要太惬意。闭嘴！我其实算签子也很灵，你要不要个签，或者把你儿女叫来，我给他们算算，这样你也能知道谁将来能成大器。不过有天我就要收费了啊，一支签500两。不知花老这卦象是从何处啊？此乃天机，天机不可泄露。你虽然绑了我，但我还是要对你强调一点啊，记得把我刚才那些话放心里去。你说人活一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折腾那些身外之物干啥呢？我来要支签吧，500两。哎呦，这支签儿有点深意啊，下下签中的下下签，烂到姥姥家了。你笑什么？好手气啊！这是一支上上签，签的寓意是独霸天下。此卦红日当空照，凡事随意也。李老将军，你的命格真的非比常人呐！我方在看你手相面相，明明觉得你没有希望了，可你方才摇的这支签却又有绝处逢生的意境。我使劲编得我自己都快信了。老将军，太后那边派了人过来。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太后娘娘突然到访，所谓何事啊？李瑞贤，明人不说暗话，如今朝中局势你也知晓，奸臣把控朝堂，你我二人虽不在统一阵营，但都已被赶尽杀绝。如此下去，你我二人都会死在叶玄锦的手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你与哀家暂时结盟，往后之事咱们另算。眼下哀家要叶玄锦和穆幽月死。好，你这是答应了？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说。告诉我九幽是谁？九幽？你知道他？他是赤血山的头领，是哀家找来教坤儿和柔儿武功的。是吗？仅仅如此？不然呢？既然要和我合作，我也必须看到太后娘娘的诚意。明日你想办法引九幽见面，我要见他。好，哀家答应你。嘘，先跟我走。我要留在这里当李瑞贤的军师。军师？你不怕沈大娘拿鞭子抽你？不是悠悠，我和你说啊，刚才李瑞贤已经被我唬的就差喊我一声爹了，所以这是一个打入李府内部的好机会，顺便也让李瑞贤知道绑架我的下场。可是幽月，这里有我在，放心吧。哎呀，悠悠你就放心吧，你七叔虽然武功没你们厉害，可我脑袋瓜灵光着呢，何况我最近也正愁无聊呢，好不容易寻到一个乐子，你就答应了吧，行吗？七叔下回啊，给你买糖葫芦吃。甜甜原来这么好哄，一根糖葫芦就能把你收买了。去，我那是不想和老人家计较，糖葫芦那种玩意儿又酸又甜的，我才不爱吃。如此说来，甜甜可真是尊重长辈的好姑娘。那不然呢？齐叔就是个老顽童，加上我们这些人又不信他的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迷弟，他能不激动吗？迷弟就是很崇拜对方的意思。两人打趣了一阵儿，一道身影从另一头走了过来。你们好好谈谈，我在旁边等你。幽月，你先听舅舅说，身在李府并不是我能选择的，而我却可以改变黎家的下场。作为黎瑞贤在外的私生子，我自幼未在黎瑞贤那里感受到半分的父爱，反倒是素婉姐姐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家人的感觉。我不会让姐姐枉死的，也不会让你白白受那些无妄之灾。舅舅会帮你尽数讨回来的。幽月，不要再恨舅舅了好吗？舅舅只有你一个亲人了。穆幽月饶是心肠再硬，此刻对黎元林的隔阂也消失干净。舅舅，简简单单的2个字儿，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如烟散去。小怪物有那么多人疼，真好。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心口处，有股闷痛隐隐传来。他哼笑一声，这是逼他继续作恶吗？那也行吧，只要能够留在甜甜身边久一些，他便恶人做到底。齐花花这老头吃饱了撑的吧？我们在这担心个半死，他还钻进去当卧底，他也不怕别人发现之后把他给活剐了。是啊，这事儿听着不太靠谱啊，要不我去劝劝齐叔。对啊，实在不行我去李府当丫鬟吧。我可以去当烧火大娘。我可以去当护卫。我可以去当小妾。所有人一脸惊恐地看着语出惊人的沈雨意。哦，开个玩笑的。都打住！李瑞贤那边今日抓了齐叔，
想必已经是察觉到了你们的存在。安全起见，你们现在就动身回赤雪山。悠悠，我能不能过完年再回去嘛？不行，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悠悠，是这样的，我们都走了，留齐花花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是啊，其实武功那么差，万一遇到点麻烦……陆言说的有道理。没事，可以住我府里。糟糕，这么晚了，此事都过去好久了，爹爹怕是又要在家胡思乱想了。我先回去了。我送你。不用，我自己回去，要不然一会儿又要解释半天。穆幽月说完，轻功直接离开。是不是该早点把小怪物娶进门了？只是在没有彻底将那鬼东西从脑海里剔除之前，他没有把握。叶玄锦有些惆怅，娶妻之路还很漫长。爹竟然不在。甜甜，二哥，你还没睡？我专程在这儿等你呢。爹呢？你放心吧，大哥今晚帮你解了围。老爹这会儿啊，睡得比猪还死呢。大哥帮我解围？大哥回来的时候，爹说你去给人看病去了，正在等你呢。结果大哥说你遇到的病人比较棘手，要很晚才回来，让爹早点去睡。爹就信了。果然呢，咱们这个家呀，大哥说话最管用。今晚的确遇到一些麻烦，齐叔被黎瑞贤给抓走了，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多亏了齐叔有糊弄人的本事。哦，对了，魏太后说明天要见你，确切的说是她想见九幽。他找我准备好事，我才不去呢。再说了，他想见我，我就一定要见。我猜也没什么好事儿，那就不去了。再过2日，大哥又该启程去边境驻守了。这么快？是啊，大哥自从入军营以后，每年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封了将军，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边境那边又经常有一些小动作，没个主心骨在那里不行。这次舅舅不随军了，黎瑞贤必定会在启程的队伍里做手脚。舅舅？甜甜怎么回事？怎么都喊上舅舅了？穆幽月还不知道要怎么和二哥说这事儿，他长话短说，解释了一下缘由。是吗？黎家竟然还有好人吗？娘如果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不过最近我倒是梦见了娘好几次，那种感觉特别真实，真实到我总觉得她还在。或许穆星泽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说什么。如果真的是那样就好了。你俩大晚上不睡觉，在这聊什么呢？白天就不能聊了吗？你不是说爹睡了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又醒了。爹，你怎么醒了？是我们说话吵醒你了吗？做了个梦，睡不着了。你不会是梦见娘了吧？梦到你娘倒好了，我是梦见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我有点担心程安。我梦见程安启程途中出事了，我还梦见了李老贼的脸，吓得我从梦中惊醒。别，梦都是反的。现在有锦王压制着黎瑞贤，他都自身难保了，哪儿还有心情出幺蛾子？就是啊，何况咱们大哥那么聪明，也不会轻易就落入圈套的。爹，你要相信大哥。甜甜说的有道理。甜甜，你给哪家治病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小锦陪你一起的吗？怎么自从我认识小锦后，你总是回来的很晚？你们两个是不是瞒着我？今天给别人针灸了，手腕好酸，我先去休息了。我问你，赤血山那些人和甜甜是什么关系？赤血山那些人，上回不是你无缘无故把人家绑大理寺了吗？后来还是甜甜亲自登门去和人家赔礼道歉的。那些人看甜甜是个小姑娘，也没和她计较。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真的？真的呀，爹。你想啊，你上回莫名的把人家押去了大理寺，甜甜不是担心人家报复你吗？结果人家特别和气，一点也不像传说中那样。江湖传闻真是害人啊。原来是这样，那件事都怪我太冲动了。得亏甜甜想得周到。对吧？咱们甜甜脑瓜子就是灵。没错。目送着木像重新走回院子，木星则擦了擦脑门的汗，他这一天天可太惨了。这老家伙一天天净做白日梦呢。看来太后娘娘的威望也不过如此嘛。打起来，你们快打起来！太后娘娘，李老将军，你们都先消消气。九幽本就是江湖人士，性子古怪，当务之急，咱们先把眼下的困境解决再说。现在我们最大的困境是我们在军中没有一席之地。穆昭辉与叶玄锦如今沆瀣一气，叶玄锦和穆承安又手握兵权，我们再不抓紧行动，就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了。李瑞贤呢？你真的是没救了，驴都比你听话。哀家这里有一奇股，不知李老将军是否感兴趣啊？不可，万万不可！你们一个个呀，知道你们仨为什么能凑在一起吗？那是因为你们做事从来都不动脑子，一直以来都太过轻敌，所以才屡战屡败。就说你吧。算了，不说了。李老将军，你从哪儿弄来的怪人？哀家下次不想看见他。
太后娘娘，这位花老乃是不可多得的半仙，你切莫出言不逊。半仙儿，安心不足蛇吞象，安分守己，可免灾祸。我方才说了，切莫轻敌。你们能想到的事情，以为对方就想不到吗？如今你们腹背受敌，以我的见地啊，我劝你们安分一段时间。此事容我再想想。今日微臣告退了。哼，何时威风凛凛的李老将军，竟会被个神棍糊弄得团团转，真是可笑。李瑞贤没理他，径自离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鼠的儿子就是老鼠，怎么会变成龙呢？原地，魏太后和郑健谈脸色齐齐一变。这，我怎么突然觉得奇叔真的有点神呢？我一直都觉得奇叔挺神的。啊，那我以后不会真的一口气生3个吧？没事，我养得起。密道内安静了几秒钟。说真的，宣坤摊上这样的爹妈还挺惨的。啊！又是这个死亡威胁！哀家派了那么多人出去，到现在都没抓到风道寨那些人，废物，全是废物！承安呢？到了边境，记得多给家里寄书信报平安呢。爹放心，不必太担心我。我怎么能不担心呢？爹，你干嘛呢？搞得以后不见面了似的。你要是实在想大哥，没事，我以后可以帮你跑腿去探望大哥，反正我最闲嘛。去，你哪里闲了？你不是还得……木香说着，往叶玄锦看了眼，又把一肚子话给咽回去了。甜甜，记得替大哥照顾好父亲。大哥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爹爹。乖，那就劳烦锦王好好照顾甜甜了。大哥放心。什么话？当我3岁小屁孩吗？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不就是个小屁孩吗？滚，没大没小。父亲莫气，吃点东西。你们一个个都不省心，还是小三最乖。我们小三从小就老实，哪像你们这几个，恨不得把天都给捅了。甜甜，3哥近日钻研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等你得空帮着参考一下。苍天呐，连小三也学坏了。话说回来，你咋不早点把这无色无味的毒物研究出来呢？让他尽管放马过来吧。锦王，看得出来，甜甜对你是真心的。甜甜自幼受了很多苦，我们穆家上上下下都亏欠着她，还请你好好待她，切莫辜负她的一番真心。其余的话，我也不愿多说，希望你自己明白就好。大哥介意我叶玄锦是个恶人吗？我比较护短，只要是真心待我家人的，在我眼里就不是恶人。莫幽月适时地走过来，挽住了叶玄锦的手臂。大奸臣，你看吧，大哥还是很明智的。好了，大哥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穆承安走后，穆幽月抬眸，目光定定地落在叶玄锦的脸上。叶玄锦，你在担心什么呀？叶玄锦与他四目相对，轻轻地将他拥入怀里，无声叹息。他很想把一切都告诉他，可是，一旦他现在将一切抖出，他会立即消失。他也不知道自己消失后会去哪里，甚至可能会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都找不到他。我可以亲你吗？不行。穆幽月脸皮薄，表示拒绝。再看叶玄锦时，又觉得他今晚看起来格外的可怜。穆幽月又往周边看了看，那就一下，就亲一下。好了，就这样。这也行吧。说完，俯身又在穆幽月唇角亲了一口。你干嘛呀？是我要亲你，又不是让你亲我，我亲一口，不对吗？行吧，你最有理，歪理歪理歪理。师傅，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喜得贵子，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一下。穆幽月说着，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对金手镯以及嵌了金镶玉的长命锁，放到了桌上。多谢师傅，徒弟替瑞儿先谢谢师傅了。不客气，应该的。既然你和宣柔公主都没有来练功，你们还练吗？若是不练了，为师可要离京了。最近我也挺忙的，恐怕没时间学了。那行吧，那我今日就要离京了。本想去和太后娘娘打声招呼的，可听说她被禁足了，那我就不方便去了。没事，母后那边我得空去说一声就行。师傅要去哪儿啊？路途远吗？干粮准备好了吗？我让厨房做一些点心，让你在路上吧，免得给饿着了。瞧瞧这善良的人儿啊，多好一孩子，活生生被逼成什么样了。往后你就是我九幽认定的徒弟，谁要是敢欺负你，师傅替你出头。多谢师傅。怎么回事？李瑞贤究竟有没有和哀家合作的诚意？他身边那个叫花老的半仙儿究竟是何方神圣？我已经去查过了，就是个江湖神棍而已。太后娘娘不必将此人放在心上，李瑞贤只怕也是走投无路，才会信了这神棍的话。哼，是吗？
可是他说老鼠的儿子没有龙命。郑剑潭，你懂这个意思吧？这是太后娘娘自己选的路，与我何干？连你都要气我吗？微臣不敢。滚出去！我去和他说几句话。这种人你也乐意搭理？我当然乐意啊，他可是最了解魏太后的人，枕边人才知道捅哪里最疼呢。说罢，朝郑剑潭走去。走近，开门见山。郑红和郑敏我已经结下了，替换了我的人。郑剑潭一脸诧异地看向穆幽月，神情复杂，感激之余，心中又有些惶恐。你放心，我没有魏如英那么卑鄙，但你也该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郑将军，你可得好好表现哦。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穆承安那边现在必然戒备森严，不如过段时间等他们松懈下来。为什么松懈啊？因为过段时间你可能就已经死了呀。还有啊，我不是说过你种孽因得孽果，所以这段时间我建议你多诵佛经，抵消一些罪孽，会对你有帮助的。我能拖延你几天，那就几天。老爷，景王殿下来了，说是有急事。哎呀，小锦来了，你就直接让他进来吧。又不是外人，外面多冷啊！景王的地位直线上升啊！对啊，叶玄锦本来就是人见人爱嘛。出什么事了？大哥不见了。什么？怎么回事？承安怎么会不见了？国安拜见丞相大人。郭副将，怎么是你？你不是随着承安一起离京了吗？那日我们大队人马离京，途经百字林时，将军突然说有事，让我们先行。可之后将军一直没有出现过，军中人多眼杂，末将感觉有些不妥，便先命人伪装成将军的样子继续前行。但是将军依旧一点音讯也没有，末将便快马加鞭赶回来，知会景王殿下一声。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大哥不是鲁莽之人，他突然不见，要么遇到了难以抵抗的危险，要么就是有身不由己的事情。会不会和花圣国有关？不行，我不放心，我立刻派人去查。不用去查了，有眼睛看到前阵子花圣国大公主萧渊秘密进了京，又在大哥启程前1个小时离京。花圣国大公主，她和承安有什么关系？一定是萧渊绑了承安。小姐，你想办法帮我告假几天，我要去一趟花圣国。爷，你先别急，咱们一步步来。当务之急，不能让军中有人发现大哥不在，得先找个靠谱的人，易容成大哥的样子坐镇。易容？我会易容术。军中事宜，我来安排。不多时，叶玄景唤来云蝶，将云蝶易容成了穆承安的样子。看到这活灵活现的易容术，穆相真的要傻眼了，仿若眼前之人真的就是承安。国安、云蝶，你们2人即刻动身入营，本王会再派一些精兵跟随你们。是，殿下。花圣国在南，如果不眠不休，一刻不停的赶路，约莫60日能抵达花圣国境内。我现在收拾东西。岳父，怎么了？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必须留在这里，你若贸然告假一段时间，定会引起旁人的一些重视。让我去吧，花圣国不是个女宗国吗？我是女子，去了办事也方便一些。我和甜甜一起去，路上还能帮衬一些。我在花圣国有一些眼线，应该也能帮上忙。小姐，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属下拜见景王殿下。明秋，不必多礼。这位是属下恭喜殿下。你好，我是穆幽月。穆幽月，姓穆，难道是？明秋姐，我来介绍吧，这是我妹妹，也是未来的，你懂吧？明秋，有件事情需要你先去查探一番。简单吩咐了一下崔明秋后，崔明秋会意。甜甜，先去休息一会儿。好。啊，忘了说了，景航偷偷回来有半个月了。哎，甜甜，你大概是没见过景航吧？景航便是刚刚他们口中的景公子。景家这一代只有景航一个子嗣，但景航无心打理生意，想要过闲云野鹤般的日子。于是呢，2年前他任性出了花圣国，谁知刚到宣朝境内就被土匪给打劫了，身无分文，人还被揍了个半死。恰好景王路过，他求景王救他，但是景王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救的呀。就问景航愿意拿什么来换这条命了？你该不会趁机勒索了景家家业吧？是他主动给我的。我看起来很好骗吗？是真的。景王说的真的。景航说他除了家产以外什么都没了，然后签了卖身契，所以顺理成章景家的家主就易主了呀。话说回来，那个打劫了景航的土匪该不会是甜甜你吧？怎么可能，我不会随便打劫良民的。也是。这个人，你女土匪，是你这个女土匪。好呀，踏破铁鞋无觅处，你们这2个女土匪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瞧这穿金戴银的架势，这2年没少打劫别人吧？嘿呦，
怎么的？今日打算混进我景家打进来了？景航，别说了。我为什么不说？荒郊野岭，周围还有狼，这两恶婆娘杀了我的马，抢了我的钱财，最后连件外衣都不给我留，这就算了，他们还打我，把我洗劫一空，还打我，打得我爬都爬不起来。你说我招谁惹谁啊？我不就想云游四海吗？这么过分的事情，真是我干的？莫名想到甜甜藏在赤血山的那一屋子宝物，感情真是洗劫来的。原来我和甜甜一直都很有缘。如若那日他早点出现，是不是恰好就能碰到甜甜了？甜甜？谁啊？你俩什么关系？看起来好像是有一腿的样子。景航，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这是我妹妹慕幽月，她和景王的关系，如你所见，有一腿的关系。圈套，都是圈套！你们合起伙来套路我，我要杀了你们！悠悠，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早知道今天还能碰见，当时给人家留件外衣好了。你说我要不要把打劫的东西还给人家呀？暂时不用，先看他表现再说。行，我听你的。我若说这是巧合，你信吗？景航哼了一声，他看起来像个傻子吗？你们怎么突然来花胜国了？来办点事，这次你说表现好，可以还你一半家产。真的假的？一言为定。听木星泽简单的将事情描述一下后，景航抱着双臂吐槽道：怎么偏偏落到萧渊这个女魔头手里了？萧渊很可怕吗？当然，她很霸道，而且手腕强硬。她是咱们花胜国的大公主，虽然不是女皇亲生，但女皇很器重她，有意培养她为下一任的女皇。所以这个萧渊处处压制其他的公主，还在繁华城内笼络了不少人脉，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穆承安如若和他扯上了关系，十有八九是被萧渊看上了，而且给缠上了，想绑回来做驸马吧。萧渊看上的人，要么从了他，要么就是死，没有其他的选择。死，他倒是试试看。他若敢伤我大哥，我一定倾尽全力图他公主府满门。话说回来，她不是丞相府嫡女吗？怎么还干起土匪的勾当来了？这年头，真人不露相。若萧渊真心喜欢大哥，那么大哥一时半会儿不会出事，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先别太担心。我听你的。真是一物降一物啊5日后是萧渊的18岁生辰，女皇特意在宫中设宴为萧渊庆生，景府也收到了邀请帖。景府不是山谷吗？为什么公主会邀请啊？因为景航的小叔叔景子纯是女皇的妃子，虽然失宠已久，但景府还是有这层关系在，平时的宫宴都会顺带邀请景府。只不过因为景航前2年不在，已经2年没有出席过宫宴了，外头还有很多人都在传景府嫌弃景子纯失宠丢人，才不愿赴宴。主人，我们回来了。怎么样，我大哥在公主府里面吗？在。我见到你大哥了，看起来没什么异样，住的地方也很好。我本来想显形告诉他你们来了这里的，可是萧渊突然回来了。主人，我觉得你大哥和萧渊的关系很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法？来，我和红姐给你们模拟一遍。萧渊，你还没玩够啊？没玩够啊。陈安，我说过你是我萧渊看上的男人，所以你必须一辈子都留在我身边。陈安，我们早点成婚，你做我的驸马好不好？不可能，萧渊，我不会留在这里。可你不是还跟着我回来了吗？我说过的，只要你再离开我，我会立刻死在你面前。这个公主府你想离开其实易如反掌，可你却留在这里了。陈安，你明明也是喜欢我的，根本不舍得我死，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留在这里呢？你哥当时的表情可纠结了，我觉得他当时看萧渊的表情特别的深情，又有点无可奈何。他最后说，萧渊，你舍弃不了你的权利，我也舍弃不了我倾覆的职责，我们注定不是同路人。你们是按照原版演的？红颜和胖幽灵同时点头。别人感情的事，外人实在插不上嘴，只能他们自己解决。大哥和花胜国大公主竟然还有这层关系啊！这我也没辙呀。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办法？站在一个奸臣的角度，我能想到的便是毁掉萧渊的储君之位。果然奸臣。绝。继续作恶。可我觉得，如若我大哥真的喜欢他，是不会忍心看那么骄傲的萧渊从高处跌落。他们2个人都很理智，目前都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了第2位。君也先来吧。方才萧渊进了宫，请女皇修书给宣朝皇帝，说是让穆承安留在这里做驸马。如若阻止不了这封密函，怕是要出大事了。这个女人到底把我大哥当什么了？如此霸道！我现在就去找萧渊问个清楚。二哥，我和你一起去。我进宫一趟，
把自己的密令递给崔明秋，让崔明秋去安排。你直接表露身份去见女皇吗？事情闹到现在，既然已经涉及到了两国层面，我就必须出面，去解女皇送出的密函。是，殿下。殿下，很奇怪，女皇只派了人出城，但并没有派人送出密函。女皇，景王殿下到了。你来了。叶玄锦身形微微一怔，总觉得萧清曼的这个笑容有些眼熟，一瞬间脑海里浮现起了甜甜的笑容。坐吧。景王到访花圣国，怎能不提前派人知会一声？本君也好让人做一些准备。女王此刻应当知晓本王的来意。因为穆承安嘛。怎么，景王觉得咱们花圣国的公主配不上人家吗？女皇若是觉得般配，又为何假送密函敷衍萧渊呢？不愧是叶玄景啊，你麾下的人都渗到本君的花圣国里来了。女皇，刚刚有暗卫来报，说是有宣朝的人进公主府了，来势汹汹，怕是要出事。宣朝的人是穆承安的弟弟与妹妹。你说什么？摆驾，本君要亲自去一趟公主府。哦，不，传本君旨意，让他们进宫，包括宣朝的那2个也一起来。会不会看上去太正式了啊？景王，你先自便，本君去换套衣服。一顿操作让叶玄锦有些懵。公主有心事？燕青，我好像做错事了。本公主自记事起，母亲便离世，是姑姑将我抚养长大，并一路栽培我，说要我继承女皇之位。一直以来，本公主都在为了女皇之位努力。可如今，公主，穆承安乃宣朝神威将军，注定是要一生为宣朝效力的，而您也注定是要留在花圣国的。你们本就罢了，待本公主生辰宴过后，便放她离开。公主，府外自称是宣朝穆家的人在外求见。萧渊公主，我们是来接大哥的，请让他出来。不错嘛，竟能找到这里。既然能找到这儿，想必也知道本公主与你们大哥的关系。来，先叫一声大嫂听听。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公主还是先不要自讲身份了。本公主曾与承安同榻消眠1个月，怎么就没有一撇了？穆星泽和穆幽月傻了，同榻1个月，这和红颜他们演的剧情不一样啊！大哥，启禀公主，女皇宣您以及这几位即刻入宫。承安，你们先走吧，我会让人护送你们出城。启禀公主，女皇已在宫中设宴接见穆家人，还请公主不要耽误时辰。陪我过完生辰，我放你走，以后再也不缠着你了。当初在宁洛城和你度过了那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原以为我们一辈子都会那样好，但是最后我们之间那道鸿沟始终难以跨越。萧渊，是你先骗了我。是我骗了你，所以生辰宴后我们彻底了断。女皇，他们到了。萧清曼背脊一僵，许久才缓缓地回过身，转了过来。这是他们的孩子呀，真好，都长大了，昭辉一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最后他将视线定格在了穆幽月的身上，那场大火是他们母女最后的诀别。好在甜甜也活下来了。你们是宣朝丞相府的人，见过女皇，先前一事是儿臣鲁莽，还请女皇降罪。先起来吧，没事。看得出来吗？暂时没堵。什么情况啊？我没来之前你卖身给女皇了？气得叶玄锦当场在他腰上掐了一把，穆幽月疼得差点叫出声。老二这小子还是和以前一样淘气。女皇，此次大公主萧渊私扣我朝神威将军，此事该如何解决？并非公主私扣，是我自愿前来私离大军。回朝后，我自会向皇上请罪。虐恋啊，虐恋！萧渊可是花圣国的人，女皇的宝贝疙瘩，女皇能拿他怎么样？大哥这是干嘛呢？平时那么有原则的一个人，竟然为了萧渊，将问题的矛头都对向了自己。是本公主威胁的穆承安，有什么就冲我来，与他无关。公主任性妄为，在生辰宴之前，先禁足于府邸思过。本君会派人护送你们至宣朝地前。女皇，你说，二哥，你这样很容易被纳入后宫的，知道吗？都说相逢一笑泯恩仇，既然前期都是误会一场，不如我们也等大公主过完生辰宴再走，可好？星泽，你叫穆星泽是吧？你留一下。别担心，姑姑对男人没兴趣的。确定？确定，不骗你啊。星泽，我可以这么叫你吧？您是女皇，怎么称呼您开心就好。那你快坐呀，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穆星泽一脸忐忑地坐下。你爹是宣朝丞相穆昭辉吧？对，是啊。他把你们几个教的都不错，想来也是个好父亲，本君挺佩服的。听说这么些年
他都是一个人，连个侍妾都没娶，是真的吗？这都是表面而已，他其实根本就不管我们，除了上朝天天不在家，在外私生子女一大堆。我好几次出去花楼寻花问柳还碰见他了呢。你听懂了吧？我是个寻花问柳的脏男人，配不上高高在上的女皇。好你个穆昭辉，亏他在这里守身如玉，这个混账东西竟然到处寻花问柳，还私生子女一大堆。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不学好？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干嘛呀这是？受什么刺激了？二哥干得漂亮。那是，你二哥机灵着呢。哎，大哥，你和这位大公主到底什么情况啊？真是我大嫂啊！我与她明明决断的话就在嘴边，可穆承安竟是怎么也说不出口。大哥的事情，相信他会处理好的。怎么，先出宫？你刚刚和那女皇眉来眼去的，是想留在这里当皇夫吗？胡思乱想什么？我只是觉得萧清曼有点奇怪。难不成他是在为萧渊的将来铺路？毕竟有你这个大奸臣在，得罪了你，可讨不到好处。花胜国皇城风光秀丽，一起去逛逛。好。那个女皇啊，8成是看上我了，还打听咱们家里的事儿，我可得往里乱说呀。像她身份那么高贵的人，一定看不上我这种淫乱之人。我还说老爹外面私生子女一大堆呢。哼，让爹知道了，你可要倒霉了。哎，放心吧，爹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只不过你和大公主的事儿，爹已经知晓了一些了。这事儿等你自己回去后再和爹解释吧。哦，对了，上回你回京前还去了一趟花胜国，难道也是因为萧渊呢？哥，你不会真的栽在他手里了吧？嫣儿，本君打算在你18岁生辰宴后，将女皇之位传于你。姑姑为何突然做这个决定啊？你虽不是本君亲生的孩子，但却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本君相信你会将花胜国治理得很好。可是我是为了穆承安在犹豫吗？姑姑，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啊？你与穆承安是怎么认识的？姑姑曾说，这普天之下，宣朝根基雄厚，立在各国之上。我少时也曾阅过不少治国书册，书上曾说，想看一个国家是否真的强盛，不能去看最繁华之地，而是边境小城等地。所以我去了宣朝边境的宁洛城，是在这里，我遇到了驻守在边境军营的穆承安。好，我再给你半年时间，你退下吧。穆昭辉，你这个老东西，老娘这些年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儿，也没个儿女相伴。你倒好，孩子们陪在你身边还不够，你还在外面生了一窝。老娘一颗真心真是错付给你了。林嬷嬷，去把景妃给本君叫来。不就是男人吗？我后宫多的是。穆昭辉，你给我等着，看咱俩到底谁会完。臣参见女皇陛下。萧清曼仔细端倪了眼锦子唇，瞧瞧这细皮嫩肉，清新俊逸的模样，可真是惹人怜爱呀。这不比穆昭辉那个老东西强？哼！起来吧。臣妾入宫多年，一直没能侍奉在女皇身侧，是臣妾失职。萧清曼闭着眼没说话，但锦子唇一口一个臣妾，听得她浑身都发毛。女皇夜色已深，不如让臣妾来服侍您休息。不用。是臣妾哪里做的不好吗？萧清曼头一次见到男人这样，鸡皮疙瘩泛起。你先回去吧。女皇。锦子唇一脸凄凄然的离开。在想什么？如此出神。叶巡琴，你觉得一个人死后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继续活着吗？为什么不能？也是，我得去找我二哥聊几句。你和你二哥才分开不久，就有那么多话要说。你不会再吃我二哥的醋吧？不可以吗？你和女皇眉来眼去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叶玄锦冤死。我小叔叔真可怜，好不容易得到女皇的传唤了，大晚上竟然还被撵出去。女皇真是的，也不怕我小叔叔想不开。大哥，这是个是非之地啊，要不咱们今晚就走吧？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被土匪打劫，叔叔要不得宠，景家怕是要毁在我手里了。你再嚎一句，我把你头给拧了，你信不？锦豪抿紧嘴，一个字也不敢说了。悠悠，你们回来了，怎么样？逛街有收获吗？甜甜，你二哥被盯上了，大哥不舍得走，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先不急着走，还是等萧渊公主逛完生辰再走吧。哼，是日子没法过了。你俩怎么了？二哥，今日女皇单独召见你，都说了什么？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哦，对哦，好像是和我说过，就是你能不能再和我说一遍？他一开始就觊觎我，还叫我姓泽，然后叫我坐下说话，最后就是问我爹。他还问咱爹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连个侍妾都没娶，是不是真的？他就是想试探我们的家风。得亏我机灵，
我还说我在烟花巷柳之地经常和老爹巧遇呢。你真的这么说了？对啊，那还有假？不然我今天怎么能顺利从女皇那里脱身呢？二哥，要不然你就留在这里吧。留在这里？哎，不可能！我是那种出卖色相求荣的男人吗？我不行，要我留下来扶持女皇，我能和她同归于尽。二哥，女皇可能是我们的娘亲。对啊，她这年纪的确可以当我们娘亲了。她等等，你说什么娘亲？姐姐，你在和我说什么绝世笑话啊？只是可能而已。民间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叫借尸还魂，包括我修炼的玄灵术也与阴灵相通，虽听起来荒谬无比，可未必没有这个可能性。姐王，你就帮帮忙，毕竟出门在外，你的面子比较大。和亲生子女比起来，我这个女婿算不了什么。正经一些。哪里不正气了？你们找本君何事啊？女皇，我考虑了一晚上，想想还是得和你说清楚一些。女皇，我知道你想将我收入你的后宫，但我穆兴泽是个闲散之人，我志不在此，所以还是请你放弃我吧。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本君对你有意思？女皇不要否认了，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意。打住，穆兴泽，你给我闭嘴！你再说下去，老娘不，本君可要对你不客气了。穆兴泽目光怔怔地望着眼前之人，一动不动。眼前这张陌生的脸，似乎正慢慢地与记忆中的那张温柔慈爱的面容重叠起来。曾经有个女人说要当我们一辈子的娘亲，后来她食言了。女皇，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萧清曼错愕，才知方才他们是在试探自己。我一直在，一直都在。说罢，他朝穆兴泽和穆幽月伸出双手，两人扑进了萧清曼的怀中，千言万语都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都别哭了，我和我们一家人不会再分开了。可是娘如今不是萧清曼的身份吗？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那我先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哥。兴泽，先不要。陈安和萧渊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彻底梳理清楚，在他还没有想明白之前，暂时不能告诉他。我已经给他们预留了半年的时间了。兴泽，你先出去，娘还有些话要和甜甜说。甜甜，娘的好女儿，你终于真正的回到娘的身边了。你相信命格吗？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紫清观的紫兰道长。娘在怀你的时候，因为害喜反应厉害，你爹曾安排我在紫清观附近的山庄小住过一段时间散心。有一日，我碰见了传说中的紫兰道长，他称我肚子里的孩子乃是难得一见的通阴命格。通阴命格罕见，人又有三魂七魄，极易容易被阴灵吞噬魂体。三魂、灵、觉、身、七魄，喜怒哀惧、爱恶欲。而在我诞下你当日，果然阴风涌动。之后，我又带你见过一次紫兰道长。他称你的生魂爱之魄被阴灵夺走，此刻的你是不完整的你。人一旦缺少三魂六魄，随时都会死去。这事儿我不敢对你爹说，怕他担心是我在臆想。可后来你在我身边的那4年，你是个乖巧的孩子，可我总觉得不懂爱的你是没有血性的。直到你和叶玄景一起站在我面前，我才知道你的生魂与爱魄回归，真正的你回来了。直至此刻，他才明白，他并非来自以后，而是回到过去。原来他真的是穆家的穆幽月呀！娘亲，老天待我们不薄。可不是，咱们母女俩命好着呢。见过岳母。乖女婿。女皇，将军一家到了，将军夫人也来了。养病多年，许久没见过公主了，竟不知公主已经出落得如此花容月貌。多谢庄夫人夸奖。喝点水，淡定一些。咱们花圣国的皇室可真是冷清啊！别国的皇室光是皇子公主都能坐满2排，瞧瞧咱们这里，女皇整整13年空置后宫，未留子嗣。你是想毁了花圣国的未来吗？真是难为庄夫人养病这么久，还心系花圣国的将来。玉婵，你既然每天都这么闲，没事的话，可以琢磨着多生一些，送到本君身边来，本君替你好好培养。本君心胸宽广，只要是萧家的血脉，就都有资格继位，但就看谁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女皇圣明。玉婵，不要冲动。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女皇果然不爱，不过咱们大公主早已及笄，公主府连个驸马都没有，也着实不像话。今日我正好可以给公主举荐几位青年才俊，公主若是喜欢的话，大可全部收进公主府里。说罢，萧玉婵招了招手，外面走进来5位相貌俊朗、风度翩翩的男子。大哥，小心把手划破了。多谢庄夫人好意，只是本公主已心有所属，今日怕是要辜负你的一番美意了。这又何妨？
公主身份尊贵，府中多留几个侧驸马又有何妨？相信这几位公子也不会介意的。将军夫人也说了，这几位皆是青年才俊，亦是我们花圣国未来的主力军。如此人才，定然抱负不凡，心怀凌云壮志，又岂能委屈他们一辈子活在本公主的身影下？这不是害人吗？公主深明大义，小臣定然会做出一番功绩，不负公主所望。他在看我们，我想挖了他的眼珠子。那我去给你挖过来。啊，我随口一说的。有了娘亲，甜甜都变得乖巧起来了。有吗？那几位贵客面生得很，不知是何来历。庄夫人的话是不是太多了一些？今日究竟是谁的生辰宴？你若实在憋不住想说话，本公主可以帮你一把。啊，公主见谅，我这大病初愈，看什么都新鲜，的确话多了一些。哎呀妈呀，这场子清冷的，一个个都跟死鱼似的，看来没我不行。是啊，好久没看你表演了，很期待呢。这不太好吧？那位公主不是你哥的相好吗？我一会儿万一太狂放了，会不会影响她在你哥心中的形象？毕竟我这么活泼又热情，你哥好像不喜欢这一挂的。谁和你说附身公主了？哎，不是公主啊，你该不会让我附身女皇吧？那成何体统？喏，看见那个贼头狗脑的女人没？身段看着还行吧，你附身她吧。这女的长得真丑。平心而论，萧玉婵虽不比娘亲和萧烟明艳动人，但也算模样标致，和丑不沾边吧。不多时，胖幽灵轻松附身萧玉婵，随后一个旋身冲到了舞池里。唯独穆幽月和叶玄景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开始欣赏起了表演。公主过寿，我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给大家伙儿表演一段，就当是庆贺了。姑姑，他又搞什么鬼啊？谁知道呢？咱们静观其变。不愧是将军夫人，英姿飒爽，我等佩服啊！可不是，将军夫人这还是大病刚刚出愈，这要是赶上身体好，还不直接窜上天了？我怎么觉着他有点挑衅女皇和公主呢？有点，你看他在空中劈叉了。公主生辰宴，他咋那么激动？等胖幽灵结束一段舞，离开萧玉婵的身体时，原来的萧玉婵直接累得昏死过去。娘亲，要不我留在这里陪你吧？你们先回去，我后脚就来宣朝。真的吗？可是这里……前不久，慕容北萧不是打着求亲的幌子去过宣朝吗？我也可以找个理由去一趟宣朝，这里留给萧渊监国就好，我亲自回去一趟。可是娘如今作为一国之君，贸然去宣朝，必然得寻一个天大的理由才行啊！我也去求亲啊！慕容北萧缺王后，我这还缺个皇夫呢。老弟辞官，提上日程。皇夫？咱爹出息了啊，要光宗耀祖了。那我以后岂不是也可以混个小王爷当当？唉，景家如今就剩我和叔叔了。早知叔叔不得女皇宠爱，当初就该劝他不要入宫。景妃对女皇一片深情，旁人又岂能理解？也不知道女皇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叔叔长得那么好看，她怎么就不心动呢？深意难测。魏太后一病不起，整日昏昏欲睡。此事除了太医院的人知晓外，并未对外透露。李瑞贤那边一改常态，每日都在抄写佛经。不过私下会寻大理寺丞长安会面，谈起封长河一案。爹，放心吧，大哥已经前去和大军会合了。那就好，这半个月来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你们此行去花圣国都还顺利吗？大哥和花圣国那边究竟沾上了什么关系啊？难不成他被那位女皇看上了？哎，大哥是被花圣国大公主萧渊看上了，而我这次被那位女皇看上，差点就被她强行扣下来做宠妃呢。甜甜，是吧？穆幽月忍着笑，配合着点点头。大哥和花圣国大公主，他们是如何认得的？听起来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起，不过看这架势，八成是在边境地带认识的。做女皇的宠妃多好啊！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爹，哪能啊？那女皇虽然美艳似天仙，但是年纪都能做我的娘了。你这些年保养的也不错，又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你嫁过去给人当皇夫吧？胡说八道！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要不然你娘晚上又要托梦骂我来了。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乱说了。还当皇后？哼，我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吗？真是。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们呢？没有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甜甜，借一步说话。太后近日频频召见御医，三哥曾去给她把过脉，发现其身中一种嗜睡的毒，且十分损耗元气。如此下去，怕是命不久矣。这事儿是你做的？穆幽月也不瞒他，点头应下此事。如此，那我便也没有做错了。此嗜睡之毒，我有办法压制，但我怀疑此事与你有关。
怕扰乱你的计划，所以没有出手。魏太后作恶多端，曾给皇上下过类似的蛊，如今只不过是让他自尝恶果罢了。三哥的医术师从何人？师从清净寺蓝素大师。魏太后病危，重金求各路神医医治，如若能治好太后娘娘的病，愿把宣柔公主许配给神医。看来太后娘娘这次真是病入膏肓了，否则怎会做出如此决断啊？对方可是公主啊！如若能娶公主回家，那我等草民可就摇身一变成了皇亲国戚了呀！可不是啊，宫里那么多公主，唯有宣柔公主乃是太后娘娘亲生的，身份非同一般。啊，说那么多，咱也不会医术啊，帮着搜罗神医还行，或许还能拿点银子啥的。太后这是把脑子给病坏了，就这样把宣柔给扔出去了。此事如果太医那边没有传唤你，千万不要轻易插手。我们知道了。那就好，今日朝堂铁定风起云涌，我得早些去看看情况。风长河担子有些眉目了，你们想听不？想也不告诉你们，我这位大理寺少卿可是很有原则的。小四，你又变坏了，这不和你们学的吗？你们这次去花圣国，铁定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别以为我看不出来。瞧，你们两个现在这副表情就是心虚的模样，你就忽悠我们吧。行吧，我也得早点出门了。锦王可是吩咐下来了，让我尽快断案。锦王这是要干一片大的呀！我怎么觉得我也变闲了呢？我出去一趟。等娘亲回来了，我每日都要陪在娘亲的身边，看谁还觉得我最闲。元安郡主是来探望公主的。过来看看，你们这架势是？太后娘娘下令禁足宣柔公主，我等只能奉命行事。又禁足了？魏如英，你竟敢这么对我，我就是死也不会顺了你的心。如果父皇还在，他一定不会这么对我，我可是宣朝的公主啊！魏如英，你给我去死吧，赶紧给我去死！都说有娘的孩子像个宝，这公主啊，咋连根草都不如呢？谁说不是呢？慕幽月，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再也不和你抢亲王哥哥了，只求你救我出这个牢笼。公主怎么这般慌张？万一太后娘娘只是拿你当个幌子，想治好自己的病呢？不会的，她不会的，她是听了郑建坛的提议才想着把我献出去的。昨天傍晚我去探望她，结果我听到她和郑建坛在说话，两人话语无不透着亲密的关系。我被恶心到了，刚想冲进去，便听到郑建坛说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救母后的命。郑建坛提议抛出一个诱人的诱饵，吸引全城或者城外的神医出山给母后治病。这个诱饵就是我是她的亲生女儿啊，她怎么能如此对我？在之后，母后也发现了我，便下令将我禁足在此，看来是铁了心要把我抛出去了。你是公主，皇上的姐姐，太后并不能决定你的生死。主人，你就是嘴硬心软，嘴上说不帮，明明又提醒了他来着。不是有个词叫回头是岸吗？宣柔说起来也不像陆妙龄似的，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只不过是喜欢叶玄锦来着。再说了，我也没帮他呀。也是，不过说真的，姓郑的老贼可真坏，人宣柔也没害他，他倒好，想这么个馊主意。这人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臣认为太后娘娘利用宣柔公主求医一事十分不妥，不仅有失咱们大国风范，更是会沦为其他几个国家的笑柄。堂堂宣朝公主怎可沦为求医治病的工具？启禀皇上，臣认为太后娘娘此言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太后娘娘突然恶疾，被逼魔缠身，才会出此下策。皇上应当下令广邀名医，替太后娘娘求医，如此既可体现孝心，又可保公主安危。幌子？太后是何等身份？一诺千金，她说的话怎么可能是幌子？这件事儿，太后私作主张，朕定然不会坐视不理。按照宣朝律法，此事宣朝律法怎么说来着？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惩罚呢？哎呀，又给忘记了。叔叔，魏御史，你这御史主持监察一类，你说说，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判定？魏其润，身为御史，你存有包庇私心，究竟想做什么？臣只是就事论事。身为一朝皇后，触犯宣朝律法，有损宣朝颜面，罪无可恕。依照律法，即日起废除太后头衔，打入冷宫，自生自灭。皇上，您觉得如何？就听景王的。怎么回事？哀家的身体突然就恢复了，还有哀家的容貌。太后娘娘，公主来了，让她进来。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羞辱我？首尔，母后昨晚病得厉害，意识有些模糊，母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你放心，母后会把告示撤回来的。你是母后唯一的女儿，母后怎么舍得你嫁给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你说真的？自然是真的。
你看，母后的病也好了，往后啊，母后依旧是你和坤儿的后盾，有母后在，没有人能伤害你们。好啊，那你和我解释一下，你和郑健谈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国之后如此淫乱，你简直是恶心的要死！住口，语言粗俗不堪，哪有公主的样子？我粗俗？你自己脸都不要了，还嫌我粗俗呢？哼，难怪那时候父皇不宠爱你，就爱宠幸穆太妃呢。不许拿我和穆经书比。也是，你一个荡妇，怎么配和人家比？来人呐，把公主给哀家关起来！又关我？你又要关我？你只会这一招是吗？圣旨到，卫士听旨。蒋公公，你好大的胆子，敢如此称呼哀家！也罢，事到如今，你坐着听旨，跪着听旨，都是一样的。魏如英身为一朝太后，作恶多端，又屡次藐视宣朝律法，德不配位，罪无可赦。即刻起，卫士废除太后头衔，贬为庶人，打入冷宫，钦此。胡闹，简直是胡闹！哀家乃宣朝太后，皇帝听信奸臣的谗言，竟敢废除哀家！你们这帮奸佞小人，黑白不分，哀家不服，哀家要见皇帝！哎，太后娘娘，您背地里究竟做了哪些事儿？您心里不清楚吗？您瞧瞧您自己，哪儿像是病危的样子呀？您装病欺瞒皇上这一点，可就是欺君之罪呀！还有啊，宣柔公主乃是皇上的亲姐，身份尊贵无比，您怎可不经过皇上的同意，就敢拿宣柔公主做筹码？您这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呀！皇上顾念与您的母子情，如今留您一条命，亦是仁慈。您还是别闹了，赶紧收拾东西去冷宫住着吧。您曾经给皇上下的昏睡蛊，这事儿您该不是忘了吧？忽然间他就明白了为何病了那么久，今早身体忽然痊愈了。原来这一切都是阴谋。押卫士去冷宫。卑职有罪，请皇上降罪。正副统领何罪之有？卑职。历来祸乱宫闱之人比比皆是，人各有志，这倒也不能怪你。只不过你赌输了，念在你后期有悔悟的迹象，再给你做一个选择吧。启王殿下请讲。宣坤的身份想必你最清楚，宣坤和你只能留一个，你来选吧。请启王殿下高抬贵手，放过坤王殿下，卑职做下的孽，卑职自己来承担。你先退下吧。启王殿下的意思是？知道被带出御书房，郑健谈还是懵的。还愣在这里干什么？不去附近巡视？叔叔为什么要放过他呀？还有用？叔叔，你要去找姐姐吗？吃饱了吗？吃饱了，吃得好饱。吃饱了就去批奏折吧。一个皇帝怎么能成天就想着玩，一点觉悟都没有？放哀家出去！哀家是宣朝太后，叶玄锦，你这个乱朝贼子，竟然将哀家关起来！天要亡宣朝啊！坤儿、柔儿，你们来救哀家呀！郑健谈呢？哀家要见他。窦嬷嬷，奴婢在。为什么郑健谈没有被关起来？为什么？他去哪里了？明明是他提议让哀家以柔儿作为诱饵，引出名医出面的。为什么现在只有哀家被关在这里？奴婢也不清楚啊。太后娘娘，折腾了一日，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吧。大病初愈，得养好精神才是。你出去吧。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不知过了多久，耳边有脚步声传了过来，直到停在他的身边。一双如雄鹰一般鹰锐的眼眸正紧紧地盯着他。皇上，他竟然在这里看见了先皇的鬼魂。魏如英，费尽心思，竟然也有今日。你不是鬼，你是人。可是你，难道先皇一直没死？皇上，您还活着，臣妾真是太高兴了。你不在的每一日里，臣妾日年都思念着您呢。您回来真的太好了。皇上，叶玄锦那个奸臣祸乱朝纲，控制了宣宇。皇上，你可得想想办法，尽快铲除那个奸臣呐！贱妇，你与郑健谈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以为朕不知情吗？当初朕原意立宣坤为太子，诏书都已经拟好了，但朕发现你与郑健谈的私情，又怀疑宣坤的身世，才就此作罢，直到朕亲眼所见你们。皇上，魏如英还想辩解，只见宣龙的身后忽然多了几个青面獠牙的幽灵。红烟忽地变化成了当年魏如英第一个杀死的人，冲到了魏如英的面前。与此同时，宣龙的身影化为一股青烟，消失在了冷宫里。一夜过后，冷宫传来消息，魏如英疯了，彻底的疯了。叶玄锦，你究竟想干什么？你的江山病了，替你治一治。那你昨晚
这个呀，抱歉，想让你出面吓一下魏如英来着。事实证明效果不错，而且你解了他多年来的疑惑，也算让他死得瞑目了。你把朕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又是为了折磨朕吗？当然了，不为了折磨你，难道还为了供养你吗？当初我也算好心帮你治理江山，你倒好，反倒对我起了杀心。如此，我们二人势必有一人死在前头，那就你来死吧。不早了，本王的宝贝还在等着我，你继续在这待着吧。哟，大忙人来了。没良心，知道我忙还不主动来找我？我这不是特意在这等你吗？免得跑远了你找不到我。以后就在这里等你。好呀。叶玄锦有些累，侧身往慕幽月身上靠了靠，微微闭眼小气。哎呀呀，费了好大劲儿，又让我逃出来了吧？都和你说了，不要把心思浪费在情爱上面，你怎么就是不听呢？留给你渡恶劫的时间不多了，你得专心扶持小皇帝才行啊，要不然会受到惩罚的。哎，你身边这个姑娘气息有点熟悉啊，你凑过去一点，让我闻闻。喂，你等会儿，你别封印我，让我仔细辨别一下这个姑娘的气息，或许能帮到你呢。这个狗东西有这么好心？你才狗东西，你全家都是狗东西。你怎么了？没事，脑袋里有些吵。我的天哪，竟然是她！完了，你可能要死得更快了，是个女的。叶玄锦皱眉，试着召唤了一下灵石，发现召唤不到了。狗东西！话说一半，再细品了一下灵石的话，又再看看甜甜，怎么这个狗东西认识甜甜？怎么了？小姐，请王殿下，老爷请你们去膳厅用午膳呢。来，吃饭。小锦这2天也忙吧，多吃点，特意让厨房做了一些你爱吃的。方才碰到了京兆尹府的裴大人，他说花圣国女皇即将到访，皇上这次为表重视，特意让爹你这个丞相来接待女皇，负责女皇此次的衣食住行。这不是礼部该干的事儿吗？怎么摊到我头上了？岳父乃百官之首，花圣国女皇又登基许久，皇上此次做的这个决定，大约是体现了宣朝对花圣国的重视。爹，你放心吧，我见过那位女皇，挺温柔的，长得也漂亮。你就知道漂亮，我平时是这么教你的吗？做人呢，不要太肤浅，不能只看表面。是，爹说的有道理。女皇大约什么时候进京啊？10日后吧。还有好久啊。那位大公主会一起来吗？不会，萧渊留在花圣国带领女皇处理政务。哥，他连我的性命都不顾，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好心疼的？你忘了他之前要给你一口气选20个女人回去吗？他就是丧心病狂，只想着自己，从不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可她毕竟是我们的母亲啊。什么破母亲？他每日就知道和郑健谈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管过我们的死活吗？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这母后靠不住，我们想要好好生活下去，必须依附轩辕。哥，你要好好的生活吧，不要再招惹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尤其是像陆妙龄那样的。谁招惹不三不四的女人了？说的就是你。哎，知道了。公主，昆王殿下，不好了！何事啊？太后娘娘昨夜投井自尽了。叶玄锦，我刚刚干了一件缺德事情。什么缺德事？说来让我高兴高兴。我刚刚混进了长清馆，把里面刚刚修缮过女皇寝殿给砸了。你说这样娘亲是不是就没地方住了？你说她住哪里比较好呢？你可真是机灵。那当然了，都说女儿是爹娘的贴心小棉袄，这回够贴心了吧？你怎么不贴心我？话语间已经轻轻含住他的唇，一下一下故意撩拨着他，吻了许久，暖阁内的气温也渐渐升了起来，感觉即将有失控之势时，两人都努力压了压冲动，清醒了几分。甜甜，女皇进京了。娘亲回来了，走，我们去看看。好。你要想去你就去吧，这太后一死啊，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了。这会儿估摸着卯足了劲，矛头全部对准你呢。你现在呀，就好比一个缩头乌龟，但凡把头伸出去，人家当场就能给你来一刀，倒不如继续缩在龟壳里过个冬，安心等开春呢。火龙，我是否还有别的出路？叫你等就安心等，我是算卦的，我又不是神仙，你真当我能未卜先知了？继续抄吧。丞相大人，这就是你给本君准备的住处，看来丞相大人对本君的成见很深呢。这就是宣朝的待客之道吗？怎么回事？这下官不知道啊，明明昨日还……女皇，此事出现了纰漏，劳烦女皇请先去2楼暂坐休息，我这边立即命人来修缮。怎么，
丞相大人是想让本君和下人挤在一起？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女人咋这么不讲理呢？晋王殿下到！这就是你们办的事。晋王啊，这里出现了一些纰漏，也不知道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把女皇准备入住的寝居给砸了个稀巴烂。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本君来的路上，听说此次是丞相大人负责接应本君，怎的一出事就怪到别人头上了？不是我，女皇请先息怒，本王这边会给您一个合理的安排。也好，那本王就等景王的好消息了。要不然让女皇去宫里住吧，皇宫重地，混入他国之人，鱼目混杂，不太妥。也是啊，若不然在你的府上住一段时间。岳父，朝中那些大臣本就对我有猜疑，若是让花胜国的女皇住在我府上，外头指不定又得传出一些风言风语。也有道理啊。那这到底该怎么办啊？也不见得让人家一个女皇住客栈里吧。木匠头都大了，心里又把砸了寝居的人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旁边的萧清曼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天气炎凉，女皇在这站了这么久，景王和丞相究竟商量出结果没有？岳父，若不然的话，让女皇暂且先住你府上。什么？这不胡闹吗？住我府上，难道旁人就不猜忌了吗？无妨，我这里会帮岳父解决这些困扰，只要岳父点头便可。待这里重新修缮后，女皇便可出回来。眼下也的确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这样吧，本君实在是累了，不想因为此事多做纠结。丞相府在哪儿？给本君带路。不是，怎么就住他府上了呢？呀，见过女皇。见过女皇。不知道是谁把本君的住处给破坏了，本君只好暂且住在丞相府，叨扰你们几日了。恭迎女皇入府。木匠感觉天都塌了，他是造了什么孽，摊上这种事儿？殿下，女皇住丞相府会不会不太妥呀？这似乎与理不合呀。穆昭会办事不力，他自己捅下的篓子，自己解决，否则他这个丞相也不要做了。殿下英明。我真是倒霉透了，没想到把这尊大佛接到家里来了。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女皇这回是来选皇夫的，你的机会来了。滚，你个兔崽子！本君住哪儿？这个又让木匠头大了。算了，本君先去参观一下吧。穆悠月不想当电灯泡，于是拉着穆星泽去别的地方玩了。怎么不见丞相的各位夫人，其他的儿女也不见人影？怎么，本君不配他们来参拜吗？他们都身负官职，这个时辰各司其职，都在忙。是吗？丞相大人可真会生。这间院子景色不错，本君就住这里了。女皇啊，这间院子是微臣住的，恐怕不太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你收拾收拾搬出去就可以。这……看来丞相大人不太欢迎本君，那算了，本君即刻回花胜国吧。不是，别！眼看着萧清曼要往外走，木匠下意识的上前，匆忙中拉住了萧清曼的手。萧清曼回头，气呼呼的看着他。木匠呼吸一滞，一时间愣了神。为什么今日这个女皇会让自己频频想起素婉？丞相平时也这么随便拉女人的手吗？劳烦女皇稍作休息，微臣一会儿让人把这里收拾出来。好啊，那麻烦你了。本君有些累了，先睡一觉。晚点你们用膳的时候记得叫我。女皇先休息吧，微臣不打扰了，有事随时吩咐。去吧去吧。爹，我听说花胜国女皇住在我们府里，是真的吗？这事儿都传到太医院了。何止啊，我刚刚回来时，大街小巷都传遍了，说是景王关键时刻翻脸不认人，让你自己收拾烂摊子。这事儿是我掉以轻心了，事关他国，小景也难办，也难为他把这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那现在女皇在哪儿？怎么府里连个花胜国的侍卫都没有？在我屋睡觉呢，他就带了个贴身的嬷嬷来，其余人都安顿在别馆2楼。你是说你把你房间给女皇睡了？那叫我怎么办啊？那女人非要睡在那里，要不是看她是个女皇，我早一脚踹她出去了。身为一个女皇，竟然就带了个嬷嬷进来，此事必有蹊跷。的确有一些。四哥误会了，女皇是怕带的人多打扰到我们，而且我们这里个个都有武功，所以女皇特别放心。相爷，女皇醒了，正喊饿呢，让你给她送些吃的东西。真是找了个祖宗回来。小三、小四，女皇既然醒了，那你们也该去拜见一下。我带你们去。女皇，丞相府的3公子和4公子回府了，这会儿来拜见你了。
微臣穆叔颜拜见女皇。微臣穆景玉拜见女皇。快起来，真乖，长得也高，这长相一点也不随穆丞相，怕是像娘亲吧？女皇，你不是饿了吗？稍等片刻，厨房很快就送吃的来了。小乖乖们都过来坐，陪我聊会儿天。穆丞相，你先出去吧，别在这里打扰我们。忍无可忍，今晚本相爷亲自去给你修缮长青楼。舒颜啊，在宫中做御医，考核很困难吧？尤其是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已经升到了副院判的位置，学医一定吃了很多苦吧？回禀女皇，微臣尚且年轻，吃些苦不算什么。真是乖死了。景玉，大理寺那种地方，每日和一些亡命之徒打交道，你可得注意安全呢。多谢女皇关心。怎么有芦笋呢？还有青瓜，全是我讨厌吃的。娘，这么多年还不爱吃芦笋和青瓜啊？娘现在的脸好看吗？你们喜欢吗？娘，你真是娘亲。三哥四哥，是娘亲，我们的娘亲回来了。下一瞬，只见两个大男人猛地扑进了萧清曼的怀里，痛哭出声。天色渐渐暗去，萧清曼这些年的经历，穆舒颜和穆景玉也已经全部知晓。二哥，甜甜，你们真能藏啊，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的确很惊喜，上回这么高兴还是甜甜回来的时候。难怪从娘一进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哪儿都不对劲，看来我这办案的敏锐度又提高了。咱们小四可厉害了。对了，爹还不知道此事吧？先不告诉他，看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发现这是娘亲。告诉他干嘛？我现在是女皇，要什么男人没有？我可不准备吃回头草了。可是这他不是早就美人在怀了吗？何况还有那么多的私生子女，恐怕他早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美人在怀？私生子女？坏了，之前怕女皇看上自己，他特意编排了一些有的没的。完了，这下子可把老爹给坑惨了。不是娘亲，这事儿这女皇，几位公子小姐，晚膳时辰到了，走吧，去吃饭，看看晚上的菜色合不合我胃口。娘亲，你误会爹了。我知道呀。你知道？就你爹那个死心眼，我走了那么多年，屋内还摆了那么多我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做出那些事情啊？一定是新泽那个臭小子胡言来着。那就好，我还害怕爹要倒霉了。不过我倒是想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认出我来。这些年园林舅舅一直记挂着你，整个黎家怕是只有他还能念起我。那位景王没来吗？他不是甜甜未来的夫婿吗？景王要帮皇上处理政务，怕是在忙。哦，这样啊，那就让他明天过来吃饭吧。是，女皇。丞相大人，今日辛苦你了，多吃点。多谢女皇，微臣自己来就好。如今在你府邸，就不要有君臣之别了，我叫你朝晖可好？你也可以叫我清曼，或者青青、曼曼都可以的。哎呀，小心点嘛，来喝点水。完了，这女人一定是看上他了。不行，他要为苏婉守身的，他绝对不会屈服。许是默契，四人吃饭吃得飞快，随后各自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饭桌。朝晖，咱俩聊聊天吧。你的院子让给我了，你今晚住哪？要不然的话，和我睡一起吧，如何？木相吓得一屁股从椅子上跌坐下来，连滚带爬似的离萧清曼3尺远。女皇身份尊贵，还是不要自降身份，微臣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哦，丞相大人可真是位正人君子，本君实在是欢喜极了。微臣还要去盯着长青楼那边的进度，女皇请慢用晚膳，微臣先告退了。爹，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我去长春楼，我要去盯着他们的进度，今晚不回来了。爹，我们刚才都看出来了，既然那女皇对你有意思，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不会阻碍你追求爱情。你要不嫁过去，给人当皇后吧。我打听过了，她后宫那些妃子全部都失宠了，你要是去了，铁定独宠你一人。滚！你要想嫁你就嫁去，我今晚就给你也准备一份嫁妆。朝晖，真要出去啊？没错。禀报相爷，景王殿下让属下来传话，长青楼那里，殿下已经替您揽下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修缮一事，殿下也另外找了人过去。殿下还说，相爷不必把今日这事放在心上，以免急迫攻心，坏了身子。女皇既然入住了相府，也请相爷代表宣朝多加照拂。属下的话已经传到，先行告退了。木相差点原地吐血，
甜甜，你找的夫婿真不错，还知道体贴岳父呢。女皇也会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的。切你吉言。丞相大人，本君忘了回院子的路该怎么走了，你能送我过去吗？女皇还请自重，微臣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什么呀？本君只是让你送我回院子而已，怎么还扯上这些了？微臣还有事情要忙，幸泽，送女皇回院子。皇上中午在宫中设了私宴，单独宴请女皇，命微臣来护送女皇入宫。这就来了。我身上这件衣服好看吗？好看的。好敷衍啊，你都没仔细看呢。好敷衍啊，你都没仔细看呢。怎么回事？为什么自从萧清曼出现后，他会在他身上屡次的看到素婉的影子？女皇，请。听闻女皇此次是来选一位皇后啊，不是皇夫的，不知道女皇想以什么方式选呢？暂且看缘分吧，等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丞相大人，你说是吧？万一缘分不来怎么办？要不朕给女皇想些办法吧，打擂台怎么样？这样选出来的皇后啊，不皇夫一定很勇猛。下棋书法比赛怎么样啊？要不然的话，刺绣比赛也行啊。画画比赛呢？讲故事比赛呢？你准备给自己选皇后呢？此次本君亲自来宣朝，选皇夫是其次，主要是想与宣朝交好，期待两国的感情更进一步。为表示对宣朝的诚意，女皇此次特意割让云乡、潞州2座城池，献给宣朝。云乡城、潞州城临近宣朝边境，加之粮产丰富，可轻易解决边境将士们的粮草问题，以绝后顾之忧。这是本君此次献出的诚意，当然，本君自然也不是白给的。本君需要宣帝签下一份协议，本君要宣朝与花圣国同生共死，永保花圣国周全。叔叔，签吧，没坏处。听闻景王与相府千金情投意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呢？是啊，叔叔，你什么时候娶姐姐回家啊？丞相大人也在这儿，这事儿怕是还得你说了算吧？孩子们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解决，等他们想明白了，自然会修成正果的。丞相大人倒是开明，你难道一点也不想抱孙子吗？我想，但我着急有什么用啊？景王啊，既然彼此有情，那就不要消磨时光了，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叶玄锦在心中默默地念了这4个字儿。喂，那个有毒啊，剧毒！咦，你竟然一点事都没有？行吧，没事就行，你自己去玩吧，我要回家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眼，发现羊驼也跟着他。穆幽月又往前走了几步，见后面脚步声还没停，羊驼走着走着，已经与他并排走在一起。你跟着我干嘛？要和我一起回家吗？你不是羊驼吗？为什么要发出鸭叫声？还跟着我，不怕我把你炖了吗？小羊驼吓得后退一步，待穆幽月走远几步后，小羊驼又撒欢地跑了过来，继续跟着他。你是灵兽吧？有没有什么看家本领啊？小羊驼歪歪头，随后又示范了一下自己的跑步能力，满山跑了一圈后，迅速回到穆幽月的身边。我没有时间照顾宠物哦，你一定要跟着我的话，我只能带你去享福了。鸭，这只小羊是鸭变的吗？这玩意儿啊叫羊驼，皇上喜欢吗？姐姐要送给我吗？这个主人怎么样？很有钱，跟着他你就是贵族羊驼了，羊驼里的首富。皇上，那就送给你了。哇，好可爱！只有1只，你想要自己去抓。你比他可爱多了，我要你就够了。你拿我和草泥马比？不是叫羊驼吗？怎么又成什么马了？我娘呢？不知道，你爹跟着他呢。静叔，是我，嫂子。哎，哥哥知道吗？还不知，不过孩子们都已经知道了。感谢上苍。太妃娘娘，丞相大人来了，说是来寻女皇去赴宴的。快请丞相进来。太妃，哥哥怎么来了？今夜皇上设宴群臣，这会儿大臣们都已陆续入宫，所以我特来寻女皇，前去赴宴。武后和静叔聊得太投机了，连时间都忘却了。静叔都笑得这么亲热了。静叔刚刚还打趣说本君身上有他嫂嫂的影子呢，想让本君做他嫂子呢。不可能。哥哥，我的确很喜欢这位女皇，为人亲和有趣，相信甜甜他们也会很喜欢这位娘亲的。行了行了，我去赴宴就是了。晚上来我院子告诉你一个大秘密，你要是不来的话可别后悔哦。你威胁我？谁威胁你了？我这个女皇很闲吗？就怕到时候我让你滚出院子你都舍不得呢。你铁定有点毛病。午后我听皇上提起他有意册封你为太后，静叔，
你怎么想？这宫中困了你太久，你若是不愿，就跟着哥哥一起回家吧。远林，萧晴曼此次是来选皇夫的，这个皇夫我看你很合适。我不适合。你有没有发现，今晚不管男男女女，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听闻女皇此次来宣朝，要为自己选一位皇夫，不知女皇可有心仪之人呢？这位大爷是前护国大将军黎瑞贤。怎么的？这位老人家有兴趣做本君的皇夫吗？黎瑞贤莫名其妙被反将一军，老脸瞬间也有些挂不住了。爷，外面寒气太重了，你走快一些。啊，不急，我在思考一些事情。甜甜，我有点怕。怕什么？就那位女皇，我真的很怕她。她竟然还叫我今晚去院里找她，说我不去会后悔。你也知道的，爹这辈子只爱你们娘亲一个人。萧钦曼才来了2日，就对我百般示好，我怕她对我图谋不轨。我也不缺所谓的老伴儿，这些年一个人也挺好的。爷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不过今晚你还是去一趟女皇那里吧，万一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呢？比如大哥和大公主的婚事。那我今晚还是去见一见她吧。如果她对我图谋不轨，我也不管她是不是女人了，我一定把她打得爬都爬不起来。行吧，毕竟当初你也是打赢了娘才娶到她的，夫妻请去嘛，懂得都懂。啊，对了，你姑姑那边，虽然皇上有意封她为太后，可太后有什么好的？你姑姑这些年过得太苦了，再这么下去，我怕她身体会垮了。我想劝她回家，不过她暂时没有松口。等有空，你去见见你姑姑，替我劝劝她。你说咱们这一大家多热闹，等往后你哥哥们都成了婚，她还能一起帮我带带孙子。我记下了。朝晖回来了呀？怎么不多点几盏灯啊？马上看完了，没那么必要。巧合吗？又只是巧合吗？坐姿、神态，包括说话的语气，分明就是穆朝晖，你真是老了呀！为什么甜甜他们光凭聊2句天就能认出我？你怎么就是认不出我呢？下一瞬，木像忽地将随身携带的匕首拿了出来，做事就要朝着自己的大腿扎去。你干什么呢？我想试试这匕首扎肉里疼不疼，看看这一切是不是梦。不是梦。木像一时痛哭了起来，两人相拥着，无声胜有声，失而复得，白头相守。齐叔的那支签应验了。是谁？恭喜老爹再开第2春。星泽，别闹，什么第2春？那还是我的第1春。你们几个瞒我瞒得够深的呀，耍猴呢？娘，冤枉啊！是我让他们瞒着的，你要是不爽就来骂我。苏婉，我哪里舍得骂你呀？爹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妻奴啊！现在苏婉的身份还不宜太过高调，咱们心里清楚就好，在外别露馅了。行了，这还用你说？我去吃早饭。先前新泽说你在外私生子女一大堆，又时常流连烟花小巷，把我气得够呛，差点都不想回来见你了。这孩子就是调皮。可不是，这一点倒是随我。苏婉，我忽然想起有东西忘记带了，你先去吃早膳，我一会儿就来。好啊。臭小子，看我今天不宰了你！救命啊！私生子女，烟花巷柳，你在背后就是这么编排我的。爹，冤枉啊！我一开始以为娘亲看上我了，所以才伪造的借口。呸！我呸！木星泽最后吓得不停的求饶，木像到底也没舍得打他。下不为例。爹，娘亲如今是花圣国女皇，这身份一时半会儿摆脱不了，也不能在宣朝停得太久。你准备怎么办？怎么办啊？当然是和他一起回花圣国。你以为我现在还能抛下你娘吗？那你以什么身份跟去啊？皇夫啊？皇夫就皇夫，只要让我跟着素婉，随便封我个才人都行。这爹，你变了。今日这茶不错，孟大人可以先尝尝。早闻宣朝李府将门世家，战功赫赫。李老将军虽已卸任，可依旧能让晚辈感受到那股不寻常人的傲骨，晚辈实在是敬佩。听闻孟大人也生于将门世家，怕是也只有你能懂这其中之苦了。不过都是为别人做嫁衣，不提也罢。确实如此。那日与老将军一同赴宴的是令公子，是次子园林。可是那位镇安大将军黎元林。不错，
不过园林同我一样，都已卸任，如今是朝中尚书，着实有些可惜。孟夫人可有婚配？府中还未有主夫，只有2个侍妾。侍妾这个词儿，着实把黎瑞贤给小惊了一把。感情这孟大人也是位戏精啊，演技爆表。此次来宣朝，晚辈发现宣朝皇帝有意处处打压黎府，晚辈心中实在是替老将军有些鸣不平。就说皇帝那黄口小儿，哦不是晚辈失言了。无妨，孟大人不过是说出了真心话而已。来，李某以茶代酒，敬孟大人一杯。孟大人想做女皇吗？孟晚竹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甜甜，怎么了？你那里是不是还差一位主妇？你觉得我合适吗？先给我捏捏肩，看你的手巧不巧。好。你以后会娶妾吗？叶璇锦，你有毒。岳母说珍惜当下，甜甜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我们的婚事了？穆幽月脸颊微微发烫，心底某处也像是炸开了一样。与此同时，叶璇锦的心口一股猛烈的绞痛侵袭全身，他忍着痛意，用力地从背后抱紧他。你怎么了？想抱抱你，你别动，我还有事，晚上一起用膳。说完，叶璇锦直接翻窗离开。他皱起眉头，叶璇锦突然的反常让他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殿下刚刚传来消息，要替皇上去办一些事情，这会儿不在府内。哼，知道他了吧？你以为我在骗你呢？叫你放下儿女情长，好好作恶，你非是不听。我告诉你啊，这锥心之痛只是个开始，以后只会更痛，你明白吗？更痛。哪天痛死你了，你说不定就灰飞烟灭了。闭嘴！你还是安分点吧，放下儿女情长，不然你……我偏要去的，你能奈我何？你滚！好嘞。本王要出一趟远门。你是谁？你能看见我？为何死后不去转世？你生前并非恶人，下一世不会亏待你。转世不好，转世了就不能陪着他了。你在陪我姑姑？你是他的侄女，时间过得真快呀，连他的侄女都这般大了。你是我姑姑从前的恋人？姑娘莫胡言，辱了他的名节。那你在这单相思呢？我告诉你，我是抓鬼的。你要是不想被我收走，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你的身份，否则你这阴气成日围绕在这里，会影响我姑姑的气运。在下平州天河人士许一谦，当年是我负了他。你这人咋那么倔呢？你这意思不是正好让抢你身份的人高枕无忧了吗？我文人风骨，关键时刻损人损己，傻得没边，蠢。唉，可不咋地，把人家姑娘的心给骗了，你丫的跳河去了，现在死都死了，还死乞白赖的在这陪着他，人也看不见你，你搞那么深情干毛线？渣渣哟！如果是你，你怎么办？我高低也要把你姑姑先娶了，回头让你爹这个丞相出面给我报仇，多爽啊！有后台不靠，简直250。妙啊！我一个穷书生，考取不了功名，又怎么配得上丞相的妹妹呢？姑姑，深宫寂寥，回家吧。习惯了也还好，回去怕是还不习惯了。姑姑，你怕鬼吗？鬼有何惧？这世上有些人比鬼可怕多了。我刚刚进门前看见了一个鬼，他是个书生，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他说他已经陪了你整整28年。姑姑，你有等待的人吗？他在哪儿？甜甜，告诉我他在哪儿？许一谦，是你吗？28年，他竟然没有去转世。姑姑，你想见他吗？穆太妃就这样恍惚间见到一个影子，慢慢的化为人形。只有1炷香的时间。门外，穆幽月的脸色在逐渐的苍白。他可遇鬼，但引灵现世违背玄灵术的宗旨，忤逆天道，他会受到被玄灵术反噬的折磨。许一谦，我老了。怎么会？一点也没变。静书，是我害苦了你。是命运安排，你我都无法改变命运。静书，回家吧，我陪着你，一起回家。这简单啊，让那书上附身在谁的身上不就行了？这并非长久之计，短时间还好，长时间后被附身的那具身体会呈现死人状，很恶心的。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没办法，否则我
不过主人修的是玄灵术，景王修的是黑色玄灵术，他或许会有长久的办法。姑姑，我把他呀揣身上了，姑姑什么时候想见他，随时告诉我。姑姑愿意回家了真好，我们一家真正的团圆了。是啊，都圆满了。啊，出远门了？去哪里了？属下也不知道，殿下是一人独行的。真的吗？你姑姑同意回来了？还是甜甜有本事？那当然了，爹，我和娘亲有些事要说，你先出去。有了娘亲忘了爹。怎么，我们娘俩还不许说话了？行，你们慢聊，我去书房忙会儿。娘，你认识许一谦吗？你见到他了？穆幽月点点头，把今日在姑姑宫里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许一谦竟然放弃了转世的机会，陪了你姑姑28年。所以当初那个抢走探花名额的人究竟是谁？我今早还问起你爹这事儿呢。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当年虽然闹过一场，但许一谦投河，此事最后便不了了之。那人是长平侯的庶子白松行，也是如今从2品的内阁学士。28年过去，白松行也老了，他父亲长平侯因年事已高，早年已经告老还乡，回祖宅颐养天年。白松行这些年似乎是在夹着尾巴做人，在朝中没有与谁走得太近，倒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你怎么了？脸色如此差？刚刚催动了玄灵术，有些耗费精力了。来，娘亲抱抱。娘亲，我的凤凰金血你知道吗？知道，当然知道。从你出生不久后，我们就发现了你的血特殊，为此我还特意去找过紫兰道长，他说了一大堆什么上天恩赐之类的，要我们好好保护你。怪我嘴贱，曾经在黎瑞贤面前提过一嘴，哪知后来……听娘亲的形容，紫兰道人应该是位得道高人，可我听说他已经被东岐处去，是真的吗？他是紫兰道长给众生的假象罢了。原来如此。朕想去丞相府住几日，可以吗？这好不好嘛，丞相爷爷？可以，不过白天要待在宫里哦。行，朕早上吃完饼饼就回来。没问题，饼饼管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丞相爷爷，我们走密道。啥玩意儿？还有密道？到了，这里出去就是叔叔的府邸了。雨儿，是雨儿吗？听到这声音，轩宇和木相皆是呼吸一滞。这声音可太熟悉了，只是怎么可能呢？雨儿，你还在不在？父皇，是你吗？是朕。皇上，丞相也在。穆爱卿，保重奸臣当道。叶玄锦胆大包天，给朕制造了假死的假象，实则一直将朕关押在此。好在朕总算等到了你们。穆爱卿，你先放朕出来，朕出去后势必要联合朝中其他重臣，揭发奸臣叶玄锦的罪行，让这奸臣不得好死。皇上，这锁微臣一时半会儿还解不开。无妨，都等了这么久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丞相，朕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你的身上了。请皇上放心。好。拜见皇上，拜见木相。叔叔去哪儿了？殿下有事外出几日。啊，这样啊，那等叔叔回来了，一定要让他先来见我。是，皇上。宣帝，女皇，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慢聊，本君先去休息会儿。叔叔，他囚禁了父皇。甜甜，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瞒着呀？囚禁先皇，历来哪怕是奸臣，也无人有如此胆量敢这么做。我当然知道，不过我想叶玄锦一定有他这么做的理由。我头都大。皇上，爹，你们先别急，等叶玄锦回来也不迟。皇上怎么说？等叔叔回来吧，他相信叔叔。先帝竟然还活着，昭辉，你也别恼，我就这么和你分析吧。一个皇帝被人囚禁多年，对于他而言是奇耻大辱，神圣的污点。你放他出来后，他也不会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天下，因为太丢人了，与他的身份根本不匹配。届时他就算解决了小景，作为见证这一切的人，你以为他会放过你和轩宇吗？不会的，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效忠朝廷是对的，但于中就没什么意义了。别纠结了，要不然你就辞官吧，跟我回花圣国做我的皇夫。咱家这几个孩子啊，论起来现在个个都是皇子公主，不比在这快活吗？都不用看别人脸色。有被安慰到。醍醐灌顶，原来我也是个公主。那行，我就等小景回来。娘亲，你知道紫兰道人在哪儿吗？哎呦，这小胖墩是谁呀？看着面生呢。去你的，别埋汰我啊！
哟，你瞅你这脸胖的都圆了一圈了，在李府整日吃香的喝辣的吧？不至于啊，虽然是胖了那么一些，但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平时让你多照镜子啊，你非不照。你好兴奋啊！什么时候出发？陆言，你至于吗？咱们是要出远门，不是去打劫呀。习惯了吗？悠悠，咱们可以出发了。先走一段水路，再走山路，就到黄叶山了。出发。秦护卫，景王和穆幽月如今都不在京中，是否要对萧期曼出手？如若萧期曼在宣朝出事，花胜国势必会和宣朝闹翻，这样国军的计划就达成一半。国军？青姑娘好身手啊！二公子，此事与你无关，你最好当作没看见。在宣朝地界杀人，身为宣朝子民，怎么就与我无关了？那你想如何？天瑶国君的女护卫杀了天瑶国的人，这是起内讧了？轻轻不语，转身准备先一步离开时，穆星泽又快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话还没说完呢，你跑什么？轻轻暗叹此人真是难缠，沉默了一阵后，忽然盯着穆星泽的身后看着。穆星泽凝眉，下意识地往后看一眼。师姐，你回来了？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在此守门？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些人来这里吗？似是有事要求师傅来办，师傅拒绝了他们。可那些人屡屡上来，而且似乎身份也不小。师傅嫌他们烦，就派了一些弟子在这里，称那些人若是还来的话，就把他们打出去。师傅可在山庄内？在，不过师傅昨日闭关了，要7日后才能出来。啊，那可真是不巧。师姐，那些人又来了。劳烦去向秦掌门通报一声。敢问阁下是？你是？寒光派弟子，有什么事先和我说。我们是要与秦掌门谈事情，你一区区小弟子，还轮不到你来说。你既然是来求人办事，就得拿出求人的态度。我师父又岂是你们想见就见的？也罢，趁我没生气之前，赶紧下山。若再让我见到你们，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家师乃是万华派掌门向昭言，此番江湖有不明势力入侵，特意前来与秦掌门商量合作一事。你一个小弟子，莫要坏事。向昭言，敢问姑娘如何称呼？韩苏。此名一出，万华派的人面色均是微微一变。原来是韩苏姑娘，失敬失敬。向掌门，方才是我有眼无珠，该是我失敬才对。那向掌门先去一旁的小竹楼内饮杯茶，待我去通报师父一声。也好，多谢韩苏姑娘。啊，悠悠，你不是去见师父了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向昭言出现了。什么？他在哪儿呢？他在寒梦山出现了，且如今是万华派的掌门。万华派不是在靠近天瑶国的位置吗？听闻也是个名门大派，向昭言竟然是掌门。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门派，既然是名门大派的话，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掌门是向昭言呢？因为之前向昭言用了个江湖封号，叫做鬼影圣主，我也是刚刚听了老大说，才知道原来是向昭言的。好啊，这个臭不要脸的！青兰的江湖绰号是无影圣姑，他搞了个鬼影圣主，生怕我们发现不了他是吧？向昭言如今是万华派的掌门，在没摸清他的全部底细之前，贸然出手并非有利。那就请君入瓮好了。他此次有求于我师父办事，师父恰好又在闭关，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定制出一个方案出来。这事儿青兰先别出面，就先交给我们几个，最后人留给你来杀。不错，交给我们就好了。来，我先来算一卦，算算此行的凶险。试试。阴生阳符，鬼哭其事。什么意思啊？我咋听不懂呢？悠悠，你懂吧？我懂。悠悠懂就行了，反正你们其他人也没那本事。沈文音，你也别闲着了，从现在起赶紧的锻炼锻炼筋骨，免得真打起来了，把你那老蛮腰给闪了。你放心，我现在抽你100鞭都不带喘一下的，你要试试吗？你现在变得挺幽默呀。悠悠渴了吧？我去给你倒杯茶。那我先离开一趟。悠悠，我和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不必，你武功好，先留在这里。蓝光派的人实在目中无人，想我们万华派那也是名门大派，竟然如此薄待我们。掌门，寒光派这边摆的谱也太大了吧，实在可气。抱歉，让各位前辈久等了。不碍事，不知秦掌柜那边怎么说？师父一向不闻世事，向掌门若不嫌弃的话，不妨与晚辈说说，或许晚辈能尽绵薄之力。我们掌门亲自登门求见，秦掌门竟然让一个弟子与我们会面，莫不是太瞧不起我们了？又不是我求你办事，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几位若是瞧不上我这小弟子，那便请回吧。
韩苏姑娘莫气，是向某管教无方，江湖法，快给韩苏姑娘赔个不是。韩苏姑娘，抱歉，是我多嘴了，没事。不知韩苏姑娘可曾听说过赤血山？赤血山那个土匪窝吗？自然是听过的。这赤血山内皆是穷凶极恶的狂徒，杀人如麻，心狠手辣。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近来赤血山狂徒屡屡下山作恶，更是将几个小门派一一屠门，手段残忍，丧心病狂。赤血山那位头领九幽亦是神秘莫测，无法追查到其的下落。其他一些门派的掌门如今个个胆战心惊，所以向某特意来请秦掌门出山，与向某一起替天行道，共同除去这江湖上的毒瘤。是吗？是的，赤血山一日不除，江湖永无宁日。向掌门果然心存仁厚，晚辈佩服。所以此番还请韩苏姑娘多费神了。好说，向掌门是否有什么想法呢？晚辈可以尽力配合。我们万华派建派时间不长，不比寒光派在江湖上有威信力，所以此次想以寒光派的名义对赤血山下一份追杀令。我们其余门派也都在追杀令上盖上血红印，会尽力配合寒光派。不知韩苏姑娘能否代表秦掌门做主此事？此事须得请示过师傅才行。天色已晚，不知各位下榻在哪里？是否需要晚辈安排住处？不必了，我们下榻在郊外的云游居内。韩苏姑娘若是有事，可以去那里找我们。好啊，我会尽快过来的。老大，我们出去打听了一番，发现有些不对劲。似乎有人借着赤血山的名头，在外大肆作恶，滥杀无辜，然后引起了一些江湖门派的不满。现在联合起来，要对我们赤血山发难。但是呢，又因为我们的确都不好惹，没人敢当出头鸟，所以向昭言的万华派就冒出来了。这铁定是向昭言搞出来的事情。这样一来，万华派以后在各派的眼里威望更高了。他很擅长做这样的事儿。现在把这滥杀无辜的屎盆子扣我们头上了，我们不能直接向向昭言出手了，必须先把这小子干的破事给告白于天下才对。要不然的话，他死了，咱们赤血山的名声也被他给毁了。虽说咱们这个土匪窝名声本来就不好，但一码归一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杀的都不是无辜之人。既然大家都决定了，那就卯足劲儿大干一场。我先出去一趟，你们早点休息，养好精神。掌门，是有哪里不舒服吗？无碍，韩苏那边可有传来什么消息？韩苏姑娘早上来过一次，见师傅还未醒来，便向弟子传达了寒光派的意思。他们的建议是以各派的名义向九幽下一份战书，引九幽出面。这……韩苏姑娘说，各派不包括我们万华派，我们万华派要保留到最后，杀九幽一个措手不及。他是这么说的。看来寒光派是想剔除我们，自己揽下功劳，先应了寒光派的意思。这些江湖蛀虫倒是都聚到一起了。既然这次是冲你来的，为师也不能坐视不理，你且放手去做，为师给你当后盾。不过以你的实力，怕是轮不到为师出手了，为师就当免费看一场乐子了。咱们也不能给师傅丢脸。那是自然，你要是输给那些人，小心为师先揍你一顿。是，我知道了。阿林师兄回来了。舅舅来了。怕是听到了消息，来给你这外甥女撑腰来了。师傅，幽月，你突然离京，你父母那边安顿好了吗？黎元林顿了顿，点头。为师刚出关，有些累，先去休息一会，你们慢慢聊。是师傅。他如今和那位花圣国女官孟婉竹走得很近，记得提醒女皇小心身边人。这件事儿就是娘亲安排的。娘亲？甜甜，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舅舅，娘亲回来了。真的是姐姐？穆幽月重重点头。下一瞬，穆幽月第一次在舅舅的脸上见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黎瑞贤知道，明白吗？还有这次你要小心一些，让舅舅帮你出面，你也不能有任何的危险。翌日，生于易容世家的沈雨意，易容成了韩苏的模样。韩苏姑娘，寒光派只有你一个人出面吗？你想要几个人？项目没有其他意思，随便问问而已。青兰，现在不能冲动啊，咱们得先揭发向昭爷的真面目，再弄死他，否则那些没眼力劲儿的玩意儿，真以为咱们赤血山都是杀人狂魔呢？咱们虽然是杀过一些人，可什么时候滥杀无辜过？这屎盆子可别想扣到我们头上。老沈说的对，你放心吧，悠悠今天要干一片大的，而且早晨我也算过一卦了，这卦象啊，百转千回啊。你们放心，我不会破坏悠悠的计划。那就好，那就好。咦，悠悠二哥，
你怎么在这里啊？过来凑热闹啊，结果发现有人比我更早到了。秦霄，好久不见呢。我们是来替店主夫人撑腰的。店主是谁？店主夫人又是谁啊？赶紧走吧，去附近看看。哦，好的。你家店主去哪儿了？不过我已经派血鹰去给店主通信了，相信血鹰知道他在哪儿。那就行。我看那九幽分明就是不敢前来，不敢来也不丢人，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吧。就在此时，只见一红衣少女飞身前来。齐掌门，请赐教。话落，风影一般的速度上前，瞬移到了齐文的面前。场上全是清脆的耳光声。谁让这小子嘴贱来着？看悠悠不把他嘴给扇烂喽！砰！最后九幽朝着他的脸来了一拳。掌门！来了这么久，忘了自我介绍了。本尊便是赤血山首领九幽。今日诸位也在，本尊倒也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一问。近来是谁打着赤血山的名义，在外胡作非为？笑话！你们赤血山自己做了恶事不敢承认，是想反咬我们一口吗？我九幽做过的事情绝不否认，但没做过的事情，休想让我来背这个锅。罢了，和你们这些缺根筋的老古板没什么好多说的。不是给我下战书了吗？下一个谁来，或者一起来都行。好狂妄的口气！今日我们就要替天行道，摆阵。话落，五大派竟联合起来，摆了一道天门阵法，将慕幽月围在了中间，筑成铜墙铁壁。好厉害的阵法！天门阵一摆，算是苍蝇来了也飞不走。动！随着一声令下，阵法缓缓移动起来。九幽眼睛微微一闭，在睁眼时，目光幽深又悠远。所有人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气息在渐渐的沉淀，又似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渐渐的爆发。沉淀中，一股冰蓝色的光芒渐渐拢在他的周围。玄灵术开启，风云变色。下一瞬，只见慕幽月一个转身，一阵阵冰蓝色的光芒犹如利刃一般，带着呼啸之势朝着那紧密的阵法挥去。那阵法被这灵术凝成的光刹那间劈成两半，一分为二。众人发现，来自四面八方无数的灵气似乎全部朝他涌来，注入了他的身体里。原来悠悠除了用头发丝杀人，还有这样的本事啊！几天不见，小怪物本事又见长了。店主，嘘，别影响到他了。向昭言，看了这么久的热闹，还不打算来帮帮你的伙伴们吗？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都死在你的面前吗？说起来，向昭言这个名字很耳熟啊。哦，我想起来了，你不是风刀寨的伙夫吗？怎么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掌门呢？妈，风刀寨伙夫？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吗？哎呀，原来你们都被他给耍了呀！哦，我认得他，以前是风刀寨的一个烧饭的，后来呀，好家伙，他给风刀寨的所有人下毒，杀了人家足足100多口人呢。你们说说，亏得他这一身武功还是风刀寨的人教他的，转头就把人家全部杀了。现在呀，倒是折腾了个门派出来，还自诩名门正派。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人，竟然和这种人同流合污，我好看不起你们哦！我明白了，难怪要搞这么大的阵仗杀了我，原来是怕我把他的秘密给说出去。哎呀，冤死我得了！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九幽，恶人做惯了，谎话随口就来。什么风刀寨，我从未听说过。是吗？是。你等会儿。下一瞬，周围的天色更暗了几分，所有人竟然真真切切地见到一些白色的人影在各处飘荡了过来。向昭言，还我命来！向昭言，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呀？向昭言，还记得我吗？李青兰，无影圣姑，李青兰。孙子，枉费我教你武功，你他娘竟然给老子下毒！不是我！你作恶多端，非但不知悔改，竟还利用众派的善心嫁祸给赤血山。向昭言，你该入地狱！想我赤血山虽是土匪窝，但我九幽杀人一向光明磊落，是我杀的人，我绝不否认。此番向昭言自己私下作恶，却将这屎盆子扣在我赤血山头上，着实不能忍。各位前辈，你们都是明理之人，此次被向昭言牵着鼻子走，你们能忍吗？不能忍！向昭言，你太歹毒了！要不是向昭言，他今天能这么惨吗？也不知道这脸还能不能恢复了。我没有，一切都是赤血山的阴谋。这位大姐，你小心点啊，一定要干掉他。叶玄锦，他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二哥竟然也在这里。与此同时，李婶迅速快而准的将弯刀迅速扎进了向昭言的心口处。向昭言，这些年你真的没有一丝的后悔吗？李青兰，他们视你为最亲之人，是你没护好他们，与我何干？你不敢反思一下你自己吗？好一个倒打一耙！好生热闹啊！我们暗明殿怕是来晚了。属下秦修拜见店主夫人。
不是悠悠啥时候嫁的人呐？她的相好不是锦王吗？我们幻星楼好像也来晚了啊。这出戏唱的也差不多了吧？请掌门。先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秦无忧，也是九幽的干娘。通天派掌门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还好还在。祁文也摸了摸自己的脸，被打成这样还有命在，不冤。向昭言，你害惨我们了！你们都给本尊记着，赤血山只杀有仇之人。向昭言与我赤血山有血海深仇，今日他的这条狗命，我们赤血山要了。其余人，今日我念在你们也是被向昭言蒙蔽了心，姑且先放你们一马。往后井水不犯河水，若再敢来犯，我九幽亲自登门，扭断你们的脖子。都听见了吗？众派都被这小姑娘的气场给震慑到了，下意识的点了点头。都滚吧！匕首又一刀划破她的腹部，一切都了结了。你这几天遇到麻烦事了吗？有点。愿意和我说说吗？好，不过要晚些。安宁殿店主。店主夫人有何指教？又让你占便宜了。早晚的事。温以圣姑，你接大仇已报，恳请你将掌门的尸身留于我。你们要报的仇报了，但掌门对我有恩，我想替他安顿后事。去吧。师父，你一定觉得我是个白眼狼吧？可是你怎么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呢？没关系，待我将师父安葬后，我这条贱命也会还给师父的。苏苏啊，你去黄叶山做什么？一旁叶玄锦视线落在穆幽月的侧颜，什么也不说。此次外出，他亦是去了黄叶山。施主，何来那么大的火气啊？你就是紫兰道长？非也，紫兰已故。叶玄锦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嗤笑一声：“你和玉灵树，你还魂了？”施主，请坐。是你操控了一切。黄叶山，紫兰道长，你去找他，他或许会有办法的。是吗？是，我不敢骗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不复存在了，我们的使命还没完成呢，死了多可惜啊！你说是吧？滚！好嘞。如何让我永远留在这里？施主有恶劫在身，不比常人，得牢记使命方可圆满，忤逆天意会遭天谴。你们这些僧人道士活在凡间，却只会拿天意说事，要点脸吧？不试试，你怎么就知道人不能胜天？你操控玉灵树，将灵魂复原，难道不是逆天而行？你为何非要留在这里啊？想娶妻。如此俗落的理由，这不应该呀。你想再死一次？不想。紫兰道长站了起来，走到小屋外面，看着外面暗下来的天色，他遥遥望着夜空。渡恶劫是上天对你的惩罚，你可曾想过为何你会遭受这样的惩罚呀？我若知道，还来问你。渡恶劫对你来说其实算不得惩罚，这世间真正的惩罚是遗忘，此关无解，需要你们自己等待时机再来攻克。你们，我和甜甜，我就一道士，什么也不知道。突然很想踹你下去。紫兰气得跺脚，转身往回走。叶玄锦唇角缓缓勾起，与此同时，那股锥心之痛又再次袭上心头。他捂了捂心口处，忍着痛重新走向小屋。你是怎么被东岐那种人给弄死的？我不过是顺他意，让他看到想看的罢了。这世间名与利皆是身外之物，我不在意。身外之物是吗？把你手里的拂尘卖给我。啊？你若觉得钱俗气，那就送给我。此兰遇到克星了。现在能和我说说了吗？你的凤凰金血是天生自带？生来就是自带的，否则当初也不会被陆家妇女给盯上了。那你可有遇到过一些奇怪的现象？你是指我娘亲曾说，在她怀孕时，紫兰道长曾说我是通阴命格，在生我时，我的生魂与爱魄被阴灵吞噬，因此分裂成了2个我，一个留在了这里，另一个则出现在了1000年后的世界。就在我们出狱的那一晚，
我的三魂七魄才回归，才真正的变为我自己。如此巧合，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甜甜，你相信前世吗？叶玄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也和我一样，不完全是这个世界的人。叶玄锦默了一阵，手指轻轻地敲击了一下桌面。你是不是遇到什么禁忌了？说了会遭受惩罚。叶玄锦又一次手指轻敲桌面。啊，怎么能这样？作弊啊！你看我开口了吗？没有。穆幽月发现叶玄锦比自己惨多了，既然有些事情他不能开口，他也不敢继续多问下去。我们既然选择了彼此，那就要为我们的将来好好努力啊。好，我莫名很想去黄叶山见一见紫兰道长，明日你陪我一起去。你昨晚和锦王一起睡的？就是盖棉被纯睡觉而已，没别的。你还要去黄叶山啊？穆幽月点头。那二哥就不陪你去了，京中近来有些异常，我得早点回去。慕容北萧身边那个女护卫是反古国的奸细，已经被我抓起来了，关在了大理寺的诏狱里面了。一个诏狱关得住女奸细吗？放心吧，暂时跑不了。公子，据探子来报，那个女奸细跑了。两人大眼瞪小眼，一阵诡异的尴尬。那什么，甜甜，二哥先回去了，你和锦王忙完了早点回来啊。说完，一阵风似的消失在眼前。这什么情况？紫兰跑了。穆幽月无言以对，这跑路就跑路吧，跑之前还把自己屋子给砸了，有那么想不开吗？他们为什么要跑？难道算准了我们要来？你之前把他怎么了吗？我对他挺客气的。陈算子，算一算人跑到哪里去了呗？少埋汰我又不是神仙，要连这都能算出来，我们赤血山的仇全报了。既然紫兰道长不想见我们，定有他的理由。想必依他们这些得道之人的角度来说，属于时机未到吧。孩子们怎么还不回来呀？没事，到时间了自然会回来的。新泽和甜甜出远门了，那舒言和景玉呢？再不济，陈安过年也该回来吧？他好像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娘呢。小三一会儿就回来了，大理寺那边好像遇到点事情，小四现在在处理。至于老大，我已经修书给他，说家中有急事，让他务必赶回，怕是也在回来的路上了。啊，对了，让小姐也一起来过年啊。都听你的。爹娘。哎，我们舒言和甜甜回来了，快来坐。小景呢？他先进宫一趟。不啊，过年好啊！三少爷、四少爷还有小姐都回来了，老爷到处找你呢，你可得小心一点。哎，小事儿，别担心。大少爷回来了。大哥，景泽，家里一切可好？穆兴泽忽然叹了口气，摇头。怎么？咱爹要嫁人了。爹嫁人？可不是吗？那位花胜国的女皇住在咱们府里了，爹对她一见倾心，打算过完年后跟着她回花胜国当皇后。哦不，皇夫呢？穆承安仔细盯了穆兴泽好一会儿，表示质疑。爹不是那种人。你不信呢？那你快去他院里看看吧，女皇早就搬到他的院子里住了。穆承安快步往院里走去，穆兴泽站在原地笑得不行，忽然猛地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下意识的回头，只见穆相一脸阴沉的盯着他。你这臭小子，一天不编排你老爹你就皮痒是吧？还嫁人呢？我看把你这臭小子嫁出去得了。我看你现在还没有小景听话懂事，你得亏没当官儿，要不然小景这宣城第一奸臣的位置就该挪给你了。你个兔崽子，嘴欠得很。娘，大哥回来了。娘，承安，很抱歉瞒你到现在，我是娘亲，我活下来了。穆承安凝视良久，走进厢亲幔，俯身单膝跪在他的身边，眼眶泛红。娘，现在才认出你，该说抱歉的是我。你一向最让娘亲放心了，娘不在的日子里，你照顾弟弟妹妹，还有你爹，着实辛苦了。嫂子说的有道理。今日咱们一家算是团聚了，小景怎么还没来呢？还有什么遗言吗？奸臣当道，宣朝江山尽毁啊！你哪来的自信，觉得凭你就能守住江山？你在位时昏聩无能，贪恋美色，执掌江山20多年，却被枕边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连庶出的儿子都是和别人生的，一半的江山又紧握在黎家手中，邻国个个虎视眈眈，觊觎我宣朝的江山。若非我的出现让你多享受了一些安逸日子，你怕是死得比魏如英早多了。结果非但不感激我，还要杀我，现在怎么还怪起我来了？我如今扶持的不还是你们宣家人吗？我吃一个6岁小娃，当真没有私心吗？说什么呢？人家可是未来的千古明帝，你说话注意一点。行了，差不多了就咽气吧，别耽误我过除夕。奸臣！随着最后2个字的落下，宣龙趴在地上再无声息。叶玄锦面无表情，
本想再多留你一些时日的，但谁让你自己倒霉呢？岳父是想问关于先皇的事情。木相嗯了一声。玄龙的确是被我囚禁起来的，理由很简单，他想杀我，并且我想扶持轩辕。可是这事儿让我一个做臣子的很难办啊。不难办，轩龙已死。什么？你把先帝杀了？小景，你……岳父既然是宣朝重臣，那么守着宣朝江山便好，一个昏君罢了，不值得多费心思，你说是吧？本君初次在宣朝过年，还怪新鲜的。饭后没多久，轩辕就困了。甜甜，你带上皇上去休息吧。啊？我想娶甜甜。那就看你自己怎么说服甜甜了。好。甜甜都好事将近了，你们几个哥哥什么时候才能让娘喝杯喜酒啊？我等大哥的好消息。那你呢？齐叔说我的正缘是地里挖出来的，等我哪天把媳妇挖出来了，我再通知你们。你想娶个萝卜回家？爹，谁说地里只有萝卜了？万一是个红薯呢？锦王今晚在锦王府宴请咱们一家。怎么还请来请去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快准备一下吧，身上这衣服也太素了，大过年的去换件喜庆点的，发饰也太简单了，让红坚重新给你梳一下。怎么跑这儿来了？等夜晚赏月。又赏月？今日是你的生辰。好像是的，所以是有什么要送给我吗？有2个礼物，这是其一。穆幽月看到他熟悉的锦盒，略显尴尬的一笑。这个是我想的那个吗？打开看看。穆幽月将锦盒打开，果然里面又躺着一柄拂尘。还有一个呢？晚些再告诉你。好吧。甜甜，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该更进一步了？让我喝了一下午的茶水，就为了说这个？叶玄锦一脸坦然地看着他，又点点头。穆幽月唇角微弯，眼看着他在等自己的回答，忽然故作忧愁地叹了口气。没关系，来日方长。长什么长呀？我都没说什么呢，你就要打退堂鼓了？叶玄锦，你倒是诚心的呀！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你这时候不应该发挥你那不要脸的架势，把我说服为止吗？我看你啊，根本就不是诚心的，分明是在糊弄我。你看什么？从始至终，你都是我唯一认定的人，哪怕你现在不愿意，多久我都会等你。但我还是要说，甜甜，做我的妻子，好不好？片刻，他点了点头，小声的嗯了一声。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府嫡女穆幽月，知书达理，秀外慧中，兰心蕙质，花容月貌，仙姿玉骨，风华绝代，实乃人间尤物。朕觉得与锦王十分般配，特此二人择日完婚，钦此。这一大堆措辞是你想的？叶玄锦轻咳一声，回避了这个问题。这圣旨来得这么巧，是你提前捏好的？叶玄锦又一次语塞。那奴才就先不打扰了，提前先祝锦王殿下和锦王妃百年好合。好了好了，圣旨都下了，这下咱们穆家这个女婿是跑不了了。张辉呀，咱们来选个好日子，要不就下个月月底吧，这日子不错。啊，这么着急的吗？张辉呀，你是一家之主，甜甜成婚那么大的事情，要不还是你来定个日子吧。挺好的，就下个月底吧，你挑的日子错不了。行了，那就这样决定吧。小景啊，接下来咱们谈谈聘礼的事。这一夜，锦王府内喜气洋洋。孟大人怎的不提前派人通知一声啊？今早得知了一个情报，想着李老将军一定很感兴趣。哦，叶玄锦与穆幽月即将大婚，日子就定在12天后的元宵夜。景王与丞相府嫡女大婚势必风光又隆重，届时朝中有头有脸的人物皆会出席。景王为保大婚顺利进行，势必会将一众守卫集结在大婚当日。那么宫中……多谢孟大人好意提醒，李某还需再思量一番。无妨，如今我与李老将军站在统一战线，还望将来李府飞黄腾达时，李老将军记得拉晚辈一把。孟大人大可放心。老将军不好了，出事了！何事如此慌张？大老爷方才在茶楼饮茶呢，大理寺少卿穆景玉忽然带了一大群大理寺的官兵，称掌握了大老爷受贿且私占民女的罪证，这会儿已经将大老爷押去大理寺了。这大过年的，对方又是您的亲外孙，看来是想给黎家一个下马威了。
李老将军，有些事情你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女皇，微臣已按照您的要求将话带到。做得好。起初黎瑞贤还有些犹豫，但李启安的事情一出，怕是会让他的谋反之心提上日程。咱们静待好戏便可。怎么就你一个人？甜甜他们呢？全跑大理寺看热闹去了。今日大理寺卿身体抱恙，由本王处理此案，少卿和金兆颖从旁协助，你们可有异议？景玉，我好歹也是你舅舅，大过年的，你这样做是不是太难看了一些？穆景玉冷笑，懒得搭理。这段时间来，有不少百姓来金兆颖报案，声称将军府大少爷李启安私占民女，更是害得2名未及笄少女有孕。此事事关重大，本官便移交到了大理寺，由少卿大人出面。林瑞贤也是这时候赶到的。爹，李老将军既然来了，那便站着旁听吧。这些事一定是误会，还没开始审案呢，你怎么就知道是误会？行了，我们知道你们黎家人一身正气，你放心吧，没事不会随便冤枉你们的。本卿得知此事后，便秘密派人调查，结果顺藤摸瓜，还查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一桩桩来说吧，先说最近的一件，金兆尹接到了平州一商贾的举报，称给李启安封了50万两银子，想要买当地的知州一职，但李启安收了钱却不办事，因此愤然举报。本卿接着深入调查，却意外发现这几年发生过无数类似的事情。首先是临华城知州任学清，3年前升官前，在临华城的钱庄曾取出了20万两的银票，在取出银票后的2个月，原临华城知州方如海突然因病暴毙，接着任学清受到举荐，出任临华城知州一职至今。这和我有关系吗？8竿子打不到一起。本卿话还没说完，不要随意打断，否则治你一个扰乱公堂之罪。本卿顺着查下去，发现3年前，也就是任学清取完银票后的半个月，李启安在京城顺英钱庄存下了20万两银票。那又如何？我堂堂黎家少爷，20万两难道都没有吗？来人呐！李启安屡次扰乱公堂，监押下去，打50大板，再来审讯。穆景玉话落，几个官兵上前将李启安按在地上，一棍接着一棍的落下。穆少卿，你未免仗势欺人！本卿在审案，还请老将军不要妨碍公务，否则一并处置。50大板过后，李启安除了哀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2年前，同安知州，同样2年前，封长河并非突然疾病暴毙，而是被人喂了长期的毒药，才会在旧兴镇暴毙的。林瑞贤眸光一闪，心中警铃大作。按照前面几例类似的案情，本卿今早特意请了现任都统季守云来大理寺问话。来人呐，带季都统上来。见过靖王殿下。劳烦季都统特意跑一趟了。关于封长河之死，季都统可有什么要说的？刚想开口，便见到正前方，封长河正露出一张血脸，直勾勾地看着他。季守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满面的惊慌。表弟，告诉他们，是李启安给我下的毒。季守云张了张嘴，没说话，身体却抑制不住地颤抖着。快说呀，你把我害得那么惨，我到现在都在保全你，表弟，你可别辜负我的好心呢。穆少卿，当初封都统死的蹊跷，作为其表弟，我私下调查过后发现李启安才是背后主使，但其身份特殊，我不敢与之硬碰，当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林瑞贤却是莫名的松了口气。季守云，你胡说八道什么？封长河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你身旁的小厮在半个时辰前全部都已经招了，包括你私下联系的药商也都招了。你买药的时间恰好和封长河暴毙的时间吻合，这些你作何解释啊？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罢了，此事你不承认就算了，但你受贿替人买官，又强占民女，这些按照宣朝律法都是杀头的罪名。李启安，你还有何遗言要说？爹，你救救我吧！买官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启安，事到如今，你还不认罪吗？爹，你快救救我！你快点帮我求求情吧！我做的这些事，不都是经过你默许的吗？爹啊！景玉，封长河的事情，舅舅真是不知情，舅舅冤枉。景玉，你看在你娘的面上，放了舅舅这次吧。真没想到这个黎大老爷背地里干了那么多的龌龊事情。你刚知道的，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比起黎元林那是差远了。李府和穆府的关系看来真的闹得很僵，穆少卿连对方这个舅舅都不认了。李老将军，此事您怎么看？你自犯下滔天大罪，是老臣管教无方，
对此，老臣无话可说，还请晋王殿下以及穆少卿按照宣朝律法从严宣判，老臣绝无异议。李老将军深明大义。爹，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些事都是你默认的，事到如今，你连我这个儿子都不保了吗？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呀！好啊，你是不是嫌我没用，想让黎元林那个庶子继承家业？爹，那你就休怪我无情了。靖王，我还有话要说，是关于我父亲。别说了，你父亲战功赫赫，曾为宣朝立下汗马功劳，德高望重，一直是我等晚辈钦佩敬仰的对象。你身为李府嫡子，非但不见贤思齐，反而德行亏损，入了李府清誉，连本王都看不下去了。李老将军，你认为李启安该怎么判？启安，为父会替你报仇的。爹。下一刻，林瑞贤已经整理好情绪，随后转身离开了审讯堂。李启安受贿买官，强占民女，毒害封都统，罪无可赦，即刻押往刑场行刑。林瑞贤脚步一顿，抬眸望着天空，双目渐渐变得猩红起来。李瑞贤，看见了吗？地狱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李老将军痛失爱子，本君特地前来慰问。多谢女皇关怀。这世上站在最顶峰的人，哪个不是踩着死人的血爬上来的？李老将军，本君愿助你一臂之力。萧女皇，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你真以为本君这次是来选皇夫的？很简单，本君助你夺得宣朝江山，您与本君平分。事成之后，本君要你割让宣朝一半的城池给花胜国。林瑞贤震惊，没想到萧清曼一个女人竟有如此大的野心。如何？你若点头，叶玄景与穆幽月大婚那晚，花胜国1万封印卫任由你指挥。封影卫据说是花胜国皇室秘密练的一支兵，全部由女子组成，但却精通各类武器、暗器，包括骑射，是一支神秘又强大的队伍。如此，有萧清曼助他一臂之力，犹如如虎添翼。再加上园林手握兵符，他麾下有30万大军可供他差遣。李将军，考虑的如何？李瑞贤此时仿若已经见到自己穿上龙袍的样子。好，那么本君便等你的好消息了。叶玄锦的聘礼足足下了2条街。穆幽月站在丞相府门口，望着这一眼看不到头的聘礼车，也着实震惊了一把。他记得上回叶玄锦把全身家当都给了他呀，怎么又变出来这么多啊？他这个奸臣，平日里到底是贪了多少东西？这也太夸张了。下了聘，穆相留叶玄锦在府里用膳。萧清曼看到礼单后，乐得合不拢嘴。这也太多了吧？咱们的府邸啊，估摸着都放不下。是吧？晋王太有钱了。看你娘俩这财迷样。没关系，我有地方放，我有一间库房，专门放这些的。自从晋王成了我妹夫以后啊，我这一天天的，还真是快闲出病来了。不仅你闲了，云清和云蝶也闲下来了。莫二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现在不行，我得先陪妹妹去上香，你等会儿吧。好，我在后山等你。她是慕容北萧的护卫，和范谷国是什么关系？她还真不是普通的女奸细。你可知慕容北萧有位亲姐姐叫慕容南舒，慕容南舒是天妖国的长公主，早年曾和亲嫁给了反谷国的太子谢怀信，后反谷国内斗，谢怀信的太子之位被夺，慕容南舒便与他和离，回到了天妖国。如今慕容北萧登上皇位，慕容南舒依旧是天妖国最尊贵的长公主，而她和谢怀信曾育有一女，名叫谢雨苏，是反谷国的善宁公主。也就是说，她就是那位善宁郡主谢雨苏。8、9不离10。二哥，这里我一人祈福就好，你先去见她吧，看看她究竟想说什么。穆兴则思忖了一下，点下头。郡主，府中来了急报，歪王重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什么？信上说歪王有一心愿未了，他想再见一眼南舒公主。青青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我知道了。穆兴则来的时候，便见青青火急火燎的要走。这女人究竟想干什么？穆二少。穆兴则回眸看了眼，是魏星月，又往前看了眼青青快速远离的身影，正要追上去时，穆二少，你的玉佩。穆兴则这才往魏星月手里递过来的东西看了眼，是他前不久遗失的玉佩。多谢。正要接过玉佩时，余光忽的寒芒一闪，一枚利器以极快的速度朝他这个方向袭来。小心！电光火石间，利物从耳畔穿过，紧紧地嵌进一棵树内。魏星月吓得脸色苍白，穆兴则亦是有些微微慌乱，往刚刚那个方向看去，只瞥见一个侧影。星月，你们在干什么？穆兴则听到这声音，慌忙松开了魏星月。爹娘。穆兴则此刻脑袋还有些空白，回想一下刚才那抹侧影，有些熟悉，似乎是李瑞贤的贴身暗卫冯亮。
你方才就在这里与他私会。怎么回事啊？佛门重地，你怎么会和穆家的人在这儿做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啊？爹娘，你们误会了。误会？哼，方才你们二人孤男寡女搂抱在一起，我们可都看得真切。穆二少，心愿是个深闺女子，你与她方才那般亲密，真的是我们误会了吗？穆星泽也觉得自己倒霉，女奸细莫名其妙跑了，还惹上了魏家这些人。的确是误会一场，我可以向诸位赔个不是。爹，方才是有人要暗杀我们，穆二少是为了保护我才那样的。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心愿难得才陪我们来一趟清净寺，中途又说出来透气，结果我们刚到就见你们搂抱在一起，你们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传出去我们心愿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诸位你们觉得呢？你可不能玩弄我们心愿，你得对他的名节负责。穆星泽直接被气笑了。那你们想让我如何？既然你们二人有情，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不会反对。正好我们心愿也已经及笄，你娶了我们心愿便是。爷娘，你们不能这样，我和穆二少真的不是你们想的关系。不可能！你既然不肯认账，那我便亲自去一趟相府，问丞相讨一个说法。发生什么事了？他刚站定，便见魏御史拉着魏兴愿气冲冲地往外走，身后御史夫人周氏还在抹眼泪。二哥，魏家人这是……一群疯子罢了。穆星泽转身走到树边，仔细端倪着那利物，有毒。黎瑞贤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们出手了，近几日让大家都小心一点。穆幽月神情冷凝，点了下头。女奸细呢？好了。唉，倒霉。甜甜，我们先回府。老爷，魏御史一家来了。一家？这老东西平白无故过来干什么？看情况好像是有急事。走去看看。下官拜见萧女皇，拜见丞相大人。免礼吧，本君今日闲着无事，听闻魏御史一家来了府邸，便来凑个热闹，诸位不介意吧？魏御史，你们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是何意啊？今日我们一家约着王大人和葛大人两家前往清净寺祈福，我的小女心愿也一同前往。之后在清净寺的后山，被我们撞破和贵府的二公子私会，说来难堪，二人被我们撞见时，正亲昵地搂抱在一起。我们心愿乃是闺中女子，名声大过一切，今日被那么多人撞破了，穆二少总该给小女一个交代吧？可穆二少却是打死都不肯承认，这架势是想吃干抹净不认账。这样一闹，那我们心愿以后还嫁不嫁人了？丞相，这事儿你们必须给我们魏家一个交代。你还真是没完了是吧？穆二少，我就问你，在我们出现在后山之前，后山是否只有你和心愿两人？是，恰好碰到。恰好碰到，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你们又恰好搂在一起。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还是说丞相府教出来的公子品行便是如此？穆二少，今天那么多人看到了，我们心愿的名声都被您毁了，你叫他以后如何做人呢？万一他一个想不开……行，穆二少，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趁着大家伙都在，你大可说出来。穆星泽有些犯了难，说该怎么说呀？事关穆家那么多年的仇恨，他不可能在此时将黎瑞贤搬出来，真的烦死了。你还不承认是吧？行。不一会儿，两名清净寺的僧人进了大堂。两位小师傅，辛苦你们跑一趟了，只是今日魏某实在走投无路，所以想请两位小师傅帮忙做个证人。你们只需要回答2个问题便是：在后山时，你们是否见到了这位穆二少和我家小女搂抱在一起？魏御史问完后，两位小师傅轻轻地点了头。那当时后山是否只有他们孤男寡女2人？两位小师傅又一次点头，得到了印证。穆相和萧清曼都有些坐不住了，难不成是真的？不应该啊！出家人不打诳语，丞相若是还是不信，够了！魏兴愿有你们这种父母，真是倒了大霉了。二哥，不就是想让我娶魏兴愿吗？行，我娶就是了。新泽，老二，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穆二少，男子汉大丈夫，你说话算话。算，肯定算。我要娶魏兴愿，爹，你尽快帮我们选个好日子吧。说罢，转身往后院的方向走。穆幽月紧跟其后。恭喜丞相府双喜临门。穆相只恨砍刀现在没带在身上。你先出去，等我家甜甜和景王办完婚事再说。好，那就提前祝景王和穆姑娘百年好合了。说罢，魏家一行人扬长离去。原地，穆相气得一掌拍碎了桌子。新泽，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和那魏家小姐。穆幽月站在一旁，将今日的事情告知给了萧清曼和穆相。两人听完后，全是恼恨不已。又是黎瑞贤，真不该留他到现在。所以说，你当时和魏心愿恰好搂抱在一起，又恰好被姓魏的看见。这个姓魏的真不是东西，可怜了魏心愿那个姑娘有这样的父母。自古以来，为了权力卖女之人也不只有他一个。你真的想娶魏心愿？你们干嘛都这副表情啊？给你们娶个大家闺秀回来不好吗？魏御史确实不是个东西，可魏心愿还是不错的。事情是我惹出来的，就让我来解决吧。等甜甜的婚事办完后，你们就尽快给我定日子。穆相简直头都大了，感觉平白无故被人摆了一刀，偏偏中间还夹着一个无辜的女孩子。穆二少，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所以我不会勉强你的。我也从未想过要强求你。我的名声并不重要，我不想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绑在一起。没关系，此事既然已经闹大了，不如顺水推舟。你若反抗，不仅魏家不会放过你，百姓的口舌之争也会淹死你。反正你早晚要被安排嫁人呢，索性就跟了我吧。反正对我而言，日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成婚后，你也可以继续和以前一样，我不会干涉你任何的。魏心愿听到这话，眼眶微红，摇了摇头。这不是他想要的呀，他喜欢他，也一直盼着自己最后可以嫁给他，但他更想要的是他的一颗真心。你放心，成婚后我也不会再娶旁人的。树叶里，周遭肆意的寒风好似完全感受不到。穆兴泽就这样坐在那里，一杯接着一杯的烈酒下肚。二哥，你怎么来了？这里凉，别冻着了。没事，我不怕冷，就是想来陪你说说话。干嘛呀？你们还在担心我成婚的事儿啊？真不至于啊！魏清苑那姑娘挺好的，不闹腾也不作妖，娶回来也是我的福气呢。你们都别瞎想啊！其实我还挺乐意的，真的挺乐意的。穆兴泽越这么说，穆幽月越是揪心。你不是去后山找那位善宁郡主吗？为何他当时不见了？不知道，跑了。公子已经查到谢雨苏的下落，他只身前往天瑶国了。天瑶国不是范古国？天瑶国怎么又跑那儿去了？继续盯着。是公子。景王殿下，魏御史有事？倒也没什么事，只是来通知殿下一声，小女心愿马上就要嫁给兴泽了，往后微臣与景王殿下也算是亲戚了，还得劳烦景王多加照拂。是吗？是啊，难道不对吗？我要本王照拂你，怎么你也要一同嫁过来？魏御史面色一僵，瞬间觉得老脸有些挂不住了。瞧瞧，还得我这个女婿出面治治这个老狗东西。哎，连本王岳父一讲你都敢算计，你吃 boss 大亨。景王殿下。魏御史还想说什么，叶玄锦已经往朝堂内走去。小姐，你那册子里写的是什么？空的，吓吓他而已。外界风言风语传得厉害，老二既然铁了心想要娶魏兴苑，咱们也不好。我明白，魏兴苑可以留着，至于魏其润，不宜久留。花生国女皇萧清曼在我朝逗留许久，不知何时启程离京啊？萧女皇如今一直住在丞相府，也与理不合。本王大婚在即，特意邀请萧女皇留下喝一杯喜酒，你们有什么意见吗？众大臣穆相窝心极了，好女婿，好女婿。忽然觉得有个权臣女婿真的贼爽。启禀皇上，微臣有一桩喜事要禀报，小女兴愿与皇上昨夜没休息好，退朝吧。这有些困了，今日退朝。退朝。让魏远来见本王。是，殿下。魏远，你爹这御史一位竟然做得腻味了，那么换你来做如何？相爷，是这样的，既然兴泽和心愿的婚事定下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该趁早先选个日子啊？这样我们也好着手准备起来。不仅是婚事，这聘礼啊、嫁妆啊，咱们双方都得筹备起来，你说是不是啊？穆相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他下意识地往萧清曼看了眼。穆相可别看本君啊，咱们花盛国与宣朝娶嫁可不同。怎么个不同法？没什么，不想说。我家小女与景王即将大婚，这大婚府中就要支出大笔的银子。至于兴泽和兴苑的话，我原本的打算是等到中秋之夜花好月圆如何？花好月圆这个梗是过不去了。甜甜和小锦既然嫌弃中秋太晚了，那兴泽总可以了吧？丞相，这如今外面风言风语传着，拖那么久，别人还以为你们不认账呢。要不然等到5月如何？本君都快看不下去了，不是在和你们定日子吗？怎么又不认账了？咋的？你活不到中秋之夜了？哟，不好意思，本君一向心直口快，说一不二惯了，魏御史可别介意啊。那这样吧，
中秋节也行，但悠悠之口也得堵，不如先让新泽下聘如何？你们魏家究竟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靖王殿下，这本王倒是没有听说什么所谓的悠悠重口，反倒是你们两张破嘴说个没完。这随便搂一搂抱一抱就要娶回府，魏御史你那么多年搂的女子都快排到城桥10里地了吧？哦对，你怎么没把她们娶回府呢？想起来了，你爹死了，没人给你的婚事做主，那么是要本王来替你做主吗？眼看着魏御史一张老脸都快挂不住了，叶玄锦仍旧自顾自地说着：既然你那么喜欢办婚事，那行吧，本王就替你做一回主。明日你先把你在花街柳巷的相好娶2个回去，本王替你掏钱，别太感激本王，毕竟女子的名节重要，也要堵住悠悠重口，你说是吧？云清。云清冒了出来：殿下有何吩咐？去那些办喜事的铺子买些红绸喜饼什么的，先送去魏府，再去准备几套婚服来，再去一趟魏御史经常光顾的馆子，看看谁愿意嫁去魏府，本王再单独赏他们1人100两银子。属下这就去办。靖王殿下，是臣一时口不择言，还请殿下恕罪。那就按丞相说的，中秋之夜吧。也行，中秋之夜吧，正好先让你把婚事办了。没事的话，你先回去吧，明日还要诚心拜堂呢。殿下，殿下！魏御史是被人赶出去的，老不害臊的，还和我说出去喝茶了，竟然在外面风流快活。你给我闭嘴！还不是你今日吵着要来，否则我哪里会受这样的屈辱？屈辱啊！你要没干那些不要脸的事，人家能推到你头上来吗？魏奇润就是你没用，我看你明日怎么交代吧。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给我滚！哎呦，还是我们小锦最厉害了，把甜甜交给你，为娘可太放心了。小锦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被你想出这馊主意的？什么馊主意啊？少你小你还想不出来呢。我的风影卫已经和黎瑞贤密联，园林那边也对黎瑞贤保证，元宵之夜会有大军一路杀进城内，一切准备就绪。对了，黎瑞贤留给我杀，你们谁都不要和我抢啊！我陪你一起。我和叶玄锦来替你们望风。是，我们替你们望风。殿下，都安排妥当了，已经差人连夜去魏府布置喜堂了。属下还去莲花楼，有4名女子愿意嫁去魏府，属下已经让那里的老鸨给他们准备梳妆了。还有什么要去办的吗？让魏奇润明日亲自去莲花楼迎亲，否则本王砍了他的脑袋。穆家众人绝。魏御史，快点更衣吧，别误了吉时了。什么吉时？叶玄锦欺人太甚，故意羞辱我罢了。说到底还是你没用，为府都替你铺了路，你却连个男人都搞不定。爹，那本就不是我的意愿，是你逼我的。魏秋桐气得在一旁直翻白眼，扔下一句恶心，便找周氏了。回去告诉景王，今日我是不会成婚的。殿下说了，魏御史今日若是不堵住悠悠众口，朝中官员私下淫乱，他会按律处置，轻则流放，重则斩首。今日这魏府，要么是办喜事，要么便是办丧事。魏御史，你自己选吧。爹，这事儿是你自己捅出来的，你明知锦王如今和穆家结了亲，势必会帮着穆家，你却偏要往刀口上撞。锦王也一贯是说一不二，得罪他能轻易覆灭了我们魏家。为了这一大家子，你还是牺牲一下自己吧。何况今日娶回来的不都是你平日的相好吗？左右你也没吃亏。你个逆子！老爷，今日皇上免了早朝，好多大人前来贺喜了。魏御史，快换喜服吧，不然属下可要帮你一把了。最后，魏御史磨磨蹭蹭地换上了喜服，顶着众人的目光走出了府外。魏御史的婚事连着好几天，成了清理闲谈时的笑柄。林将军，楚某方才都去打探过了，景王已将宫中一大半的禁卫军都调走了，确保明日大婚顺利进行。这是封尹卫的令牌，凭此令牌，黎将军可任意调遣封尹卫的人。多谢楚统领。各位旗主，说起来，我有一事很好奇啊。传闻萧女皇初登基时，朝中内忧外患，她是如何成功平退的？一个合格的君王，自有他独到的本事，否则今日楚某也不会坐在这儿和黎将军说话了。景王已经前去迎亲，此刻是宫里守卫最松动的时刻。你亲眼见到了？千真万确。好，我等这一天实在等得太久了。眼下终将是属于我黎瑞贤的。景王已经将穆幽月迎回景王府了，再过一盏茶时间，大约要拜堂了。女皇也提前一早在穆家众人的膳食里下了毒，这会儿怕是已经发作了。好，立功。黎瑞贤的人马倾巢出动，穿着平民百姓的布衣，分散在大街小巷的各处。子楚玉带领的封尹卫也早已悄无声息地潜进了宫中各处。
黎瑞贤出府时，只单独和黎元林一起进了宫。到了宫门，守卫的禁卫军见到是黎瑞贤，直接放行。御书房，轩宇正晃着2条小短腿靠在那里吃糖，冷不丁听见外面闹哄哄的声音，蒋公公凝眉：今日怎的如此吵闹？挪下去看看。门外浩浩荡荡冲进来一群人，为首之人便是黎瑞贤，身后紧跟着纪守云以及楚子玉。黎将军，你胆敢手持兵刃私闯御书房，你该当何罪？你大逆不道！玄宇，这宫里宫外已经全部都是我的人了。轩宇惊讶地张大了嘴：黎瑞贤，你这是要谋反？谋反？试问我黎家为宣朝立下汗马功劳，这皇位有何做不得？你皇口小儿整日里任由叶玄锦一个奸臣摆布，早晚这皇位也是保不住的。既然如此，倒不如让我们黎家继续来守护这个江山。玄宇，我现在给你2条路，要么你现在即刻写一封退位诏书，昭告天下，将皇位传于我黎瑞贤，我饶你不死；要么我现在就让你下9泉。黎瑞贤，老奴今日和你拼了！蒋公公说罢，朝黎瑞贤冲了过去，却被纪守云一手甩开。哎呦！一个阉人也配和黎将军动手？救命啊！怕死了！谁来救救我？叔叔的、婶婶的、这的禁卫军呢？叶玄锦这会儿怕是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穆家的各位也都死了。宫墙内全是我黎瑞贤的人马，宫外也都是我麾下的兵马，包括城外此刻也有5万兵马将京城包围。玄宇，你还不认清现实吗？今日这江山就要易主了，本将军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追随本将军的，本将军留你们性命，且来日会加封于你们。若有异心者，本将军即刻摘了你们的脑袋。我呸！奸诈小人，老掉牙了还篡位，怕是你有命做龙椅，也没命做几天吧？你要杀我就杀吧，让我以后给你磕头，老子办不到。没错，老狗东西，你当什么皇帝？你还能生出孩子来吗？将来还不是要绝后？绝后！对，绝后！黎将军，回头是岸啊！瑞贤呢？你我年纪相仿，入朝为官的时间也差不多。我记得你当年年轻气盛，满腔抱负，一心为国效力，怎么人老都老了，反而就糊涂了呢？今日我何某人一条老命，死了便死了，可皇上还年幼，稚子无辜啊！满腔抱负，哼！这世道弱肉强食，我有着替宣朝打天下的本领，为何就不能让这宣朝跟着我姓啊？凭什么要给一个皇口小儿守卫江山？告诉你们，眼下是我的。微臣钦天监进正，愿追随李将军。微臣也愿，微臣也愿。皇上，这几个佞臣，您看清楚没有？奴才这就把他们记下来。纪守云看不过眼，迅速上前一刀挥去。哪知蒋公公一个灵巧的侧移，躲避了刀不说，还一个旋身，重重的在纪守云的胯下就是一脚。纪守云当场被踢飞，捂着腿间，脸色煞白。说我是阉人，我让你也变成阉人！黎瑞贤还来不及感慨蒋公公竟然会武功时，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哨声。哨声一响，屋内忽然传来刀剑入腹的声音。黎瑞贤大惊转身，却见楚子玉手中一把长剑已经狠狠刺入他麾下一名副将的腹部。楚子玉，你……我早就说过，各为其主。纪守云发觉事情不对，想要爬起来，又被蒋公公2下子踢翻。事至此，黎瑞贤才发现这个蒋公公武力深不可测呀。楚统领，宫中黎瑞贤的人已经全部肃清干净。那么先前误杀的禁卫军们呢？全部安好，无人受伤。冯亮，快让本将军的大军即刻杀进城来！门外一道身影缓缓踏进门内，来人是黎元林，手里还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冯亮。见到黎元林，黎瑞贤心中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元林，兵符呢？眼前黎元林望着他的目光是从未见过的冰冷与厌恶，甚至还有浓烈的恨意。父亲被至亲骨血亲手推入地狱的滋味不好受吧？黎瑞贤吓得后退一步，背后一阵寒意。自我回京后，便将兵符交予了甜甜，代表我这个舅舅的一番心意。然后姐姐婶婶又给朕送了哟。元林，这个孽障，我杀了你！却见黎元林右手抬起，握住了他的手腕，反将他扣住，将他拿剑的手腕骨头折断。你的手？做戏罢了。父亲，你又当真了。若非如此，我怎有借口留在京城里？又怎么给成安铺路呢？孽障！
明明是我至亲之人，去！林瑞贤说着，却被黎元林踹了一脚。皇上，景王殿下一早差人给你送了好些糕点糖果来，要不回寝殿去吃吧？叔叔今天居然对朕这么好啊！突然发现，若是今日大婚也不错，这样今晚可就是洞房花烛夜了。可惜了，正经一些，早晚的事儿。小女皇，机关算尽，是我错信了你。是否曾有人告诉过你，种孽因得孽果？也是否有人告诉过你，冤魂索命？爹，阔别13年，别来无恙。爹，林瑞贤的大脑轰的一声，一片空白。你是？怎么翻了张脸，你就认不出女儿来了？这怎么可能呢？爹啊，可多亏你了，让我借尸还魂，成了花圣国的女皇，如今才有了今日。你机关算尽，万般没想到，最后竟然全部折在自己人手里。我的孩子，我的女婿，他们原本都可尊你一声外公，但奈何是你造孽。今时今日，我将一切都告诉你，也算是尽一片孝心，让你死得瞑目一些。你上哪儿去找我这么孝顺的女儿啊？天意啊！对我这个女儿，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丝歉意与内疚吗？是爹不好，那是爹鬼迷心窍，爹知道错了。放了爹这一次，爹保证会离开京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萧清曼冷眼睥睨着他，林瑞贤垂眸时，蓦地抽出藏在靴子里的匕首，朝着萧清曼刺了过去。匕首刺来时，萧清曼袖中掌风一出，拍在李瑞贤的心口处。萧清曼这13年私下勤加练习武功，为的就是这一日。李瑞贤，这招是你教我的。林瑞贤事已至此，只能拼命相搏。他爬起来，一次一次地对萧清曼出招，萧清曼一次次地将他打倒。短短片刻，李瑞贤趴在地上，再也没有反攻的力气。成王败寇，你输了，也死定了。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吧。哦不，差点忘记了，你不会有下辈子了。天天精通玄灵术，可让你的魂魄灰飞烟灭。你走吧。一切终于结束了。姐姐，这凶恶的世道，把人都逼成什么样了？元灵，我再也不是你记忆中那个姐姐了。黎瑞贤作恶多端，姐姐也是身不由己，我们都能理解你。今日若是姐姐不在，换作是元灵，也不会手软的。还有个全尸在呢，便宜他了。吃糖的轩宇冷不丁又被叶玄清给揪了出来。黎瑞贤逼宫谋反，你看看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李府一干人等全部诛。说了一半，才想起来林元林也是李府的人呢。可刚刚他也看到了，林元林没有同流合污，这可怎么办啊？黎元林救驾有功，该赏。以上书弃暗投明，救驾有功，改日朕拟好旨意，再来逐一加赏。其余和黎瑞贤有牵连此案之人，全部诛杀，一个都不可以留下来。还有方才的青天监监正等人也全部诛杀，府中一干人等流放西疆。陈大人和曹大人他们几个忠心可见，待朕忙完此事后，也都会逐一封赏。剩下的只能拜托叔叔去查一下是否有黎瑞贤一党的余孽，旁人朕也不放心。千古明帝这一套倒是搞得有模有样。小叔，你救救我吧，我不想死。爷爷做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不知情，为什么我也要跟着一起死？我们姓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小叔无需为我费心，我不怕死。林元林宽慰地看了他一眼，将离山拉到一旁，小声的道：我已向皇上和景王为你们姐妹求情，稍后会有人将你们送出京城。珊珊啊，你是个识大体的，往后的路要你们自己走了。你虽是妹妹，却比香香识大体的多。小叔，我定不负你所托，路上若他生事，我会亲手杀了他。离开后，新的身份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你们都保重。小叔你也多加保重。魏齐润，你身为御史，朕又赐你负责监察朝堂官吏一职，此次你疏忽职守，差点让宣朝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你可认罪？是微臣失职，但是微臣也万万不敢相信黎瑞贤会如此大逆不道，还望皇上宽恕微臣。微臣日后定当擦亮双眼，为皇上分忧。你这双狗眼擦得再亮也没用。你说你不知，很好。那么昨日闹了那么大的动静，为何你连宫门都未曾踏足？究竟是你贪生怕死，还是想碎了黎瑞贤的意？冤枉，微臣冤枉！御史魏齐润疏忽职守。告诉你们个好消息，魏齐润那个老贼被贬为从七品中书了。这官职你们熟悉不？当初陆永会可就是从尚书被贬到从七品中书的，你们是没看到啊？魏齐润当时脸都绿了。那御史一位如今是？空降了一个魏远下来，
也就是魏其润的儿子，因此魏其润也不必搬离御史府的大宅，可以随此继续住在御史府内。换作是从前，我非得带着小锦问个清楚，可现在嘛，我想他自有用意。马上月底就是我们甜甜和小锦正儿八经的大婚了，咱们现在可都要好好准备起来呀。这是我刚找回来的女儿，这么快就被叶玄景给拐跑了。二弟，你可以让锦王入赘啊，我想他不会有意见的。不行不行，一山不容二虎，我怕时间久了，我又看他不顺眼了。小锦这孩子干了多少实事，也就你这个没长眼的，成天奸臣换着人家。是，夫人说的对。翌日，叶玄锦约着慕幽月来到了净月湖上游湖。甜甜，你怕吗？我曾说过，我们既然选择了彼此，就要为彼此的未来努力。叶玄锦，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怕。你是我看中的男人，说什么也不能跑了。既然甜甜如此看重我，那叫我入赘，我也愿意的。你在我家装监控了？监控？是昨晚你二哥来找我，无意说起岳父不舍得你出嫁。那即使如此，我孤家寡人一个，入赘也无妨，也免得岳父牵挂你。你还是别入赘了。你要是入赘了，我还要把聘礼还你，再给你嫁妆。我可没2条街的嫁妆给你。不用2条街，我看你赤血山内藏着的那一屋子宝物就够了。你连这个都惦记上了，那可不能给你。小气鬼！那一屋子的东西可都是留给赤血山的兄弟姐妹们娶嫁或者是养老用的，像陆言和卓涛、羽翼他们都还年轻，万一要嫁娶，我这个做老大的当然要给他们准备嫁妆或者聘礼。其叔沈大娘李婶儿又年岁已高，也得有些金银傍身养老，你说是吧？还是你这个做老大的想得周全。论起来，云清、云蝶他们跟着我，算是倒了大霉了。船舱口，云清默默地竖起了他的大耳朵，只听里头自家殿下说：“我所有的家底都给你当嫁妆了，倒是一点没留给他们娶媳妇。”云清听后默默地缩在墙角哭泣，而后又听殿下说：“不过没关系，还有那2头狼可以卖了换点钱。”这，殿下倒也不必。没事，云清和云蝶以后的婚事我给他们做主。多谢王妃。看来得想办法搞点钱才是，免得这种事还要叫王妃来操心。你这肚里又冒什么坏水呢？我一个奸臣冒点坏水不是很正常吗？求求老天爷，下辈子也给我投胎当个奸臣吧。日子转眼飞快，屋子内因为萧清曼如今身份不便，慕幽月此刻跪在萧清曼的面前拜别母亲。好孩子，快起来吧，别让小锦久等了。到了大厅，慕幽月才知道叶玄锦将拜堂的地点就选在了府里，因为他没有双亲的缘故，所以想让他的亲人们都能见证这一刻。慕幽月和叶玄锦并肩站在一起，周围尽是欢声笑语，可他能感觉到叶玄锦的身体此刻正微微颤抖着。他是紧张吗？还是……让女皇坐在侧座不妥，今日你也是见证人，就做主位吧。这不太好吧？就做主位吧，女皇受得起。萧清曼在主位坐下，难掩心情激动。一拜天地。随着礼仪官第一声落下，外面原本的晴日忽然阴沉了下来，但众人都沉浸在此，根本就无人去关注天气如何。二拜高堂。在第2拜落下时，外面忽然有人喊道：“天下暴雪了！”只见原本还晴朗的天忽然下起了雪，且这雪势之大，一会儿便从点点小雪变为了鹅毛大雪，狂风也随之呼啸而来。夫妻对拜。慕幽月和叶玄锦面对面站着，刚准备弯腰，门外响起了无数道的惨叫声。救命啊！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天气了？随着惨叫声响起，轰一声，一道肆虐的狂风夹杂着暴雪吹进了相府的大堂内。怎么回事？叶玄锦也感知不妙，往外看了一眼，只见短短片刻，暴雪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片积雪，伴随着猛烈的狂风到处席卷着。外面的百姓已有不少人摔倒在地，爬都爬不起来。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异象，慕幽月觉得诡异又蹊跷。不好，这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灾，违逆天意，玉石俱焚呐！甜甜，叶玄锦跟在他身后，勉强走了2步，锥心之痛又比先前剧烈了几倍，疼到连呼吸都快停止。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为何天象骤变？九幽神皇，你可知罪？这一次又多了一道清灵的女声。我从未有错，何罪之有？荒唐！罚你先去幽潭思过3年，你若不悔，定叫你万劫不复。为什么又是这个声音？九幽神皇到底是什么？这些究竟和他有什么关系？又究竟和今日这场大婚有什么牵连？为何要阻止他和叶玄锦？另一旁，叶玄锦的脑海里也多了一道女声，女声凄美又决绝。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
我们终是只能走到这里了。叶玄锦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可这声音却和甜甜极为的相似。气血上涌，一大口红色的血落在了雪地里。叶玄锦快步往被风雪卷盖的慕幽月那里去。甜甜，两人手牵手在一起的那一刻，掌心泛出一道淡淡的幽光，一道矫健的声音从旁处闪现，竟是许久不见的紫兰道长。又是一瞬，紫兰已将二人带走。不一会儿，一间僻静的屋内，紫兰看着身着喜服的二人，神色凝重。今日的异象你们也看到了，你们二人不能成婚。为何？慕幽月听着窗外呼啸肆虐的风声，以及仍旧不断落下的大暴雪，担心这样下去，全城的百姓都要遭殃了。唉，你们二人如今是被上天在惩罚，你们曾犯下大错，都是戴罪之身，加上晋王还在渡恶劫，你们又怎能成亲呢？你们若不停止这场大婚，这场天灾永不会停止，百姓民不聊生，势必会因此葬送性命。慕幽月有些难以置信，往叶玄锦看去。渡恶劫？恶劫？他竟然还在默默承受这些苦楚。叶玄锦心中又一次的剧痛，又一次吐出一口血来。叶玄锦，慕幽月凝视着他，此刻的心是绝望的。如何能改变这一切？唯有激起一切，你们才会有应对的办法。在此之前，你们最好分开一段时间。听到这话，慕幽月第一次红了眼眶。这样的现实，叫人如何能接受？叶玄锦没有说话，牵着慕幽月的手直接离开。这一切真的是因他而起吗？究竟是犯了怎样的错，才会连上天都惊动了？暴雪里，百姓们艰苦地在雪地里行走奔波，积雪厚到了膝盖处。有妇人牵着孩子艰难地走着，孩子不慎摔倒，一阵狂风袭来，就连妇人也跟着一起摔倒。一手年长者抱着一根柱子，寸步难行。叶玄锦将慕幽月紧紧地抱住，深深地吻住了她，唇齿相依，缠绵中带着些许的血腥。慕幽月环住叶玄锦的腰，两人都是那么的用力地抱着对方，好似一松手，下一刻就会再也见不到了。这就是绝望的感觉吗？本是两人一心期盼的大婚，却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残忍的现实。叶玄锦，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日子吧。叶玄锦依旧抱着他，没有说话，没有一滴滚烫的热泪悄无声息地落在他的肩头。半个月后，就是我和叶玄锦很好，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去解决。听他这样说，木香和萧清曼稍稍放心了一些。娘在宣朝逗留了太久，花胜国那边也还有一堆国事，要先回花胜国了。我和你一起回去。你别添乱了，家里现在得留一个主心骨。再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也正好要外出一趟。甜甜，你要去哪儿？我去一趟幽灵山。幽灵山是哪儿？在宣朝的最北边，有些远。不过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好吧，出去散散心也好。老二啊，叶玄锦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近日朝堂都没有露面。我已经许久没见过他了，真是怪事。锦王府，叶玄锦闭着眼倚靠在椅子上，随着思念加重，锥心之痛日日都在折磨着他，从未消停过片刻。你的恶劫任务又加重了，所以你现在必须加倍的做恶事才行，否则的话，你真的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是吗？是。叶玄锦沉眸，眼中是蒸腾的杀意。他轻轻的抬手凝聚真气，渐渐的，他的周身凝成了一个黑色的光圈，一股强大又黑暗的力量逐渐笼罩在了四周。灵石惊觉这股强大的力量，他在反抗，他在逆天而为，他是疯了吗？事实上，叶玄锦是真的被逼到了绝境，与其被一个灵石所操控，倒不如真的逆天一次。灵石察觉到事情不对，甚至感觉到这些黑暗势力全部集结起来，正游走在叶玄锦的体内各处，很快就要将他吞噬。难道这一切真的都是注定的吗？收手吧，我如果消失了，你也会跟着一起消失的。幽灵山，你去幽灵山，或许就会有你要的答案的。得到了答案的叶玄锦立即起身，没有丝毫犹豫的便出了门。我离开后，京城里的一切暂时都交给你，记得保小屁孩的平安。你和甜甜，我们很好，我很爱她，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放弃她。好，你放心吧，这里交给我。他怎么样？甜甜2日前就离京了，去了幽灵山。幽灵山。叶玄锦说完这3个字儿，一阵风似的消失在了穆行泽的眼前。殿下与穆小姐情投意合，这辈子非穆小姐不娶。谁若再乱嚼舌根，别怪本小爷不客气。那为啥大婚取消了？你瞎了眼没看见大婚那天暴雪啊？改期不行吗？啊，行。老妹，我劝你一句，幽灵山可不是啥好地方。你光听的名字就知道那里头的门道多。我虽是没去过，但我也听说过，
那地方里面有千年老鬼，那家伙可比厉鬼还可怕呢。那血盆大口，或许还会吃了咱们。真这么邪门？胖幽灵赶紧点头。穆幽月没有出声，去幽灵山不过也是想碰碰运气，找找那里是否有幽潭而已。连续不停赶了4日的路，穆幽月终于是有些累了，找了一间客栈休息一晚，几乎是沾枕头就睡着。可这一夜却是梦境不断。你就是那个神界最恪尽职守的九幽神皇，听说你只听命于天帝一人，怎么一直不说话？哑巴吗？哼，万年才难得演化出一个九幽神皇，却是这样的一个小古板，真是无趣没意思。穆幽月早起醒来的时候，梦境还清晰地印在了脑海里。梦境里那被唤作九幽神皇的少女，与她一样的面容，但她却觉得很陌生。难道这真的是前世的她？那么那个在耳畔出现的戏谑调侃的男生又是谁？叶玄锦吗？穆幽月感觉脑袋有些疼。起床后，穆幽月继续赶路，终于在第13日的清晨抵达了幽灵山地界。老妹儿，咱实话实说，我虽是幽灵界的扛把子，但这个地方也太邪门了，要不让红烟姐来打头阵吧。一旁早已现身的红烟难得没有枪胖幽灵，因为他也觉得这地方很不简单。穆幽月倒是不慌不忙，随手抓了个看起来比较厉害点的幽灵。哪一座？是幽灵山？别去那个地方，去了就是送死，快回去吧。我就是喜欢去送死。啊？不过你说的让我更加好奇起来了，那里面究竟有什么？那里面有很可怕的邪物，很可怕。我当年和你一样，初生牛犊不怕虎，想来这里一探究竟，结果刚踏进幽灵山，我就……他指了指心口的窟窿。往年来这里冒险的人很多，可渐渐的已经无人敢来这里了。你既然能看见幽灵，你往前走还会遇到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姑娘，快跑吧！主人，那里面说不定真有千年老鬼呢，万一把那家伙惹急眼了，说不定会把我们都活吞了。告诉我，幽灵山在哪？就是那里啊！说完，先撒腿跑了，连看都不敢看一眼。我先去探探路。先不急，我们去附近看看。穆幽月想要先熟悉一下这附近的地势，万一真的想逃跑，也好认得路。穆幽月特意先避开了幽灵山，在附近逛了一圈，除了阴晴凝重之外，没有特别的地方。看来还是得先闯一闯的幽灵山一探究竟，否则这一趟就是白来了。夜里，穆幽月靠着一棵树坐着，旁边幽灵围成一排。我想好了，甭管这次是刀山还是油锅，杭爷爷都陪你一起闯。我也是。你俩自己就不能想些措辞吗？非得附和我的，没出息。我一直都是陪着你的，这一次也不意外。老妹儿，你……穆幽月没动，他嘴角一抽，清晰的见到身后站着一团巨大的黑影。黑影缓缓的显形，周身煞气惊人，一双血红色的眸子正紧紧的盯着他，眼露凶光。恶兽出没，怒吼八方。原本平静的湖面显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暗夜灵豹一个摆尾，掀起一阵的强风，将穆幽月的身体往漩涡里面带去。穆幽月整个人落进湖面。叶玄景赶到此地，灵豹见竟然还有人在，以极快的速度奔向了叶玄景。叶玄景感知到这凶兽身上的煞气，眉心皱起，凝结黑色玄灵术，释放比凶兽还有狠厉的煞气，结成一张天网。此刻凶兽竟有些退缩起来，但还是势如闪电般对叶玄景进攻。穆幽月直直地落入湖底，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没想到落入眼前的竟是一间水牢，水牢乃千年寒冰制成。穆幽月没想到这湖底下竟还有这样的门道。穆幽月盘腿坐下，想要先调养一下内息，刚闭上眼，脑海里却涌入无数的画面。红衣少女盘腿坐在这冰牢里，你且待在这幽潭底下，静心思过，好好想想究竟是不是想忤逆天道。若是，你便待在这里等死；若不是，那么便是你最后表忠心的时刻了。杀了他，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一切既往不咎。非得如此？是。那好，放我出去，我会杀了他。少女离开了这冰牢，却没有去鬼界，而是去了往生谷。身负职责使命，她不敢违背，但她爱上了一个人，她不舍得杀他，唯有自行了结这一切。带她进入往生谷，从此天地间再也没有九幽神皇的存在，这怕是她最好的选择了。穆幽月很想知道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身体突如其来的灼热让她回归到了现实里。幽潭，原来这里就是幽潭。体内越发的灼热，似有一股被压制许久的内息在身体内蠢蠢欲动，似要冲破而出。四面八方的寒气加之身体内不断涌现出来的火热，让此时的穆幽月极为的难受。
许久，穆幽月感觉耳边传来经脉爆裂的声音，无数红光笼罩在自己的周围，将他整个人团团的围住。他的身形幻化成了一只赤红色的火皇，雨若霞辉，直冲九霄。九幽神皇，主人竟是传说中的九幽神皇。一声凤鸣，穆幽月逆天而上，直直地冲破冰牢的阻碍，破水而出，红光闪现，重新回到了地面。岸边，穆幽月已经恢复自己的真身。甜甜，在见到叶玄锦的这一刻，恍惚以为是自己在做梦，一个念头在告诉他：鬼帝叶玄锦，你没事吧？将近1个月的时间不见，两人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彼此。没想到再次见面竟都来了这里，这个幽灵山果然与他们的前世有关。甜甜，你的手。我没事。穆幽月知道自己前世为了恪守最后的职责，不让天帝和鬼帝两难，最后毅然入了往生谷，赴死。那么叶玄锦呢？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他后来也转了世，今世却还遭受渡恶劫这样的惩罚？穆幽月想得脑袋发胀，敲了敲脑袋，又暗自吐槽一声：有什么想不开的，竟然要自尽？果然是个小孤班，都有那么大的本事了，反了天帝不行吗？干什么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啊？甜甜，你怎么来这里了？是那个鬼东西指引我来这里。看来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了。眼前，一只威风凛凛的独角犀牛踩着震天的步伐，踩着碎石而来。穆幽月已经处于备战状态，原地叶玄锦却是眯起眸子没动，他眸光落在这只碧绿色的独角犀牛身上，只觉得无比的熟悉，一些不属于他的灵性画面飞速在眼前闪过。镇山神兽鬼帝的坐骑幻灵犀牛。与此同时，独角兽走到了叶玄锦的面前后，竟屈膝跪了下来，一双大大的眼内渐渐变得晶莹起来。穆幽月错愕，方才被冲破的石门后，缓缓飘出了一个人影。千年老鬼出现了。鬼影飘到面前，轻轻地嗅了一下周围的气息，随即轻笑了一声，露出了真容，模样是个模样俊美的年轻男子。不枉费我在此等候千年呢，恭迎尊主。叶玄锦眉头挑了挑，与此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阴寒之气尽数往叶玄锦的身体涌来，缭绕在他的周围，又缓缓流入他的体内。此时，脑海里响起灵石惨叫的声音：完了，被发现了，我要死了！下一瞬，那一直在叶玄锦脑海里上蹿下跳的灵石，刹那间化为一片空白，彻底的消失在了叶玄锦的体内。这就滚蛋了。叶玄锦倒是特别高兴，他的记忆还未恢复，对于眼前这称呼他为尊主的千年老鬼毫无印象。你们是鬼帝的人？鬼帝，看来小怪物倒是知道的不少。兜兜转转，竟又是你啊！怎么称呼？属下燕川。哼，没印象，不认识。你既然等待了1000年，那么1000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尊主，请随我来。山外有山，别有洞天。在外看，明明只是一座山而已，这里头山川水溪、亭台楼榭应有尽有，好似一处隐士桃源一般。1000年前，您是鬼帝玄烨，而他九幽神皇，大家都叫他九幽。九幽？没想到赤血山误打误撞的名号竟和前世重叠了，冥冥之中一切都注定了。一日，这个不可一世的九幽神皇打伤了尊主的手下，也就是燕随，还放话神界与鬼界势不两立。尊主一气之下，就把他抓回了幽灵山。抓之前是说要折磨死他来着，后来嘛，就……穆幽月总觉得来了这鬼地方就理亏得很。叶玄锦倒是觉得幸好真没把小怪物怎么样。再之后，你们的私情被神界发现，天帝害怕失去九幽神皇这样的得意干将，所以逼迫九幽神皇做一个最后的选择。谁知他选了入往生谷，而尊主在得知这一切后，第一时间也前往了往生谷。叶玄锦和穆幽月同时停下了脚步，这一幕清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那一日往生谷，他化为神皇，依然往那往生谷的尽头落去。落进烈火之中，就有感觉浑身灼热，第一次尝试到了死亡的滋味。小怪物，耳边依稀传来鬼帝的声音，是他来了吗？还是自己最后的幻觉？他不顾熊熊烈火，凝聚玄灵术，锁住了那个落入火海的身影，用阴灵之气将他的身体团团的围住。可还是晚了一步，入了往生谷，无人能活着回来。他费尽全力，不过是保住了他的三魂七魄而已。但没关系，这还是他还是有机会继续活着。如熔岩般的热气凶猛地在鬼帝身边徘徊，将他重伤，可他似乎感觉不到一丝的疼意，全神贯注地将他的三魂七魄带上来。天帝却在这时候出现了，趁机夺走了九幽的生魂与爱魄，将他还给本尊。你想救他，可以，以命换命，
只要你代替九幽入往生谷，如今的三魂七魄还在，他便可转世。好，记住你的承诺，否则只要是本尊已死，本尊也会让这天地崩裂，会让你们神界跟着一起覆灭，陪葬。为了他，鬼帝失去了最后的理智，信了天帝这次，他进了这往生谷。可他是鬼帝，生存在这世间的极阴之地，这些熔岩烈火对他而言不足以让他灰飞烟灭。天地大惊，即使如此也不会让鬼帝真正的好过。他拼尽全力加注筹码，最后用神剑的能力让鬼帝入人间，经历各方的劫难，渡恶劫。他想让鬼帝哪怕是转世也要受折磨，成为一个世人唾弃的恶人。为了他，你不惜背叛我，连性命都不顾。那好，我究竟要看看你们到底爱得有多深。他将九幽的三魂七魄彻底打乱，投入人间。就算转世，九幽也不能变成一个正常的人，这就是背叛神界的下场。以后他便是这世间唯一的主宰。慕幽月和叶玄锦默默对视一眼，原来这就是真相。那个狗东西还是耍阴招了。狗东西现在在哪儿？神界。对于目前还未完全恢复曾经功力和记忆的二人来说，神界目前还真是难如登天。尊主，你既然已经回位，那不如先在这里调养一段时日。鬼界已经控制了许久，如今您归位，曾经那些势力也会逐渐回归的。不多时，鬼界一定会和从前一样，与神界抗衡。至于你不用看我，我这辈子修的是通阴的玄灵术，和神界没半毛钱关系。天帝现在要是站在我面前，我第一个冲上去揍他。什么九幽神皇，以后别这么叫我，直接称呼我九幽就行。再不济可以叫我鬼皇。你俩一个鬼帝，一个鬼皇，绝配。尊主，那里便是你从前的居所。你们一直待在这里，未离开过。鬼界与人界不互通，这千年来我们被神界打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你，只能等你亲自找回这里。整整1000年，总算是等到了。怎么样？我就说这地方有千年老鬼吧。你胖爷爷的情报那是天下无双。不过你们几个瞧瞧，这里是鬼界啊，你们说咱这几个孤魂野鬼算不算回到老家了？景王，和你商量个事情呗。叶玄景看着他，给老弟我安排个好差事，给我当个鬼界的官怎么样？让你主人给你安排。往后这鬼界还不都得听这位鬼皇的？妙啊！进了房间，二人又一次同榻而眠。没多久，二人便进入深度睡眠。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记忆一瞬间扑向脑海里。听闻青罗山长出了一种异果，十分特殊，万年才结一颗果子。你跑一趟，务必将异果带回。九幽点头，而后动身前往了青罗山。九幽到达青罗山顶后，却意外碰见了鬼界的人。神界的人？九幽没搭理他，径自朝着山顶的另一边走去。怎么想和我们鬼界抢异果呀？小姑娘，今天哥哥我心情好，劝你一句，早点回去吧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九幽被他缠烦了，他身形一晃，化为九幽神皇，直直地朝着异果的方向飞去。九幽神皇？坏了，今日怕是遇到劲敌了。燕穗到底也谨记着鬼帝给的任务，赶紧追了过去。眼看着追不上，伸手一团黑雾朝着九幽袭去。九幽眼看着鬼界的人出手了，又化为人形，抬手劈头盖脸朝着燕穗打了过去。燕穗被他打中，身体往后退了好几米。鬼界的人真是卑鄙无耻，不想死的话赶紧滚回去，不然我揍你。你这个小跛鸟，骂我就骂我，怎么把我们鬼界都骂进去了？神界的人就这种修养吗？你骂我？骂你怎么了？那我打你。接下来燕穗单方面被九幽吊打。等九幽取到异果离开的时候，燕穗还在那里，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告诉你，神界与鬼界永远势不两立，你要是不服气，让你们鬼帝来找我呀。你狂！你等着，我让我们尊主来教训你。燕穗气冲冲地回到鬼界，燕穗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嗷了一嗓子，哭爹喊娘的往里头跑去。燕川正在后山和鬼帝玄烨汇报一些事宜，冷不丁听到这声音，愣了愣。鬼帝也是同样皱了皱眉，下一刻见燕穗一个闪身扑了过来，伏倒在鬼帝的旁边。属下没用，没能得到异果。怎么因为没得到异果，所以把自己做个半死，来一出苦肉计？燕川差点笑出声。尊主，属下冤枉啊！属下今日这小破鸟，这狂的还不要的，他夺走异果不说，竟然还把我打成这样，我挨打就算了，还口出狂言，说咱们鬼界的人都是卑鄙无耻下流，还要和我们势不两立。下流？你怎么下流他了？尊主，我没有。总之这只小破鸟就是天帝手下养的，不知天高地厚，今日这异果已经被他夺走了，是属下没用，又入鬼界颜面，属下现在就去死。
燕穗说着就准备当场撞墙，跑到墙边，身体顿了顿，回头看了眼，咋没人拦他呢？对了，那只小破鸟还说了，要是不服气的话，让尊主亲自去找他。行，本尊去找他。尊主，你要去找他决斗了吗？不，召回了，折磨死。小破鸟，你要完蛋了！一炷香的时间后，已经被打回原形的九幽被鬼帝拎着脖子，像只小鸡一样被提到了鬼界的门口。呵呵呵，我才出了一招就被降服了，我是不是要被炖了？你该！鬼帝将九幽随意的往地上一扔，九幽又化作人形，看了眼四周，准备要跑时，才发现功力全部被压制住了。这下糟糕了，他顿时板着脸，回眸怒视着玄烨。喂，还敢动我们尊主啊？鬼帝把我抓来这里，意欲何为？做卑鄙无耻下流的事情。九幽深吸口气，再也不说话了。喂，小古板，异果呢？被我吃了。是吗？是。你对天地还真是重信。不多时，一块抹布落在九幽的头顶。这里正好缺个打杂的，既然神皇那么能干，那便辛苦你了。九幽又试着操控一下神力，奈何这鬼界似乎刻意压制一般，他现在就像个废人似的，一点功力都使不出来。今日真是大意了。九幽盘算了一下，打算找机会再想办法离开这里。他不甘心地拿起抹布，抬头挺胸，一脸骄傲地盯着鬼帝。从哪儿开始擦？就从这儿。你看看，这可是神界最不可一世的九幽神皇啊，在咱们这儿只能当个打杂的。伤口不疼了？不疼。哼，让我伺候你沐浴？鬼界的人都很下流，不是吗？九幽真恨不得当场把玄烨的头按进洗澡水里，淹死他得了。过来帮我脱。果然下流。怎么，你不敢？九幽心中冷笑，有什么不敢的？又不是他沐浴，左右吃亏被看光的人也不是他。玄烨倒是被这阵仗给小小惊了一下。本尊改变主意了。九幽瞬间就乐了。本尊来伺候你，给你沐浴，怎么样？你直接杀了我吧。咱们鬼界和神界一向和睦，本尊怎么好意思杀你？那多过意不去。一向和睦，无耻！你好歹也是鼎鼎大名的神皇，让本尊这种小喽啰伺候你沐浴，不过分吧？九幽紧紧的握拳，心中默念功法的口诀，最后直接朝着叶玄锦心口处来了一拳。可惜他现在法力尽失，一拳打过去像是给鬼帝挠痒痒似的，不仅没把他怎么样，身体反而被他拉了过去。而后他感觉到鬼帝正在扯他的衣带，九幽心头里委屈极了，扑簌簌开始掉眼泪。还没把你怎么样呢，你哭什么？罢了，不逗他了。那颗异果呢？交出异果，本尊放你离开。你先放我离开，我再给你。你不是说异果被你吃了吗？所以还在你身上。大意了。玄烨看他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也懒得再与他周旋，拎起他的后领扔了出去。尊主那样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啊？尊主只是为了异果吓吓他而已。那就好。燕川，你说一会儿他的凤凰毛会不会被这幻灵犀牛给拔光了呀？九幽神皇，你是神兽，我是灵兽，当神兽很威风吧？那当然了，你好好修炼，等你成了神兽，我带你叱咤风云。真的吗？你真好，一点神兽架子都没有。咱俩都是同类，我和你能有什么架子呀？话说，你一直都待在这里？是的，我效忠鬼帝。哦，对了，你怎么会被抓来这里？我就这样，一只落魄的九幽神皇与一只幻灵犀牛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他求饶了。燕川顿了顿，摇头，不仅没求饶，好像和幻灵犀牛相处的还挺愉快，还挺能熬。又望了望神界的方向，这几日毫无动静，丢了这么个小古板，没反应吗？就多泡一会儿，一小会儿。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随即他站起身来，在一片雾气中缓步往前走去，直到见到那个小古板正一脸享受地泡在池水里。九幽泡了一会儿，觉得差不多了，刚一睁眼准备穿衣离开时，便见自己的对面多了一个人，眼前鬼帝正理所应当地盯着他，眼神中还带着几分的玩味。你怎么在这儿？没人告诉你这片温泉池是本尊的专属地盘吗？我脸怎么这么红？你该不会是要被煮熟了吧？你别过来！你们鬼界都是冰水，我修习的功法不适应寒气，每次用冰水沐浴完，我都会难受好久。今天你泼了我那么多墨，还要让我做那么多的杂物，用冰水沐浴，我根本受不了。所以，不是你先泼我的吗？九幽瞬间嚎啕大哭起来，眼泪大颗大颗的落下，没天理了！要不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呢。鬼帝倒是没想到他会哭出来，莫名的坐直了身体，又盯着他看了许久。
委屈的肩膀一颤一颤的，好像是真的挺伤心的，莫名的心头有些烦躁杂乱起来。行了，别哭了。九幽还在继续哭。这里留给你。说罢便往温泉池外走。见鬼帝走了，九幽哭归哭，还是得先穿上衣服再说。刚上去正准备穿里衣呢，想起自己腰带没拿的鬼帝去而复返，场面一度又是静止的。这次的尖叫声怕是要捅了天。最后是鬼帝见了鬼似的迅速离开了温泉池，离开时耳朵根都是红的。九幽觉得今天不是鬼帝死就是他亡。小半个时辰后，正坐在案桌前出神发呆的鬼帝听到了燕穗的脚步声。尊主不好了，那个小破鸟要上吊。上吊？至于吗？说它是个小古板，还真的是个古板。他九幽神皇一世英明，奈何一招失足。算了，不想了，赶紧上吊吧。又是深呼吸一口，九幽把脖子套了进去。半晌也没等到窒息的感觉，怎么回事？他还自尽不了了？不是没了神力就和凡人一样了吗？正想着，绳子忽然断裂，九幽整个人往树下坠去。这时一双手环住了他的腰，九幽抬眸，见到眼前鼻尖正抵着自己鼻尖的鬼帝后，吓得立即推了他一把。玩自尽？谁说我玩自尽了？我荡秋千呢。荡秋千？拿脖子荡？可以的，很有想象力，真不愧是九幽神皇，与众不同，超凡脱俗。你能别说话了吗？那你继续。九幽彻底炸了。你这样欺负我有意思吗？旁边看热闹的燕川和燕穗吓了一跳，这小破鸟疯了。你的手下与我争夺一国，是他没本事，抢不过我。你不该反思一下自己为何派了一个那么没用的人吗？膝盖瞬间都被扎透了。你堂堂鬼界鬼帝竟然还如此下三滥，折磨我一个女子就算了，我洗澡你还偷看我，你要脸吗？燕川和燕穗仿佛吃了一个惊天大瓜。这尊主，你变了，你变下流了，真的。鬼帝听着他的数落声，不仅没气，反而心情还挺好。真是好久没碰见这么有趣的人了。他一步步走进九幽，九幽下意识的后退，最后被鬼帝按在树上。不是我先泡温泉，你闯进来的吗？你进来的时候我穿衣服了吗？怎么还倒打一耙了？好意思吗？那我也没把你看光啊。合着你是觉得自己这里吃亏了？我不是，我只是喂，你干嘛呀？你想看我就直说，给你看就是了。燕川默默地拉着燕穗的后领走了。这是吵架吗？分明是在打情骂俏。你住手！听到对面好像没动静了，就透过手指缝看了眼。鬼帝正笑眯眯地看着他。笑什么啊？真是的，有什么好笑的？我说过，只要你交出一果，你就可以立即离开。又是一果，一果是他奉了天帝的命令去取的，怎么可以轻易给他？你被我抓了那么多日，神界毫无动静，对天帝而言，你不过是个好拿捏的工具而已，可有可无。看在我俩最近交情不错的份上，本尊提醒你一句，忠心可以，也得看看对方值不值得。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还不自知，愚蠢。没错，你看我虽然被你打了一顿，但尊主很快就替我报仇了呢。滚！是尊主。你为什么一定要一果？两条路，要么交出一果，要么永远都守在这里，做鬼界最卑微的人。说罢，鬼帝留给九幽一个背影。这时一道密音从久远的地方飘了过来，传入耳畔。九幽。听到这声音，九幽一顿，四下看了眼，天帝，竟然是天帝的声音。九幽，你既然已被封鬼界，那正好，替本君办一件事，想办法赢得玄烨的信任，再将他诛之。本君要鬼界从此再也不复存在。待你完成使命，本君自会救你离开。密音消失。与此同时，九幽感觉怀里多了一样东西，他伸手摸了摸，竟是一把染着天地神力的匕首。原来天帝一直都知道他在这里。不仅如此，他非但没想着现在就带他离开，反而还要……磨墨时，九幽几乎全程低着头，没有去看鬼帝一眼，莫名的总觉得有些心虚。那些杂物先交给别人去做，你默默的不错，暂时先留在本尊这里。你这是在给我制造杀你的机会？尊主，别磨了，本尊吃不下，罚你把这些都吃了。我不吃。不吃也得吃。我就不吃。一会儿打杂，一会儿磨墨，一会儿还逼他吃饭，这是要逼他捅死他吗？怎么心情不好？谁给你气受了？九幽瞪着他，好似在说，你还好意思问？别瞪我呀，当初不是你让我去找你寻仇的吗？谁让你技不如人，这也能怪我？你昨天又偷泡温泉了，我有说什么吗？你又偷看我？没，这回绝对没有。
是我感知到了而已。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跑。有道理，何况下药就下药吧，死了都省时间自尽了。那一瞬间，鬼帝莫名的感觉到了一股神力，脸色微变。一顿饱饭下来，九幽精神都变好了，而且这饭真的没毒。过了一会儿，鬼帝人离开，也不管他，九幽甚至还偷懒睡了个午觉。启禀尊主，鬼界自晨起后便有异象，属下手里的这块黑玉石上面似乎感知到了神力，好像有神界之物混进来了，且那神力深厚，只怕是……若有神界的人或者物混进来，此事事关重大，是否要立即排查整个鬼界呢？不必，没有本尊的命令前，不得将此事抖露出去。尊上，那颗异果时间已经不多了，若是再拿不到，尊主便要陷入万年沉睡了。到时候神界一定会趁虚而入，请尊主加快脚步啊！知道了。醒了？还要继续磨墨吗？不必。小古板，你是不是把异果藏在肚子里了？他是怎么知道的？没有啊。随便问问，你慌什么呀？我慌了吗？没有吗？两人一阵大眼瞪小眼，最后还是九幽先找了个借口离开。长老，要不我来出面宰了九幽吧？啊，这声音，天岁，好啊，他果然还是不服气的。不行，异果还在他那里，你别轻举妄动。可是再拿不到异果，鬼界便要毁了。虽然我也不是真心要杀那小破鸟，可是和尊主比起来，那小破鸟对我而言就一个指甲盖的分量啊。再等几日吧，若实在不行，由我亲自出手，鬼界不能毁。异果又是异果，听这话，异果关系到了鬼界的命脉，或者说，是鬼帝的命。你怎么在这里啊？我随便走走。这段时间很辛苦吧？其实尊主也不是有意要为难你的。是吗？你也知道的，神界与鬼界素来不和，两方的恩怨并非一朝一夕，你我各司其职，我能理解你。去哪了？听到是鬼帝的声音，燕川弯了弯腰，先行告退。九幽继续留在原地，心里头有些乱。怎么，燕川欺负你了？没有，他没有欺负我。那你一副死样，怎么回事？肚子饿了？没有啊。走，罚你去吃点东西。我不想吃。不吃也得吃。这是何物？小花仙们送我的脂粉，你还给我。如此女孩子气质的东西，不适合你。九幽怒了，说谁不是女人呢？伸手便扑过去要抢回。鬼帝存心逗弄他，把脂粉举得高高的。给我！九幽一个助跑扑到鬼帝的身上，鬼帝被他猛力一推，没什么防备，整个人往后栽去，吧唧一口，两人一瞬间都愣在原地。九幽率先起身，脸红扑扑的，看着完全撒完的脂粉，气呼呼的瞪了眼鬼帝，然后就往外走，嘴唇还挺软。是不是做的太过火了一些？老朽敬你是九幽神皇，已经忍你多时了，但尊主不急，老朽可忍不了。异果呢？若今日再不交出来，老朽定取你性命。九幽咬着唇没有说话，与此同时怀里的匕首渐渐发出微光。鹤鸣长老面色一变，朝他伸手，一道阴冷的气息袭来。不多时，那染着神力的匕首已经落在鹤鸣长老的手里。原来这就是神界的阴谋，难怪你在此做小伏低，竟然是存了这样的心思。今日说什么也不能留你了。九幽认命的闭了闭眼，一切都结束吧。鹤鸣长老掌心慢慢凝聚诡谲之气，一抬手，一团劲气打向九幽时，一道蛮力冲破了石门，朝着鹤鸣长老的腰撞过来。幻灵犀牛突然冲过来，鹤鸣长老一掌打歪，落在了冰面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外面刚从仙山回来的鬼帝察觉到这声异响，随后迅速赶去。这是在做什么？尊主，时日不多了，再拿不到异果，你便要陷入万年沉睡了，真的不能再对这个女人心软了。小古板，醒醒，千万别睡着，快醒过来！九幽睁眼时，自己正身处一片温热的池水中，而面前鬼帝正在不断的给他身体内渡气。下辈子我一定要修习通阴功法。好，我教你。他记得昏迷之前从鹤鸣长老的口中听到了那颗异果对鬼界的重要性。怎么不说话？傻了？九幽摇头。你看那里。九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池边摆了整整16盒的脂粉，一看皆是出自小花仙之手。这是赔给你的。九幽抿唇，又一次陷入沉默，心内一股从未有过的悸动在心间慢慢的绽开。怎么，味道不对吗？那我重新去找他们去。
鬼帝，恢复我的神力。不可！一道大嗓门传了过来，来者是鹤鸣长老。尊主，异果必须要得到，九幽也不能再留了。在本尊将你弄死之前，先消失。尊主。鹤鸣长老跪了下来，身后燕穗和燕川也都跪了下来。你们是在威胁本尊？鬼帝，恢复我的神力，异果在我的内丹之中，我需要神力才可取出。我给你异果，你放我离开这里。九幽如此轻易的就肯交出异果，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鹤鸣长老甚至一瞬间满满的自责。你们先出去。鹤鸣长老等人告退。你不杀我，又给我异果，回去该怎么交差？天帝那种人会放过你吗？这些不要管，异果就当是你救了我命的报酬。好，那你可真是大方。说吧，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有什么目的？不给你异果的时候，天天追着我要；给你了，又那么多的问题。哎，不是你自己说的，给你异果放我走，你想反悔？倒也不是我想反悔，只是你的牺牲太大，我这人又一向心怀感恩。再留几日吧。你不是想学通阴功法，我教你玄灵术，如何？学成了就放你离开，也算是让我回报你的恩情。真的？真的。现在你先好好休息，子时过后我来找你。好，一言为定。拉钩。啊？这么幼稚，但还是爽快的与鬼帝拉钩。长老，这小破鸟看着心肠挺好的，他要是把异果交出来了，天帝会不会弄死他呀？你们放心吧，尊主会护着他的。尊主护着他有什么用？没看见小破鸟对天帝忠心耿耿吗？要不咱们去说服他加入我们鬼界吧？有道理，有道理啊！鬼帝带着九幽一路来到鬼界阴气最盛的地方。九幽从未靠近过这里，此时浑身已经开始不舒服。站定后，鬼帝催动玄灵术，当着九幽的面开始吸纳周围的暗灵之气，一些面目恐怖的阴灵也随意靠近。这时，一张鬼脸忽然窜了过来，吓了九幽一跳，下意识地挽住了鬼帝的手臂。怕鬼？倒也不是，就是突然一下有点怕。别怕，有我在这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好的，坐下吧。两人一直待在这里，九幽认真地学习着鬼帝传授的玄灵术，原先体内那股不适感在逐渐的消失。黑夜整整持续了7日。这期间，鬼界的天光从未亮起过。第8日，白日终于来临，九幽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玄灵术。小古板，都学会了吗？我学会了。虽然没有鬼帝的厉害，可玄灵术的精华基本都学到了，但欣喜之余，心里莫名有些难受。学会了玄灵术，意味着他要离开了。有了玄灵术，即便是没有神力，他也能从内丹中取出异果。给你。鬼帝没有伸手去接，反而问他：要走了？九幽点头。鬼帝沉默了好一阵儿，好像的确是没有理由再留给他了。行吧，放他回去，做回他骄傲的九幽神皇。接过异果，鬼帝逆着他，伸手将他的神力恢复，红色的光芒霎时围绕在九幽的全身。我走了。走吧。而后目视着化为九幽神皇的他，一路飞出鬼界，回到天地翱翔，绚丽的身姿缓缓消失在了他的目光里。九幽走后，鬼帝看了眼手中的异果，却迟迟没有吃下。他在想，他回去后天帝会不会责罚他？万一责罚他，那该怎么办？跪下！九幽，你太让本君失望了。你此行不仅没能顺利杀了玄烨，竟然还将异果丢失。本君实在无法容忍你这愚蠢的行为。本君要罚你去幽坛，让你受到最锥心的惩罚。九幽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些训斥的话语，默默地领了罚，前往幽坛。站住！九幽回眸，你是不是对玄烨动情了？我没有。匕首呢？为何给了你匕首，还没有取到玄烨的命啊？你还说没有对他动情？九幽，你可知罪？我奉命去取异果，才惹了鬼界的人，神力被锁，我无法接近鬼帝。我从未觉得自己有错，何罪之有？放他！罚你先去幽坛思过3年，你若不回，定叫你万劫不复。按照以前将九幽关进幽坛，对他来说无疑是生不如死的惩罚。可现在修习了玄灵术的他被关在幽坛内，不痛不痒，反而图个清静，心中更是好好感激了鬼帝一番。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刚出鬼界的门，蓦地感觉到了周遭有玄灵术的气息，脚步一顿，往幽坛的方向看了过去。难道……鬼帝脸一沉，去了幽坛。谁在外面？是我。你怎么在这里？这里机关重重，你快走！你还在这里，我怎么能走？鬼帝看着这道锁，天帝那个变态狗玩意儿竟然上了9981道封印，他是不是疯了？这道锁除了天帝以外，没有人能打开。他若没有点本事，也不会做了这么久的神界之首。玄烨，你回去吧。要走一起走，你别忘了，
你修习了我的独门玄灵术，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可不像天帝那种狗东西，没本事光知道欺负自己人，不知道护短。知道你最护短了，否则我也不会被你抓去鬼界。鬼帝默了默，隔着牢门轻轻地拍了拍。干嘛？小古板，以后我只护短你一个。九幽在听到这话后，刹那间变红了眼眶。他极力忍着泪，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真的，我不骗你，随我回到鬼界吧。刚想开口，眸光触及到一丝缥缈的神力，徘徊在附近后，面色一变，是天帝，他在附近。鬼帝，你先回去吧，我有办法离开这里，晚些时候我会去找你。真的？别忘了，我是神界的人，你先走，现在就走，要不然我就不去找你了。好，那我就在幽潭外面等你。九幽，本君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杀了他，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一切既往不咎。非得如此？是。那好，放我出去，我会杀了他。小古板，你没骗我。那当然。走，跟我回去，以后你就是我鬼界的人。好啊。九幽，这是投奔我们鬼界了吧？何止是投奔，只怕马上就要多个尊主夫人了。这小破鸟出去了啊？两人一上午了，还没出来过呢。鬼帝的房间内，九幽趴在床边，静静地看着鬼帝的睡颜，伸手摸了摸他的脸，满脸的爱恋与不舍。他怎么舍得杀他呢？玄烨，再见。九幽低下头，亲了亲玄烨的唇角。往生谷是他最后的归宿。一段漫长的梦结束，穆幽月睁眼的这一刻，满脸泪痕，前尘过往，他全部记起来了。他原以为自己去赴死便会阻止所有的一切，却没想到。九幽，玄烨。穆幽月先抱住了叶璇姐，紧紧地抱着她，声音哽咽：“你怎么那么傻呀？若真能换回你的命，我留这条贱命有何用？若换不回，我也陪着你一起走，不让你一个人孤单。幸好，我们换回了一个现在。”我以前真是个猪脑子，我皮毛线要去自尽啊！要是换现在，天帝让我去杀你，我揍得他爹妈都不认得他，要被自己气死了，气死了！不错，有这个觉悟就好。只是突然想才发现，你1000年前就是我的人了。穆幽月脸一红。那现在，叶璇锦唇角噙着笑意，伸手准备去扯穆幽月的衣带。尊主啊，尊主，燕穗来迟了，我好想你啊！煞风景的声音响起，屋内一阵诡异的沉默。偏偏燕穗还狼嚎似的在那儿喊：“尊主啊，尊主，快去开门啊！”叶璇锦暗叹可惜，但还是乖乖听话去开了门。真的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这么多年辛苦你们了，能等到尊主回来，这些都算不上辛苦。千岁，小破，不，九幽，你竟然也……燕穗刚想说你竟然也活着，想想措辞不对，又立即改了口。太好了，你竟然又和尊主在一起了，恭喜你们啊！千岁，谢谢你啊！燕穗被谢得摸不着头脑。红姐，你这又咋的了？红颜没说话，攥紧手指，极力隐忍着情绪。那一头虚化的差不多了，燕穗才识趣的离开，继续留给他们二人世界。刚走到这里，见到有幽灵在，听燕川说是九幽的手下，便过来打个招呼。你们话说了一半，燕穗便被红颜狠狠抽了个耳光。燕穗被打懵了，旁边的胖幽灵、瘦幽灵以及弱幽灵吓得张大了嘴，身体下意识的往后一挪。红姐疯了，燕穗好一会儿才勉强回神，脑瓜子嗡嗡的，望着眼前这个红衣厉鬼，莫名觉得熟悉。你打我干嘛？你不记得我？又是一巴掌。直到红颜气得化为一阵红烟离开，胖幽灵才咽了咽口水，跑到燕穗身边。大兄弟，你认得我们红姐？不认识啊，莫名其妙。那个老弟，我给你赔个不是，我们红姐那是百年厉鬼，脾气有点大，对不住。红姐，百年厉鬼，几百年？她叫什么？我只知道主人叫她红烟，其他也不知道。这几百年我也不清楚，100年也是，900年也是。胖幽灵说完，忽然发现自己这朋友做的不地道啊，竟然连红姐是几百年的厉鬼都不知道。不过今日红姐可太反常了，难不成和这小子认得？但眼前这小子显然是一副不认得他的样子。难道红姐那么生气呢？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九幽啊，你早这样多好啊，比之前讨喜多了。当年你要也这么想，凭你俩的能力，天帝哪里是你们的对手？你别说了，难受。最后讨论下来，众人一致决定先干掉天帝。被粉碎的灵石弹回了天界，窜入天帝的脑海中。不好了，启禀天帝，玄烨回来了。本君是天地间唯一的主宰，
玄烨如今不过区区凡人，哪里还是本君的对手啊？不过本君这次一定要亲自了结他。他来了，怕吗？不怕，拿出你当初折磨我的本事来，好好教训他。叶玄锦的斗志瞬间就萎了，小怪物哪壶不开提哪壶，存心往他心窝里扎。玄烨，九幽，违逆天命，不可饶恕。谭云，都几千年过去了，来回就这么2句话，你舌头有毛病，说不出别的话了吗？放肆！九幽，这个背叛神界的罪人，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哼，你不也是一直都在利用我吗？彼此，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天帝谭云缓缓现身，而他的身后是驻守在北海的神界精兵。怕吗？怕个滚！北海养的这些神兵，哪个不是我的手下败将？那一会儿这些小喽啰就交给你了。瞧不起我？哪里，只是为父想亲自解决对面那个而已。占谁便宜呢？面前，天帝谭云的脸黑到了极致。这2人面对着他，竟还有心思打情骂俏。谭云伸出伸手，在一道强大的神力操控下，天地无数道的天雷如细密的暴雨一般，不留情面地劈了下来。底下，叶玄锦的眸中沾着嗜血的杀气，玄灵术一出，一道黑色的光晕将他和慕幽月笼罩了起来。天雷阵阵落下，周围一片狼藉，而站在光晕中的2人却是毫发无损。慕幽月沉眸，冲破光晕，化为烈焰神皇，张开翅膀，强劲的神力燃着炎火，将这些神兵逐一扇飞。满地的炎火无法用水轻易扑灭，神兵们被战火浇身，节节败退，无法靠近。天帝谭云怎么也没想到，时隔了1000年，玄烨还是玄烨。到今日，他依旧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一团混战中，叶玄锦将谭云引到了北海中心。北海的中央却忽然闪现一个巨大的漩涡。谭云一脸忌惮地看着叶玄锦。北海玄龙。话落，漩涡之中缓缓地显现一道巨大的身影，从漩涡中隐现，飞身盘旋在北海的上空，一声龙吟划破长空。北海玄龙，不要再被天帝利用下去了，你和我一样，都是他手下的一颗棋子而已。这么多年，名义上让你驻守北海，让你等待时机成为真正的神兽，实则是囚禁你而已。谭云就是个卑鄙小人，不值得你如此为他卖命。九幽，你已经没资格说这些。话毕，海面上有些乱流，北海玄龙迅速一个摆尾，卷着九幽神皇的身体，将他带入了海底。甜甜，这次我们跑不掉了。谭云，这是你自找的。今日神界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错过。海底，你既然不知悔改，那便是我的敌人。慕幽月撤离光圈，只将北海玄龙留在里面，看着猩红的炎火灼烧着他。许久，一道爆炸声响起，海底传来的爆炸几乎要摧毁整个北海。而下一刻，只见九幽神皇以绚丽之姿从海面冲破而上。谭云大惊，九幽没死，那么……眼前剑光斩落下来。我谭云多活了1000年，你知足吧。叶玄锦和慕幽月默契地对视一眼，而后2人望着神界的方向，一股黑暗阴灵的力量划破天际，直捣神界。随着一阵天摇地动，周围的一切都剧烈地颤动起来。许久，黑暗中透出了一丝的阳光，神界已毁。太好了，神界彻底被摧毁了。那尊主，我们是否要重塑鬼界呢？鬼界自然要重塑，不过我不会留在这里。念川、念随，以后鬼界就交给你们了。红颜，主人，其实你不必称呼我为主人的，叫我名字就好了。好，明天就要走了，你有没有什么遗憾未了？没有。你认识燕穗？是，我认识她。那年我7岁，因为是女孩子，所以不受家里的重视。小年纪便要上山砍柴，做所有的家事。那一日，我偷懒没有去砍柴，被我爹发现了，痛打了我一顿。之后不顾已经深夜，逼着我上山去砍柴。红颜永远记得那日夜里的山上黑漆漆的一片，瘦小的她勉强走到半山腰，便不敢往前了，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抱着双膝在那里哭。怎么有人在这儿啊？还是个小孩。小小的红颜看去，见到有人也在这里，眼眶内满是眼泪在打转，恐惧地缩了缩身体。你别跑啊，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这就走。哥哥，等等。小可怜，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爹让我上山砍柴，可是天太黑了，我害怕。还真是个小可怜，不怕啊，哥哥帮你。你等我一下。红颜望着他离开的方向，只是短短一瞬，男子的手里便多了一大块的木柴。好了，你可以回家交差了。红颜欣喜地眨巴了一下眼，望着眼前的男子，仿佛在看一个大英雄一般。
之后的几日，他白日上山时，却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哥哥。直到有一日，他又晚上来了山上，终于又一次见到了那个哥哥。哥哥会一直都陪着我吗？当然。那哥哥你叫什么名字？燕穗，你呢？我叫小南瓜。小南瓜，好可爱的名字。燕穗哥哥，等我长大后，你娶我好不好？燕穗当时看着这小女孩，听到这话，只觉得好笑又好玩，童言无忌罢了。好啊，我娶你啊！红颜眉眼弯弯地看着他，心里头甜滋滋。他开始期盼着长大，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再也见不到穗燕了。他跑遍了所有的山头，都找不到她，整整6年了无音讯。这一年，红颜14岁，出落得亭亭玉立。某一日外出做农活回来，听到了父亲和奶奶的对话。娘，前日我带着丫头去城里，遇到了一个花楼里的人，他说丫头姿色绝艳，愿意出500两，让我把丫头卖给他，把她培养成花魁。500两？真的假的？那你回绝了人家吗？我当然没有一口拒绝，我只说了考虑一下，这不回来和你商量吗？还商量什么呀？这么好的事情，有了这500两，咱们生儿往后娶妻也更容易了。那丫头本就是个赔钱货，不中用，咱们也养了那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报答咱们了。好，那我就听娘的，明儿我就带着丫头进城里去。赶紧的，别让那丫头给发现了。夜晚，红颜一脸落寞地坐在床边，心中苦涩又绝望，还有浓浓的恨意。燕穗哥哥，你不是答应要娶我的吗？你到底去了哪儿？深夜里，红颜拿出偷偷攒钱缝制好的嫁衣换上，拔下头上的簪子，了结了性命。此后，他带着满满的不甘和怨恨，放弃投胎转世，化为厉鬼，亲手杀了父亲、奶奶，甚至自己的弟弟。之后在人间飘荡了整整700年，直到再次遇见他，他却早已忘记他是谁。听红颜说完这些后，燕穗整个人愣在了原地，脑海里这才飘回一些久远的记忆。小南瓜，那个女孩是他，当时说要娶她，不过是他哄小孩的一个玩笑罢了。他当时那么小，又是人，他一个飘荡在外的孤魂，怎么娶她？无非是想让她高兴一些罢了。回神时，突然发现旁边多了2个人，叶玄景和燕川正一脸看渣男似的目光逆着他。我红姐可太惨了，我可怜的红姐。都过去了，一个臭男人而已，我不稀罕。说得对。小南瓜，你当初为什么突然不见了？对不起啊，并非我故意不告而别，而是迫不得已。当初尊主和九幽离开后，韩云下令诛杀鬼界的所有阴灵。那一段时间里，我每日都在躲着神界的人。后来我在那里实在待得太久了，神界的人追踪到了我的气息，所以我才……红颜听到这里，低垂着眼，纠结了那么久的心事，在这一刻彻底的释然。燕穗永远是他人生中的一道光。燕穗，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说完，他朝燕穗挥挥手，转身离开。你们呢？是留在这里还是……当然和你一起走。我们当然还是跟着主人混了。好，兄弟们啊，回头有空上京城来啊，老弟我请客，你们甭跟我客气。没问题。那么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尊主放心。待一行人离开后，燕川看了眼目视前方的燕穗，你怎么不跟着那个小南瓜呀？一起去啊！我去算什么？何况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了。你不会还真把人家当小女孩看吧？燕川，你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没说？唉，不行了，我必须去一趟花圣国。爹，你就别去添乱了。我添乱？我已经36天没有见到素婉了，36天，也不知道她在花圣国过得好不好。娘好歹也是花圣国女皇，锦衣玉食，进出都有人伺候，你就放心吧。你以为我是担心这个吗？她那里不还有个后宫吗？你就放宽心吧。她要是对那些妃子有兴趣，这会儿后宫都住满孩子了，还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是不知道，她后宫有个锦妃，长得那叫一个风神俊朗。你小子想气死我是吧？老爷、少爷、小姐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而且是和锦王殿下一起回来的。父子俩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爹，二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呢？你娘回花圣国去了，过段时间再回来。岳父，哎，好女婿，你暂时不走了吧？不走了。太好了，你回来了，那也有人监国了。那我身体不太舒服，想告假几日，你替我向皇上说明一下。好，我想与甜甜尽快完婚，可能要麻烦岳父去请岳母回来主持婚事。
好，这么大的事情当然没问题，我这就是收拾包袱，马上出发。木匠说着赶紧往后院跑。二哥，你最近还好吧？我就这样，挺好的。你们说咱爹这一去会不会直接封个皇后皇夫回来？这个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听起来怎么就那么惊悚呢？对了，甜甜，你们这次去了哪儿啊？这么久才回来？和甜甜外出散了散心，然后发现我们深深爱着彼此，甚至有一种我们前世就相识相爱的感觉。真意外。相公公，丞相大人怎么告假了？这段时间晋王殿下不在，木相一边守在皇上这儿，一边又忧心自己的女儿，可不得熬病了吗？也是，真是辛苦丞相了。叶玄景和穆幽月进来的时候，便见小屁孩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旁若无人地看着奏折，完全没有又搭理他们的意思。皇上近日都是如此勤勉，从不懈怠朝政，还请晋王殿下见谅。挺好，既然皇上忙着，那本王就先走了。身旁的穆幽月却没动，紧盯着轩宇看了半晌，而后有些惊讶地看向叶玄景。叶玄景给了他一个会意的眼神。灵力恢复后，叶玄景也终于能明白，当初那个鬼玩意儿为何要他来守护这位千古名帝，感情是服刑转世来造福人间的。叔叔婶婶，你们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喏，去给你搜集天底下最好吃的糖了。真的？好甜好甜。哎呀，那个魏启润最近好烦啊，频频上奏给朕，想要朕给他官复原职，而且他竟然还说顺魏将军勾结花胜国大公主萧渊，意图谋反。穆幽月脸上的笑意沉了沉，大哥和萧渊的事情魏启润是怎么知道的？那魏启润上奏的奏折全部给我，我来处理。好。父亲自从被贬官后，与我的关系就形同水火，加上他前不久娶了4位小妾，府里整日闹哄哄的，我便让他搬出了府住。如今他住在城南的一间院子里，我平时也派人盯着他，可未听说过他接触了什么人。花胜国众多人都知道，不出意外的话，萧渊将会是下一任女君。现在有人故意挑拨宣朝和花胜国的关系，势必是想阻止萧渊登位。但是魏启润为什么会掺和在里面？魏启润被贬官，心中自然不平，此次主动上奏，若查明后续有此事，他便是立了大功；但若是查出来是场闹剧，他也可以供出背后之人，说自己只是以防万一，左右他都不会吃亏。魏心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爹？如此算起大哥，让魏心苑以后嫁给二哥后，身处的位置多尴尬。那既然花胜国那边有小动作了，娘之前离开了那么久，这次回去会不会有危险？算算日子，娘回去也该有半个月了。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女皇，对不起，儿臣不愿登基。确定想清楚了？是，儿臣已经决定了，儿臣想即刻动身去找穆承安。你可以去找穆承安，但不是现在。花胜国内如今还有一出戏要唱，夜深了，你先回去休息吧。萧渊向萧清曼告退，走到门口打开门时，见到门外的人后吓了一跳。大公主有礼了。好久不见，你们都还好吗？一切都好。萧渊点头，而后才离开。是不是我的错觉啊？怎么感觉萧渊变了？回来了。是啊，娘亲，我好想你。怎么跑娘亲这里来了？见过你爹了吗？还没见呢，毕竟爹过几天就能赶到这里来了，到时候才能给娘亲一个惊喜吗？真是的。岳母，花胜国一切都还好吗？萧玉婵狼子野心，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他既然不珍惜，那么明日一早我便会命人去将军府抓人。还有一事，萧渊不愿继位，原本我是想着将女皇之位传给萧渊，然后我便去宣朝定居了。现在嘛，女皇之位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但为了承安的幸福，我这个当娘的又必须得支持萧渊。要不索性让爹留在这里当皇夫吧？这你爹得疯掉吧？我觉得不会。大胆楚子玉，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岂容你一个小小的封隐卫撒野？不知楚统领前来，所谓何事啊？将军府意图谋反，女皇证据确凿，来人，将此府所有人全部押入天牢，等待候审。楚子玉，你别血口喷人！萧夫人，女皇曾念姐妹之情，放了你多次，但你偏要往黄泉跳，女皇也拦不住你，不是吗？带走。明明从小你样样都不如我，女皇之位本就该是我的，萧清曼，是你抢走了我的东西。萧玉婵，你自己没本事怪谁啊？你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了，穆承安是我的儿子，拿我的儿子做文章，你是活腻歪了。穆承安怎么会是萧清曼的儿子？他……然而来不及等他多想，萧清曼已经不给他再次说话的机会。萧玉婵的身体软软的倒地。
内患解决了，接下来该给朝晖洗脑了。穆大人，穆相惊讶回头，谁知喊他的人正是上次和萧清曼一起去宣朝的使臣孟婉竹。孟大人，这么巧啊？这哪里是巧啊，是你的女儿和女婿早就吩咐我在此等你呢。穆大人怎么突然来此了？上回女皇不是在我府中下榻了许久，结果临走的时候有一盒首饰忘记带了。我心想啊，这女皇的东西一定很贵重，恰好这段时间我也不忙，便亲自来送一趟了。也不知道孟大人方不方便带我进宫一趟？自然是方便的，这条路直走就是皇宫了。那感情好。苏婉，朝晖，你怎么来了？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从你走的那一天起，我就放心不下，正好小锦和甜甜回来了，我才赶来看你。啊，那俩死孩子不是说没回去吗？好啊，感情是骗我来着。甜甜和小锦没事了，两人回去了，现在好着呢。我来的时候，他们还在和老二胡咧咧呢。也就是说，朝晖比甜甜他们先离开京城，那他们提前几日就到了，长翅膀飞来的吗？你来了就好，其实我也正准备把你接来这里呢。真的？当然是真的啦。你渴不渴呀？饿不饿？我先给你传膳。哎，朝晖呀，你说咱俩总是异地相隔，这么下去也不行，对不对啊？你不是准备把女皇之位传给那位大公主萧渊了吧？萧渊那个孩子他怎么了？他喜欢陈安。啊，这事儿。陈安那个性子死脑筋，一心就想守卫宣朝江山。之前萧渊费了力气，他也油盐不进。之前两个人相互不退让，这会儿萧渊倒是想通了。萧渊那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也知道他的性格，这次是来真的。这时门被人敲了敲，一名女官手持一个托盘弯着腰进来。女皇，该翻牌子了。翻牌子？这大白天的翻什么牌子？咱们花圣国一贯如此。木相翻了个白眼，第一眼就看到了正中间锦妃的牌子，他阴阳怪气地朝着萧清曼看去。萧清曼尴尬地笑了笑，赶紧示意女官都撤走。可女官似乎还有些犹豫，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劝道：女皇，您整日不入后宫，群臣们私下已经争议不断，加上花圣国多年来没有子嗣所出，就连民间也都传遍流言蜚语，说您说本君什么？说您有不育之症。放肆！女官被木相这架势吓跑以后，屋里只剩萧清曼和木相了。朝晖，你知道的，我这一颗心都在你身上。我当然知道，咱们不和这些人置气。可是作为一国之君，总是空置后宫，我实在是顶着太大的压力了。朝晖，我好害怕，要不你留下来陪在我身边吧。我休书给宣帝，就说我看上你了，要封你做皇夫。等你入了宫，我就把后宫里的妃子都解散了，以后专宠你一个，好不好？行，我留下。你答应了？那当然了，孩子们都各自在京城有差事走不开，那我还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吗？都多大了还哭？这不是还有我吗？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甜甜和小锦回来了，小锦怕是急着要办婚事，要不你让萧渊再顶几天，跟我一起回京城，咱们把所有事处理好了再回来。好，我同你一起回去。看这架势啊，这位老狗还真是活不到中秋了。那你和魏清苑的婚事还作数吗？为何不作数啊？二哥，你真打算把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其实大可不必的。景月，不是所有人都能和锦王甜甜一样。对我来说，爱不爱的真的不重要。说的也是，哪有那么多爱不爱的？干嘛去啊？难得爹不在家，出去喝酒去，你去不去啊？去。二少，看来这酒是喝不成了。算了，我还是回大理寺继续看卷宗吧。进去说吧。二少，你能不能救救我父亲？父亲也是被人骗了，他是一时糊涂。魏清苑，你知道的，我比谁都讨厌魏其润。魏清苑面色一白，抱歉啊，我的话说重了，但是你父亲所做的事的确轮不到我一个闲人来管，你们自己另外想办法吧。对不起，是我鲁莽了。说完，朝穆兴泽俯了俯身，转身离开。穆兴泽站在原地，没做出任何的表态。真是一点用也没有，你爹和我费尽心机给你的将来铺路，你倒是好，还没进门呢，连个男人都哄不了，以后看你怎么办。你有能耐你自己去啊，总是拿心月撒气干什么？再说了，之前你们逼着穆兴泽娶心月，问过心月的意思了吗？真是恶心。魏秋桐说完，拉着魏清苑离开。
你别难过，以后出嫁后就好好跟穆新泽过日子，别管家里这些烂摊子了。我不想嫁给穆新泽了。你疯了？你不是喜欢穆新泽很久了吗？何况婚期也定了，你现在要是反悔，到时候外人只会以为是你被退婚，那你以后怎么办啊？我不在乎。你啊，怎么偏偏喜欢穆新泽这个京城第一纨绔了？他家随便一个男子都比他名声好啊！废除官籍，终身圈禁大理寺诏狱。魏其润的一条命算是保下来了。不会是你让四哥这么做的吧？我哪来那么大权力啊？好像也是，不过终身圈禁在大理寺诏狱那种生不如死的地方，还真不如死了算了。哦，对了，爹娘什么时候回来啊？大概有个6、7、8天吧。这么久？你干嘛那么激动啊？那我出门了，叫上陈庭轩喝酒去。这是那2个玩意儿生的狼儿。这2头狼生仔这么迅速的吗？这才多久又生了一个？所以我们呢，什么时候提上日程？这不得等我爹娘回来再定个日子吗？没事，不急，毕竟你能一口气生3个，可以赶超他们。穆幽月直接踹了叶玄启一脚。哎呀，累死了！福伯，快给我倒杯水。不，先给女皇倒杯水。听到这声音，穆幽月傻了，这2个也是长翅膀飞回来的。爹，女皇，是甜甜呀，我好想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婚呢？明天。啊，这也太仓促了，我们都没来得及准备。后天，最快后天。萧清曼默默地白了他一眼，这明天和后天有什么区别吗？老二呢？怎么没看到他？二哥外出办事了。好，让他忙要紧事。赶路赶得快要命，穆相和萧清曼回屋先休息一会儿，打算明日再进宫面见皇帝。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不回去准备准备吗？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他及时到来娶你回家了。你快去找我二哥，别让他喝了，免得晚点露馅了。行吧，帮夫人跑腿，乐意至极。穆丞相与花圣国女皇萧清曼情投意合，日前萧女皇也废除后宫，准备择良日封穆丞相为花圣国皇夫，唯一的皇夫。萧女皇已经来到了京城，准备亲自向皇上说明此事。这样啊，那这就祝贺丞相和女皇了。岳父，坐。不必了，我站着就是了。穆爷爷，你快坐吧。穆相感觉自己快折寿了，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先恭喜穆爷爷和女皇，只是丞相一位，事关重大。穆爷爷现在辞官的话，那换谁上来比较好呢？有一人倒是挺合适，只是突然空降此位，怕是会招惹口舌是非。叔叔是谁啊？如果这个人真的可以堪当大任的话，饶是空降也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堵住悠悠众口的。你说的很对，穆新泽。穆相差点身体一软，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岳父，没事吧？没事，是同名同姓吧？不是，小锦啊，这个丞相一位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新泽他平时跟着你做一些事情就算了，这正儿八经的当官，我咋觉得那么惊悚呢？还有，我这刚辞官就提我的儿子上来，历来都没有这样的规矩。这可不仅是旁人的口舌非议了，外人还以为我们穆家有什么狼子野心呢。这压力也太大了，我怕。叶玄锦微微弯唇，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堆子册子，直接递向了轩宇。这是穆新泽近1年内查到的诸国境况，还有一些被缴毁的暗桩，皆是诸国的奸细安插在宣国境内的。他虽是在替本王做事，但却做的是对宣朝有利之事。何况他还有一整座的幻星楼，就是那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风云变幻间便搜尽天下情报的幻星楼。忘了告诉你们了，他就是那个有名的幻星楼楼主。他说的真的是我那平时纨绔又不着调的二儿子，真是我儿子。星泽哥哥竟然这么厉害！可是星泽一向闲散惯了，他肯做这个规规矩矩的丞相吗？岳父不妨回去问问他。星泽呀，干嘛？我辞官了，小锦推荐你当丞相。真的？行啊，我可算熬出头了。不是，你真愿意啊？新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你只要做了丞相，那往后那么多眼睛盯着你，可没有这么自由闲散了。娘，那我也不能一辈子都自由闲散不是吗？往后成家了，我也该安定下来啊。那幻星楼怎么办？那么大门派呢？也不管了。老爹连这个都知道了？再看看老爹的表情，眼神亮晶晶的，甚至还有些崇拜自己。穆星泽尾巴都快翘到天上了。瞧瞧，他也有今天，他在这个府里彻底咸鱼翻身了，爽啊，太爽了！你们慢聊啊，我去找甜甜。丞相一位暂且不急，咱们眼下先把甜甜和锦王的婚事办妥了，这才是头等的大事。行，听你的，
以前是不是对老二太严厉了？老二心里会不会有疙瘩？那什么，我约了陈庭轩喝酒。老陈家的公子啊，那行，你快去吧，别让人久等了。这么爽快，还不骂他？穆星泽心中那叫一个悔恨呢。悔早知道身份亮出来，爹能这么好说话，他何苦等到现在？见穆星泽犹豫了一下没走，穆相赶紧掏出自己的钱袋。是不是银子不够了？你看看这些够不够？不够再去库房。够了够了，早点回来啊，别喝太多了，这明天甜甜还要大婚呢。行。穆幽月感叹，二哥这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啊。甜甜，你说你二哥当官了，这靠谱吗？七叔曾说，让二哥守着眼前，把握好机会后，等待他的便是高压万人之势，就是指的现在吗？那好像又算准了。天哪，七叔不会真的是宣朝第一神算子吧？这不会是……天哪，我要当外祖母了吗？难怪小姐那么猴急，非要明天就成婚，感情是都到这个地步了。娘，你怎么了？阿弥陀佛，没事没事。甜甜，要不你早点去休息吧，明日大婚，做新娘子很累的，你可千万别累到了。可是我不困啊。悠悠，我来了。叶露言直接一个猛子扑向了穆幽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不过呢，你和景王没事就行，明天依旧是最漂亮的新娘子。叶露言，悠悠，帮帮我。发生了什么吗？想归想，但在穆景玉靠近这里的时候，还是给了穆景玉一个这是我的人，你别动的眼神。穆景玉见此也没辙，只好绕道去找穆星泽。陆言，怎么个意思？可还不是你上次突然走了，然后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府里，然后你那个黑心的四哥可能是见我太闲了，就非要抓我去大理寺，让我给他打下手。你知道的呀，我这种身份一去那个地方我就犯怵，所以我就连夜卷铺盖跑了。旁边萧清曼听得云里雾里，这姑娘什么身份？翌日大婚之日，4更天时，远在边境的穆承安总算是赶回了家中。承安，父亲母亲，一家人没那么多规矩，一路累了吧？好像又比上次瘦了一些呢。不辛苦，时辰还早，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今天怕是要忙上一天呢。拜堂的地点依旧设在了相府，一切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上一次就是卡在这里，而在这一次，两人深深的弯腰。礼成。礼成之后，叶玄锦才弯腰抱着穆幽月坐进了花轿之中，前往景王府。甜甜，偌大的喜房内，红烛轻轻地摇晃着，叶玄锦小心翼翼地摘下了穆幽月的红盖头。盖头下，穆幽月凤冠霞帔，红唇微漾，千娇百媚。叶玄锦心头一紧，穆幽月又何尝不是盯着叶玄锦出神？宝贝，按规矩来。两人双手相交，将交杯酒一饮而尽。甜甜，穆幽月盈盈抬眸，对上他的目光，想说什么，却被叶玄锦拥入怀里，深深的吻住。窗外阳光正好，屋内慢慢的升温，衣物渐渐散落了一地。夜色弥漫，景王府宾客渐渐散去，徒留几个自己人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从下午到现在了，真的不来招待我们一下吗？你说啥呢？下午那叫热身，这会儿人正儿八经的洞房花烛夜呢，哪还有功夫搭理我们？也是。红姐，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吧？红颜轻轻的嗯了一声，没说话。红鸾心动，天象不错，咱们悠悠啊，长大了。是啊，长大了，这辈子能遇到一个真心相守之人，值了。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小女儿啊，没想到还先嫁了。你们说，叶玄锦会不会负了她？叶玄锦一定会对甜甜很好的，对吧？爹，别哭了。我怎么能不哭啊？我马上也要随你娘亲赴花圣国了。往后啊，你在边境，咱家就剩老二、小三和小四了。你们以后多听你们二哥的话，这个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明白没？闻言，穆星泽有种彻底翻身的感觉。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小心哪里得罪了他，往后给你俩穿小鞋使绊子。老爹，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啊？是，父亲，我们记下了。没爱了，我将来一定是个和蔼可亲的丞相。承安，你想问娘什么？
没事，娘早点休息。你想问你爹的事情吧？没办法，我这女皇之位后继无人，我总不能随便就找个人顶上，只好委屈你爹去做我的皇夫了。那他呢？你觉得呢？承安，你应该比谁都知道渊儿不要这个皇位下了多大的决心。你啊，可别像个木头疙瘩似的，就知道排兵布阵，也该学会如何怜取眼前人。早些休息去吧。待萧庆曼进了院子后，穆承安还站在院外，久久未动。叶玄琴，差不多行了吧？你还有完没完了？为父等这一日，等了1000年，你多担待一些。你再这样没完，我就现原形了。叶玄琴顺的，原来这样就能治你啊！以后可以多用一些。你舍得这么对待我？星泽什么时候上任呢？暂时还不急，我总得先干一片大的，才能让那帮老家伙服我呀，要不然天天上奏弹劾我哪受得了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升上这大理寺卿的位置。大哥，你这次待多久啊？等明日甜甜回门后就走。这么着急啊？我可听说有你坐镇，周边几个国家都老老实实的，那些小部落也不敢造次，你可以晚点回去啊。我要先去一趟别的地方。别的？嗨，花圣国就花圣国呗，还有什么别的地方？真是见外。你俩从幽灵山飞来要多久？1个时辰够不够？差不多吧。哎呀，给你俩厉害的，要我少说得飘1天。要么说千年老鬼呢，这大行就不一般啊。红姐，你再熬个200多年，你马上也能熬成千年老鬼了吧？你还打算投胎转世吗？你别老胡不该提老胡了。哎呦，真要命，差点忘了红姐和燕穗这茬。对面燕穗也不自觉地往红烟看了一眼。人间太苦，我不想投胎，我累了，你们慢聊。红烟往暗处飘去，在一处假山石后坐了下来，看着天边渐渐掩去的月色，身形寂寥。小南瓜，我想我还是应该和你再说一次对不起的。你之前已经和我解释过了，我没怪你，我也不会怪你，你有你的苦衷罢了。只能说命运就是这般的可笑，爱捉弄人。燕穗哥哥，谢谢你那段时间愿意陪着我，你也不必自责，我变成现在的样子真的当了几百年的厉鬼，确实痛快许多。叶玄琴，我今日还要回门的。我们来日方长，那我帮你沐浴。啊别，我自己来就好。行，那就听你一回。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别看了，到了自然有人来通知你。正说着，只见锦王府的马车停在了幕府的门口。甜甜，我的甜甜呐！怎么样，叶玄锦对你还好吧？他有没有露出他的真面目？有没有得到了你以后就翻脸不认人了？一旁叶玄锦冷不丁听到这些话，眉心微微一挑，所以他在岳父心里依旧还是这种形象是吗？胡咧咧什么呢？不错嘛，真大姑娘啊。穆幽月以前没觉得自己脸皮薄，这会儿听见这话倒是不好意思脸红了。小锦啊，往后我和你岳母远在花圣国，我们宝贝甜甜可就完全交给你了，你可不能欺负她，要不然的话我那压箱底的砍刀可就你懂的。岳父放心，我哪里舍得欺负她，顶多就是晚上多欺负一会儿罢了。还是咱们小锦最乖，你们但凡有小锦一半乖巧，我就省心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我打算尽快回花圣国。娘，你这个尽快是什么时候啊？穆承安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萧庆曼顿了顿，看向了穆星泽，只见他朝萧庆曼使了个眼色，又瞟了穆承安。啊，那我要不再多住几天？多住几天，多住几天。行，那就多住几天。近来天气好，爹娘午后若是闲着，可以去游游湖听听戏，找点乐子放松放松。也不是不行，我还挺喜欢游湖的。大哥，爹娘这边我帮你多拖延几日，你快出发吧，争取早日把大嫂娶回门。谁说我要去找萧渊了？我也没提萧渊的名字，原来在我们家大嫂默认就是萧渊呢。啊，我懂了。你替我和爹娘说一声。行了，放心吧。目送穆承安离开后，穆星泽刚想进大门，一道身影从暗处闪现，对着他说了什么。穆星泽挑挑眉，恰好穆景玉也接到了消息，正往外走。景玉，今日又抓了一个回来，那些人你准备怎么处理啊？先去赵玉再说。天天大老爷啊，草民不知所犯何事，竟要被关来这大理寺。行了，别装了。你，京城里还有多少你们天妖国的人呢？
中年男子闻言，见已经被拆穿，做事便要咬舌自尽。木星则却将他一脚踢翻在地，又喂了一颗丹药给他。顷刻间，男子浑身瘫软无力。要不要上刑具啊？最近我新研究了一套刑法，效果不错，可以一试。很快，中年男子被架在一个木架子上，他的眼前是那4个被抓来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完好无损。中年男子想不通，为何到了他这里就要受刑？穆景玉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笑得很是变态。我现在呢，准备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再一片一片的喂进你们的嘴里，连血带肉，怕是别有一番风味的。穆星泽都被他给恶心到了，这个小厮平时都在研究哪些有的没的。等他的肉割完了，再来割你们的。准备好了吗？我要动手了。穆景玉话落，以极快的速度在中年男子的心口割了一块下来。我说，我们原本一共有8个人，剩下3个人在哪儿啊？还有2男1女，2个男的如今在城外。至于最后那个女的，她先前是我们的领头人，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得罪了国君和长公主，已经被关押起来了。青青，对，就是她，是我们国君的贴身护卫。小四，你带人去抓剩下2个，我去一趟天瑶国。你去天瑶国做什么？干一片大的，否则我这丞相之位难以服众，做的也不会安稳。二哥，我平时真没看出来，你的志向如此的远大，胆子都是被练出来的。小四，我们分头行动，请。此时城外怎么办？我刚刚联系不上老五了，8成也是被抓了。可恶，这么下去很快就会查到我们的头上。穆家欺人太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没错，我们如今少了那么多人，得尽快回去向国君复命。但若就这样回去，怕是我们也活不了啊。其实我有一个办法，穆星泽抓了我们多人，他们现在都生死未卜，我们也可以抓他的人，到时候在国君面前，我们也可将功抵过。你是说，哼，他不是还有个未过门的媳妇儿吗？心月，心月，快醒醒！另一边，穆景玉的人去城外扑了个空。回到城内时，又听说城内的一家脂粉铺出了事儿。二哥，出事了！片刻后，听闻天饶国剩下的2名奸细抓走了魏星月和魏秋桐。穆星泽有些没料到此事。小四，魏家那边先交给你安抚，我即刻出发。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穆景玉点头。星泽，星泽，陈庭轩，你干什么？魏星月不见了，你是不是要去救他？你过来干什么？我和你一起去，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拖后腿，带上我吧。行，走吧。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魏星月摇头。难道我们要被带去花圣国？花圣国的那位女皇不是和穆丞相联姻了吗？按理说她不是穆星泽的后娘吗？那你不也是她未过门的儿媳妇吗？花圣国的人怎么敢抓你啊？这2个小娘们儿也不知道哪个是穆星泽未过门的媳妇儿啊！管他呢，宁可抓错1000，也不放过1个。也是，穆星泽那小子欺人太甚，若不是逼我们至此，我们也不愿拿个女人做文章啊！别说了，也不知道见到国君后，我们能否靠这2个女人戴罪立功。搞半天都是穆星泽害的，你看你喜欢上了一个怎样危险的人？我又给他拖后腿了。拜托，是他害得我们被抓啊，怎么就你拖后腿了？心月，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这京城里多少年轻男子都爱慕着你，你偏要喜欢一个眼里没有你的人，还害你落入险境，你居然还反过来觉得是自己拖后腿了？我的天哪，这就是爱情吗？那希望我这辈子别遇到爱情，因为爱情使人眼瞎心瞎，哪都瞎。魏秋桐一阵吐槽，魏星月心里也不好受。听见他们刚才口中的国君了吗？想必不是那位女皇，那是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剩下的几个大国，也就天饶国、范谷国以及北安国了。在一个凌晨时，穆星泽和陈庭轩稍作休息片刻，陈庭轩很快就靠着树睡了过去。穆星泽也没什么睡意，却见天边有红光闪过，远远望去，似乎是一只火红色的凤凰。那火凤凰渐渐地靠近自己，直到落在自己面前，身形一晃，变为了穆幽月。旁边一道暗影也现身，正是叶璇姐。穆星泽看傻了，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二哥，甜甜，你说来话长，但你们这么赶路也不是回事儿，我先带你去天瑶国。天还未亮时，穆星泽和被迷晕过去的陈庭轩就抵达了天饶国的主城内。穆星泽感觉实在是太玄幻了。行了，你忙你的，我和甜甜新婚燕尔，先去附近周游几日。去吧去吧。二哥，那我们先走了，你自己小心。我们要不要顺道去找一下魏家姐妹啊？不必，对方还要拿他们做筹码，他们不会有危险。那就行。累了，找家客栈先休息一会儿。这是哪里？天瑶国皇城。
天瑶国，我们怎么突然就到了这里？你不会长翅膀带我飞来的吧？的确是带你飞来的，但不是我长翅膀。魏心苑他们呢？有消息了吗？应该还没到。你先去城南方向找一家名叫清风的客栈休息，我去附近转悠转悠。应该还没到。陈庭轩更是一脸诧异，那他们到底怎么提前来到这里的？客官，这一楼都坐满了，请您移步楼上雅间吧。好。公子，您怎么来了？杨从，去帮我查一个人的下落。请公子吩咐。慕容北萧的贴身女护卫青青。在客栈里坐了一上午，杨从推门进来了。公子，已经查到了，那个叫青青的女护卫不知犯了什么事，被关在了幽冥炼狱里。那范谷国的人呢？进城没有？公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前不久，范谷国有使臣来信，说是要拜访慕容北萧，估摸着这2时也快到了。你可有幽冥炼狱的地势图？有。杨从说完，将早已准备好的地势图拿给了穆兴泽。对了，你派一拨人。吩咐完后，临走前，再给我打包一些汤包。是，公子。不一会儿，穆兴泽提着食盒来到了清风客栈。客栈的小二见到后也是愣了一下。公子，住店吗？陈庭轩在哪个房间啊？3楼最里面那间。好。魏兴苑他们还有几日才到，我已经派人去路上接他们了。至于能不能成功，我还不好说。那就好，希望他们别出事。你是不是喜欢魏兴苑啊？莫兴泽，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她是你未过门的媳妇儿，我喜欢她算怎么回事？说完，低下了头，继续吃着汤包。陈庭轩这样反常的反应，穆兴泽哪里能看不懂？只是心里头也有些的复杂。王姐，听闻你这2日胃口欠佳，是身体不适吗？还好，只是近日头疼的频繁，没什么胃口罢了。范谷国那边的人快到了，他们的来意，黄姐想必也知晓。黄姐打算怎么处理谢雨芳啊？不要和我提他们。还有，我不是早就让你杀了他吗？你为什么还要留着他的命？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王姐放心，你想杀的人，我断然不会留的，只是也得让他死得有价值一些，不是吗？慕容南叔皱眉，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说自己累了想休息。